哎呀天哪，这耳朵边好吵啊！这谁在我还没睡醒就在我床边嘤嘤嘤呢？啊！我怎么睁不开眼睛啊？我不是在家刷抖音吗？刷着刷着就睡着了呀。这是哪里呢？宋家的，我们沈家好好一女儿嫁到你们家才2天呐，这便被你们家逼死了，这可是一条命啊！你们宋家好狠的心啊！哎呀，亲家，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们真的没有逼他呀。你放屁！没逼他，怎么就会自尽呢？这时，有一男生道：“说吧，你想要怎么解决？这事儿也好办，我好好的一姑娘啊，这才嫁过来几天就被你们逼死了，得赔我们10两银子。”哎呀，亲家，我们家哪有这么多银子？唯一的10两银子都给你作为聘礼了。凭什么？当初花了10两银子娶沈夏时就说好了，给了10两就跟你们家没有关系了。说白了，这跟买没有什么区别了。你有什么资格又来要钱？而床上的沈夏脑中突然闪过一幕幕的回忆。原主沈夏今年15岁，刚好及笄，就被沈家当成了换钱的工具。沈家有2个儿子，都还没成亲，就想着把原主卖个好价钱，正好给2个儿子娶亲。宋母就上门打算用8两银子娶了沈夏当供妻，说娶还不如说买了。宋母没有办法，只有娶一个样貌配得上自己儿子的姑娘回来当供妻。想着未来每个儿子能留下个一儿半女也好，沈家也知道自己女儿是嫁过来当供妻的，便狮子大开口要10两。就说10两可以，但这是买断的价格。沈母想着也无所谓，便同意了，还立了字据。这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小山村，周围几个村庄都穷，供妻的人家还不少，都是一些娶不起媳妇儿就兄弟几个娶1个媳妇儿的，只是没有一家像宋家这样5个娶1个的，别家最多也就3个娶1个。沈夏肯定是不会愿意的，但是沈母告诉他，宋家几个儿子都长相俊美，老大还能打猎，绝对饿不着他，毕竟原主在家可就没吃过饱饭。宋家还有一个会读书的弟弟，原主也是一个外貌协会的，喜欢长相好的书生。后来在权衡利弊下，原主同意了。谁知道老大宋江是会打猎，但是因为前不久打猎受伤，腿摔断了。老二宋明出门上工，手也摔断了。老三宋锦倒是手脚好好的，但是因为小时候摔倒，眼睛看不见了。老四在外读书出了意外，到现在都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整个宋家只有老五是好的，但他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而沈夏嫁过来，一大家子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身上。在他满心绝望的双重打击下，趁着家里没人看着就上吊了。其实沈夏嫁过来才2天，宋母对她也不错，也没像沈家那样什么事儿都让她做，是她自己想着想着就绝望了，觉得上天不公，她刚出狼窝又进了虎口。周围还有一帮看热闹。难道是因为宋家人口众多，所以才会将人欺负到如此地步呀？以至于这人家承受不住，选择了自尽啊！哎，谁说不是呢？宋家成年男子就有3人，他们却刚刚尝过女人的滋味。俗话说得好，猫闻到腥味儿啊，就会忍不住的凑上去。哎呀，就是，再看看那个宋家那个身材魁梧的老大，哎呦，那模样活脱脱就是个会折磨人的主。听到这些话，身处房间内的宋家老大、老二和老三则满脸羞红，尴尬至极。他们还是童子之身呢。老五听不懂大家在说什么，也不明白哥哥们为什么脸那么红。其实因为沈夏不愿意，宋家男人都没有碰过她。宋母也说这事不急，先让小姑娘习惯了再说。和宋家关系比较好的刘氏说道：“呸！你们一天天到晚的胡咧咧啥呢？谁家媳妇同不同房，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哎呀，那我们说我们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好了，等我把我姑娘的事处理好了，你们慢慢吵。既然你们不出钱，就算了。闺女啊，我带回去自己安葬。看你们家穷的，连安葬费恐怕都拿不出来吧？哼，还好镇上正好有一户要配阴婚的，愿意出5两银子呢。这闺
玉的尸体啊带回去也好，还有5两银子挣，也不错。宋家众人震惊，这画风怎么突然变了？沈家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说话了？沈夏虽然眼睛睁不开，但是就这么一会儿时间，也听出来这沈母可不是个好人呢。他可不要才穿越过来就陪葬啊！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悲催的穿越者了。不行，沈夏既然嫁给了我们宋家，生是宋家的人，死也是宋家的鬼，怎么能让你带走？沈夏拼命地想要撑开那沉重无比的眼皮，但是无论如何努力，那眼皮依旧像是被粘住一般。他心里清楚，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连自己的尸身都会不保了。于是沈夏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再度发力。突然之间，一股力量从体内涌出，紧接着整个人便如弹簧一般的弹起，终于睁开眼睛了。这是有鬼呀！有鬼呀！老大、老二和宋母也都惊呆了。夏夏，你没事吧？娘，我没事，只是一口气没喘上来。那就好，那就好。哎呦，我可怜的女儿哟，你受委屈了。快跟娘说，他们宋家是怎么欺负你了呀？没有，宋家对我很好。既然你已经把我以10两银子卖了，以后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生活了。未来我是死是活，也跟你没有关系。哎呀，夏夏呀，你怎么能说出这样伤为娘的话呀？好了，这里也没有外人了，你也别演戏了。你既然那么爱我，我不想在宋家待着，你把10两银子还给宋家，我就跟你回家。沈夏为了让沈母离开，故意这么说。可宋家人听着这话，觉得沈夏是不愿意待在宋家。沈母一听，心里就不干了，这到手的银子怎么可能会吐出来？哎呦，夏夏呀，这银子呀，他已经给你大哥二哥呢娶媳妇儿了。哎，你看你这婆母呀，对你也好，你呀就好好在宋家过日子啊。说完便急忙的离开了。这哄鬼呢？这彩礼才拿到手2天，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娶到媳妇儿？夏夏，你能不能不走？我们宋家不会亏待你的。娘，之前是我心里想差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我再也不做了。原主过来的2天，宋母对我也挺好的，的确是什么都舍不得让我做，也没有直接让我和宋家兄弟圆房。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婆婆。好，娘一定会让他们几个好好对你的。啊，这个还是算了吧，我也只是嘴瓢说说而已。真要给我几个男人，恐怕我也无福消受啊。况且这伤的伤，还有残的残。哎呀，慢慢来吧。不过我倒是会些医术，有机会的话给他们都看一下，他们这身体到底都是什么情况。能医就医，不能医的也得赚点钱，至少得把那10两银子还上吧。而在宋江、宋明、宋锦、宋玉他们看来，沈夏这是愿意做他们媳妇儿了。媳妇儿，娘让我来叫你吃饭了。这小相公想完之后，浑身都打了一个冷战。好，眼看家里这么多人，简直是把老弱病残都给凑齐了。沈夏走到饭桌前，桌上有几个红薯和野菜汤，但他面前还有1碗炖鸡蛋。来，夏夏，你身体不好，先吃点鸡蛋补一补，这是我跟隔壁小刘婶买的。对于宋母的一片好心，沈夏也没有拒绝，直接小口小口的吃了起来。夏夏，明天村长就要杀猪，我让老大去买点猪肉给你解解馋。娘，不用，我不馋，别浪费钱了，留给……该叫他们什么合适呢？留着给他们买药吧，我来已经浪费很多钱了。留着买药，这放到现代都是骂人的话。许你啊，怎么能说浪费呢？宋母着急地说道，怕沈夏多想。那好，等老大伤好了，让他去山上给你抓兔子。他的脚只是扭伤，过几天就好了。啊！哎呦，原主这个傻瓜都没整清楚状况就自尽了，这死的冤不冤枉啊？不然我也不会倒霉穿到这里了。那
宋明呢？老二，老二的手可能废了，但是夏夏，老二只是左手伤了，右手还是可以干活的，反正啊不会苦了你。而沈夏却没有在意，想着自己就是一名外科医生，等什么时候有空了，帮他们几个人看一下能不能医好。吃完饭，媳妇儿，这是娘让我为你打的洗脸水。谢谢。不用谢。宋月，我能和你提一个要求吗？媳妇儿你说。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媳妇儿，叫我姐姐？太接受不了一个小孩叫他媳妇儿了。为什么？你不是我们媳妇儿吗？你现在还小，要等18岁呢才可以这样叫。是吗？那就是只有大哥和二哥才能叫你媳妇儿吗？如果可以，都不要这样叫，我不喜欢呐。我还是接受不了共妻啊。没关系，他们现在娶共妻呢，是因为穷。等他们以后有钱了，就不会只想要一个媳妇了。沈夏现在只有先承认宋玉的观点，不然小孩子永远有10万个为什么等着。是呀。哦，好吧。姐姐，可以跟你商量一个事情吗？可以呀。就是大哥和二哥还在三哥房间打地铺，地上很潮湿，可是娘亲又说不能打扰你。那你和三哥过来这个房间睡吧，让大哥和二哥睡隔壁床上。主要是我睡觉爱乱动，又怕碰到大哥和二哥的伤口上。开玩笑，这宋江和宋明可是血气方刚的男子啊，住在一起那肯定不放心，而且也不方便啊。所以呢，让小五和老三过来睡是最安全的。看来最好是抓紧时间挣钱修房子了，最好能一人一间。现在就只能将就了，保守一点的话，只能选老五和小三。这老三现在眼睛看不见，老五还只是个小孩子。晚上麻烦三哥和我们一间房了，主要是大哥二哥受伤了，我睡觉又爱动，怕碰到他们，让伤口久久都好不了。好的。为什么姐姐不睡中间？沈夏就知道这小屁孩一定会这么问。怎么说呢，这总不能说我不想挨着你三哥吧？啊，我不喜欢睡中间，中间太热了。那我也不想睡中间，姐姐。你个子最小，睡中间没那么挤，赶紧睡了。小孩子睡太晚长不高的。早上，娘，等会儿我想出去转转。宋母看着沈夏，眼里的担心不言而喻。你还想着江家那个书生？沈夏愣了，这是几个意思？但是马上在心里回想，这才想起来，原主之前喜欢的是江家的那个书生。没有，曾经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大哥，你要是不放心，可以让小五和二哥跟着我一起去。好，我跟夏夏一起吧。好的，那就麻烦二哥了。不麻烦的。你想上山可以等几天，我伤好了带你去。你和他们俩上山不安全。没事，我们不往里面走，就在外围看看，不会有危险的。这宋江怎么回事啊？就像我得罪他了似的，一张冷脸给谁看呢？哎呀，山里危险，怎么就不听话呢？沈夏和宋明、宋玉3个人，一人背着一个背篓出门了。这沈夏没看出来呀，家里除了2个小的不能动，要照顾3个人，大早上还能出门，看来体质还不错。这可不一定，看她那走路的样子，还是个姑娘吧？也是，不然就他家那3人，多年没吃过肉的，怎么好应付啊？你们是不是太闲了？人家的事儿关你们什么事儿啊？八卦一下而已。你们家2个男人没把你伺候好吧？需要去八卦别人家的，真是闲的。几人来到山脚下，沈夏没有找那种别人走过的路，那种路虽然好走，但是别人都走过，是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的。夏夏想来山里转转，就是看着家里一群老弱病残，想找点挣钱的方法。几棵桑树上全部都是蚕茧，非常多。你们不认识这个吗？认识，里面就是一种虫子，不能吃的。夏夏，我们还是去找别的吧。来，我们把这几个白茧摘下来，咱们通通带回去。一路上，沈夏又拾了许多蘑菇。姐姐，这个真的不能捡了，它有毒的。之前村里也有人吃这个捡的东西，结果都被毒死了。这个蘑菇有很多种的，有的有毒，有的是没毒的。怎么分有毒的和没毒的？颜色越好看越有毒。也不能这么绝对，有些不好看的也有毒，但是好看的大部分都有毒。哎，夏夏，不能再往前走了。哎，这不是人参的植株吗？姐姐，这是什么？这个呀，这是人参。姐姐，你居然会认识人参？这是露馅儿了吗？啊，
那是我在书上看到的。姐姐还会认字啊？谁教你的？怎么有那么多为什么呀？之前江毅有些书给我看的，他教的。夏夏之前一定是很喜欢江毅的吧？回来就好，赶紧把贝勒放进来吃饭。好的，娘。因为今天收获非常满意，所以沈夏满脸都是笑。娘，这里离镇子有多远啊？不远，坐牛车要1个时辰。那走路呢？1个多时辰。那什么时候有牛车呢？每天早上走到村口就有。太好了，刚才在山上我挖到一颗人参，明天想去镇子上看看，能换多少钱？刚好趁大家都在，沈夏也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态度，免得他们整天胡思乱想。正好大家都在，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首先感谢娘，你这几天对我的关心，不管你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买我，我都非常感激。毕竟如果不是你买我，说不定我就被我娘卖给哪个官夫了。另外，关于共妻这个事情，想来是因为条件不允许，大家才会共妻的。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努力挣钱，到时候有钱了，几位哥哥就可以分别娶一个嫂嫂，大家也可以把我当妹妹，老五可以当我是姐姐。夏夏，你不是嫌弃我们几兄弟吧？当然没有。你还在想着江毅？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夏夏说的也在理，这样如何？夏夏给大家一点时间，先相处来看。如果到时候我们几兄弟还是愿意娶一个妻子，那夏夏再和我们一起去衙门领婚书。如果哥哥们有喜欢的人要另娶，就把夏夏当妹妹如何？嘿，这话说的，如果你们还愿意，就娶共妻领婚书，合着我愿不愿意不重要了呗。不行，这对夏夏不公平，这是把夏夏当备用的吗？娘，我觉得三哥说的也可以，没事的，我愿意。就按三弟说的吧。大哥，你可以帮我编点东西吗？什么样的？簸箕，还要几个架子，能让这个簸箕一层放一个。没问题。旁边的宋锦却是心里一酸，自己眼睛看不见，就像一个废人一样。夏夏，这个你拿回来干嘛？里面全是虫。这个是蚕茧。蚕茧有用吗？这个呀，可以做蚕丝被，又轻又柔软，还可以用来做成丝线，织布做衣服，作用可多了。夏夏打算养这个吗？这个比较金贵，而且繁殖能力也很强。我看山上的桑叶也多，这个成本最低了。夏夏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沈夏忙了一天，晚上进到房间，躺在床上就睡了，睡得迷迷糊糊。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是我的房间？沈夏从床上起来，这就是他现在的家呀。只是当他打开门想出去，却怎么也打不开。看着他书桌上的电脑，打算登上微信，试着和爸爸妈妈联系，也是不行，电话也打不出去。这房间看起来像是打扫过的，我父母应该来打扫过。难道是穿越之人的标配？这是我的空间有空间就好啊。而且房间是打扫过的，也许父母能进我的房子，那是不是我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上了？第二天，你等了多久啊？没多久，厨房里有我烧的热水，你快去洗脸吧，还给你煮了2个红薯。那你吃饭了吗？吃了。出门走了一小段，那我吃不了2个，我们一人1个。其实沈夏知道宋明根本就没吃，因为家里粮食有限，所以大家都比较节约，能饿一顿就饿一顿。走了1刻钟，便到了村口。沈夏这时候才想起来他没有钱。杨叔，这是我们俩的车钱。然后又把手中剩下的6文钱递给沈夏。这是娘亲昨晚在你睡了之后给的10文钱，让我今天给你的。二哥，你拿着就是了。宋明带小媳妇儿去镇上买东西呀？不是，昨天夏夏在山上采了一点草药，看拿去药房能不能卖点钱。你家媳妇儿还认识草药啊，真不错呀。宋明媳妇儿，你这采的什么草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呗。才随便采的，还不知道能不能卖钱呢。一路上抖得沈夏的肺都快出来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古街。二哥，我们先去卖参吧，你知道哪里有药铺吗？知道，之前我们受伤都是去那里拿药，徐大夫人也比较好。走了约莫1刻钟，就到了宋明说的药铺。过来拿药？不是的，想问一下50年的人参大概多少钱？50两。那这颗人参你们说多少钱？还挺聪明的，想卖参但又不直接说，先打听买参的价格。老姑娘，你家的？你们家宋老四还在床上躺着，这人参对他也有用，你确定要卖？夏夏，要不咱们不卖了吧？
这颗参药买，宋颖可以等，但是现在家里的情况不能等。二哥你放心，四哥的病情我有考量的。你也知道买卖是有差价的，当然老朽也不会亏待你，我出40两，你看如何？这夏夏也太能挣钱了吧！谢谢许大夫。以后要是有这样好的药材，也可以给我拿来，我一定给你个公道的价格。好，那便麻烦许大夫了。1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40两就相当于4万块。沈夏让宋明带他去点心铺子看一下。姑娘，你们这个店只有一家吗？不是呀，我们家在每个县都有店的，个别的镇上没有店，可是老字号了。你们这点心倒是多，就是没我上次在县城里那个亲戚家吃的点心好看，有食欲。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呢。不可能，我们甜心斋的点心就是最齐的，不可能别人家有我们家没有。你还不信？下次我给你带点来，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好啊，到时候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点心好吃到流口水。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遇到，要是能就给你带一点。你尽管带来就是，不白吃你的，我们给钱。这几样点心一样给我来2块。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陶红。我叫沈夏。陶红把沈夏选的那几包点心包了起来。这些点心都是店里含糖较高的，所以要贵一点，一共是1两银子。4包点心1000块。好，姑娘记得下次再来啊。当然要来，我还要和你做生意呢。宋明觉得愧疚，自己都不能挣钱给夏夏买糖吃。二哥，没事，就是觉得我挺没用的。夏夏想吃糖，还要自己挣钱买。二哥，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只是每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你也有你擅长的地方呀。比如说，等我一下，下次能不能不要问的这么突然呢？二哥，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呢，我做什么你都不多问，无条件的相信我。这也是优点啊。当然呀。那我永远相信夏夏。另外，我买糖也不是想吃，我只想试试味道。我想在家里做点吃食来卖，当然得对点心有个了解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去买点粮食，家里没粮食了。这个时候，精米要8文一斤，糙米只要4文一斤，麦子是6文钱一斤，大豆便宜，只要4文钱一斤，白面就要贵一点了，要10文一斤。糯米跟白面一样贵，也是10文钱。在了解过价格之后，老板，我们要的多，可以送货到镇子口吗？可以。买了200斤的糙米，50斤面粉，麦子先要30斤，糯米要上100斤，大豆要10斤就够了，10斤大豆磨成粉就很多了，一共2520文。再买一些调料，3两银子又没了。小娘子，你要这么多，再送你5斤糙米，下次有需要再来。谢谢老板，祝老板生意兴隆。夏夏，我们要得了这么多吗？放心，我自有安排。小姑娘要买什么？我想买点布料，有麻布和棉布。小姑娘需要什么？稀松的麻布。有，这种拿来做里衬的。这种多少钱一尺？这种15文钱一尺，正常外穿的麻布要20文一尺。好，我要10尺。姐姐，这个棉布多少钱一尺啊？棉布要分粗棉和细棉，这棉布嘛20文钱一尺，经得起摩擦，干活也方便。细棉30文钱一尺，细棉穿着舒服，但是就比较小气，不经摩擦。那棉被呢？棉被4斤的2两银子一床，6斤的3两。棉被都这么贵，那蚕丝被不是更贵了？蚕丝被那是什么东西啊？啊，你没听说过？我只听说过蚕丝做的布料，那布料可贵了，都是些大户人家用的面料，我们这种小镇不会进那种的。看来就算自己做出来蚕丝被，镇上也没有消费能力。出来便看见对面的书店。姑娘需要什么呀？有没有包点心的纸啊？有，这个可以，多少钱？1两银子一刀，一刀是100张，可以要半刀吗？好吧，那小娘子下次需要什么，再来我们家店哈。没问题的，小哥，谢谢你了，你人真是太好了。小哥被夸得一阵的脸红，宋明在一旁默默的吃醋。二哥，咱们还有没有其他要买的？没有了。那好，我们去买点肉，然后咱们回家。小娘子要买点什么吗？这猪板油多少钱啊？这个有6斤的样子，就算你30文钱吧。这个猪大骨呢？这个都没肉啊。没事，您说价格就是了。这2根猪大骨就收你5文钱。那这个五花肉呢？今天比较晚了，就只有这点了。大概4斤的样子。你全部都要了的话，就算你15文一斤。那都给我装起来吧。家里有2个断手断脚的，多吃点大骨汤对恢复也有帮助。哎呦，这么多东西真的是宋老二他们买的？他们卖的草药这么挣钱？我怎么知道啊？这山上的东西可是大家的，怎么能全部让他们拿去卖药呢？等他们回来，让他们说说是什么草药，有钱得大家一起挣。你们几个老娘们儿啊，真是笑人了。老周家的，前几天你家男人可是在山里抓到一只野鸡，怎么不见你和大家伙儿分享分享啊？
我家男人自己打的，凭什么分享？是啊，人家凭什么分享啊？哎呦，又不是让他们把找好的草药拿出来，只是分享一下什么草药值钱而已。山林那么大，我们自己找啊。好了，大家别争论了。什么草药值钱，我可以跟大家说，要说最值钱的就是人参和灵芝了。但是那个东西要往山的最里面走，也不一定能找到。到时候药材没找到，遇到危险算谁的？众人一听有危险，心中有凉了半分。众所周知，宋家老大打猎那么厉害，都在山林里受伤了。那可以摘哪种普通的草药啊？普通的草药，草铺基本都会有固定的供应商，而且价格很便宜，采摘也需要专业的手法，不是你们能学会的。因为大家都没有钱，所以人与人就是斤斤计较。但是如果大家都有钱，那就会心胸宽广许多。虽然草药你们不行，但是做别的可以。不过现在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未来如果有什么合适的，适合大家一起挣钱的，大家都是邻居，肯定会先照顾本村的。哎呦，这宋家真是有福气，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啊！宋明媳妇儿，我呢是村里老刘根家的媳妇儿，到时候要记得提醒婶子啊。宋明媳妇儿，我是你家对面的周婶儿，有好事记得婶子。婶子别的不说，干活绝对是利索的。宋明媳妇儿，我是江婶，之前啊在你们老宋家隔壁的。哎，我们两家人之前可是经常走动的。只是后来你们搬得远了，所以走动就少了。宋明，你小时候婶还帮你洗过澡呢。宋明脸色尴尬至极呀，这关系还能这么拉？说白了就是宋老爹去世了，觉得他们孤儿寡母没有多少利益了，就懒得走动了。沈夏给三人画的饼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看见沈夏短短几天就能让宋家吃上饱饭，心里还是有点相信的。娘，我们回来了。这全是你们买的？夏夏那颗人参卖了买的。天啊，这是又乱花钱。夏夏，你有钱啊，你自己存着就是。二哥，去倒一碗水来。沈夏从口袋里拿出10文钱递给杨叔。哎呦，宋明媳妇儿，要不了这么多的，你们2个人4文钱。杨叔，我们还那么多东西呢，都不止2个人重量了。最主要的是，你还给我们送到家，帮我们搬下了车。杨叔，你是不是觉得少了？哪儿的话呀，都是邻里邻居的，不好意思收你这么多，带点东西很正常嘛。您不收，下次我都不好意思找你帮忙了。杨叔离开之后，娘，今天卖参一共卖了40两，买东西花了几两银子，还有30多两银票，这20两你存着，我留10多两做生意。夏夏，你挣的钱啊，你收着。娘，您就收下吧，以后家里就娘您当家，家里有多余的银子都放您那。这是娶的什么神仙媳妇，一定要让家里这几个兔崽子对人家好点。娘，你收下吧，媳妇儿不喜欢别人反对她的决定。夏夏，这钱是你的，我帮你存着，你要用什么就跟娘说。姐姐买这么多粮食做什么？麦子、大豆和糯米是做一种吃食的，其他都是糙米，大家吃的。老五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怎么行呢？他现在都比同龄的孩子矮小了，要是以后长不高，那可怎么办？况且我还指望着哥哥养好了给我干活呢，我们一起做点小买卖，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以后啊都听夏夏的安排。晚饭时间，娘，今天晚上我来做饭吧。不用，夏夏你坐着就好，上午啊肯定把你累坏了。没事儿，睡了一个午觉，感觉好多了。那好，今天啊就尝尝夏夏的手艺，那娘给你打下手。宋母看着蘑菇欲言又止的样子，娘，你是不是担心这个蘑菇不能吃啊？宋母点点头，没事儿，蘑菇有几十上百种，这采的这些都是没有毒的，放心，等会儿我先吃，我没事了，你们再吃。夏夏说没事啊，便没事吧，你要相信夏夏。哇，姐姐好香啊，都快要流口水了。姐姐厨艺真好，那姐姐以后经常给你做。夏夏，你别将就小我，娜娜经常让你做。饭菜端上桌，沈夏今天坐在宋锦的旁边，谁坐在宋锦旁边就负责帮他夹菜。三哥，你尝尝五花肉。没过一会儿，三哥，你尝尝香菇。这在宋明眼里满满都是羡慕。二哥，你要多喝一点这个骨头汤，对你手臂恢复有好处的。好，谢谢夏夏关心。都是受伤了，他只关心2弟和3弟，愤怒面问我一下。娘和小五也要多喝一点，这个骨头汤里有骨油，大人小孩吃了都好。看着这一家其乐融融的场景，感觉未来因为夏夏的到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娘、大哥、二哥、三哥，我那天上吊的时候，昏迷的时间里，不知道灵魂去了一个什么地方，遇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教了我一些医术。当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我等会儿想跟二哥的手臂试一下。还有这种事儿，看着众人都不说话了。夏夏，我相信你，反正大夫都说我这手臂恢复无望了。
饭后，沈夏把宋明带到他房间，就关起门来。宋江看着紧闭的房门，若有所思：“二哥，等会儿你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都不准说出去，知道吗？”二哥保证不说，夏夏说啥就是啥。只见床上的宋明把上衣脱了，你干嘛脱衣服呀？你不是要给我治伤吗？你伤的是手臂，把衣服袖子掀起来就行了呀。我受伤那天医馆也脱了衣服的，我还以为要脱衣服呢。沈夏脸微红，居然还有腹肌。二哥，可能等会儿会稍微有点疼，你的骨头有点错位了，我需要给你纠正一下。没事，夏夏动手就是。老二，你没事吧？大哥，我没事。这只手臂不要动啊，半个月就会好了。二哥相信你。夏夏，老二没事吧？没关系的，半个多月之后就能全部恢复了。众人震惊，难道夏夏在梦里就能学到绝世医术吗？我没事，我相信夏夏。夜吧，等以后条件好了，一定要发展一些娱乐兴趣，这不然吃完饭就睡觉，多无聊啊！半夜，耳边突然传来低低的哭泣声，是小五在做梦。小五，做噩梦了吗？没关系的，姐姐在，不怕。夏夏，怎么了？手不自觉的就退回来了。没事儿，小五做噩梦了。吵到你了吧？没事儿，小孩子睡觉不踏实，很正常的。宋景就听着沈夏惊呼的拍着小五哄着，这温柔的声音却不是对着自己。小五突然醒了，姐姐，小五做什么噩梦了？别怕，姐姐保护你。我梦见姐姐离开了，我怎么喊姐姐都不理我。小五感觉到沈夏的沉默，难道姐姐真的要离开？不会的，姐姐不会离开的。我不信，姐姐发誓。好，姐姐发誓，往后余生，只要小五不让姐姐走，姐姐便永远和小五是一家人，当你姐姐也算是一家人。一日一早，宋明和沈夏一人背着一个背篓就出门了。此时正好遇到隔壁的小刘婶。沈夏宋家几兄弟啊，人都不错，先慢慢的相处，你会发现啊，他们其实都挺好的。谢谢小刘婶，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在宋家生活的。那就好。你们这是去哪里呀？家里没有多少菜了，我和二哥去山里找点野菜。你们去吧，但是呀，要注意安全哈。谢谢小刘婶。一路上，二哥，我们家里有地吗？以前有，后来卖的只剩2亩了，最后2亩也卖了来娶你了，就没有了。没事儿，以后我们可以自己挣，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等我手臂好了再去码头扛大包，虽然累点，但工钱高，我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我可不同意，你手臂好了得在家帮我一起挣钱，我可不想再让你受伤了。那个是谁啊？村里之前来的一户可怜人家，家里只有一老一小，小天父母奶奶都死了，只留下这祖孙俩，相依为命。宋二哥，你也来挖野菜啊？是啊，小天爷在找野菜呢。你爷爷好点没啊？没有，还是咳嗽的厉害。你一个人不安全，跟着我们一起找野菜吧。啊，可以吗？村里的其他人都不喜欢和我在一起，说我是天生孤寡命。你别听他们乱说，生死有命，跟我们走吧。刚才你说你爷爷咳嗽非常严重？是的。是一直这样呢，还是最近几天才这样的？喉咙里有痰吗？有。那能咳得出来吗？能。不严重，这里的草药比较多，等会儿我给你找几种，你拿回去熬水给爷爷喝，3天就能看见效果。啊，真的吗？你看仔细了，这2种你多摘点回去。沈姐姐，下次你上山，我还能跟你一起吗？好的，我让你宋二哥叫你。饭后，娘，4个在床上这么一直躺着也不是个办法。我今天在山上摘了一些草药，可以熬给4个喝。原本想悄悄的给他医治，可医治不是1天2天的事儿，不可能次次都避开。夏夏也开始担心宋宇的病了，为什么他不来问问我呢？难道他不喜欢我，是嫌弃我没用吗？娘，你就让夏夏试试吧。之前我手臂就算一天天过去，可那疼痛是一点没减少。昨晚夏夏给我包扎了，虽然当时很痛，但包好之后，现在就算轻轻动一下，也不那么痛了。你有多少把握？7成。4哥那么骄傲的人，如果是他，就愿意赌一把，而不是天天在床上像个活死人一样躺着。夏夏，娘相信你，你试试吧。小五说的对，老四一向骄傲，如果是他肯定也不想像现在这样。娘，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把4个救醒的。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能不能好，就看他的命了。老四啊，是他们几个读书最认真的，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不白费哥哥们帮他挣的学费。他也真的很努力，学院的父子也很喜欢他，次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怎么就突然发生了意外呢？上天是真的不公啊！那书院有说4哥是怎么受伤的吗？说了，在书院亭子里自己不小心摔的，后脑勺撞到了桌角，还是书院别的学子路过看见的，看见老四倒在血泊之中，就赶紧叫了夫子，
那四哥身上有别的伤吗？没有，四哥平时都是我跟他洗澡的。那应该就不是校园霸凌了，难道真的是意外？端着一碗药到了宋允的房间，轻轻用勺子把药喂进她的嘴里，可是喂多少进去就吐多少出来。想了一下，先针灸再喂吧。宋允，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啊！你的家人都很担心你呢，你还有自己的梦想，你不是想考状元，然后让全家好过一点吗？沈夏每天跟宋允分享家里有些什么事儿，做了什么事儿，让她在躺着的时候都像参与家里所有的事情一样。就这样，沈夏每天负责宋允的药，每天再针灸一次。宋江脚也好的差不多了，能自己走路了。娘，发的那些麦芽可以用了，周围哪家有石磨吗？村长家就有，你要磨什么？麦芽发出来了，可以做麦芽糖了，还需要把豆子炒熟，然后磨成粉。说完，沈夏便开始安排干活，宋锦依就是烧火。夏夏，我这手也不疼了，我和你们一起洗吧。那可不行，二哥，你现在要做的是认真养伤，你知道吗？沈夏让你好好养伤，你就听话。我的脚快好了，到时候我出去打猎就能减轻一点压力。娘那里还有钱，你们不要着急。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大哥你也再休息几天吧，到时候伤没好全，反而会留下病根的。看来他还是只喜欢老二。下午，沈夏用一双筷子搅起一坨麦芽糖。娘，你先尝一下。夏夏，你先吃。没事儿，娘，你先吃，吃了跟我提提意见，看看怎么样。娘，味道怎么样？好吃啊，只是这一口就吃掉这么大一坨糖，太浪费了。娘，你放心，只要我们有方法，以后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姐姐，你好聪明啊！你呀，有好吃的嘴就甜。难道这也是他梦里学到的？如果是之前就会的，在沈家根本不用过得这么憋屈。娘，家里有墨吗？有啊，之前老四用的，没一小会儿就拿出来了，有砚台和一块快要用完的墨。这个娘不会用，你看你会用吗？娘，我会磨墨，你帮我把这个纸剪成我剪的这个大小就好了。好，因为是第一次，也不打算做太多的龙须酥成品，要是卖不完也放不了太久。不过留成麦芽糖是可以放许久的。宋记龙须酥。娘，你认识字？你公爹在世的时候教的。夏夏，这是你做的，怎么叫宋记呢？叫沈记吧。要是叫我沈记，我以后都别想安宁了。100斤糯米能出50斤糖，这50斤糖可不止50两，还别说做成龙须酥之后了。这个要是做好了，简直就是暴利呀！已经做好了一盆，下午就继续包这个龙须酥，大小要一致，一张纸上放10个，一共包了100包的龙须酥。晚上吃完饭，二哥，我们明天一起去赶集吧。好啊，我伤好的差不多了，也可以跟你一起。好，姐姐你好厉害啊！会做吃的就厉害啊！姐姐做什么都厉害，姐姐你教我好不好？等我学会了就不会让你干活，你在旁边看着就好。为什么呢？希望姐姐不要那么辛苦，怕姐姐太辛苦就不想要这个家了。因为姐姐在沈家就很辛苦，所以姐姐就不要沈家了。哇，我们小五还是个暖男呀！姐姐怎么会不要小五呢？姐姐要努力攒钱，到时候让小五去上私塾，然后看着小五长大成人。我不要读书，我就要跟着姐姐做生意。可是姐姐喜欢书生啊。原来夏婶还在喜欢那个书生。姐姐喜欢书生，那要是有机会，我还是要认真读书，将来好好报答姐姐。我要考状元做大官，让姐姐做官夫人，好不好？你可以做官，我不一定要做官夫人呢。好，等着我们家小五考状元，小孩子嘛，哄着就是。姐姐，你还没说你还要做官夫人。好，等着小五让姐姐做官夫人。夏夏，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三哥，见外了，我们是一家人，我把你们当亲哥哥一样。家里日子好了，我也好过呀。亲哥哥，看来夏夏还是接受不了大家。宋锦没有再说话，沈夏便也没有说话，闭上眼睛睡觉了。但是突然想起好多天没有进空间了，心中一想，沈夏便进去了。夏夏，你去哪里了？妈妈好想你，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去找傅晨，他说你们分手了。夏夏，你到底去哪里了？你到底怎么了呀？沈夏看见纸条上的水滴状，可以想象父母写字的时候心中的难过和伤心。往后的日子里，他们将如何度过呢？谁来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谁能给予他们温暖和安慰呢？爸妈，我还活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穿越到了一个架空的古代。这个房子就是我灵魂能穿回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写信交流。我在这边过得很好，你们不用担心。
我的魂魄随时可以穿回这个房子。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给我留字条，我可以看见。沈夏又回到床上，虽然抽泣的声音很小，宋锦闻声，轻轻的把手伸过来，摸到沈夏的脸，感觉手上全是眼泪。夏夏，你怎么了？三哥，没事。轻轻把小五移开，把沈夏抱到怀里。夏夏，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事情难过，但我能感觉到你很难受，是不是感觉在宋家受委屈了？不是，我想我的父母了。宋锦以为是沈父沈母。那明天让二哥陪你回去看看如何？不好。好，都听夏夏的。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讨你的欢心呢？一日一早。夏夏，你能起来吗？不能起来的话，今天又不去集市了，明天再去。瞬间瞌睡就醒了。对啊，今天还要赶集呢，赶紧起床了。看见门口的宋江和宋明。这是早晨蒸的，热乎呢。你那么早就起来蒸馒头了？不是，是大哥做的。三人收拾好便开始出门，1刻钟的时间已经到达村口了。你们3个都要去镇上吗？你们3个背着这么大一篓，是些什么东西啊？沈夏做了一些吃食，拿去镇上卖。哎呦，沈夏还真是能干呐！你们宋家娶到了，真是有福气啊！就是啊，夏夏简直就是我们家的福星。到了镇上之后，姑娘这次要买什么？这次不买，给你带点新品。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说完，便将手里的龙须酥打开，放在桌子上。哎，这是怎么做的？糖，全是糖，全都是糖，金贵呀！好不好吃，试了就知道。不好吃不要钱，不好吃不要钱，这也不好意思呀。糖就是金贵的东西。陶红犹豫了一下，陶红轻轻用手夹起一团，放进嘴角小咬一口。这也太美味了吧！哎，沈姑娘，你快告诉我，这个点心你在哪儿买的？陶红姑娘，实不相瞒，我想请你引荐一下你们东家，这东西是我自己做的。啊，沈姑娘，你这手艺也太好了吧！你运气真好，这东家呀，我肯定是联系不上的。但是呢，我们县的大掌柜正在店里盘账，我帮你叫他。非常感谢，麻烦了。不到1刻钟，这是我们县的许大掌柜。姑娘真的确定这点心是你做的？确定。不会再有人能做出这个点心？只要确定是不是独一无二，别到时候卖的满街都是，那就不挣钱了。确定。姑娘打算卖方子吗？暂时没有这个打算，但是以后不一定。姑娘想怎么合作？我这里有2种方法，一种呢就是你们拿钱买货，一种是我给你们供货，销完结款。说来听听有什么区别？第一种，你们拿钱买货，就是500文一包，你们买了，在店里卖多少钱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这钱得现结。第二种方法呢，就是600文一包，也是你们想卖多少你们定，你们只需要第2次拿货的时候把上一次拿货的钱付了就是，如果卖不掉的就退回给我，不需要你们承担成本。为了长远打算，还是选择第2种吧。这个点心叫什么名字？龙须酥。倒是相配，它能保存多久？如果低温保存的话，能保存半年。价格还能谈不？不能，这个全是糖做的，成本太高了，我也只挣些手工费用。那好，成交，选你铺货，销后结账。沈夏说完，就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昨晚用宋允的笔墨纸砚写好的销售话术。这沈妹妹真是珍珠蒙尘，让人大开眼界。徐姐姐夸奖了，这销售秘籍，以后咱们是合作伙伴。我当然希望甜心斋生意红红火火了。那你什么时候能拿货过来？已经准备好了，我让我家哥哥在不远处等着，一会儿我就叫他们送过来。刚走到转角的时候，夏夏，你来镇上是来看我的吗？江毅，夏夏，你怎么和我生疏了？你以前都是叫我毅哥哥的。你说你渣就算了，成亲了就好好过你的日子，看见原主角当没看见不行吗？好的前任就应该像死了一样安静了。你没事吧？没事让开。夏夏，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生气吗？没有。夏夏，你知道的，读书是很花钱的，我去联心完全是为了以后的科考。你相信我，我最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等我考中了举人，就纳你为妾。可是我不想为妾，我只想当正妻。夏夏，我当然也想给你正妻的位置，但是你知道的，我现在还需要连家的扶持。等我他日高中，不需要连家了，再扶持你当正妻。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然后对江毅身后的女子说道：“听清楚了没有？这种人就是过河拆桥的人渣，不要在这种人手里浪费一个铜板，不值。”夫人，你别听他胡说，我跟他没有关系，是他非要纠缠我。渣男，这种白眼狼，你以后可要小心一些。你们俩站这里多久了？宋明不说话，宋江也沉默了。这是几个意思啊？走吧，我们先去布庄，再买点麻布。小姑娘这次要买什么？老板娘记性真好。小姑娘这双漂亮的眼睛，想让人忘记都难。我只是眼睛好看一点，可不像老板娘五官皆美。就冲姑娘这4堂般的小嘴儿，无论今天你买什么，都得给你优惠。
老板娘，成衣多少钱一套？麻布的男装是150文一套，女装是200文一套。为什么男装还要便宜点？男子虽然高大，但是用不了女装那么多面料，裙子面料就多了。娘会做衣服吗？娘的手艺可好了。老板娘，像我旁边2个哥哥这种，需要多少布啊？做一身衣服？2位小哥差不多要8尺就够做一身衣服了。3身就是24尺的面料。宋允和宋玉个子要小很多，2人7尺布就够了。还有娘和自己各需要12尺布，一共就是62尺。然后沈夏又选了10尺细棉做里衣里裤，她实在不喜欢空档的感觉。这几天晾晒衣服的时候发现，宋家人都没有穿里裤。也不是沈夏的眼睛不听话，实在是太显眼了。夏夏，你就买你自己的就是，我不用买衣服，我这衣服还能穿呢。二哥，你又忘记我最不喜欢什么了？哦，到家之后都卖了吗？夏夏真是聪慧，我们宋家娶了夏夏，真是3世修来的福气啊！娘，这些布就放在你房间，空的时候给家里每人做身衣服，方便吗？看见这么多布也不多说，便想好怎么安排了。这细棉给夏夏做衣服，其他的用麻布。娘，这块淡绿色的是我们俩的衣服，其他麻布是哥哥们的衣服。至于那个细棉，我另有安排，先放到你的房间里吧。好，姐姐简直是太好了，还是小五嘴巴最甜了，吃吧，奖励你的。然后沈夏又拿出一个递给宋锦，轻轻牵起宋锦的右手，三哥吃包子。宋江看着沈夏对宋锦的温柔，对宋明的耐心，对小五的有趣儿，只有对他是那种客气疏离。难道我就这么让人讨厌吗？下午他又去宋允的房间去施针喂药，把全部针扎完之后，突然床上躺着的人睁开眼睛，沈夏惊呼出声：你是谁？要干什么？这个死女人在干嘛？慌乱之下，宋允赶紧把被子牵过来盖着，不要，有针。老四，你醒了啊！四弟终于醒了，大哥脚好了，二哥手也没问题了，连四弟都醒了，只有我。这不是小时候的房子吗？他这是重生了。回想起曾经已经是位极人臣，成为一代丞相，谁曾想发生意外又重新来过了。大哥、二哥、三哥、小五都还在，真好。大哥，他是？这是沈夏，娘为我们娶的供妻。沈夏，他不是早就死了吗？现在是几年？现在是昌盛49年4月初10，比前世还早醒了1年多。她嫁过来多久了？有10天了。不对呀，上辈子听娘说，这个女人嫁过来2、3天便自尽了，然后大哥和二哥上辈子等我醒来时，他们也去世了。难道变化出在这个女人身上？老四，你别这样看着夏夏，吓到她了。吓到了？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就是，四哥，你每天喝的药都是夏夏去山里找的。只是喝药？不然呢？是吗？那自己被子里一身针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个时候醒过来啊？就不能等我完事以后再醒吗？从来没跟他们说过自己会给宋允针灸。沈姑娘会医术？略懂一二。一个从小就没读过书的农家女子，怎么可能会医术呢？没事，现在一家人健康就好。有的是时间和这个女人好，看家里人对她的态度，看来是个会收买人心的。我便装不知道，看她还有什么手段。那谢谢夏夏了，刚才突然醒过来看见陌生人，没有反应过来，对不起啊。没事的，你们先出去一刻，一会儿再进来，我再帮他看看还有哪里不好的。那个针不是只喝药吗？那个我刚学的，怕他们不同意，就悄悄地为你施针了。拿我练手？倒也不用说得如此直白，医术可不是能乱成功的。他到底是谁？沈夏3下2下就把银针取了下来。你不用介意啊，你是病人，在我眼里呢，你就是一块肉，也没什么好看的。这个死女人，你给我等着！夏夏，我是娘啊，听老大说老四醒了。老四，你终于醒了，夏夏的医术真好，真的把你医好了。宋允看着年轻的母亲，心中也是非常感动，一家人还能重逢在一起，真好。沈夏轻轻地离开了，让他们一家人团聚。一日一早，夏夏，你起来了，怎么不还睡一会儿啊？睡醒了就不睡了。夏夏，你真的是我们宋家的福星啊，娘都不知道如何感谢你。娘，本来就是高兴的事情，就不要哭了，这哭多了对眼睛不好，
你还要看他们越来越好的。夏夏，以后啊，你就是这个家的当家人，任何事情都按照你说的来。你放心啊，他们5兄弟要是敢欺负你啊，娘一定帮你揍他们。姐姐，我保证不会欺负你。要是哥哥们欺负你，我也帮你。好，要是以后姐姐被欺负了，就跟你说，还是小五最喜欢姐姐。以后啊，姐姐多稀罕你。亲家母在忙什么呀？是神母，心里虽然怕怕的，但这始终是沈夏的亲娘，也不能不理。亲家，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亲家这是在怪我没有时常过来吗？哎呦，我这还不是想着你们家这锅都揭不开了，那我要是经常来，还得让你们破费不是？所以才少来的。说吧，你来是什么事儿？夏夏，哎呦，你怎么样？还好吧？他们几兄弟有欺负你吗？就算欺负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一点？老三，你先陪着老四，我出去看看啊。好像是夏夏他母亲过来了。他母亲来了就来了，有什么？怕他欺负夏夏，他母亲不是好人。二哥，再不好始终是他亲娘，你不要开口，就旁边看着就是，等他自己处理。好吧。夏夏，你这说的什么话？沈家又不搬家，要是欺负了你，随时回来就是，娘家还能少你一口饭吃呢。那好吧，走吧，我跟你回家。宋氏，好呀你啊！当初你怎么跟我说的？会让几个兄弟好好的对夏夏啊？这才多久就开始欺负他了？你们宋家5兄弟啊，谁愿意嫁女儿到你们家呢？一个人伺候5个人，只有当初我们沈家没有嫌弃过你们，哪家的公妻像你们家这么多人的？结果你们这宋家还不珍惜，我好好的闺女都被你们糟蹋了，还欺负人？宋家这才安静几天，你又过来闹什么？我就知道娘是最疼我的，其实宋家也没欺负我，只是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娘既然这么疼我，可以先借2两银子给我吗？等宋家大哥脚好了再打猎还给你可好？哎呀，夏夏摔疼没有？没事吧？姐姐没事。看来这所谓的暗语心切也不是真的。这死丫头怎么变聪明，还会算账？夏夏，你之前不是挖草药挣了钱吗？还买了那么多粮食，哪里需要向我借钱呀？哦，娘是从哪里得知我去摘草药的事？所以母亲不是关心来看我，而是听说我挣钱了。你作为妹妹，现在有点钱，你大哥要成亲，这帮衬点他不是应该的吗？原来是打秋风的。就算沈夏挖点草药能挣多少钱呢？一家子那么多张嘴呢，之前的钱呐，全都给你们家了，全靠这一点钱糊口呢。你呀，就这还要来吸血，蚂蟥都没有你能吸。你可别忘了，这沈夏是你卖了的，可不是嫁了的。再卖了，她还是我女儿，我问她要钱怎么了？我要不要带你去县衙门，让县太爷给你讲一下？你把我卖了，还需要我跟你养老，是不？县衙可是要挨板子的地方呀。沈夏啊，你可别太忘恩负义！我告诉你，现在见死不救，你到时候被欺负了有的你哭，可别想着让你大哥二哥给你撑腰。就算被欺负了，那大哥二哥那身板打得赢宋家几兄弟吗？怎么跟我撑腰啊？娘还是一心去过自己的好日子吧，别来找不痛快。我可不是当初的沈夏，随意被你们践踏。好，你给我记着。真是没想到，难道这之前的软弱可欺都是装的？4月的天气就像女人的脸，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后一秒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娘，这个雨会下到明天早上吗？不会，这雨来势汹汹，便不会下太久。那就好，不影响你和二哥去送货就好。你和二哥2个人能行吗？没问题，你就在家就是。你们送去，拿一个收条就可以了。你出来了，怎么不喊你3哥出来吃饭？3哥没在房间里啊。怎么办？这么大的雨，他去哪里了？他不在房间里，会去哪里呢？而且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雨，你们是谁最后看到宋锦了？是什么时候？在老四房间呢。下午岳母来的时候，他还想出来帮忙，我还说他看不见，出来也是添乱，让他待在房间里。你怎么这么说他呀？你这样说你3弟，他本就是小时候发生意外看不见的，觉得在家里帮不上忙，本就很自卑，经常都觉得是这个家的拖累，
他尽其所能的去帮家里干活，就怕大家觉得他没用。夏夏，你在家里等着，我和老大老二去找。不行，我会医术，万一有个急事儿，我帮得上忙的。姐姐，我也要去找三哥。不行，你太小了，雨又大，你就在家里待着，姐姐一定把三哥找回来。宋明这时也明白自己的错处，就顺手给了自己一个耳光。要不是自己说错话，三弟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家里的拖累。二哥，你也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我们还是先去找人吧。娘，你可千万不要出去，在家看好小五和四哥，我和大哥、二哥去找。夏夏，你小心一点。外面天色快暗下来，哪里是宋明小时候就去过的池塘，或者是有水的地方？在前面一点有一湖泊，一直就有。先去那边找人。抵达湖边时，哎呀，太可惜了，这好好一个人，怎么就淹死了呀？沈夏心中猛了一沉，他完全不敢想象，昨天那个在床上温柔的安慰自己、充满生气的人，会遭遇如此的不幸。沈夏的步伐愈发急促起来，地上躺着的真的是宋锦，他的脸色苍白的吓人，仿佛失去了所有生机。宋家老大，我路过这里，正好看见水里浮着一人，便拉了上来，没想到是你们家三郎。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救，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刚才拉上来，我们就探过他的呼吸了，已经没气儿了。双腿跪在宋锦腰两侧，要做心肺复苏。天啊，这女子简直是不敬死者，有伤风化。就这样，沈夏用尽全身力气，不停地按压和吹气。三哥，你终于醒了，你知不知道我多担心你？如果我真的死了，原来夏夏会这么难过，一直以为夏夏是不喜欢我的。妈呀，真火了！这是什么救人的方法？亲两下，按两下，就能把淹死的人救活。这难道是什么法术？我刚才在做心肺复苏，人在落水之后，如果及时被救起来，可能只是暂时失去意识，处于一种假死的状态。到家之后，老三没事吧？没事了。夏夏，你赶紧把衣服换了，我在厨房里熬了姜汤，你先喝2口御寒。谢谢娘。说什么见外话，赶紧换了，别着凉了啊！幸好有夏夏在。夏夏，你真的是我们家的福星啊！娘都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娘，咱们是一家人，为自家人做些事，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宋明两眼无神，心中自责。二哥，你不要再自责了，三哥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你。都是我，都怪我说话没顾及老三的感受。二哥，你不让他出去，打心眼里是为他好，只是三哥他没反应过来而已。别难过了，明天早上你还要和大哥去送龙须酥呢。对了，大家也别太难过了，三哥的眼疾不是打娘胎里带的，我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医好。如果可以的话，以后三哥就不会这么自卑了，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真的吗？夏夏，老三的眼疾是小时候和四叔家的大郎一起玩耍，被推倒伤了脑袋，看不见了，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我今天上山就是去跟三哥找草药了，只是没有找齐，等会儿我会写个方子。大哥、二哥，明天交完货之后，记得把药带回来。他爹保佑，让我们宋家娶到夏夏，真的要苦尽甘来了。姐姐，你真的是我们家的福星。三哥比较单纯，宋颖用了1个下午的时间，就把沈夏来到宋家的所作所为全部套出来了。眼前这个人绝对不是那个在繁花村长大的沈夏。难道他也是重生的，或者说是陌生的魂魄穿越到了沈夏的身体里？三哥，你睡了吗？三哥，我知道你能听见，我也懂你心里的难受，觉得自己看不见，是家里的累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娘他们没有觉得你是累赘，在家人眼里，只要你健康的活着就是好的，只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就是好的。晚间找不到你，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着急吗？害怕你出事儿。如果我早一点跟你说，你的眼疾可能会有救的，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事儿？我怕你不相信我，所以打算把四哥先医好。原来是误会他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没事，只要你健康就好，我们一家人要团团圆圆的。三哥，我先给你针灸一下。可以。那你平躺着，还要把上衣脱了。宋锦一愣，不自然的脸红了，还挺害羞的。三哥放心，一点也不疼的。夏夏，你动手就是，我不怕。沈夏对宋锦的状况进行了仔细的检查，确定他眼睛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问题的根源应该就在于脑部的血块。三哥，以后我每天给你针灸1次，不出1个月应该就会有效果的。辛苦夏夏了。不辛苦，只要能让三哥重见光明。夏夏，我可以抱着你睡吗？三哥，我可不可以给你提个小小的要求？什么？你明天去和二哥道个歉，行吗？下午可真是把二哥吓到了。可以，的确是我错了，让大家跟着担心了。好的，三哥今天也累了，
早点睡吧。宋锦感受着怀里人的呼吸声，他轻轻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沈夏的脸庞，心中更是非常期待复明的那一天了。一日一早，夏夏姐姐，你赶紧跟我走！怎么了？早上我们家房子倒了，爷爷还在房子里呢。叔叔伯伯去帮忙挖土了，我赶紧过来喊你。小郑姐姐会医术。三哥，四哥在家没人照顾不行，你在家照顾四哥好不好？夏夏，放心去吧。小五，你和娘跟我一起去，人多力量大。看着一堆倒下的废墟，虽然大家平时不待见小天一家，但是面对生死还是得帮忙。1个时辰之后，爷爷，要是知道房子会倒，就应该带你一起出去洗衣服的。夏夏姐姐，求求你，救救我爷爷！这沈家丫头什么时候学的医术啊？当她触摸到陈爷爷的手腕时，根本感受不到任何脉搏的跳动。小天，你爷爷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依旧会看着你长大的。这陈家只有一个老人，陈老爷子死了，那小天该怎么安排呢？恐怕没人愿意会收留他呀。村长，我家有事儿，这人也挖出来了，我就先回去了哈。我家孩子还没有吃早饭呢，我得回去喂孩子。我这地里啊还有活要干呢。小天呀，你看，你想把你爷爷埋到哪里啊？麻烦村长爷爷把我爷爷葬到我奶奶旁边。好，本来是要收安葬费用，可看小天这种孤儿，村长提都没提。你要好好活着，还要出息的活着。小天，你愿意跟我一起生活吗？你跟着我，我不能保证把你养得多好，我只能说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你愿意吗？小天犹豫地看向宋母。我们家夏夏说了算。谢谢夏夏姐姐，我也有弟弟了。回到自家院子，娘，等我们生意结了钱，我们就重新修一处院子。现在就让小五、小天三哥睡一间房吧，我和娘住一间，这是要分开睡啊。那他什么时候才能抱到孙子啊？宋家的人都好好啊。晚上你就跟小五一起睡这间房。没事的，夏夏姐姐，我睡地下也可以的。睡地下生病了，然后又要花钱医的。如果生意正常上路了，下个月家里就能盖房子了。娘，等会儿下午了，你和大哥带着三哥去刘大叔家感谢一下人家，再把昨天那块肉也带过去。好，夏夏不去吗？我都行。夏夏，我们回来了。辛苦大哥二哥了。你不是说要去刘大叔家感谢吗？这盒糕点等会儿送去，另外几包日3滴的药。小天也过来玩了。小天一听，不自然地定在那里。这时沈夏便开口解释了一下。小天，人早晚都会死的，你就在宋家好好住着，就当自己家。小天啊，你就像小五那样，当我们是哥哥就是，你爷爷会在另一个地方看着你。谢谢宋大哥、宋二哥。以后啊，你们2个就有伴了。就是，我也有弟弟了。谢谢夏夏姐姐。姐姐眼中的你是一个不会被世道艰难而打败的人。你记得姐姐第一次在山底见到你吗？那个时候你是特别阳光的。所以小天，你相信姐姐，上天是公平的。当你把你应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你往后余生全是好运。我相信夏夏姐姐，我遇到姐姐便是我的好运开始。姐姐，你会不会以后更喜欢小天，就不喜欢我了？怎么会呢？你们2个都是姐姐的小宝贝。看你下次啊还怀疑你姐姐吗？小五嘟着嘴，我还不是吃醋吗？以后你们俩就是家里最小的，大家都会最疼你们俩的。饭后，三哥，我们一起去隔壁刘大叔家，我牵着你的手。他好像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对我从来都是一板一眼的，只有在几个弟弟面前才会露出小女儿家的心态。夏夏真好。刘妹子在家吗？有人来了来了。昨天啊，真是感谢你们家老大。昨日我们家老三趁我们没注意，出去找夏夏和老二，结果走错路，掉到了湖里去了。要不是你家老大及时救上来，我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哎，顺手的事儿，况且最后还是多亏了你们家媳妇儿才把人救回来。刘大叔，你谦虚了。就算我再能干，要不是你把人从水里拉上来，等我们赶到，那也来不及了。是的，刘大叔的恩情，宋锦铭记于心。刘家看着宋家既然这样，便也不推辞了，接住礼物。这包东西啊，我就收到了。可是这么大一块肉，太贵了，我这怎么好意思收到啊？这还是拿回去吧。况且你们家现在又收留了小天。其实那块肉还没有那包点心1半贵。这些东西啊，都是身外之物，跟我们家老三的命比都不值一提。夏夏再带着我们家做点小生意，所以吃食上还过得去。刘家妹子，你就安心收下吧。娘在跟姐姐做衣服，让我们别打扰她。你们2个去玩吧。夏夏，娘今天就能把你这条裙子做好。娘，不着急的，你慢慢做就是了。娘，这个裙子里不穿底裤吗？天冷的话会吧，但是现在这样热起来了，就不用。天哪，那这个空档比穿裤子还空，
那不是得屁股漏风啊！娘，其实我买的那个细棉布呢，就是打算麻烦娘做底裤的。娘，我们穿的麻衣呢，面料粗糙，生活中有很多脏东西进到外面，跑到我们的衣服里，就像我们几天没洗澡，再洗的时候，身体就会有很多污垢。皮肤上有污垢还好，可是如果这些污垢钻到我们身体里，就会生病的。如果我们再穿一层底裤，这些脏东西就不容易钻到身体里了。尤其我们是女人，要是下面污垢感染了，都会影响以后生孩子的。这个底裤怎么做啊？娘，这个很简单，就跟外裤一个样子，只是做小一点，然后做到膝盖跟大腿根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娘把你这裙子做了，就马上做你说的那个底裤。几天后，夏夏，这是按照你的要求做的小衣小裤，你看是这个样子吗？娘做的非常好，娘你也可以穿这个小内衣的。宋母满脸通红，就那么点面料，穿着得多难为情啊！沈夏就这样穿着内衣，开始向他介绍起穿内衣的种种好处来。这人随着年龄增长啊，胸部都会逐渐下垂的，但穿上这款内衣之后，就能起到很好的托起作用，可以有效预防胸部下垂啊。要是不穿这种内衣的话，走起路来那胸部一晃一晃的，让别人看见了该多难为情啊！结果门突然就被推开了。娘，那个锅里的热水你用，那是什么衣服？这么奇怪。大哥，你怎么流鼻血了？你不是找娘吗？怎么不找了？天哪，这是……看来家里人多，还是得锁门呢。大哥，你怎么不拦着我呀？你这手速我着实没想到。大哥二哥，你们俩怎么了？怎么都流鼻血了？没事，有点上火。啊？什么火能一起上啊？夏夏，这娘没事儿，又没掉块肉。哦，还有这种说法？娘，这个小衣服麻烦你再给我做一件吧。好啊，夏夏喜欢，娘给你多做几件。谢谢娘。娘，你明天先做他们的内裤吧，然后其他的可以慢慢做。我先做他们的底裤，知道卫生很重要。一日一早，小五，你去把那天那几个要跟我们一起养蚕的婶子喊过来吧。好的，姐姐。什么是养蚕啊？我也不是很明白，只知道那个东西能挣钱。夏夏呀，又要打扰你了。这里呀是地里的菜，多的都吃不完了，顺便呢给你提一些过来。这位你们喊嫂子，昨天的东西啊，就是你们嫂子送过来的。嫂子好。沈夏，你不是在做吃食生意吗？怎么又做这个呀？这吃食生意是秘方，虽然也能挣钱，可是大家生活在一起，还是要大家生活过得去才好。哎呦，我就说嘛，小宋媳妇儿啊，就是人美心善，还大爷呢。都是一个村的，大家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也得感谢大家信任我，和我一起养蚕。这个是经过改良的种子，生长快，叶子大而多。如果你们打算长期养蚕，就得种桑树。哎，那这个蚕卵是多少桑叶啊？3万颗蚕卵，一批吃1亩的桑叶。成品养蚕是100斤，以现在的收购价是40万1斤，相当于4两银子，那一年就是40两，那不是比镇上做生意挣的还多吗？第一批没有那么多卵，大家先少养一点，大小刘家、周家、江家、杨家，一共5家人，干脆1家2半，看着都说的差不多了，才让大家离开。走，我们去摘桑叶。小五哥哥，你又没认真听，现在还在孵化，不用摘桑叶。那姐姐几天才孵化呢？小五哥哥，你又没听，姐姐刚才也说过了，再过2天就能出蚕宝宝了。小天，你记性真好。你确定是小天记性好，还是你根本就没听啊？嘿嘿，我和小天一起养，有一个听了就好。次日清晨，哎，你们今天都要去镇上啊？杨叔，是不是坐不下了？没事，小天抱着就是了，能坐下。谢谢杨叔了。你们大房是发迹了吗？啊，去镇上都要去5个人啊！我们2家已经分家了，发不发迹都跟你没关系。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没教养的东西！你也要教养，胳膊肘伸到别人家里了。这牙尖嘴利的，就是你们大房新娶的媳妇儿啊！看来一家子是伺候好了的，这么快就向着大房了？怎么，你们4房伺候你伺候的不好，你可以回娘家呀？看来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那是当然，所以和你们分家了。二哥，你们就看着你们家这贱人这样欺负长辈吗？早上出门太急没漱口，我可以帮你漱漱。你这个贱人，你居然敢打我女儿！你这手指是不是不想要了？我不喜欢别人用手指指着我说话。况且我作为他嫂子，都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教教他做人的教养，总是没问题吧？哎呀，都是一家人，别说2家话呀。小孩子抱走就走了，再耽搁都回不来了。娘，难道就让他白打了？先办正事儿，回去找他们算账，让你爷爷奶奶给你出头。那好吧。到了镇上，二哥，你跟我说说老宅那边的事吧，以后遇到了我也好有个应对。不用以后，下午或者晚上就得对上。姐姐别怕，我会保护你的。你确定？
不是我要保护你。哥哥，你还是把自己保护好吧，姐姐那么厉害，都不用你保护。四婶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她也不会出面，只会让老太太出面。你四婶和你奶奶是什么关系啊？不是婆媳容易不和的吗？怎么你奶奶就那么喜欢你四婶啊？因为四婶是奶奶娘家的侄女。你四婶是你爹的表妹？哇，近亲结婚呢？那你们四叔家有几个孩子？情况都怎么样？四叔在镇上当掌柜，还是当年父亲给他找的工作。家里有3个孩子，大郎宋义和三弟一样大，16岁，已经考过秀才了。刚才那个就是二妹宋飞，今年14岁。三郎宋元有点吃傻，今年13岁。那你们爷爷奶奶就没好奇你们三弟是怎么吃傻的吗？说是我们大房几个儿子命太硬克的。啊，简直是鬼扯！因为那时候爹过世了，大哥也才12岁。他们说娘一口气生5个儿子，哪家像娘那样？一看就是几个儿子八字太硬了，所以导致四房家的三弟被克成吃傻的人。现在爹爹也被克死了，所以把我们大家撵出来了。那你们的爹是怎么去世了？爹是做点小生意，好商，就是把这边东西倒到那边卖，再把另一边的东西倒到这边卖。有一次运货时遇到暴雨，队伍3个人被冲到河里，谁也没打捞上来。等于说没有看见尸体？是的。都没看见尸体，怎么能确定死了呢？因为另外2人都在下游找到尸体了，而那水太急了，根本存活不了。或许爹的尸体飘得更远，而现在信息不好传递。二哥，你也别难过了，以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过的。几人恢复情绪之后，走吧，我们去办正事了。客官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找陶红姑娘。你找她什么事？她这2天都不在，出去找人了。我叫沈夏，陶红回来你告诉她我来过。哎，等等，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沈夏。真是应了那句踏破鞋不费功夫啊！这是在骂他吗？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对，就是。陶红去找你了，这2天都到镇头和镇委守着，看你有没有来镇子。找我干什么？说府城缺货了，2天前就收到信，说让你们抓紧时间出货，可是又没你们的联系方式，所以这2天都到镇头和镇委看看能不能碰到你。你们先在这里等着，他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沈夏，你终于来了！再找不到你啊，我真的是要疯了！这次你一定要先告诉我你是哪里的人，不然我可找死我了。我是繁华村的人，你是不知道，这2天之前呢，掌柜在府城就飞鸽传信回来说，那个龙须酥回府城1天就卖没了。掌柜说让我快点找到你加货。陶红姑娘，这个无法随便加货，也不是说有就能有的，就是原料生产都得5天。但是上次在你们家交货之后，因为不知道你们出货如何，所以还是多少备了一点，也就400多包，别的就只能6天后才能有货了，急也没用，物以稀为贵嘛，多了就卖不起高价了，所以少是好事儿。夏夏，以后我们就以姐妹相称吧。我今年18岁，看样子比你大，你就叫我陶红姐吧，我便叫你夏夏如何？好，陶红姐，这是结上次的款，120两，多了，不是应该是118两5吗？东家说了，按120两给，合作方式吧，得要换一下，换成先款后货的。没问题，哪个方式对我来说都一样。表姐，这店里生意也可以，要不我就不回去了，就在店里帮你怎么样？只要双方再合作，他们应该就会经常来。虽然看着那个二哥好把控一点，看着老实些，但我还是想选择老大。如果能嫁过去，那可就是长嫂了，那这个家还不是由我当了。回到家中，三弟，你尝，夏夏给你买的糖人。娘，今晚把这个鸡宰了吧。好，夏夏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今天收入了120两银子，输4就花了20两，然后买粮花了8两5，肉啊、菜呀、鸡鸭呀，那些零碎的花了近1两银子，手里还有90两多一点，加上上次剩余的10多两，还有100多两，也不知道隔壁的地多少钱一亩，先把地买起来。娘，你把我喂馋了吗？还要你说，等你想起来啊，你的蚕宝宝都饿晕了。那就好，我去和小天捡嫩叶喂小鸡小鸭了。你去吧。看着自己一家人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眼看生活渐渐有了盼头，要是能再添几个活泼可爱的孙子孙女啊，那可就太完美了。一个下午，一家人就在家里做龙须酥，这人多就是好，做什么都快。看起来在昏迷这段时间里，这个女人对家里人还挺照顾的嘛。不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绝对不能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开始做晚饭了，不到半个时辰，香喷喷的饭菜就上桌了。正当大家满心欢喜，准备开动筷子的时候，大伯母，你就是这样教子女的？有肉不孝敬长辈，一家子偷偷吃。菲菲过来了，我让老大给你盛点，给你爷爷奶奶端去。盛什么盛？我直接端去就是。爷爷让你们去老宅有事，让你带上舍下。走。
怎么又脸又痒了？怎么，你婆婆的话都敢忤逆了？你不用挑拨离间，娘还是分得清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的。娘，别太担心了，有我在呢，我绝对不会让那些人欺负到您头上的。可他们终究是长辈啊。菲菲不是说你们家吃肉吗？怎么搬出去久了就不知道孝顺长辈了？娘，我的错。这就是你买的那个媳妇？不是买的，是娶的。娶的、买的，一个村谁不知道？不管是买的还是娶的，终究是宋家的媳妇儿。奶奶喊娘带我过来，是想给我这个新媳妇儿见面礼吗？先前听菲菲说，你早上打她，她嘴巴不干净啊，我只是帮她清理一下。你一个宋家买来的，就跟下人一样，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家宝贝孙女？我就是买的下人，也是大房的下人，跟你们四房有什么关系啊？况且你们还分了家的，怎么，你们家住海边，管得这么宽？你们也就这么看着他这样毫无教养的顶撞长辈？我惧内。我也惧内。我也惧内。啊，你们三个是认真的吗？看来这母老虎的名声我要坐实了。宋母这才发现自己说错了。我惧儿媳妇，娘可不像别的恶婆婆那样，只知道欺负和搓磨媳妇。放肆！伤到哪儿了？别担心，我没事。怎么，你还要跟我动手？你奶奶跟你开玩笑的，你一个小辈儿还能跟老人计较吗？哎呦我的天哪，叶儿啊，你没事吧你？四叔这时说着上前就要打沈夏。四叔动手之前最好先想想，我可是有拳脚底子的。你打你不动。我什么我呀？奶奶教训晚辈是应该的。我作为大弟的嫂嫂，进来到现在，大弟也没向我问声好，这是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嫂嫂教他一下为人，还有错吗？他们最为在意的就是宋义。爷爷，你老该庆幸，还好奶奶上了年纪，这个玩笑没开到大哥脸上，不然大弟脸上也要斗个伤口。听说当今科举，脸上有瑕者不得入仕啊。嫂嫂说的对，弟弟这便向嫂嫂道歉。大弟不愧是读过书的人，就是要比你家人要明辨是非一点。我们两房关系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清楚。既然都分家了，最好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过各的，相安无事。我可不想在村里听到我们大房任何的风言风语，但凡听到有一点跟你们有关的，我就把宋义在县城上妓院的事情到处宣扬一下。你胡说什么呢？大郎什么时候上过妓院呢？上没上过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想听啊。大弟，你说是吧？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回到家里，姐姐没事吧？姐姐出马，一个顶俩。放心，以后他们至少明面上不敢惹我们了。姐姐真棒！你是没看见，我第一次见老宅那人吃鳖，那样子可真好笑。二哥，你跟我说说姐姐怎么做到的？然后宋明便把那边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又说了一遍。你把宋义打了？除了打他，还能打谁？才能让整个老宅的人心疼呢？那个人啊，心思多得跟蜂窝一样，绝对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咱们家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把话说明白，说绝了，省得以后他再找各种借口来添麻烦。没错，夏夏说的太对了，这样撕破脸也好，免得他们隔三差五来膈应一下。你们先聊，大哥，你跟我进来一下，我看看你有没有伤到。大哥，有点轻了，我给你上点药。这是我不花钱能看的吗？沈夏不禁有些脸红心跳。这样你方便上药吧？方便，简直不要太方便。不用怕，这个不疼的。不疼，就是冰冰凉凉的。好了，大哥，你坐下。还没反应过来，宋江便按着他的肩，把他按坐在床边。有点肿了，药给我，我给你喷点。大哥居然如此贴心，谢谢大哥。大哥，这个药你留着，明天再让二哥早晚给你喷一下，基本就能散了。他笨手笨脚的，不会做这个。明天还是麻烦夏夏帮我上药吧。那好吧。我去找杨叔跟他借牛车，明早用。你会赶牛车？会。你要是会的话，以后咱们家也买牛车，更方便。那我去了。天黑了，小心点，不再像之前那样很有距离感。夏夏，老大伤的不重吧？不严重，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还好大哥反应快，不然就伤到夏夏了。就是啊，还好老大反应快。对了，娘，隔壁这2亩地是谁家的？隔壁的地啊，是小刘婶家的，就是不知道他要不要卖。没事儿，要不这样，明天咱俩先去村长家问问，回来再去小刘氏家问问。话说罢，大哥便回来了，还牵着牛车。大哥，装了410包，就按400包收钱就是了，400包就是200两，另外10包是我送的。毕竟之前他们也都结了钱给我，咱们也得礼尚往来嘛。好，明天你要带什么东西不？回来给你带。没有，大哥，你要是想买什么，你就自己买就是了。大哥，
你也和大哥一起去。放心，你不说我肯定也要和大哥一起去的。那时间也不早了，大家都早点洗漱了，好睡觉。翌日清晨，三哥，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沈夏一边跟宋锦针灸，一边问道。还是没什么感觉，看什么都是黑的。没事儿，这才几天呢，每天还是继续把药吃着，再过几天眼里就会感到光亮，但是那个光是模糊的，要慢慢才会变得清晰。夏夏医术真好。三哥的眼睛可真是漂亮啊，看着帅哥，即使可以延年益寿，身心愉悦呢。夏夏，三哥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要拔针了吗？马上，刚才想起了一些事儿。好啦，三哥你起来吧。娘在哪里洗衣服？我也去。不用了，差不多都要回来了，去了很久了。没事，就算洗完了我提回来也行。是不是在小溪边？那我去了，你和三哥在家看家。宋嫂子，听说你们家最近正领着周家和大小刘沈家赚钱呢。哪有的事啊，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赚钱呢。赚不到钱你还带着人家瞎折腾，真是居心叵测呀。我们事项已经跟他们几家商量好了，并不保证一定能够赚钱，但是他们出于对我们的信任，表示即使不赚钱也愿意尝试一下。人家宋家愿意带谁挣钱，那是人家他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这些人家里头，如果真有赚钱的好法子，难道还会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不成？嘿，我们只是想跟素氏聊聊而已，关你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种欺负弱小、畏惧强权的行为。你算哪根葱啊？双方就开始推搡起来。宋母看见这个情况，急忙走上前去阻拦，可谁成想，他竟然被最先挑起事端的那个人给推了一把，直接掉进了水里。娘，别怕，是我。上岸之后，夏夏，刚才在水里，我以为就这样死了，我还没有抱孙子。娘没事就好，孙子以后有很多的，你一定抱得上。你看着我娘，我处理一下事情。小宋媳妇儿啊，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就这么算了吧。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人都已经救上来了，而且也没有被淹死，你还想要怎么样？你们两个给我闪开！我不针对你们俩，刚才究竟是谁趁着混乱将我娘推下水的？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哼，就算是我推的，又能如何呢？当时大家互相拉扯推搡，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那你欺负我娘，我反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见沈夏抬起腿来，猛地一脚踹出。你明明知道后面是水，还故意推我娘下去。说吧，你是安的什么险？不是吧？故意的？难道还因为当年的事儿？哎，当年什么事儿啊？嗨，那当年方大力本来是要向赵嫣提亲的，可是赵家没有同意，后来才娶的陈芳。赵嫣是谁啊？赵嫣就是宋嫂子。难怪这些年总感觉陈芳有意无意的针对宋氏呢。你们是忘了宋家老大长得是多么俊俏了吗？你要是不记得宋大郎长什么样子，哼，看宋家几个孩子就知道了。听到这些话，沈夏气得又想给他一棍子。夏夏，别理会这种人，瞧你身上都湿透了，咱们赶快回家换换衣裳吧。说是让我再瞧见你胆敢欺凌我娘，我定会再次痛揍你一顿。三人一起进了院子里。怎么回事？等会儿跟你说。娘和我先把衣服换了。小刘婶这个时候已经把陈芳推宋母下水，沈夏把人救起来的事情全部都跟宋母说了一个遍。还好沈夏去了。难道沈夏真的是这个家的福星？换好衣服出来。四哥不用担心，我马上去给娘熬一些驱寒的汤药。哎，夏夏你坐着，娘去熬。你说要熬哪些？我去。娘，还好你和姐姐都没事儿，那个陈婶太坏了。姐姐和娘都是有福之人，不会出事的，还要等着以后小武小天考上大官，让姐姐过好日子呢。夏夏还年轻，身体啊可不能受寒了。娘，你不用担心，我心里有数的。陈芳那里呀，虽然刘大力和他儿子还比较懂理，不一定会上门讨说法，但是他娘家人可不一定呢。他那胡搅蛮缠的性格啊，就是从小啊三个哥哥给惯的。谢谢婶，我们在里就不怕他们找茬。小刘婶，正好你在这里，我想问你个事儿。什么事啊？你说就是了。就是我们院子右边这有2亩地嘛，我听娘说是你们家的，我们想买下来，不知道婶能不能割爱？夏夏要2亩地做什么呀？主要是那地的质量吧，它不是很好。是这样的，我们想把隔壁那块荒地买下来盖房子，想把中间这2亩地买起来，就可以把老房子和新房子围在一起了。夏夏做那个吃食生意，可以修房子了。有一点点积蓄，主要是现在人太多了，住着有点挤。我回去啊，跟你大叔和二叔商量一下。四哥，我和娘去三叔公家一趟。三叔、三婶，你们在家没有？大郎媳妇儿啊。是的，
夏夏，奶奶你好，我是沈夏，这便是老大他们几个的媳妇儿啊，长得真是标致。来来来，快进来坐，家里做了点吃食，三婶尝尝。来就来吧，还带什么吃的？自己做的，三婶不嫌弃就好。大郎媳妇儿，你是有什么事吗？三婶啊，我们家这不是娶了媳妇吗？可是房子就只有几间，很是拥挤。最近夏夏做点吃食生意，有几个钱的进账，老大他们就想着重新修一个房子，所以想来问问咱们家隔壁那荒地价格如何，想买下来建房子。三叔，你回来了。三叔公你好。然后三奶奶便把刚才宋母的想法从头到尾跟三叔公说理。那地本就是村里的，我就可以做主卖给你们，然后去县里办回地契就好了。你是要1亩啊，还是2亩啊？那块地一共有几亩啊？有16亩，1两银子1亩，有多余的钱，还不如买粮地，还能有粮食吃。这么大一块地，才16两银子，我们都要了。小宋媳妇儿啊，你们有这个银子，还不如就买1亩地就好了，然后剩下的15两就可以买3亩良田了。三叔公放心，我自有打算，我会带着我们大房过上好日子的。明天早上我去给你们办地契。那就麻烦三叔公了。办谁的名字？娘的。夏夏的。娘就办你的。不行，办娘的麻烦，以后还是要过户给你啊。写你的名字，以后办房契什么的也是你跑前跑后，方便一点。三叔，麻烦你了，写沈夏的名字。姐姐，我们要修房子了吗？小五好奇地问道。对啊，以后我们就不用挤在一起了，每个人都有一间房，等再多点钱，我们就每人一个院子。我不要自己一个院子，我就要跟姐姐一个院子。我自己喜欢一个人一个院子。你就想跟哥哥一个院子，你不喜欢我，也不跟你哥哥一个院子，和娘一个院子。娘一个人多无聊啊。难道夏夏不喜欢这几个儿子？可是不像啊。你们俩没事吧？没事啊。娘，你怎么这么问呢？娘是担心你们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还不是田心斋那个叫刘沁的女子，听说是陶红姑娘的表妹。我们回来的时候也不知她是打哪儿冒出来，突然就撞上来了。更糟糕的是，她撞完之后居然说自己走不了路，我们只好先送她回家。沈夏不禁开始思考起来，这位刘沁到底是对大哥有意思，还是对二哥心怀好感呢？可千万别存有其他不良企图。你在想些什么？竟然如此出神。没什么，走吧，吃饭了。二哥，你觉得那个叫刘沁的长得怎么样啊？夏夏，我可不喜欢她呢，跟你相比，那可真是差得太远了。大哥，那你呢？你对那个刘沁姑娘有什么看法吗？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大哥，你觉得那个刘沁姑娘怎么样啊？你也到了该成婚的年纪了，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可以试着相处着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娶个大嫂回来也是一个好事嘛。我的事不要你瞎操心。你这么凶干什么？对不起，是我多管闲事了。你们慢慢吃吧，我先回房休息了。姐姐别哭，你快去吃饭，别饿着肚子了。姐姐没事。姐姐，你要是想吃东西就吃，不想吃的话，小天就陪在你的身边，好不好？好，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小天和自己一样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不喜欢就直接说不喜欢就是，你凶夏夏干嘛？就是大哥，你太过分了。大哥，夏夏问你，你就像我这样说就是了，你恼怒干嘛？我现在回忆一上午情况，那个刘沁呢，多数是看上你了。你知不知道，早上娘去洗衣服，被人推到了水里，是夏夏不顾危险跳下来，把我拉了起来。要不是夏夏及时来，你现在就看不见娘了。难道夏夏对我们家不好吗？宋母越说越难过，自己早就把夏夏当成自己的姑娘。大哥，你可能是误会沈夏了。刚才从你们口中得知了事件的经过，那个刘沁不可能是不小心撞上来的，多数是故意的，可能是我们家的收入外漏了。只是沈夏不知道那个女子是看中了你，还是看中了二哥，所以想问问你们两个的想法。如果喜欢，就做喜欢的应对；如果不喜欢，就好做不喜欢的应对。你看着吧，不出2天，他们就会上门了。原来我刚才误会他了，可是在他心里，我就是这种3心2意之人吗？既然娶了她，肯定不会再多看其他人一眼呢。就这么不相信我吗？老大，你可不能对不起夏夏。娘，你在胡说什么呀？我是那种人吗？那就好，这不是条件慢慢变好了吗？怕你对娘的安排不满意。夏夏是娘给你们几个娶回来的供妻，之前夏夏也说过，以后条件好了，你们要是想娶自己喜欢的女子也可以。我不要，我只要姐姐。我也只要夏夏。我也是，我只喜欢夏夏。宋江只是点点头，没有说话，而宋允也没有说话。这个事还是要悄悄地跟沈夏说。娘，你已经吃过饭了吗？你自己都还没吃吧？
娘又怎能吃得下去呢？您别担心我，我真的不饿。夏夏，娘已经帮你责备过老大了，他已经认识到错误了。娘，你也不必责怪大哥，他并没有错，确实是我多管闲事了。夏夏，这几个孩子都是我的心头肉，关于老大，我还是希望能和你聊聊。娘，您有话直说便是。当年他爹离世的时候，老大才只有小五现在这般年纪，仅仅12岁而已。我们经常被四房欺负，都是他站在我面前与他爷爷奶奶对视。后来我们一家6口被狠心的四房驱赶出门，而我又身心怯懦，于是老大毫不犹豫地跑去找他舅舅求助，我们才得以避免被四房无情地赶出家门，保住了一些微薄的财产。之后我们便搬到了老房子里居住。当时的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但老大却非常有担当的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还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年幼的弟弟们。遇到事情总是选择默默承受，久而久之形成了这种沉默寡言的个性。实际上你并没有察觉到，每当看到你与老二、老三还有小五谈笑风生时，老大眼神中的落寞与黯然神伤，相比于弟弟们的能说会道，他显得有些笨拙木讷。娘跟你说这些只是想和你说说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不希望夏夏误会了。娘，我没往心里去，你去忙吧。饭在锅里热着的，是吧？现在还在那里木愣的站着。大哥，还有什么事儿吗？沈夏，我知道我性格沉闷不讨喜，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强求，只是在我眼里，娘既然帮我们娶了你，你就是我的媳妇儿，我也不会再喜欢别人。你如果只喜欢弟弟他们也可以，我不会干涉，但是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往外推？至于那个刘沁，我自己惹的麻烦会自己处理。翌日清晨，沈夏带着宋明和三叔公一起去了县里。小夏呀，正好衙门在升堂，你想看就看看吧。可以看吗？升堂就是跟大家一起看的，反正现在在升堂也办理不了，还不如看看。这位婶子，今天这是什么案子？千行布庄的少夫人毒害自己的夫君。原来是这个小娘子在自己夫君都快病死的时候，居然还给自己夫君下毒，然后被自己的堂小叔子发现了，然后报案，已经审了3次了。这次要结案，受害者家属要求尽快结案，也就是他的堂小叔子，就是可怜他的孩子了。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现在自己爹爹也死了，娘也入狱了，那么大一个布庄，就剩一个小孩子了。这个案子一看就是他堂小叔最有嫌疑了。真的是最毒妇人心。之前千行布庄的少东家，可是整个县城都知道他对夫人有多好，这个贱人怎么舍得下这种狠手啊？不知全貌，不予评论。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毒药都是在他房间找到的，肯定就是他呀。就算在他房间里找到的，也不一定是他的，就不能是别人放的吗？你和他一伙的，这么帮着他说话？我们家夏夏说不是他，那就不是他。你当县令是傻的吗？要不是他，早就放了，没放就说明是他。他根本就没有动机，他夫君本来就要死了，他也有儿子，他儿子作为唯一继承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壮傻，你可要小心一点啊！这都说长得越漂亮的人心可就越狠，你这位小娘子这样帮着那少夫人，说不定哪天也会对你动手。最后两人直接打起来了。带上来，居然敢在衙门门口动手，真是太不把本官放在眼里了。你们几人因何事争吵？他先动手的。是他先侮辱我媳妇儿的。是他媳妇儿说县令不会判案，还冤枉这位夫人呢。嘿，我是这样说的吗？这古人也太会上眼药水了吧？你会查案？不会。不会你瞎点评什么？我没吃过猪，还没见过猪跑呢。那你跟我说说，这猪是怎么跑的？一个县令居然会听他的想法，看来这应该不是一个昏官。首先第一点就是杀人动机，他有孩子，他相公去世，他的孩子就是布庄唯一继承人，没必要多此一举。他相公极有可能是在去世后被人灌的毒药，如果是去世后灌的毒药，那毒药根本就无法到胃里，所以如果只看面貌或者是银针探喉是没用的，直接用银针探胃就知道了。大人，他这个农妇怎知如何判案？他的话不能信啊！我是什么样的人，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直接关联。所有的案子无非就是要个真相。这个事情如果做实了，你就是唯一的受益人，所以你的嫌疑最大。你比这个少夫人更有动机。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是我堂哥，我作为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弟弟，怎么可能害他？你没有害他，你只是想害你嫂子。就算你最后买通下人灌毒水，这事后发现也不算你杀人。你这算盘打的是真响啊！大人，小人用银针刺猬，胃里的确没有毒。陈翔，胆大妄为，居然敢戏弄朝廷命官！来人，先打3大板，再收押起来。陈方氏无罪释放。这个案子还没有结呢，你的小叔子只是收押了，并不是定罪了。你相公能被死后灌药，这只有你们自己家里人能下得了手，只可能是你身边人出了奸细。你应该回去仔细查看一下。谢谢姑娘相救，还不知道姑娘芳名，家住何处？我叫沈夏，是秋水镇繁花村的人。多谢沈姑娘，今日之事我感激不尽，等来日事情处理完了后，再寻姑娘道谢。看事并不能只看表面，就算是亲眼所见，也不一定是事实。更何况这非亲眼所见的事儿呢？你们2人可要本官为你们处理纠纷？不用，我们就是拉扯了一下。不用。那好，都起来吧。小夫人，老朽可以向你请教几个问题吗？请教不敢当。仵作大人，你想问什么就问吧。小夫人家中可是有资深仵作？没有。那你怎么知道要查胃呢？我略懂一些医术，其实仵作也跟医术都是相通的嘛，都是通过望闻问切得出结果的。哦，原来如此，老朽明白了。周仵作，这是和小夫人讨论验尸？没有，只是周仵作谦虚，我也不是很懂验尸，只是略懂医术。哦，小夫人就是略懂，也比较厉害，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关键，怎么看一点都不像普通的农妇。想来大人的想法应该跟我不谋而合，不然怎么会允许我一个小妇人在大堂上发表言论呢？只是大人没找到一个能证明陈夫人无罪的关键点而已。不错，的确是挺聪明的。这位便是你的相公？沈夏想了一下，便说道：“是的。”本官看小夫人的断案逻辑不错，可要来衙门的仵作部门工作？周仵作经验丰富，这个事儿我也只是赶巧而已。况且，大人，你看我一个妇人适合干仵作吗？他早上是起猛了吧？没睡醒吗？本官只是提议子而已，也不强求。只是仵作部门现在只有1个人，想着要是有2个人，有的案子也是可以探讨一下。探讨尸体可不是我的爱好，大人还是另请他人吧。后民秋水镇繁花村村长宋二明参见大人。你们是一家人？是的，大人。草民正是沈夏的3叔公，今日原本是前来衙门办理地契事宜的，恰巧碰到大人在此审讯案件。请说。告辞。把你们的地契拿出来吧，名字该写谁的呢？写沈夏的名字。赵爷，小夏，你娘之前不是说要写你的名字吗？是啊，夏夏，还是写你的名字比较合适吧，这钱本来就是你挣的。没事啊，一家人写谁都一样，就写娘的。那到底该写谁的名字呢？写赵嫣的名字。夏夏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家呀？妍儿，你怎么了？妍儿，让开，我能救他。你要干什么？不想你儿子死就让开。直到过了10几秒钟，孩子才吐出一个完整的山楂丸。呀！原来这个小孩子被山楂给噎住了。妍儿，你没事了吧？谢谢姐姐。不用谢，不过下次可不能吃这么大的东西。小孩子吃东西要细嚼慢咽的，知道吗？好，我知道了，姐姐。下次不许给孩子吃这个了。好，吓死我了！还好有这位姑娘出手相救，真的是太感谢姑娘了。我为刚才的事跟姑娘道歉。不用了，我们还有事，这本来就是举手之劳，就算不是你，是别人，我都会出手相助的。你刚才那种救人的方式很是特别啊。这是一种专门治疗噎住的急救法，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姑娘贵姓？我们进去坐坐可好？我叫沈夏，姐姐叫我名字就好。今日实在是没空了，来日方长，以后要是有缘分，自然会相见。看什么这么出神？妍儿受惊了，还不赶紧抱回去喝2人参汤？看上人家小姑娘了？此言姐，那个不是小姑娘，是小妇人。刚才旁边的男子啊，便是她相公。怎么会？那小姑娘头发也没盘，况且姐姐是过来人，那小姑娘是姑娘还是小夫人，我还能看不出来吗？顾子战听到自家姐姐的虎狼之词，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怎么，连我也不信了？我有必要骗你们吗？你是县令，你自己查一下他的婚书不就知道了吗？就是啊，我帮你去查。你是不是太闲了？要是没事，正好去监督修城墙。我才不要去呢！你个见色忘义的家伙！还没到门口，便见院子外面围了很多人。父老乡亲，你们评评理呀！昨日这家人把我们家闺女给撞倒了，
我们也没说什么，也不要他赔偿。可是他送我们家闺女回去的时候，被村里人很多人都看见了，我们家闺女的清白就这么没有了。村里人都以为是我们闺女的心上人，结果这宋家大郎还不想负责，我苦命的女儿啊！你说大郎撞到了你，赔钱就是了。那么强娶强嫁的，再加上这大郎已经娶亲了的，刘庆也懵了，没听说过宋江成亲了呀。你是宋江的媳妇儿，那让宋明娶我们家庆儿，他们还真不是你想选谁就可以选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宋家之前穷，所以娘娶了我回来当供妻，所以宋家几兄弟都是我的。沈夏就是宋家的供妻，人家都有妻子了，你们啊就不要纠缠了。这宋家这么穷，你们有什么好争的？难道是看中宋家兄弟体力好？你们家给田青摘供货，每个月都有上百两进账，哪里还需要娶供妻啊？100两啊！旁边所有人一辈子恐怕也存不了100两。那是现在，但我嫁进宋家可是之前的事情了。哼，明明就是你水性杨花，贪图宋家的财产，妄想独自霸占。我们宋家只需要沈夏一个妻子。就是，我们只要夏夏一个妻子，不管以后条件有多好。真是可笑至极啊！你不也是因为你姐姐在田心斋工作，知晓了我们家的收入情况，才会觊觎这份钱财，迫不及待的想要嫁进来吗？宋家都已经穷困潦倒到这种地步了，怎么还会有人主动送上门来提亲呢？原来如此啊！当然不是，我是真心喜欢的。真心喜欢？喜欢哪个？喜欢宋江。沈夏当供妻名声不好，现在条件好了，你不如选一个当相公，另外的让他们另行再娶不好吗？为什么要选？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部都要。你在耍我？这妻的位置你就甭想了。不过既然你是真心喜欢大哥，又不在乎钱，这样吧，四哥，麻烦你去写一个纳妾文书出来吧。毕竟这姑娘如此的真心实意，我觉得可以给大哥纳个妾室。沈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夏竟然还要给自己纳妾，这绝对不行啊！这妾就妾吧，他们家现在每个月至少都有200两银子进账，做个妾室总比普通百姓家做妻子要强得多呢。只要他能够牢牢抓住宋江的心，再给他生个一儿半女的，那么这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起来。大哥，您先别急呀，让我给你讲讲这小妾的好处。这小妾呢，其实就是个丫鬟，咱们家这么多活，正好需要人来干。等有了妾室，衣服有人洗了，饭菜有人做了，其他杂事儿也有人打理了，我和娘就可以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天天当夫人，这多好的事儿啊！关键是她还不用花钱，我瞧着她模样还不错，等过2年啊，她干不动活了，咱再把她卖到怡红院去，还能赚上一笔。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不知不觉间，他心跳开始加速了。宋大哥，像她这样心如蛇蝎的女人，你竟然还喜欢？喜欢，无论她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一直喜欢她。刘庆母女2人气得差点背过气去。还喜欢吗？本来我以为这宋家是良人，没想到是这种豺狼虎豹之地，这亲结不上就算了。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夏夏真厉害，娘，这是地契，你收好了。夏夏，你是一家之主，就写你的名字。这世间真的有这种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姐姐，你讨价好厉害啊，你能不能教教我？好啊，到时候我就一起上，马遍天下无敌手。走吧，今天还没给你针灸呢。沈夏看宋锦眼神有点聚焦感，便伸手在他面前晃着。三哥，你能看见了吗？还是非常模糊，但是看得见光了。那你怎么没说呢？本来想着完全能看清楚的时候再告诉大家，结果没想到夏夏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原来如此，但是你有任何进展，应该第一时间跟我说，我也好知道你的实时情况。好啊，听夏夏的。四哥，你回来了。四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呀？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就尽管说出来吧，咱们之间不必如此拘谨。沈夏，其实我以后打算走科举之路，可能无法像其他哥哥那样与你共妻，所以。原来是这件事情啊，你何必为此纠结这么久呢？你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走科举之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至于共妻的事儿，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日后你自然可以寻觅属于自己的良缘。怎么半点都没有伤心？难道他并没有喜欢我？怎么心里那么不舒服呢？四哥，你怎么了？没事。难道他是以退为进？四哥，等你身体康复之后，自然得继续念书啊。小五和小天也该上学了，到时候你们一同前去求学，这样一来，在一个学院里，你还可以照顾一下他们。读书的花费可不小。对于小天，他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在县里读书，如果没有宅子，就只有住在书院里了。住书院可以呀，每个月都有休沐，那个时候再回来。可以，到时候等我伤好了，去书院问问。那麻烦你了。不麻烦，
本来也是我弟弟。心里居然有一点小失望，这是跟自己见麦吗？那时那个推他受伤的人，恐怕已经离开县城回府城去了。你跟何人学过画？自学的，可能有点天分吧。这张总布局图绘制的真的是精妙绝伦啊！这么宽的布局，家里的银两跟得上吗？我有计划，跟得上。等我伤好了，也去挣钱，到时候都给你。四哥伤好了，认真读书就是了。他是不愿意用我的钱吗？我会好好读书的。那你不和二哥他们共享一个院子吗？我为何要与二哥他们共处一院呢？难道你不喜欢二哥吗？谁告诉你我喜欢二哥了？难不成你另有心仪之人？难道他一门心思全在我这里？四哥，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带着大家把日子越过越好。如果以后家里条件好了，我也赞成几个哥哥各娶一辈妻子。就算不喜欢我，我就当娘的干女儿，你们把我当干妹妹就是了。原来他对大家的好只是一种责任。可是哥哥们都喜欢你啊。沉默半晌之后，三个哥哥人都很好，只是共妻这件事情，我真的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如果我心中没有爱意，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沈姑娘，沈妹妹，夫人好。沈姐姐，你怎么也和夫人一起来了？宋允在旁边看着，沈夏是怎么认识这两个人的呢？郑锦书，京城户部尚书的儿子，顾子言，瑞王嫡长女。昨日你匆匆告别，还没来得及感谢你，所以今日我专门带着言儿过来看看你。夫人客气了，本就是举手之劳，夫人不必记在心里。村长和沈夏都认为顾子言是县令夫人，因为言儿和县令长得太像了。妹妹，我也不知道你家里有多少人，便备了一些布料和礼物。县里的东西有限，妹妹不要嫌弃。夫人，你拿这么多东西，这怎么好呢？真的不用，自己不是不喜欢收东西，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礼罢了。夫人，你先坐，我去给你们倒一杯茶。不用叫我夫人，你唤我顾姐姐就好。好。夏夏，你招呼客人，我去倒茶。眼前男子喊沈夏，喊得如此暧昧，沈夏想起还有些龙须酥，家里没什么可吃的，你不要嫌弃。不会，妹妹拿什么都是好的。娘，这不是上一次我们吃的那个点心，这个点心是府城的热门点心，好几两银子一包，就宋家条件，能吃得起这么名贵的点心吗？怎么了？这点心你买的吗？这是沈夏自己做的。这个点心原来是你做的呀？之前就吃过，觉得非常好吃，想买点居然没有货。做这个很麻烦的，现在还做不了，家里还有2包，等会儿姐姐走，给姐姐打包，等改日多做一点，再给姐姐送去。有2包，姐姐就不客气收下了。中午吃饭可能要晚一点了，让姐姐尝尝我的手艺。能做出如此好吃的点心，姐姐倒是有点期待了。宋母一开始还有点局促，后来发现眼前的夫人很随和，随之也聊了起来。3下5除2，就把家里交代的是干干净净。可以吃饭啦，姐姐，这乡下就不怎么讲究，姐姐随意哈。美食在前，姐姐不会客气的。哇，好香啊！姐姐的手艺真好。姐姐，你跟我一家吧。家里克扣你伙食了？就是没有沈姐姐做的好吃。你以后想吃什么就来找姐姐，姐姐做给你吃。谢谢沈姐姐，沈姐姐真好。因为沈夏的好厨艺，大家用餐都比较愉快。饭后，妹妹，今天就到这里了，姐姐便带着孩子回去了。好的，顾姐姐，寒舍简陋，就不留你了。以后新房盖好，再约你来玩。今天在妹妹这里待了一整天，真是相见恨晚。我和妹妹有几句闺房话要谈，所以妹妹，中午你做饭时，我和伯母聊了一会儿，知道你的情况，请千万不要误会。姐姐我绝非有意打探询问你的私事，话赶话便谈到这个话题罢了。姐姐，你不必如此紧张兮兮的，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好。只是以妹妹这般出众的才情与开阔的眼界，实在不该被束缚在这穷乡僻壤之中啊。姐姐为何会觉得妹妹是被困在这山野之间的呢？难道就不能是妹妹原本就心驰神往这片山林原野吗？这里既没有人情世故，也没有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这样的生活难道不好吗？的确是姐姐想差了。妹妹想在这山清水秀之地，姐姐也没有话说，只是妹妹这么聪明之人，当得起更优秀的人家，宋家配不上妹妹。如果你想脱离宋家，姐姐可以帮你。姐姐，他们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至于感情这个事儿，我不强求，顺其自然。当然，如果有一天我有缘成为他们的妻子，但是他们又有了异心，我离开就是了。真的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女子，怎么就没让我弟弟先遇上呢？如果现在还不迟，听沈夏的话，好像对宋家还不是男女之情。你在门口干嘛？怕有的傻瓜被人3言2语就骗走了。他是在说我吗？哎呀，差点真的心动了。不过后来想想家里有这么几个俊俏的哥哥，还是算了吧，不去了。你的意思是，要是别人家也有俊俏的哥哥，你就要跟去了？哎呀，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嘿，你还没有说清楚。娘，你又在做衣服了？还有最后一件了，就做好了。娘，可能还要辛苦你了。我想4个好了，就把小5和小天都送到学院读书，
所以还得麻烦娘再给他们3个各做几件长袍。等娘把这些做好了，先给你做2身，再给他们3个做。娘，你不用管我，我也没什么重要场合需要穿好衣服，先给他们3个做。这位县令夫人的手笔之大，实在令人啧舌。明天一定要亲自前往县城，将这些东西全部归还给他。收了这么多礼物，还收如此巨额的财物，这让我感到不安呢。1日一早，哟，这平时在家是怎么教你的啊？怎么能气得比婆婆还晚？夏夏人很好，不管她以前怎么样，也不管她对别人怎么样，总之我以后会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疼，她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什么事儿？不是听说你们家这要修房子？我想着，那你2个哥哥反正现在也没活儿，就让他们过来帮你干点活儿。你确定我那2个哥哥是那干活的料吗？赔钱货！你说什么？夏夏，怎么说你哥哥呢？我们这里都没有外人，你也别演戏了。我在沈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大家心里都有数。你也别装，我已经被你卖了，就井水别犯河水了。大家各过各的，相安无事不好吗？你确定？你这2天他们还新鲜着你呢，等他们有钱了，都玩够了，不要你了，我看你怎么办？你家里没有铜镜，总得有尿吧？就他们这2个子儿，你觉得他们打得赢谁啊？还给我做靠山？亲家呀，这死丫头呀，她从小就不听教诲，没想到长大嫁了人以后还是这般模样。哎呦，这简直就是个白眼狼哟！真的是对不住亲家了。这死丫头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以后恐怕对你呀也不会孝顺的。亲家母呀，都是我的错，没有把她给教好，以后呀就麻烦你再费心重新教导了呀。夏夏人很好，不管她以前怎么样，也不管她对别人怎么样，总之我以后会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疼，她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孩子不跟父母亲，或许是没感受过亲情吧，所以就没有办法还以亲情。宋母一番话说的沈母3人面红耳赤。就在这个时候，那位大哥终于开口说道：你们宋家修房子的时候，娘家竟然都没有过来帮忙一下，这要是传扬出去了，可不好听啊。日子是我们自己在过，我又何必去在意别人觉得好听还是不好听呢？本家那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村子里有谁不清楚啊？不管怎么样，咱们毕竟也算是兄妹一场了，你真的就打算做得如此决绝吗？当然确定。算你们狠，咱们走着瞧。夏夏如此行事是否有些过分呢？娘，你大可不必担忧，这些人心术不正，贪得无厌，如果我们一味退让，他们只会变本加厉，越发的肆无忌惮。娘只是担心瞧他们那凶神恶煞的模样，恐怕会对你不利啊。娘，我还有几位兄长撑腰壮胆呢，怎么会怕他们？娘，你不用担心，我会保护夏夏的。三哥，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呢？好多了，视线似乎清晰了一些，虽然还看不太真切，但能隐约看见模糊的身影了。我终于快要能看见你了，真的好开心啊！我也非常高兴三哥能够复明，到时候就能看清家里的每一个人了。晚间，就昨天说了他2句，这小丫头气性真大，这1天都没看过我一眼。大哥，这么多材料，这晚上安全吗？夏夏，这个你放心，晚上我和老二会过来守着，到时候搭个棚子，修建期间我们2个就住这边。也只能这样了，辛苦大哥了。夏夏为了这个家劳心劳力才辛苦。其实大哥不那么板着一张脸，笑起来也是很好看的。夏夏，你脸怎么红了？是不是天太热了？这夕阳西下呀，热什么呀？我总不能说想到你的腹肌不好意思，害羞了吧？是有一点热，过一会儿就好了。1日一早，沈夏和宋允一起坐牛车到了县里之后，宋允便下车去忙他的了。哟，沈姑娘过来找县令。你好，我知道，沈姑娘进来就是，我呀去给你通报。沈夏没等多一会儿，就看县令走了进来。大人好。你有何事？我找你夫人。本官什么时候娶了夫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渣男，难道顾姐姐那么漂亮的人，是个妾室啊？你找顾子言，他们回京了。顾姐姐是你的妾室？我以为顾姐姐是你的妻子，结果你又说你没成亲，可是言儿又跟你很像。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外甥相母舅啊？姐弟啊？看够了没有？没有。那要看多久？误会，实在是误会了。这个是顾姐姐给我的，别的东西我就收下了，这个太贵重了，麻烦大人转给顾姐姐吧。这是她给你的，你什么时候看见她，自己跟她说。能麻烦您个事儿吗？什么事？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这就想让我帮忙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郑成贤叫过来？你找他什么事？就这么一点小事也不愿意啊？我也是大胆，居然敢喊县令帮我跑腿。没什么事儿，就是送点东西给他。就1天的时间，关系就这么近了？一个县城哪有你这种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是谁惹这个家伙了？火气这么大。沈夏，你来了。那这些都是送你的。谢谢啊。这关系好的跟朋友似的，就把我晾这里了？沈夏，这个棋呢，我还不是很会，正好你在这儿，
你能再教我们一下吗？不是学会了吗？怎么又不会了？忘性这么快？你想学哪个？都学吧。不是你学吗？我呀，学什么都忘得快，不如让子战学，到时候我不会了呀，再请教他。只有县令这么闲的吗？没有公事要办吗？那麻烦郑大人跟门口守卫打个招呼吧。如果等会儿家里四哥找我，让他进来等我吧。好嘞，你呀就安心的教我们子战棋局吧。说完之后，沈夏便按照棋盘格子的顺序开始教着走。这个就是象棋的基本规则了。咱们先从简单的布局开始。顾子战听着他的话，还有那认真的样子，越觉得这双眼睛有些眼熟，但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我们可以先在棋盘上放置一些棋子，然后根据局势进行下一步的行动。顾子战静静地听着，这样的女子让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她故事的念头。沈夏逐渐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顾子战。过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全部都教会了。四哥还没来找我，难道他有什么事情不顺利吗？你等的人还没来，要不再下几局？好，几局之后，沈夏连连败退。这个臭男人，我真是白费力气教他，一点都不知道让着。顾大人，难道您没听说过“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吗？您就这样对我毫不留情，真的合适吗？你想当我爹，恐怕我母妃是不会同意的。我是这个意思吗？我只是想问一下，顾大人难道都不知道尊师重道吗？母妃，他是王爷的儿子，怎么跑到乡野之地来了？他还在疑惑的时候，就见顾子战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调侃道：“沈姑娘一向聪明伶俐，怎么如今竟如此输不起呢？”哎呀，大哥呀，一开口能把人噎死，活该母胎单身呐！这世上谁受得了你呀？算了，跟这种人实在是聊不下去了。既然大人学的已经差不多了，那小女子先行告退了。这是生气了？哎，等等，劳烦你这么长时间了，你回去呢也做过饭点了，正好啊，我已经让后厨备了饭菜，吃了饭再回去吧。不用，我们等会儿在外面随便吃点就是了。朋友一场的，怎么能让你去外边吃呢？到时候顾姐姐还不责怪我呀？等会儿你四哥来了呀，让他进来就是。不就是吃个饭而已，说怕了？吃就吃，我还能怕你不成？饭桌之上，还有2个月就要收成了，可是目前看来，今年的产量远不如去年呢。那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下赋税呢？这样既能保证国家的收入，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你觉得怎么调合理？按产量的几成来交啊，产量多时多交，产量少时少交，这样也能保证百姓的生活。根据产量来交的好处就是，产量多的时候，国家收成也能更多，而产量少时，百姓也不会因为交田赋而吃不上饭。当然了，这些都是当朝陛下的事儿，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不能解决，除非家里有重臣有这样的建议，不然就不现实。还不如改变粮食产量的问题呢。大哥，这不应该是朝廷上的事儿吗？你当我是全能的呀？失误，口头禅。沈姑娘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四哥，这里好买牛车吗？你想买牛车？小沈想买牛车吗？正好我在，可以帮你物色一个。四哥，这个东西我不会挑，就麻烦你和杨叔选一下吧。我还没转过县里呢，我在附近随便转转，半个时辰之后，咱们在这里汇合。走到了一个胭脂铺子，买不起不要跑。我不看看，我怎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你看了也买不起，别到时候给我们碰脏了卖不出去。我们店啊，不欢迎你这种破落户进来。就是啊，这可是玉荣阁县城最贵的胭脂铺子，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是吗？原来你们家卖的是金子做的胭脂啊！你这人怎么听不懂人话了？我说了，你买不起就别看，弄脏了我们可没法卖了。这盒胭脂多少钱？这个要3两银子，你买得起吗？嘿，这小姑娘真是狗眼看人低啊！不要了，帮我把它包起来吧。好的，请稍等片刻，我马上为您将其包装好。哎，等等，这东西这么贵，你怎么能用手去拿呢？要是碰脏了怎么办？这种昂贵的东西，是你这种卖东西的小店员能碰的吗？你要买，我肯定要给你包起来呀。这东西这么贵，你的手上也应该包上丝绢才能去拿的吧？你根本就不是真心想买。怎么，就只许你嫌弃我脏，不许我嫌弃你了？你一个破打工的，这东西这么贵，也是你能碰的吗？大家都是人，你不过是在这里卖个东西吧？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都没那个命，摆什么谱？买不起就不要买，何必要为难人家一个小姑娘？你是选择性失明是不是？他为难我就可以，我就不能礼尚往来？没和你说话，关你什么事？你家住海边吗？管这么宽？这里可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我今天倒要看看了，是谁在这里撒野？你是什么人？居然敢如此跟我家夫人说话？你管我是什么人？当
当今世道就只有一条法则：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那专门给你买的，谢谢。牛呢？今天的运气还不错呀，遇到一头这么好的牛，才刚成年，真的是麻烦杨叔了。要不是你一路，恐怕我们2个都选不到这么好的牛车。都是小事儿。你会改牛车吗？你这才想起来，晚了。那怎么办？宋云逗你的，他会的。你居然还会改牛车？这种小事看2次就会了。四哥真厉害。回家之后，哇，这牛都壮实，要不少钱吧？加这个牛车1起8两。你砍价了？那是必须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况且以后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书院的事你问了吗？可以倒是可以，但是人家不说还没启蒙的。那启蒙学些什么呢？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会三字经、千字文，还有百家姓。四哥不是才教三字经吗？我从小就有学，只不过都是在地上练字。那我只会三字经，是不是就不能和小天一起啊？没事，现在还有4个月的时间可以学习，你认真一点来得及。那没问题。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去书院上课，因为我想参加8月的乡试。可以，但是你才醒来就考试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没事的。那行，考不考得中啊不重要，就当去试水，来日方长。以后每个月都会回来的。好，夏夏来啦。三哥能看清我了吗？脸上还有点模糊，但看身形知道是你。三哥这是把我的身影映入眼帘了，就知道打趣你三哥，你三哥脸皮薄。这个时代的人也太蠢了吧！看来不能随便开玩笑了，这有颜色的话题开口就来。一日一早，夏夏，这是不是太多了？不多，先过去看看吧。我们过去啊，也会让外祖家破费的，不多拿一点，他们招待完客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大家都上车之后，大哥赶着牛车走了。这牛车一摇一晃，沈夏晃得只想睡觉。三哥，我困了，我可以靠着你吗？当然可以。靠在宋锦怀里，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差不多走了1个半时辰，牛车才到赵家。哎呦，老头子，老头子，你出来看看，这是不是燕儿回来了？哎呦，燕儿啊，真的是你呀！啊，娘以为这辈子这到死都不能再见你一面了。娘，都是燕儿的错，燕儿不孝。这些是孩子们，这是老大宋江，老二宋明在家里，这是老三宋景，老四宋云儿在家里，这是小五宋月，这是小天，我们的干儿子，这是沈夏，老大他们的媳妇儿。看着身后的牛车说：“你们的？”是的，夏夏说家里有个牛车方便，所以便买了1辆。娘，这些啊都是夏夏上带着的。外祖父、外祖母，你们好。好，好，好，走，赶紧进去。哎呀，四妹妹家发达了，给你们哥哥送了这么多好东西来呀！这是直接想分东西了。这位是三舅母吧？真是漂亮。娘这不是很久没回来吗？想着这些年都没孝顺过父母，现在条件好一点了，就想把之前缺的孝顺都补上。大哥、二哥、小五，你们还不赶紧把东西给外祖母搬到房间去？外祖父、外祖母，这些都是娘的一番心意。至于你想怎么处理，那是您的事儿。哎，好，好，好，你们娘儿俩都是孝顺的孩子。你们今天回去也太晚了，今晚就住在这儿，明早再回去啊。我听娘的，娘说好就好。好的，今晚留下来，我要挨着娘睡，正好多聊聊。表嫂你好啊，我陪你说说话吧。好，正好也可以从赵雪口中得知赵家的更多情况。嫂嫂，你是几表哥的媳妇啊？这个问题，你让我怎么回答呢？这小丫头真会问，上来第一个问题就把我拦住了。我是你几个哥哥的供妻。嫂子，你好幸福啊！此话怎讲呢？我就觉得供妻挺好的啊。我们村里面有好几户是供妻的，2、3个男的养1个媳妇儿，几个孩子，反而对媳妇儿好得不得了。而且几个表哥，小时候我也见过的，很是俊朗的，尤其是3表哥。那让你嫁出去当供妻，你可愿意？愿倒是愿意，但是对方得好看。这小姑娘说话，自己怎么有点接不上？妹妹啊，嫂子给你解释一下，这都娶供妻的家庭了，肯定是穷啊，好不容易娶了一个，那可不得好好对待吗？另外，你想要男人对你好，就找一个人品好的、有涵养的，自己也要有能力，双方都要有价值，自然就会相亲相爱了。不是一定要当供妻才会对你好的。嫂子，你的意思是说我自己要有能力，对不对？对方看到我的价值就会对我好的，是这样吗？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成老姑娘嫁不出去了怎么办啊？你若优秀，20多都有人愿意娶你。娘，
这是孝敬你的。杨儿，你们也是要过日子的，况且你现在也是当婆婆的人了，怎么能把钱给娘家呢？本来我打算给5两银子的，可是夏夏说我这么多年没回来了，应该给10两。这个你悄悄留着，万一有事啊，可能应急。你这个儿媳妇儿不错呀。宋母听了，眼神暗淡了一些。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担心的事儿没说呀？宋母便把几个儿子和沈夏的事儿都说了一遍。你也别担心，几个外孙啊都不错，儿孙自有儿孙福，小夏的确是能干的。那不是老四好像也不错吗？到时候啊，如果老四他都不喜欢，你就当多一个女儿吧。我也只能这么想了。哎，小夏，你表妹要是不干活啊，给你添麻烦了，你就把她给我撵回来啊！我才不会呢，我那么勤快。大舅妈放心，你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情况，您还不知道吗？不用担心。哎，雪儿啊，你是怎么突然想去你姑姑家了？表嫂说，女孩子一定要自身有能力，才有条件选更优秀的另一半。娘，我都快15了，都到相亲的年龄了，我想趁着这2年再学一点东西，到时候才能选择更优秀的另一半。赵欣表妹，要不要也一起去？谢谢表嫂，我一定会像姐姐那样勤快的。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只是有学习的机会给表妹。至于表妹能不能学到，就是2个妹妹的事了。你们学会之后，1年挣10-20两，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天上掉馅饼吗？好好听你表嫂的话啊，知道吗？要是让你表嫂觉得你懒了，看我回来不扒了你的皮。第2天一大早，娘就是疼四妹妹，四妹妹来这一趟，娘真把家里清空了来招待四妹妹。可不是嘛，不像是有的人啥东西都能给娘家，却是只进不出。这外祖母嘴巴这么厉害，怎么和娘一点都不像呢？突然院子外面来人了。啊，亲家今天怎么有空过来？是来商量婚事的？进屋说吧。这婚事看来有变了。看着大舅母和大舅舅表弟出来，大家脸色都不好。娘，怎么了？外祖母看了一眼大舅母。何家是来退亲的。我从小就知道何雨儿是我的未婚妻，所以一直都待得很好。直到2年前，我发现她不像小时候经常喊自己袁哥哥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何家可能有别的心思了。大舅母没有跟他们说以后的条件会变好的吗？我这自己都还没来得及开口，何家人就说了退亲的事儿。哥哥，你放心，我以后的嫂子一定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我们家以后的日子会慢慢的好起来的。那时候绝对有1排漂亮的姑娘等着我哥哥选。一行人打了招呼就离开了。到家时已经是下午了。宋明看大家回来了，还有大舅和二舅，还有2个表哥加2个表妹。舅舅和表哥是来帮忙修房子的，而表妹是来帮夏夏做活的。小蒋，你们村这么多人一起修房子呀？不过是不是离得太近了一点？周围要留一个大一点的院子，以后养点什么也方便。舅舅，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都是我们家的？这4妹妹家到底有多少钱啊？这恐怕没有个1000多两的是修不出来的，这还不算里面的东西。这到底是做什么生意啊，能挣这么多钱？沈夏这边也把2个表妹带到小五的房间来。哇，好多虫啊！你怕虫子？倒是没有，我就是突然看到那么多，吓到了。不怕。看着2人好奇的看着簸箕里的蚕宝宝，沈夏告诉他们，以后要让他们养的就是这个小虫子。这个东西真的这么挣钱吗？姐姐去哪里啊？姐姐带你们2个表姐去摘桑叶，以后这个活儿就你们2个表姐做了。你们俩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业。表嫂，你们村里这么多人修房子啊，还修得挨着，全是我们家的。表嫂，你们家住得了这么多房子吗？能啊，1人1个院子呀。1人1个也才8个，这怎么有10个了？前面是主院，平时待客的，后面才是自己住的院子。表嫂，你缺看门的狗不？哇，您看我合适不？可能不缺。你没看见刚才院子里的欢欢和喜喜吗？表嫂，你缺丫鬟不？你看我合适吗？你就这点志向，
你就是养一个蚕，工钱都比丫鬟工钱高，还不用寄人篱下的。表嫂，我现在非常有自信了。回来了，在外子家过得还习惯吗？习惯。舅公，我还有一个方案，之前忘记给你说了。沈夏便在图纸上说着，哪些墙需要建一个空间，冬天可以在里面烧火，然后一整栋房子都是暖和的，又要在哪里建炕，白天烧墙，晚上烧炕。你的这个设计，以后建房我可以用吗？我想向大家宣传这个炕，这样冬天百姓便不用担心被冻死了。大家想用都可以的，舅舅要是手里钱不够了，你就说，我再给你。表嫂，你好厉害！你们以后也会越来越厉害的。回到家之后，宋锦眼睛能够完全看见之后，整个人就变得不一样了。三哥，你这眼眸真的太迷人了。怎么？难道夏夏你不喜欢？没有，只是觉得有点不习惯而已。祖母，你又有什么事儿？什么叫又有什么事啊？哎呦，老大呀，你祖母小时候那真是白疼你了。是吗？怎么不是？大哥，你怎么能娶了媳妇连家人都不认了？是要我提醒你我们家人是怎么被分出来的吗？无事不登三宝殿，大家都不要浪费口水了，直接说出来意吧。那个，我听村里人说，你们养什么虫茧40文一斤，你妹妹和四婶在家里面也是没事儿，他们也想养一养。我们都是自家人，你就按50一斤收就是。这自家人肯定不能和外人一样嘛。养蚕非常辛苦，不适合祖母你和四婶这种高高在上的人做。你这个不孝的东西，别人能养，你四婶怎么就不能养了？看着他们吃着简单的饭菜，宋老太太这时还觉得心里舒服一点。看着他们走了，你那是什么眼神？没事，就是觉得读书人也有嘴皮子这么利索的。他这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突然舍不得了。深夜听见吵闹声，三哥，你和夏姐跟着过去。好，我牵着你。夜晚黑，小心摔到了。夜晚黑，小心摔到了。到了那边，怎么了？这是在旁边放木料的地方发现的。我们听见欢欢叫，结果就看见木料旁边有熄了的火把，看来是有人想要放火。欢欢，下次再有响动，你就不要叫，好不好？你悄悄把大哥抓醒，他不会指望狗能听懂他的话吧？人走了就算了，大家睡吧。只要他有这个坏心思，早晚还会动手的。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就去老沈家门口等着，看看有没有人，大半夜的偷偷回去。好，夏夏，回去睡吧。好，把欢欢关在你们的旁里，别让他出去。他耳朵非常灵敏的。几天后，到了宋雨要上学的日子。允儿啊，你是这家里的希望，你们5兄弟啊，就你脑瓜子最聪明，哥哥们也很优秀。娘就希望你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能和夏夏成为一对。你要是能高中，你们俩也般配。娘知道你在外面读书，见识广，你可不能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了眼啊！你要是敢对不起夏夏，我就跟你断绝关系。真是有了儿媳忘了儿啊，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过我。娘，夏夏在门口久等了。哎呀，对呀，你怎么收拾的这么慢，又让夏夏久等了？我的个娘啊，我不是一直在听你说吗？然后娘又啰嗦了一句，本来就打算给你做2套衣服，可是夏夏说你在外读书，苦谁也不能苦了你，让我给你多做2套换着穿。夏夏对你多好，你怎么能辜负她？明明说的是苦谁也不能苦孩子呀。2刻钟之后，虽然我的内心更喜欢三哥那种俊朗的外表，不过不得不承认，四哥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难道被我俊朗的外表迷住了？经历了1个半时辰才到县里。沈妹妹，这么巧，郑丞相和县令大人也在这里吃饭啊。县城好，县令好，夫子好。你夫子啊？老夫昨天还在想，你不是说半个月就来书院，怎么还没来？今天就遇见了。学生的错，因为家中修房子，所以耽搁了几天。哦，原来如此。这位小姑娘……正当宋允犹豫要怎么说的时候，我是她妹妹，正好遇见，就一块用膳吧。你们有事要谈，会不会不太方便？没有不方便，一起吧。你今天来县里是有什么事儿吗？2件事，一件是送四哥来学院，另外一件就是我做了一点东西，麻烦顾大人把东西送给顾姐姐。可以。子瞻什么时候便会和陌生的女子相熟了？什么东西啊？我比较好奇，我可以看一看吗？可以啊，等用完饭之后，我先把四哥送到学院去，再把东西拿到衙门来。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家在给甜心斋供货，虽然钱不多，但是一家老小开销和读书是肯定够用的。可是我天天听到四哥在读书，其中有一句叫什么“一人富不是富，大家共富才是真的富”。如果只是我们一家日子过得好，这不算什么。有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带着村里人一起发家致富的？
宋允一本正经地看着沈夏胡诌：“我们家原来只有4个艺人读书的，可是现在条件好点，就打算把2个弟弟也一起送去读书。那如果百姓收入高了，是不是也能让孩子读书？那我们那个村里的读书人会不会因为收入高而变得更多呢？这样就再也不会因为没有钱而让那些原本有读书天赋的孩子不能读书了。”还不错，就这心眼，应该吃不了亏。沈妹妹，你身为女子却如此大意，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我有什么能帮到的一定帮你。那就多谢征城县了。饭后，夫子和顾子战他们一起离开了。刚才那个老者是我的夫子，但也是星辰学院的季院长。你怎么不早说啊？看得出来，季院长很喜欢你。把宋允送到书院门口。你也别太听话过头了，小心媳妇被抢走了。老四，你未来前途远大，可能会有别的想法，但是我这一生只认沈夏，你想怎么样我不管，但是你不能伤害他。大哥上辈子并未善终，或许沈夏是他这辈子的救赎。那我们现在去县衙吧。是不是沈姑娘啊？我家大人在里面等你呢。好，你们谈正事，我在门口等你。大哥，旁边坐着等我一起，好吗？好。中午听你那话，是有所求？也不能说是我有所求。你想想啊，这个产业能带动村民的经济发展，村民有了收入才能消费，才能读书，到时候周围都是穷县，只有我们武阳县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发达，你是不是面上也有光啊？你确定不是你想发家致富？哎呦，我这聪明的脑子，想发家致富很简单的，方法也很多，但是这个蚕丝被绝对是为了带动百姓的。你发展致富是很简单，但是没有靠山，恐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吧。这人心眼子怎么比我还多，把我想法看得这么透彻。顾大人这话吧，虽然也有那么2分道理，但是我们也算互惠互助吧。你想要我怎么帮你？你帮我引荐一下你们府城最大的布庄。你确定要我帮忙引荐？当然需要了。那好，我过2天就把样品给你拿过来。好，正好15我要去府城办事，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那就说定了，那我就先回去了。等2人到了家里，已经是晚饭时间了。你们2人是把人家的店都给搬空了吗？我倒是想啊，但是经济实力不允许啊。最近家里都比较忙，辛苦2个表妹了，可能还需要表妹再辛苦一点了。嫂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就是。这个深色布料，你们2个空的时候给2个舅舅和表弟各做2身衣服，你们就用浅色的。这可是上好的细棉布，那可不行，我是干粗活的，也用不上啊。小夏呀，你的一番心意舅舅知道了，但是这个细棉呢，舅舅真的用不上啊。舅舅，人也不是一直要干活呀，总有不干活的时候吧。这样，这细棉呢，休息的时候穿也行啊。再加上2个表弟表妹，慢慢也要说亲了，还是要有2件体面衣服的。你们终于回来了，娘，有大哥跟我在一起，你不用担心，回来就好。第2天，姐姐，你醒了，饭在锅里给你热着的。那他们呢？大哥、2哥去工地了，2个表姐和娘去洗衣服了。3哥呢？也去洗衣服了。好，你们2个认真看书啊，我待会儿要考你们的。等吃过早餐，沈夏走出去，刚才明明听见他们回来了。小五，他们没有回来吗？回来了，后面晾衣服去了。刚走到后面，就看见宋锦拿着沈夏的小内衣，还很好奇的样子。3哥，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帅，我就要骂你流氓了。夏夏，这是你的衣服吗？为什么这么奇怪？这是女孩子的小衣服，你不能看。家里的麦芽差不多可以收了，你去干那个吧。你们在想什么呢？没事，就是很难看的。表嫂，你也有尴尬的时候。夏定定的站着。夏夏，你怎么了？娘，我好像来月经了。这原主好像身体还没来过月经呢。这是第1次来，娘给我的一条一条的，这什么呀？这是月事带吗？你这2天啊，就在床上躺着，过2天就能下床了。月性没有完全走，都不能碰了的。娘说你这个时候要多喝红糖姜水。好的，谢谢3哥。娘说你身体虚，我喂你。3哥，你这么温柔，真的很难让人不心动啊。夏夏，你怎么脸红了？他当然知道沈夏是害羞的。不急，慢慢来，就像温水煮青蛙。难道说被你迷倒了？就算我再不矜持，我也不能这样说。可能是这姜汤有点燥热。确实有点热，但热点也好。娘说这个时候不能着凉。他们距离越来越近，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娘，哎呦，我干了什么？你们继续啊！没想到老3居然这么聪明，本来以为啊夏夏会和老4成一对，没想到被老3捷足先登了。这
三哥，你先出去吧，我先休息一会儿。表嫂，不一会儿。表嫂，老实交代，你是不是给三哥糖吃了？你是不知道，三哥出去后啊，那个嘴角啊，压都压不住呢。没有的事儿，你不承认也没关系，你怕大哥和二哥吃酸是吗？真的没有。表嫂，你雨露均沾就好啦。哎呀，你还知道雨露均沾啊？几天后，那我就先走了，你注意安全。大哥放心，我没事的，我会安全回来的。那你哪天回来，我来接你。宋大公子，你就放心吧，我们会把沈妹妹安全送回去的。那麻烦了。这里到府城有3天路程，到了晚上，郑大哥，这又是荒郊野岭啊？对，下午出发呢，就会错过所有县城。睡觉的时候，表妹，我想去洗澡，你要不要一起去？表嫂，外面洗澡不好吧？万一有人呢？大晚上没有的，想着表嫂一个人不安全，便陪着她一起去了。来吧，一起嘛，我会游泳的，不会让你掉水的。赵雪还是没有被沈夏说动。表嫂，你慢点，不要碰到石头了。没事啊。而两人完全不知道前面的石头后面是有人的。顾子战静静躲在石头后面，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被发现。听到那扑通扑通不断的水声，只能忍着心中的悸动。这么晚了，这是要洗多久？哇，这是什么味道？这么香？这是洗澡的沐浴露啊，你要不要也洗洗啊？河边没事的。洗完之后，周围都有一股清香的味道。两人收拾好之后就离开了。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头发怎么还湿了呀？2天没洗澡了，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去河边洗了个澡。你去河边洗澡了？这什么表情啊？洗澡多正常啊。那什么，你没看见子战？什么？子战也去洗澡了呀？叫我去我没去，你怎么提着一只鸡回来了？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没有，本来想去的，结果肚子有点饿，便去打猎了。顾子战看着沈夏的头发，假意问道：“你去洗澡了？”“哦。”“这荒郊野岭的，不要随便出去洗澡。”“好，知道了。”当顾子战转身的时候，沈夏注意到他头发尖上的湿意。沈夏脸色一僵：“沈妹妹，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洗澡感冒了呀？”“没有，我治好了，头发也干了，我先去睡了。”顾子战应该还算是个君子吧，偷看这种事儿应该是不会的啊。他到底看到没有啊？而在外面的顾子战也发现了自己还有点湿润的发夹。他不会觉得我流氓吧？我可回避了，什么都没有看。早上起来一如既往的赶路。表嫂怎么闷闷不乐的？顾大人怎么也不说话呢？表嫂，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没有。哎，你们俩差不多得了啊，我还没生气呢，你们俩什么表情啊？你有什么不满的？妹妹，你明明说了要给我香水的，怎么只给子战不给我呀？我什么时候给他香水了？那你们身上的香味怎么一样啊？难道不是你送的香水？顾子战这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妹妹，不能厚此薄彼。你闭嘴吧，我先去的，你后来的我可什么都没有看到。你为什么不说话，反而躲起来？我不是怕你尴尬吗？是吗？还是你心里有别的心思？我能有什么心思？还有你一个姑娘家的，半夜跑出去洗什么澡？我洗澡关你什么事啊？就是你不正经。我怎么不正经了？就你那身无2两肉。嘿，你才没2两呢。别说哈，你们俩生气的时候呢，还是挺像的。那个子战，你们家里有没有失踪的妹妹什么的呀？没有，谁愿意和她笑？好像谁愿意似的。就这样，一行人在第3天的下午，终于到了府城。回到房间里，表嫂还在生气呀？没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表嫂，你做的东西好吃，你要不要做一点吃的送去，给大人和解一下？而此时的顾子战，子战怎么突然有空来看三舅舅啊？许久没来看我三舅舅了，便想来看看。你猜我信不信？3年前你到武阳县任职，可是路过明宣府，都没有来说看看三舅舅哦。所以这不是来给三舅舅赔罪吗？我怎么一点都不信呢？说吧，什么事儿？舅舅的生意做得大江南北，正好我想跟舅舅介绍一单生意。好啊，你什么时候有空把人带来我了解一下。好，晚上就在家里用膳吧。你表弟怀仁陪他妻子出去买东西了，一会儿就回来。你好，这个镯子多少钱啊？这个120两，麻烦你帮我包起来吧。好的，姑娘稍等一会儿，小姐慢走。让开，赶紧让开！第一反应是把赵雪推开，而自己则被马车给带倒了。表嫂，天哪，
好多血！你先回去，我去找那个马车算账。不行，我跟你一起去。我没事儿，不过一会儿就追上了马车，在一个气势恢宏的大门口停下了。继父，这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不可能不赔给我吧？快叫夫医，大少夫人要生了！哎，你不能这样抱着她，对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得抬。来不及了，她已经难受很久了。你抬着她上半身，我抬脚。到了屋子，把她放在床上。她这是羊水破了，所以不能等太久，得抓紧时间烧。这个时候恐怕不适合谈赔偿吧？自认倒霉吧。沈夏转身，正打算原路返回。怎么回事？受伤了？先前在外面买东西，可是这家人马车特别快，把我撞倒了，还把我的镯子给摔坏了。我就追上来叫他赔偿，谁知道他家夫人要生了，这个时候也不方便谈赔偿，我就打算走了。结果这不就看到你了？可以一试，但是任何事情都有风险的，是还有一线生机，不是就一点生机都没有了。坏人让开，刘妈妈，你带沈小姐进去。沈夏快步上前，轻轻把上她的脉搏。这位姑娘，我留在这里帮你吧。用不上，出去吧。你放心，孩子和你都会安全的。不过你一定要振作，你相公非常爱你，他说如果你不在了，孩子他也不要了。姑娘，既然公爹让你进来了，你一定医术了得，一定要保住我和孩子。我要是还有命活着，看我不撕了他！居然敢说这种话！沈夏很快拿出麻药，把麻药从脊髓里打进去，看差不多了，开始动刀。半个时辰过去了，娘，我怕要是阿然有什么事儿，我都活不下去了。哎呀，阿然一定会没事的，你表哥都相信的人，医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放心。这洪亮的声音让门口焦急等待的人也放下心来。接着第二个孩子也拿出来了。今天我是怎么救的你，用了什么东西，你切不可向外人说半句，你相公也不行。好，多谢姑娘。你先休息一天，不能吃任何东西。进来吧，不要全部人进来，进来2、3个就可以了。接着就走出房门。沈夏第一眼就看见了顾子瞻，没事了。沈夏只觉一阵眩晕，然后就没有感觉了。沈夏，管家赶紧安排客房，把傅仪叫来。没过一会儿，这位姑娘是操劳过度和失血过多晕倒了，没事的，让她好好休息，醒了再吃点补血的就是。她就像一本未解的书一样，越是探究，越是让人着迷。哎呀，顾子瞻上前把她拥在怀里。没事吧？没事，没事。大人，昨晚你也辛苦了，要不你去休息一下？那晚的事对不起，我可以负责的。真是不说则已，一说惊人呐！我哪里需要你负责啊？吓到你了，你可以考虑的。别说你没看见了，就算你看见了，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让你负责的。我嫁的人必须是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的。如果我说不是因为想负责，是喜欢呢？这是被强行告白了，告白者答案都不听就跑了。哎呦，沈姑娘，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啊！戚夫人，这只是正好遇见而已，要是别人需要帮助，我也会帮忙的。昨日的事儿我都听父亲说了，害你受伤，实在抱歉。但是说句庆幸话，要不是这样，恐怕然儿也无缘能得你救治。现在我居然感到幸运，你的大恩我没齿难忘。说完，他就要给沈夏下跪的样子。哎，大少爷，我这么年轻，你跪我不好吧？怀仁，你快起来，别吓到人家小姑娘了。我先看看你夫人怎么样了，没有给她东西吃吧？什么时候才能吃东西啊？沈姑娘，你对我的恩情，我都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少说话，留点力气。你现在身体还很虚，你去拿1尺宽的长布过来。这个是做什么？束腰的，防止内脏下垂。你忍着点，少夫人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呢。沈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呀？这是剖腹产，肚子里会有很多恶露的，每天只能这样按才能排出去，在身体里面更麻烦。你舍得自己下手吗？你要是舍得，你自己每天按2天就好了。还是你来吧，我下不了手。忍着点，这个比生孩子还疼呢。沈夏按了差不多5、6下的样子就放手了。姑娘想去哪儿啊？我想找顾大人。我带你去吧，应该是在相公那边。而此时，昨天你想介绍的人就是那沈姑娘。是，从来没那么想要一个人过。你母妃那关能过吗？外侄像母舅，跟你学呗，就在这边安家，有事偶尔回去一下就是了，相处的少了就没那么多矛盾了。三舅舅，你别吓到他了，人家还没同意呢。就知道你们2个肯定在这里喝茶。2人闻声转，子瞻呢？沈姑娘找你，我想着你应该在这里，就把人给带过来了。找我？我想回客栈一趟，
昨天晚上没回去，表妹肯定着急了。昨晚我让文竹回去给他们打了招呼的。好，沈姑娘过来坐坐。昨天下午子战说你给我介绍生意，听说是沈姑娘的。是的。天哪，这季家是明宣府的首富，产业到处都是。这个东西倒是第一次听说，感觉好像不错。有实物吗？有，在客栈里。顾子战看了一眼文竹，没过一会儿，文竹就把东西拿过来了。相公啊，这东西也太好了吧！沈姑娘，季某有一事不明，以沈姑娘的医术，就算是在京城也能占据一席之地，为何却选择来这里？我不喜欢世间繁琐之事，我更喜欢五阳县的山水风光。我余下时光都想在这里过。那这与制作蚕丝被又有何关联？既然我决定在此度过余生，自然希望这里能够繁荣昌盛，大家和睦相处。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百姓们生活食不果腹，哪里还有和睦可言呢？因此我计划通过推广蚕丝被，带动大家发展养殖业，增加百姓的收入。没想到沈姑娘年纪不大，人却如此通透，你小子眼光不错啊。这家伙和他舅舅都说了什么呀？这东西可以，你们出多少我就收多少。那就合作愉快了。沈夏便把合作方案还有自己的销售方案也全部都说了一遍。沈姑娘，有你不在行的事情没啊？医术出身如花就算了，听你说了一下这销售模式和技巧，自己这么一个久经商场的老人，恐怕都得甘拜下风了啊。季老板谦虚了。沈姑娘，既是子战的朋友，就和子战一起唤我一声舅舅吧。好吧，我唤您季叔叔如何？那季叔叔叫我小夏就行了。相公啊，你看沈姑娘和子战坐在一块儿，是不是很般配呀？哎呦，真是郎才女貌啊！舅母眼光真好。你不是说不要吓到人家吗？怎么感觉你现在的行为更吓人？饭后，沈夏和顾子战便离开了吉府车之上。你不躲着我了？不躲了。不要答案了？不要了，反正不管你答不答应都不重要。你要是不答应，我就磨到你答应为止。哼，你是无赖吗？在你面前是？要不要试试呢？毕竟他的确很优秀，长得也俊俏。答应你可以，但是我要提3个条件。别说3个，只要能和你在一起，30个也可以。真的？那就30个，先提3个，后面27个欠着。好。第一，我喜欢五阳县，就想在这边生活。我听说你是一个京城人，可是我不喜欢京城的弯弯绕绕。好，我们以后就在五阳县生活。第二，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我这个人。家里现在所有的东西，我离开之后都会留给宋家人，保证他们往后余生生活富裕。可以，你这么感恩，我很开心。只要你是我的，别的都不重要。第三，我答应你，但是我们先相处着来看，如果不合适的话再分手。沈夏刚说完，便被顾子战一把拥入了怀里。答应我，就是我的人了，分手是不可能的。这个可要看你表现了，万一你哪天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我不会对不起你，相信我，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那么想要拥有一个人。子战，我前期恐怕还是会住在繁华村的，等蚕丝被的事情能够正常运行了，我再搬到县里来。好，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不阻拦你的想法。顾子战说完话，拿起旁边一个盒子，这是三舅舅给你的，怕当面给你，你不要，所以让我转交。要不要这么会来事儿啊？这么多好吗？好，三舅舅家很有钱的，这点是小钱。有你这么坑舅舅的吗？哦，况且以后还要你养我呢，我每个月的月银才几两银子，未来全指望你过日子了。行啊，那以后我就包养你了，不过你可要把我伺候好了，不然不给你零花钱。怎么伺候？夏夏，你这是调戏了我，还想退缩？大哥，这是在马车。是不是不在马车就行了？这满嘴的甜言蜜语，你确定没有交过女朋友吗？回到客栈，你好好休息，晚间我们在一起吃饭。好。表嫂，你终于回来了。而这一声表嫂让沈夏一愣。顾大人，谢谢你送我表嫂回来。你先去忙吧。顾子战轻轻瞥了沈夏一眼，吃醋的男人可真可怕。沈夏进门，然后把昨天的事情说了一遍，顺便还把合作的事儿也跟他说了。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表嫂，我怎么感觉顾大人看你怪怪的啊？思考一番之后，便把自己在宋家的关系简单说了一下。所以表嫂是喜欢顾大人吗？对，所以以后你不能喊我表嫂了，你直接喊我表姐吧。以后我也会认娘当干娘的。唉，顾大人这么优秀，表哥们的确是差远了。你怎么先替你表哥难过了？我看得出来，表哥他们真的很喜欢你啊。我知道，
可是喜欢要双方的呀，单方面的喜欢是坚持不久的。听说顾大人是京城人士，万一他家人不同意怎么办？那有什么？那事还太早了，我们2个只是在交往，合适再成亲，不合适就分手了。谁说交往就必须成亲的？就算成亲了，不合适也可以和离呀，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天啊，表嫂，这真的是另类呀！下午的时候，两人一起逛街，怎么了？看见什么了？我刚才像是看到小姑父了，感觉像又感觉不像。小姑父？谁啊？宋江父亲呢？你确定吗？不确定，我还是很多年前跟着爹爹去姑姑家看过小姑父，但是都快有10年了。哎，好了，不管了，这世界相像的人太多了，我们进去看看吧。回到客栈，看着顾子战还有郑锦书站在门口，表妹一起。我去干嘛？你不是要去约会的吗？行啊，子战这是什么时候得手的呀？走吧，大家都一起。这家吃食听说很多年了，夏夏要不要试试？好，听你的。子战呐，真是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了呀。不会用词就别瞎用。晚餐之后，瞧一瞧，看一看啦，可以花银子买，也可以猜谜语得，都可以。想要那个花灯？我们去猜谜语。好。公子啊，你说要最上面的这个？是的。终于有人要来挑战这个最难的了。谜面是半是毁誉半奉承，半是苦涩半是兴，半书绿竹西归涧。第一个半是毁誉半是奉承，是举人的举，半是苦涩半是兴，是湖水的湖，半书绿竹西归涧，是懒竹篮的篮。公子好学问，那这个花灯就属于公子了。这位姑娘，这上面还剩一个，本来和你这手里的是一对儿，姑娘要不要也试试啊？这要是答不上，在自己心爱的人面前，那得多尴尬呀！一对儿正好，你一个我一个。谜面是爱是几度复流水，爱心寄予笔底情，爱有别离又相聚。第一个是沉淀的沉，第二个是写字的写，第三个是受伤的受，老板对吗？好，二位真是般配呀！公子拿好，祝二位百年好合。借你吉言，我们去放花灯吧。放花灯是要许心愿的。你看什么呀？这心愿让别人看见就不灵了。你背给我收去。你写吧，我不看。24孝男友啊，说什么都听。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好了，两人放完河灯之后，逛了这么久了，别饿着了。好，我们一起吃。我要你喂我。这么懒？这不是作为你另一半的特权吗？这个玉佩是我小时候先皇赏给我的，从小我就带在身边，送给你，作为我们的定情信物。这个太贵重了吧？只见顾子战拉过沈夏的手，放在他手里。你就不给我一点定情信物吗？有你这样问着要礼物的吗？我不问，万一你不当回事呢？好了，我知道了。你不是说男朋友有特权吗？说完就吻上沈夏柔软的唇瓣，这吻肌练得炉火纯青的，这么让人心动啊！顾子战感受到沈夏的回应，身体更加燥热了。沈夏一个劲儿的往后退，真的是要被你给亲死了。这才在一起第1天，我都要忍不住了，真想马上就成亲。想得美，我还要考验你呢。怎么考验？比如刚才你这吻技，就得扣你一分，实在是太差劲儿了，一点都不温柔。要不你再让我练练，我学习温柔一点。想得美。傻丫头，但凡你给我一点点回应，我能把持住都很困难，怎么温柔？原来我不应该回应啊，让你亲玩偶。别，我喜欢你的回应，我忍着点就是了。顾子战恋恋不舍地送沈夏回到他的房间。怎么样，约会开心吗？一转眼就没看到你们了。你们去哪儿了？我们不是怕耽搁你们俩谈情说爱吗？然后就便去另一边喝茶吃点心去了。这是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呢？一会儿的时间都会用成语了，还知道谈情说爱了。表姐，你还开始打趣我了？谁让你先打趣我的？睡下之后，沈夏回到自己的空间里，和妈妈聊了一下。爸爸妈妈都在客厅看电视，看着桌子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盒子。夏夏回来了。是啊，妈，快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夏夏，这不会是真的吧？当然了。老公，这好漂亮啊。你妈妈都有礼物，那爸爸的呢？当然也有啦。沈夏把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给妈妈简单说了一下。妈妈看着看着，目光停留在对戒上。夏夏，你交男朋友了，人怎么样啊？两人看着女儿字里行间透露着甜蜜，心里也放心不少。妈，明天再给你们拿点玉回来，你们要是缺钱了就把玉卖了。爸爸作为顶级工程师，随便你怎么造，还能缺你这点吗？爸爸妈妈都不缺钱。那好吧。第二天，
这是什么东西啊？都没见过。我除了医术，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拿出手了，就想着给孩子一人送一个奶瓶吧，既可以喝水，也可以喝奶。那多烦沈神医了，叫我沈夏就行了。那你也不要叫我少夫人了，叫我舒然就是。我全名啊，叫夏舒然。沈夏，你成亲了吗？没有，还早，我想晚点成亲。没有喜欢的人吗？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谢谢舒然，我有喜欢的人了。是我认识的吗？子瞻，怀仁那个高冷表哥。高冷吗？还好吧，不是很高冷啊。沈夏，你真的是太厉害了，居然喜欢他。我们是互相喜欢。那真好。你们什么时候成亲？还早呢，他还没过考验期呢，我还得看他适不适合成亲呢。想着今天要离开，所以还是一大早就起来。就这样，他们赶了3天的路，终于到了县衙。妈妈给买的戒指，沈夏昨天也拿到了。我都不想你回去了。等我回去处理好所有事情，再抽空来看你，好不好？不好。反对无效。想回去也可以，你必须得犒劳我一下。好，那定情信物。扳指？不是，扳指是戴大拇指的，这是情侣对戒，你一个，我一个。你的那个里面刻着我的名字，这个是我的，里面刻的是你的名字。这相爱的人呢，都会把对戒戴在左手中指上，成亲之后呢，就要戴在左手无名指上。这个戒指上发亮的东西叫钻石，是世间上最硬的东西，象征长久的爱情。为什么成亲是无名指？人的无名指上有一根经脉连接我们的心脏，所以将戒指戴在这个手指上，象征着将爱放在心上，表示心心相印，心灵相通。那我也要戴无名指上。我们还没成亲呢。不行，要戴中指上。不要。那以后我们成亲了，咱们戴哪儿啊？现在就戴了，以后成亲就不新鲜了。顾子瞻最后才被沈夏说通，答应戴在中指上，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才答应。我现在温柔了吧？技术好了吧？戴上我送的戒指，可就是我的人了。永远都是你的。好了，不打扰你了，我要回去了。我送你回去？不用，你送我来回要3个时辰，我直接坐牛车就行了。你回来肯定有公事要忙的。我让锦书做就是了。马车里，大人，工作和爱情一样重要的。不，你比什么都重要。表嫂，这狗粮真的是吃不下了。哎，表妹别走啊，你走了他就肆无忌惮了。赵雪走到外面，和文竹一起赶着马车。你这叫声，等会儿他们俩还以为我们俩干什么了。谁叫你突然拉我的？听话，别动，我就抱抱。真的？再亲一亲。不是你说我的技术不好，我可不得多练练，让你满意吗？我现在夸你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自尊心已经受伤了，我一定要练到你满意为止。满意，非常满意，我相当的满意。好了，不逗你了，就是想着要许久看不到你，就有点难过。不会许久的，明明是我被欺负了，他还可怜上，真的是美色害人不浅呐。沈夏并未让顾子瞻送自己到家门口，在村口就打算下了。夏夏，什么时候让我上门？不会让你等太久的。好了，来日方长。那你慢点。你们路上慢一点啊。你回，我看着你。夏夏，你回来了。夏夏回来了。回来就好，一路没事吧？你一走，我就担心的不得了，生怕有什么事。娘，没事的，我还是会点拳脚功夫的。快去歇着，娘去做饭。姐姐，我们在家都有认真看书，那背一个《三字经》来听听。人之初，性本善，直到全部背完。小五背得不错呀，等会儿姐姐有奖励。娘，那夏夏，我喜欢木簪子。那怎么行？大家都有，怎么你没有呢？娘，这些是送给大家的一片心意，我真的不喜欢银簪子。夏夏，这个你戴吧。哎呀，娘，我不会亏待自己的。这个颜色呢，我戴有点老气了，适合您戴。晚上大家洗漱之后，送江喊珠沈下。夏夏，这个给你。200两白银，你从哪里来的？我前几天去山里打了一只熊，卖了钱。啊，你没事吧？你受伤了？我看看你怎么跑到深山里面去了，那太危险了。一点小伤没事儿。我看你为了一大家子挣钱那么辛苦，我不想你一个人那么累。这些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我也不累。可是打熊是万分凶险的事情，没有下次了，听到没有？好，下次不去了。走，我检查一下你的伤，严不严重？这是什么时候受的伤？前天。中间有没有发热过？没有。下次不要再去山里了，行不？好。宋江真的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手臂都伤成这个样子了，居然还能去工地干活。伤口不能见水啊，从明天开始不许去工地了，等伤口好了再说。好，
都听你的。哎，对了，大哥，你知道哪里有做家具的没有？你看，这房子差不多都要完工了，可是家具还没有做呢。镇上就有，而且那家手艺还不错，可以买现成的，也可以定制。那行，等明天把事情安排好了，咱们去把家具定了吧。好。好，那大哥早点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嫂子、小夏，你们来了。2个弟妹都在家，三叔在家吗？夏夏有事和三叔说。公爹不在，出去了，但是婆婆在家。大郎媳妇儿过来了，小夏。三奶奶好。赶紧进来坐呀。是小夏找他三叔公有什么事吗？三奶奶，是这样的，我这几天不是去府城找收获的吗？我找到了，所以就来麻烦三叔公通知一下大家，有想养蚕的话，晚上有时来宋家，我有事跟大家说。真的吗？好的，我等会儿跟你三叔公说。那好，三奶奶，我就是想说一下这个事儿，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回到家里，夏夏，这开始养蚕了，要是老宋家要养怎么办？他们要养就养呗，一视同仁嘛。但是要想别的，那就不行了。夏夏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看着人来的差不多了，三叔公、三叔奶，你们进来坐着听，其他人就在外面。大家好，我叫沈夏，是蚕宝负责人。前段时间我去府城找了合作商，找到了，人家愿意收我们的货，所以今天我才让三叔公聚集大家过来。大家要是想一起养蚕的，都可以。我们外村的也可以吗？可以，只要大家按照我的规矩来就可以。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要搞这个养殖。大家都知道，我们宋家是有给甜心斋供货的，就算不搞这个养殖，我们家也能吃得起饭。只是我们家四郎是读书人，他说过，一个人富不是富，要大家富才是真的富。哎呀，这四郎读过书就是不一样啊，还一心想着村里。所以呢，我才搞这个养殖的。至于我刚才说的养殖规矩，我这里有一个契书，但凡要养的都要签一个这种契书。什么契书啊？之前他们养也没有签嘛。不喜欢的可以不养啊，以前不签是因为没人知道这个东西的用处，可是以后就不一定了。这个契书前面会写，这批蚕的收价是35文，再下一批有可能是30文，收蚕的价格都会写在契书上，不会临时改价的。你们拿了多少蚕宝，就得交多少蚕茧回来。这一张蚕宝是100文钱，你们可以先给钱，也可以交货的时候抵钱也行。这是第一批才这样，以后都得先给钱，再给蚕宝。养蚕宝的必须要有2个人为自己担保，自己不会把蚕宝给别人，也可以3人互相担保。但凡谁拿了蚕宝给外人，一旦发现，赔偿主家100两银子。另外，担保的2家人也不许再养蚕宝了。赔偿那么多啊？你会拿去给别人吗？哎，不会。既然不会，你怕什么呀？这个东西一旦传出去，如果外人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抢了我的合作伙伴，我的货供不出去，我还能收你们的货吗？我不收货了，你们养来就没用了，但是对我又没有多大影响，那我这个钱不挣就是了。这日子完全有盼头了，这份财富谁要是敢传出去啊，我们村就一起打死他。让开！我是宋江的奶奶，都给我让开，我先来。娘，本来想着人肯定很多，明天再跟你说的。宋老太轻蔑地看了一眼沈夏，先给你四婶。大哥，你跟四婶说一下规矩。小夏，我是你四婶儿，我要讲什么规矩啊？我这个人吧，性格比较直，对事不对人，之前有什么恩怨我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跟着我做事的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不管你是7大姑还是8大姨，都得排队，一视同仁。你看后面三叔公家的儿子也在排队，所以这位四婶，你想插队，你先问问大家答不答应。就是啊，插什么队啊？什么人这么不要脸？嫂子，你又扯什么风啊？大哥，你太不孝了！沈夏顺手就是一个耳光，没教养的东西！你看你哥哥一点礼貌都没有。你在这里排队，我先回去了。我这个女儿哟，和曾经真是完全不一样，还是得按规矩来不。天色差不多黑下来，终于全部人都办完离开了。你们现在住在这里，养不了太多，2人养1张就可以了。等这批养好了，房子也差不多修好了，就可以拿点回去和舅母他们一起养。不用不用，要是现在养的话，会耽搁我们干事儿的。那这样吧，你们算是帮我养，我开工钱。好啊好啊，这样的话我一样能学会，但是工钱就不用了。是，让他们干就是，开什么工钱呀？饭后，夏夏再泡泡手。谢谢三哥。你赶紧泡泡，三哥再帮你按一下，活络一下筋骨，免得明天疼。你去床边躺着，我帮你按。好，谢谢三哥。因为是右手写字，所以沈夏便把右手放在床边，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难道不怕我做什么吗？宋锦依旧按着沈夏的手臂到手指，只是到手指的时候，
不小心把戒指给滑落下来了。烛火虽然不是很亮，但是里面刻的字却很明显。宋锦手一顿，眼中的伤感油然而生，心脏就像是被挖走了一块似的。但是接着他还是把戒指给带回原处。清晨，四哥这是放假了吗？你一般什么时候放假呀？让大哥来接你吧。没事，从镇上走回来也不远。你这么瘦弱的，这么热的天，万一中暑了怎么办？我瘦弱，每个月月底2天假，前一天下午就放假。老四回来了。娘，四哥，四哥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有认真看书吗？有啊，姐姐每天都会考我们的。别缠着你们四哥了，四哥一路走回来也累了，让他休息一会儿，你们去玩吧。你等我进房间一下，我有东西要给你。他能给我什么东西啊？我身上的衣服都是你让娘做的，所以这是给你的回礼，是一个檀木簪子。本来想买别的，但觉得你戴木料比银的更好看。谢谢，我很喜欢。真是没想到，宋允居然也察觉到我的爱好。我帮你换上可好？宋允轻轻将沈夏原本的木簪换成了自己送的簪子。谢谢四哥。宋允看着他手上多出的扳指，心里诧异。四哥，这个是我前段时间去阜成坛蚕丝被合作的时候给大家带的小礼物，这个是给你的，是一个很精致的银簪子。谢谢，这是我写画本子这个月的收入，给你。四哥，你挣了钱给娘存着吧。你最近在忙修房子的事，给你好点。要不要先跟四哥说？只是四哥那清冷的眼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啊。6月初1，宋江送宋允去书院。大哥，你送完四哥就先回去吧，晚点我自己回去。好的，夏夏你去忙吧。大哥，发现沈夏手上的扳指了吗？四弟想说什么？你明白我想说什么的。夏夏她是自由身，如果能留在宋家，我便全心爱护她；如果不能，我便当哥哥那样爱护她。我们不能那么自私的圈入她，她是人，她有自己的想法。算了，跟你说还不如跟老三说，那家伙的心眼比大哥二哥多一点。沈姑娘来了，快请进。沈姑娘，大人在书房呢。好，你忙你的。嘿，我是不是要配合着假装被吓到了？肯定的呀。我要是被吓到，肯定是要赔偿的，你确定吗？那还是算了吧，我可赔不起你。大哥，你不要离我这么近好吗？不好，这么多天没有看见你，你不知道我有多想你。说着就要吻上去。妹妹，听仙儿说你来了，我的……你是太闲了没事是吧？打扰了哈，你们继续，继续。起来起来，我饿了，要吃饭。传饭。是，大人，今天这饭菜不错。你们两个不饿吗？给，之前答应你的。好闻，我喜欢。妹妹，下午还有公务，我先走了哈。你怎么了？怎么感觉你不高兴啊？只有他的，没有我的。他都有，你是我男朋友，怎么可能没有呢？为了感谢你送我的礼物，我也回你一个。可以不要吗？不可以。你没回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啊，一模一样的扳指。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宋允和顾子战对视，感觉眼神中都能擦出火花来。顾大人也有闲情雅致出来用膳，公务再忙，吃饭的时间总是要有的。我有话跟你说，宋四公子，再有什么话说，也不当个吃饭的时间吧。走，你在这里先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你知道顾子战的家世吗？不知道，不过他答应我不回京，就在武阳县生活。他家世怎么样不重要。那我跟你说说他的家世。顾子战是瑞王的嫡次子，你有想过为什么他身份高贵却到这里吗？因为他有一个强势的母亲，他母亲是郑国侯的嫡长女，他母亲把顾子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肯定是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的。在他眼里，你跟他儿子做妾都是抬举你。他娘有看中的儿媳妇，当年为了那个女子还不惜给自己的儿子下药，所以顾子战才一气之下来到这里的。四哥，你的提醒我知道了，谢谢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很明确我是喜欢他的，虽然无法留在宋家，但是我可以认娘当做干娘，对你们像亲哥哥一样。你太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了。或许吧，等我撞到南墙就回头了，不试一下我怎么知道那是南墙还是幸福的通道呢？不气不气，他年龄还小，先拖着。你们打算什么时候成亲？成亲？我们这才刚刚相处，肯定要多了解一下，如果适合的话再谈成亲的事情。那就好，做事不要那么冲动。当然，只要他们不着急成亲，就根本成不了亲。回去客栈，我想着反正四哥都看见了，就跟他说了我们的事情，早点说也好嘛，不是故意才把你丢在这里的。夏夏，我想早一点成亲。这也太早了吧？明年可以吗？只要能确定时间，多久都可以的。吃完饭今晚回去吗？天色已晚，你可以骑马送我回去吗？这样时间快一点。好。月子战，你放我下去。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啊？没有回去吗？我怕你回去没有车，所以你在这里等了一天。看来这对手还不少。大人，那就不用你送我了，你回去吧，免得你再送我，你还得自己回来。
好，那你路上慢点，麻烦你了。不麻烦，夏夏和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你回去吧，大哥，你吃东西了吗？大哥又不傻，肯定吃了的呀。这一路上很安静，直到许久之后，夏夏喜欢顾大人，夏夏不喜欢我们，一定是我们不够优秀。不过没事，夏夏喜欢谁是你的自由，就算以后你不能留在宋家，我们也会把你当妹妹的。这几个哥哥人都非常好，这一下这么多相公，你让我选哪一个，我都觉得对不起另外一个。谢谢大哥。夏夏别难过，以后要是顾大人敢欺负你，好，哥哥们就是我坚强的后盾。回到家之后，宋江，你怎么把夏夏这么晚才带回来？哎娘，是我的错，我玩着忘时间了。那晚高兴没有？以后要是晚了，就不用赶着回来，就在县里住一晚就是。这大晚上回来，万一不安全怎么办？让娘担心了，下次不会了。快去洗澡吧，老三还在厨房给你热着水呢。三哥，夏夏回来了。说完便上去抱住了沈夏。我昨晚做梦，梦到你要离开宋家，结果你今天许久都没有回来，我以为你真的不回来了。怎么不回来呢？不管以后我变成什么，都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会把几个哥哥当成亲哥哥一样的。夏夏，是不是我不好，所以你才不喜欢我？当然不是了，三哥很优秀的，就三哥这个长相，喜欢三哥的姑娘一定从咱们家门口排到县里去了。那夏夏喜欢吗？喜欢啊。一日一早，我听钱舅公说，大家鉴于我带着大家养蚕这件事，所以都不收工钱，这是不许的。付出了就要有收获，在我这里不讲人情，只讲效益和能力，包括本村干活的村民也是一样的同工同酬。东家，你带着我们挣钱，帮你干点活，怎么好收你的钱啊？你们干了活，最后没有钱，你们觉得对于我们家的名声好吗？我们自己愿意的。就是。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热心，我心领了，但是工钱必须要收的。要想报答我，就把活做好，这是最好的报答了。谁要是不收，明天就不要来了。大家看沈夏不是开玩笑的样子，便一一去排队领钱了。看着前院差不多都要建好，6月初6的这一天，所有人都搬进了前院。几天后，来武阳县的路上，王妃啊，我们就听小公子的那几句童言，就来武阳县，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到了武阳县，本王妃就可以先安排人调查。我也想开了，只要战儿喜欢，我也不反对了。我们娘儿俩的感情是越来越差了。我们要不要先跟少爷打个招呼？跟他打了招呼，还能问到什么真实的情况啊？放心吧，只要是个良家女子，战儿只要愿意跟我回京，我就同意他们的婚事。这些年来，我也耗不动他了。一晃又是近10天。夏夏，三哥可以和你一起去吗？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县里。你这委屈的样子，我能拒绝吗？然后就是宋江、宋锦、沈夏一起出发的。因为早上走得晚，所以到镇上已经是中午了。夏夏来了。本来15就要来的，只是家里事太多了，就给忙忘了。顾大人好。那你跟我来。上次你们谈的那个蚕丝被的合作，那边有信来了。好，沈夏跟顾子战到了书房里。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怎么那么久都不来找我？你下次再这么久，我就上门去找你。哪里的话，真的是家里事情太多了。今晚不回去了，好不好？那不行，上次回去晚了，娘都担心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夏夏，你一点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是不是？没有，真的。等我把那边事情安排好，我来县里开一间医馆陪你好不好？那多久？3个月。顾子战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2个月，真的不能再少了。不能骗我。好，顾子战十分想腻歪一下，沈夏没有同意。看差不多了，沈夏跟顾子战告辞，还没有出城，便被一个很有气势的婆子给拦住了。你有事儿？我家夫人有请。你夫人是谁啊？凭什么她想叫我去我就去啊？我家夫人端王妃。顾子战的娘来了。顾大人的母亲？是。好吧，我跟你们走，在城门口等我就是了。不用，耽搁不了多久，就一起吧。好家伙，进城人就是弯弯绕绕多，报个信都困难。衙门，公子，三舅老爷来了。三舅来干嘛？是出什么事了吗？三舅拿出一张信纸递给顾子战。文主，今天是谁在城门值守？陈九、陈四他们。他们认识夏夏，你马上骑马去问他们夏夏出城门了没有。还有，马上安排人马去查县里最近哪里有外来人员，一看就是很富贵的那种人家。是，要是被王妃私下和沈姑娘对上，沈姑娘又不是那种软包子，少爷不在，
那就完犊子了。子战，你先别着急啊。子言呢，就是担心你和你娘有什么冲突，所以快马加鞭送信到我这儿，我便马上就来了。说不定你母妃也猜到呢。不一会儿的时间，文竹就回来了。陈九说没看见沈姑娘出城，马上查外来人员。有没有可能沈姑娘去买东西去了？县里一个别院，她是不是故意气我呀？我都让步了，只要是良家女子，我也认了。就算是良家女子，给她做妾那都是高攀的，她未来可是世子啊。结果好吗？她喜欢什么不好呀？喜欢一个人家的共妻。这种低贱的女子，她是怎么想的？王妃，少爷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不懂人事，说不定是那女子狐媚勾引公子的。沈姑娘，我们王妃脾气不是很好，你要是想和少爷在一起，就尽量忍着点啊。三人跟着嬷嬷来到大厅里，还不跪下给王妃行礼？不知道王妃的品级是？就你这种低贱的农女也想进瑞王府？若不是因为战儿喜欢，恐怕你这种身份做妾都没有资格。本王妃也不想战儿为难，你这种都能低贱到做共妻的地步，想来给你一个贱妾的身份都是抬举你了。也可以不进的。怎么，你还想要正妻的位置？你这种身份也配？我不配。那你大老远跑这五阳县干嘛呢？你要是真的这么厉害，顾子战还至于跑到这五阳县来吗？长辈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这种毫无教养上不了台面的女子，能让你进瑞王府，那就是祖上冒青烟了。冒没冒青烟我不知道，要是我父母知道我去当妾，恐怕我家老祖先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你这老女人说着身份高贵，可这说话的用词才是毫无教养。枉费你高贵的身份，真是德不配位。张嘴！沈夏抬腿就是一脚。哎呦，放肆！我的人你都敢动手？是你先动我的人的，给我抓起来绑着！大哥三哥，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住手！你想做什么直接说，不用这样。我还以为你有多烈呢，这不还是得低头吗？三人被五花大绑绑起来。方嬷嬷去掌嘴。夏夏别难过，我不疼。真是水性杨花，勾引我儿子不够，还和别的男子眉来眼去的，一起掌嘴。夏夏，你想做什么冲着我来，不要动他。就是也是我骂的你，你要打就打我。都一起给我打！那鞭子落到身上是火辣辣的疼，打在自己身上总比打大哥和三哥强吧。有骨气呀！进王府前不得好好磨磨你这性子？就这样子，你还觉得你那破王府非进不可吗？这不是你能反抗的，只要我儿子喜欢，你就是不进也得进。你不怕我搅得你王府不得安宁，你就让我进吧。看来这骨头还是有点硬啊，再打，给我打软为止。这鞭子一边一边落在沈夏的背上。这个时候，院子大门被撞开，完了，这下真的完了。对不起，是我来晚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是想看一下你喜欢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却发现这个女子毫无教养，竟然敢动手打我身边的嬷嬷。在她进王府之前，我必须要好好的磨练一下她的性子。不过以她的身份，正妻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做妾。原来母妃是这样折辱她的。大姐，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插手？自然年龄也不小了，他自己心里有数。这就是他自己心里有数做出的选择。真是抱歉呢，原来我如此不堪，高攀了你这位尊贵的顾大人。我会给你一个交代的。什么交代？文主断了方嬷嬷的手筋。王妃，您救救老奴，我可是从小就跟着您身边的呀！哎呦，战儿，你这是做什么？顾大人，还是算了吧，我们分手吧。你的家世太高，我不想高攀。我不同意，夏夏，只要不分手，无论你提什么要求，我都会答应你。你确定？确定。如果要你跟你娘断绝关系，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对吧？就算你同意，我还得怀疑你的人品呢。所以这是一个死局，没有结果的感情，那就体面一点，放手吧。夏夏，除了这个条件，你能不能提出其他的要求？只求你不跟我分手。夏夏，我的命都可以交给你，我娘犯下的错误，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然后握着沈夏的手，拿着匕首抵在自己的胸口处。战儿，你要做什么？你要逼我吗？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你觉得我和宋家还有命吗？这个还给你，或许我们终是有缘无分吧。顾子战看着手里的玉佩，宋姐和宋江扶着沈夏离开。战儿，6月18，远安呐，你说这怎么办呢？子战这都1天1夜了，怎么还没醒啊？这还不是你干的好事？我问了锦书，沈姑娘那边也还昏迷不醒，你真的做事无法无天了。那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她吗？
日后回京，要是别人知道他娶了一个共妻，你让我瑞王府的脸面往哪儿放啊？他好不好他还不知道。还有，你做事前能不能问清楚？就听了莫言那不清楚的2句话，你就跑来把事情搞成这样，你有没有问过子言？你知不知道，你看不起的那个姑娘，她除了身份没有子战高，其他方面不管是才华还是医术，都比子战有过之而无不及。恐怕连太医院的院守都是无法与之相比。莫言差点吃东西噎死，也是他救的。还有怀人媳妇儿，上个月生产差点一尸3命，产婆都说难产没救了，也是他用奇门之术才把3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他对我们家是有大恩的。你看看你做的这些事儿，谁让他们什么都不跟我说呀？跟你说，子战小时候跟你说你是怎么对他的？所有他喜欢的事儿和东西，你都要以学业为重给他否定了。我让他好好学习，不是想让他继承世子之位吗？他二哥子恒不能继承，非要他继承。子恒他的学识能够比得上子战吗？就是因为比不上，所以更应该他继承。子战自身有能力，就凭他的能力就能自身拼出孔明来，都是你生的，你怎么就偏心成这样？客栈这边，我了个豆啊！不是吧？难道就这样被打死了？我又穿越了？夏夏，你别难过，以后还有哥哥们。三哥，还好你在。刚才只看见陌生的床底，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真好。还好退热了，要是再烧着，我和大哥都不知道怎么办了。你们2个的伤包扎好了吗？都是小伤，没有夏夏你的重。我们先在这里待2天，等你好了再回去。那娘知道吗？你放心，昨天郑大人就派人回去了，跟娘说了，我们在县城里有事，晚几天回去。好。衣服没办法，只有我能给你换了，因为没有熟人。三哥，你看我都没有问呢，其实你可以不说的。夏夏，我会对你负责的，只要你不嫌弃。你睡了许久，先吃点东西吧。大哥，现在是什么时辰了？申时了。你们也去吃点东西吧。那你好好休息。不一会儿的时间，响起敲门声。剑，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叶家人有什么笑话看？对不起，我让大哥和三哥受伤了。没事，你有没有想过，你到这里，到宋家，可能是命中注定，所以为什么不坦然接受呢？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昨天受到的伤害，我现在无法立刻给你报仇，但请你相信我，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你是如此的优秀，那些有眼无珠的人无法赏识到你的珍贵与美好，但这并不代表你应该被埋没。你和顾子战在一起，外界的人永远认为是你高攀了他，但实际上并非是如此。你选择了宋家，无论未来你想要追求怎么样的目标，宋家都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你。如果你只想在繁华村安居乐业，那么宋家将给予你最温馨的港湾。但若你渴望去京城闯荡，我会竭尽全力帮你爬到更高的位置，更不会让你看任何人的脸色过日子。他才15岁，只是在县城读过书而已，他甚至连府城都未曾涉足过，又怎么会知道顾子战的真实身份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宋宇？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你是重生的？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是原主的？从第一天醒来就知道。怎么会？我记忆中沈夏就在那次上吊中就死了。那你为什么没拆穿我？我为什么要拆穿你？你对宋家很好，也没坏心。你不害怕我吗？怕你什么？好了，该我问你了，你哪里来的？另一个时空吧，我自己都不知道，醒来就在这个身体里面了。那你叫什么名字？沈夏，和原主一个名字。我提的意见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大哥，我才刚失恋，你就不能让我缓缓吗？我是你四哥，不想说那就再睡睡。郑大哥，你来了。哎呦，醒了就好啊，我可以单独和沈妹妹谈谈吗？事无不可对人言，直说就是了，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昨日你离开之后呢，子战就气急攻心晕倒了，到现在为止还高热不退。我想跟你说的是啊，这件事儿牵扯到子战，他真的有点冤。然后呢？没有然后了啊，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段王妃的确过分了，我只希望你们2个都能好好的。这个是退烧药，很小的，你捡好回去就给他吃1粒就行了。如果2个时辰还没有退烧，就再吃1粒，记住一次只能吃1粒。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他的？替我告诉他，人这一生要走的路很多，遇到的人也会很多，不是每一个出现的人都能陪自己走过一生的，有的人只是过客。比如我，让他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未来会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陪他走完这一生的。好。哼，老娘这是又失恋了。郑锦书把药拿回去。锦书啊，你去拿药了？哪里拿的？沈夏给的。他给的，能吃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想7想8的？快给子战服下。1个时辰之后，退热了，少爷的热退下来了。效果这么快，
神药啊！没过多一会儿，顾子战就醒了。沈夏，儿啊，你可终于醒了，你让为娘担心死了。他呢？他在县城的客栈养伤呢。你高烧不退，还是他给的药。你见过他了？他还好吧？还好。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呢？他说呀，人这一生呢，要走的路很长，遇到的人也会很多，不是每一个出现的人都能陪自己走过一生的。有的人只是过客，比如他，让你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未来会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陪你走完一生的。他说我是个过客，他说过明天就和我成亲的。战儿，你别难过，我不阻拦了。你要娶啊就娶，你要是以正妻之位，他肯定就乖乖回头了。莫非您以为他像京中的那些世家女一样，只看重名利地位？如果他真是那样的人，我还会喜欢他吗？从小到大，我一直按照您的喜好行事，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知道您心里始终都想着为我好。就这一次，难道让我选择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人，就这么困难吗？战儿，不要难过啊！如果你喜欢那个姑娘，我可以帮你把她抓过来。够了，莫非，如果你再敢动她一根汗毛，我就立刻死在您的面前。子瞻，你先冷静一下，沈姑娘还会在县里养伤几天，你休息一下，调理一下生息，然后再去找她谈谈。大姐，这个事儿你能不能不要再指手画脚的了？结果是什么？受伤的终是你儿子。我从小就那么疼他，所有的事情都在为他打算，他怎么就不能理解为娘的辛苦呢？你知道，当初原本子瞻和长公主家安平郡主有婚约的，安平郡主可以说是京城贵女之首，出生就有封地，万众宠爱于一身的存在。可谁知道当年内乱，安平郡主失踪了，这顶好的婚事就这么没了。我前边有这般尊贵的儿媳人选，再到后面也有世家贵女，这突然出现个山野女子，你让我怎么能接受啊？好了，时间也不早了，明天再说。翌日，沈夏看着门口的人是顾子瞻。子瞻，你冷静一点，好好谈谈。顾子瞻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到沈夏床边。夏夏，子瞻，或许我们真的不是良配，未来也一定有和你门当户对的姑娘和你成亲的。我不要门当户对，我只要你。我们的家世真的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啊！我答应了你的，我会在武阳县定居的。那如果我们成亲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孩子了呢？如果你娘以生命为由要你回去呢？为了成全你的一片孝心，我能阻拦你回去吗？不能。而因为爱你，我只能妥协。你觉得那个日子还会好过吗？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三番几次的争吵，分手也只是难过一阵子而已。我娘说她同意我们成亲。子瞻，你相信我，你娘只是看你难过而同意的，而不是看好我而同意的。这种维持不了多久的。顾子瞻失魂落魄地走出来。完了，没谈好。顾子瞻一回到衙门，就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原来爱一个人要放手是那么难受。客栈里，对不起，原谅我自私的及时止损。就这样，三人一起回到繁花村。夏夏，你终于回来了，娘可想你了。娘放心，大哥和三哥都很照顾我的。娘，你先去忙你的，夏夏一路累了，等她先上去休息。好，夏夏，你先去休息。好。几天后，沈妹妹，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没事，都过去了。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特别的事吗？沈妹妹，都是我的错。母妃她听言儿几句话就跑来县里，如果我早点给她说清楚，或许事情就不是这样了。你能不能再给子瞻一个机会？顾姐姐，这就是所谓的命中注定呢。正好就这么巧，我不喜欢大家族的弯弯绕绕，我更适合这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顾子言失落地离开了，回到衙门。怎么样，他原谅了吗？顾子言摇头。怎么还要我亲自上门道歉吗？他说了，麻烦我们一家人以后不要上门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人家根本就不需要你的道歉。你听到言儿的话，为什么不问问我，就直接跑到这里？你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那现在怎么办呢？你弟弟天天关在书房里，这也不是个办法呀。我能怎么办？或许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你跟我一起回京去。繁花村，我和顾子瞻分手了，这居远安还要不要我的货了？这该怎么问呢？晚上睡觉的时候，沈夏回到空间。老公啊，你说这个事儿要不要跟夏夏说啊？夏夏都不在这边了，还是不说吧。哎呦，可是你说傅晨怎么会跟谭韵在一块呢？谭韵那肚子怎么看都有6个月了吧？4个月前，夏夏还带着傅晨来见过我们。这一看啊，
就是他们俩早就在一起了，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夏夏？沈夏听到这里，默默地退出空间。我这感情路怎么就这么波折呢？谭月，他怎么能够这样？沈夏一脸伤心难过的去老宅。沈夏悄悄走到厨房，拿出一瓶红酒，还有酒杯。沈夏就这样一个人一杯一杯的喝着。这个时候，门轻轻的被推开了。大哥，你还没睡啊？是我吵到你了吗？原来这段时间他只是把内心的情绪隐藏了。难过就喝吧，大哥陪你喝。好，大哥真好。沈夏说完，凭空变出一个酒杯。这是还好是在我面前，以后绝对不能让他在外面喝酒，这要是被当成妖怪抓起来就麻烦了。来，大哥，我们干杯 ，Cheers！ 大哥喝不来，还好，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小哥哥，你长得这么倔，都没人包养吗？还要出台啊？宋江脸上微微泛红，他感觉到一阵的燥热，他紧紧盯着沈夏那只不安分的手。夏夏，别再摸了，再摸下去我就要忍不住了。你居然还敢阻拦我！你开个价吧，我要包了你。当两人嘴唇终于接触的时候，宋江感觉到一阵的温暖，然后他逐渐加深这个吻，让他变得更加热烈而深情。两人都沉浸在这种甜蜜的氛围中。宋江把沈夏抱回房间。夏夏，你会后悔吗？你不要后悔就是了，我给钱的，我有钱啊。不过片刻时间，两人就坦诚相见，在酒精的作用下想起了爱情交响曲。后面沈夏什么时候睡着的，自己就什么都不知道。翌日，我这是在做梦吗？我现在做梦质量都这么高了吗？做梦怎么会这么疼啊？怎么感觉全身都要散了似的？他轻轻抬头，夏夏，是你昨晚强睡我的，你可要对我负责。还有男模是什么东西啊？老大，你怎么还没起来？夏夏昨晚不见了。沈夏看着闯进来的所有人，赶紧把身体缩回去，退到宋江怀里。宋母看着宋江怀里的沈夏，你们继续睡，大家都去忙事吧。这是别声张，夏夏年龄小，脸皮薄。好的，姑姑。你们两个傻子，还站在那里干嘛？走啊！放心吧，你们大哥开了头就是好事。哎呀，你怎么不关门呢？没事，早晚都要面对的。况且你昨晚那么热烈，我哪来手去关门？你还怪上我了？夏夏，你可是你自己惹的。大哥，我错了。不逗你了，昨晚累着你了，怎么舍得再欺负你？你再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拿吃的。你身上昨天我给你清理过的，再睡会儿没事。这喝酒误事啊，真是的。这接受了大哥，二哥三哥是肯定的，我也不是看不出来，他们都喜欢我。你能站起来吗？要不要我抱你过来？大哥，你出去吧，我自己能走过去的。沈夏缓缓走到浴头，抬脚进去，洗完之后打开门。大哥，毯子呢？收起来了。收起来了，不洗一下吗？不洗，得保存起来。那你拿给我，我保存。傻瓜，这个都是男子保存的。是这样吗？不信你去问娘。两人一起回到前院。夏夏，身体好了吗？要不要再休息一下？娘，没事，你这把我养的都像坐月子一样了，能不好吗？嘿，姑姑不就是喜欢你坐月子吗？就是啊，姑姑可早就指望着。应该不会一次就中了吧？夏夏，你是不是只喜欢大哥，不喜欢我？当然不是了。那你怎么只要大哥不要我？那个是意外，喝多了。那你再喝多，是不是就要我了？不喝。那你就是不喜欢我？没有。那你证明给我看。啊，这怎么证明啊？那你亲亲我，不然就是不喜欢我。来吧。来了，想着轻轻吻一下就好了。许久之后，宋锦才放开沈夏。信你了，大骗子。夏夏，你耳朵真好看，红红的。几天后，表嫂，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呀，这死丫头，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这个看大哥他们吧。房子全部修好，再选一个好日子成亲可好？好，表嫂是和表哥们一起成亲，还是分开成亲啊？夏夏，我也要一起成亲。还有我。还有我。你还小，成什么亲呢？等你18岁了再说。那三哥才16岁，怎么也可以呢？你不是要去考大官？让姐姐做官夫人吗？读书就不能成亲，学业有成才行。你四哥也是一样的。是吗？真的呀，姐姐怎么会骗你呢？你四哥也不会和姐姐成亲的，都要等学业有成了才行。那好吧，那夏夏就先和老大、老二、老三成亲。你们三个有意见吗？没有。好，就你们三个先成亲。我明天就去看个好日子。那现在要准备夏夏的嫁衣了。恭喜妹妹也当婆婆了，太高兴了！只要他们成亲相爱就好。饭后，大哥，你等一下。夏夏，我想你，我想要你。大哥，外面有人。是我的问题吗？夏夏不喜欢我吗？一日一早，夏夏，我把期会看好了。好啊，娘，
是什么时候？8月初9。那不是就只有1个月的样子了？这个时间好。这大清早的就麻烦娘去为我们操劳，真是辛苦娘了。哪里的话，老大他们能够娶到你啊，真的是三生有幸。别提我有多高兴了。哪里呀，我也很幸运，能遇到几个哥哥。夏夏，挑个时间，先和宋江把婚书办了吧。领婚书都可以领吗？不能，夫君只能填1人。虽然这边是接受共妻的，但是婚书上只能填1个人的名字。那夏夏，你和谁领啊？跟大哥吧，毕竟大哥最大，越过大哥跟谁领婚书都不合适。这样也好。娘，办婚书必须本人去吗？是的，要双方都在。好，必须自己去。那要是遇到顾子战怎么办？夏夏，你明天和老大去办可以吗？我让三叔公把婚书给你写好。好，听娘的，那就麻烦三叔公了。娘，明天正好和大哥去领婚书，顺便买点人吧。好啊，夏夏说买就买吧。现在家里的活儿确实有点多，夏夏和老大已经在一起了，说不定啊，肚子里都有孩子了，这样累着可不太好。老大，等会儿你和夏夏去找三叔公写一个婚书，明天你们2个把户籍和婚书拿去县里备案盖章。夏夏，娘说的是真的吗？你觉得呢？三叔公在家没有？有人。小江、小夏，你们怎么来了？吃晚饭没有啊？正好我们在吃，就一起吃吧。三奶打开院门，三叔公一边客气地说道。沈夏浅笑。三奶奶、三叔公，这么晚还要打扰你，我有点事儿想要麻烦下三叔公。我和宋江要成亲了，所以打算麻烦三叔公帮我们写下婚书。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好，我马上去给你们写。三叔公，自己种的水果，给你提点过来尝尝鲜。来吧，还提什么东西啊？三奶奶，你们先吃吧，我和大哥在院子里等一会儿就是了，你们慢慢吃。好的，那就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一会儿了。没事的。宋江看着院子里只有他们2个人。夏夏，你真的决定好了吗？你是说婚事儿还是婚书啊？婚书，我以为你会选择老2或者老3，毕竟他们……你是大哥，就算要选，肯定也是选你啊。我在沈夏心中竟然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沈夏伸出手，轻轻拉住宋江的手。大哥，你很好的，你一直都很好。没过一会儿，把户籍给我吧。婚期定了吗？8月初9。好的，这婚书上是要写的。到时候三叔公早点来喝酒。没问题。小夏，虽说当年宋家娶的是共妻，但是现在你们条件好了，这是你跟宋江成亲，弟弟们另娶，还是和之前一样呢？我和老2、老3还是愿意按之前的来，老4和小5还在读书，以后看他们自己的意愿。小夏这孩子能干，的确讨人喜欢。这婚书要把宋明和宋锦备注上吗？娘说不是只能登记1个人吗？官府登记造册的只能写1人，但是婚书上是可以备注的。麻烦三叔公把宋明和宋锦的名字备注上吗？好的，墨迹还没干，再晾一会儿就好了。宋江奉上了2两红封道谢，给个2文就可以了。怎么给这么多？因为夏夏是珍宝，她值得。好的，到时候啊，让你三奶奶和婶婶们早点过来帮忙。那我就和夏夏先回去了。三奶奶再见。回家的路上，夏夏，陆黑，我牵着你走吧。你这是询问我的意见呢，还是直接通知我呀？但是尴尬的是，又听到了那种不同寻常的声音。沈夏听着那不堪入耳的声音，然后不敢说话了。2人赶紧悄悄离开。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大哥，刚才是谁呀？你娘家2哥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吗？什么？那女的是谁呀？可能是老宋家隔壁那个寡妇。这么熟悉，听声音都能听出来。这是送命体啊！以前在老宋家，所以经常能看见过，所以知道。而且四叔和他也有关系，经常来老宋家串门，所以知道。你听过他们的墙角，不然你怎么这么熟悉啊？见宋江不说话，看来真的是这样啊！哎呀，是不是吗？于是宋江决定采取行动来堵住他的嘴，毫不犹豫地低下头，用嘴唇封住了沈夏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2人的唇紧紧相贴，
呼吸交织在一起。夏夏，今晚我可以留在你房间吗？大哥，我们还没有成亲呢，成亲再住一起好不好？反正离成亲也不远了，来日方长。怎么瞬间觉得大哥好可怜呢？沈夏上楼，只是当他刚打开房门的时候，可是话还没说完，就被人给封住了嘴。感觉到宋锦的热情，沈夏也温柔地回应着他。过了很久，夏夏，你现在是不是更喜欢大哥了？如果我是皇帝呢，你肯定就是最受宠的皇贵妃了。夏夏，既然你这么宠我，那我今晚要不要好好报答你一下？轻轻环住宋锦的腰，哄道：“三哥，我们成亲的时间也不远了，咱们成亲以后再说，好不好？”好吧，但是夏夏，你和大哥先成了好事，成亲晚上得是我，好不好？那二哥能同意吗？夏夏放心，二哥我能解决。夏夏，说好了哈，只要二哥没有意见，新婚之夜就是我的，好不好？只要你们兄弟几个商量好，我怎么安排都可以的。好，不过你要自己去和大哥二哥商量。夏夏，你真好。三哥，你先回去睡觉好不好？睡不着，我去给你提洗澡水。我自己提就是了。你小胳膊小腿儿怎么能帮你自己提呢？我不仅可以帮你提洗澡水，还可以给你搓背。夏夏，要不要试试？怎么能让三哥这么辛苦呢？三哥这是在开车吗？你要是力气使不完，要不出去跑2圈，累了就睡着了。再累，看见夏夏就不累了，体内太多力气使不出来，难受。两人在房间里拉拉扯扯许久，才出了房间。舍不得，舍不得也得舍得。夏夏亲我一个。沈夏踮起脚，轻轻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只是宋锦居然不按常理出牌，三哥这心眼太适合做生意了。许久之后，夏夏，你感觉到了没有？我好难受。你抱这么紧，我想感觉不到都困难。大哥都有肉吃，我不说吃肉，我喝点汤也行啊。的确是应该让你喝喝汤，只不过你喝了汤呢，新婚夜就是二哥的。其实二哥最听话了，我还是想选二哥的。啊，夏夏，不要，你自己选吧。夏夏，我跟你说，大哥和二哥都是莽汉，他们不懂温柔，这种事儿你真的要先选我啊！你看看那天你是不是很难受，还在床上躺了几天？我就不会这样啊。三哥，你再犹豫，我洗澡水都冷了。那好吧，我在门口等你。你在门口等我干嘛？我怕你一个人害怕。我的妈呀，再这样被他磨着，我真是坚持不了原则了呀。三哥太晚了，你也早点睡啊。清晨，沈夏到了县衙。沈姑娘好。你好。我这就去喊我们家大人啊。不用，我是来办事的，不用打扰你家大人。沈夏带着宋江、宋锦直接去左边办事处办理事务了。哎，沈妹妹，怎么会是你呢？郑大人您好，我今天是特意过来办理一些事务的。那个沈妹妹，关于你和子战的事儿，我不方便多发表意见，但我们两个之间没有矛盾呐，你可不能因为他迁怒于我呀。郑大人严重了。沈妹妹，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大哥，把资料拿出来，麻烦郑大人帮我们办理一下婚书吧。婚书？你真的要成亲了？麻烦大人了。沈妹妹，你是不是因为子战的原因才这样的呀？我是心甘情愿和几个哥哥成亲的，几个哥哥都对我很好。可以，但是我肚子有点疼。那个沈妹妹，你先坐一会儿啊，等我一下。沈夏看了一眼旁边的宋江和宋锦，没事，如果今天办不了就不办了，我们成亲时间还是不变的。好的，听夏夏的。子战出大事了，沈夏过来办婚书了。顾子战手中的毛笔猛地一抖。新郎是谁？宋江、宋明和宋锦。他默默点头，表示了解。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命中注定吗？我怎么阻止呢？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不喜欢我的家世，与其让他因为我而难过妥协，倒不如让他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把婚书办给他。好。婚书很快就办完了，沈夏便想去云享荣部桌。翠云，沈姑娘你来了，我们掌柜可想你了。掌柜的，沈姑娘来了。沈妹妹，你终于来了。姐姐，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还不是沾妹妹的光，就是你这个蚕丝被呀。前天啊，去参加一个布料商办的联盟会，结果把这个东西带过去了，很多客户都感兴趣。姐姐，我有一个主意，你想不想成为我们蚕丝被的片区代理商呢？片区代理商？所谓片区代理商，就是代表我们与其他商家合作，
负责销售和推广我们的蚕丝被。这样一来，你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报酬，还能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我们会给予代理商独家的优惠政策和支持。这种好事，我当然要先拿下。结果两人马上谈好合作细节，还把契约都签了。邢姐姐，我还需要一些红绸。红绸啊，家里要办喜事的。妹妹这是要成亲了。恭喜妹妹，到时候啊，姐姐一定来讨一杯喜酒喝。鄙人姓朱，姑娘叫我朱牙人就好。好，那就麻烦你了。沈姑娘，你想买什么样的人呢？需要2个婆婆，还有小厮和丫鬟。这院子里有凳子，让沈姑娘先坐坐啊，我进去带人。不一会儿的时间，麻烦你们全部抬起头来。你们这些人都是因为什么事情才卖身呢？这本地人大多都是主动卖身，或者被父母卖，而这外地人呢，则是因为家里主子犯了错，被官府罚卖到这边来的。这个人是不是读书人？姑娘真是慧眼识珠啊！这个是京城发配下的官员了。那是犯了何错？犯了文字狱，被抄了家了。他看中了我的才华，却又担心出事。姑娘，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现，我也不会再胡说什么。我是长生29年的状元，教书是没问题的。姑娘，你只需要把我一家人赎走，老夫一生就听姑娘差遣。他有什么家人吗？就一个老伴儿和一个孙子。好，都赎了。你在这里多久了？1年多了。那安排给你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挑人。姑娘需要些什么人？马夫、小厮、打杂的，还有洗衣的丫鬟、煮饭的婆子，只要是人品好，什么都可以要的。左边第1个、第4个和右边第2个、第4个、第5个，这5个都要了。好嘞，你进去看看，牙行还有什么人，只要是我能用得上的，都可以选。不一会儿的时间，又带出了5个人，这次是3个小丫鬟，还有2个小厮。姑娘认识医术高的人吗？什么意思？牙行有一个重伤的人，要是能医好，还是大有用处的。朱牙人看自己买的多，最后那个商人者于是就送给自己了，付了32两银子，就带着人离开了。沈夏带着2个哥哥先去马行买了一辆马车，经过1个半时辰，到了家门口。我身边这位是我的婆婆，你们喊夫人就是。这是大少爷、2少爷、3少爷，然后是小天少爷，这位是赵雪，这位是赵鑫，他们是表小姐，你们称呼我为少夫人就好了。沈夏将家中的亲人逐一介绍完毕之后，现在请诸位各自报出自己的姓名吧。少夫人，奴才们来到新主子家中的时候，不再使用之前的名字，而是由新主子赐予新的名字。好，你们4个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分别叫做翠玉、玲珑、吉祥、如意。你们4个从右到左依次叫做比衣、墨衣、芷衣、燕衣。你们也需要改名字吗？少夫人，我姓贾，你叫我贾婆子就是。少夫人，我姓陈，您唤我陈婆子就好。好，我夫人姓莫，你唤她莫婆子就好。少夫人，我叫范玉。好，你们12个都是一起来的。这前2个月每个人工钱都是500文，2个月之后根据大家的能力再来确定工钱。好了，你们都下去吧。娘，你可要记清楚了，日后啊就由您来负责给他们发放工钱了。随着时间推移，咱们家的人口会不断增加的，您必须学会如何管理这些人，好吗？这不是管家权吗？我怎么能轻易接受呢？娘，在夏夏看来，这并非所谓的管家权，而是一份工作。你只需要帮助夏夏处理好这些事务即可。如果未来夏夏既要照顾孩子，又要管理家务，她岂不是会非常辛苦？好吧，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吧。娘，只是现在家小，需要你管，以后要是家大业大，就请一个账房先生就行。那好吧。到了晚上，之前我的月事15都结束了，这15都过了，我好像还没有来事儿啊？难道让妈妈给我买张试孕纸看看？我这身体才15岁啊，怎么这么早就怀孕了？沈夏进了空间。夏夏回来了。哎呦，这可怜啊，都不能亲眼看着你成亲了。这有什么的呀？到时候啊，让夏夏偷偷拍2张照片给我们就是了。妈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一定照点照片给你看。你各个女婿都是高大英俊的。你呀，妈，你能不能帮我买一张试孕纸回来呀？哎呀，我要当外婆啦！怎么办呢？我都陪不了你生产。哎妈，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办事一向小心谨慎的，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你不会这样问我的。10有8九是有了。那我明天啊，就去给你买些补身子的东西。爸，爷爷还好吗？还好，上次我跟他说呀，你出国实习了，
就只能跟他写信，所以他信了。那就好。翌日清晨，这是什么情况？一根很明显，另外一根若隐若现的，这是怀了还是没怀啊？到了晚上，沈夏把试孕纸放回空间里，看爸妈这么开心，看来我真的是怀孕了。我前世20多年都没吃过肉，这才吃了1次就怀孕了。妈，我是真的怀孕了吗？是啊，我今天买了很多孕妇的补品，你记得拿来吃哦。这孩子也补得太好了，不好生吧？也是哈，那你平时一定要注意营养均衡哦。好的，妈妈，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告诉他们呢？等成亲的时候再说，喜上加喜。月底的时候，宋江送着几人到了赵家。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吃了你妹妹多少粮食呀？怎么都长胖了呀？祖母，您是不知道啊，姑姑家的伙食那真的是太好了，我们都长胖了不少，而且还给我们各做了2身衣服呢。哎呦，你这干的活儿够不够你的伙食和衣服啊？哎呀，恐怕不够啊，只有把女儿卖给他姑姑抵债了。他在他姑姑家才2个月，有这种好事求之不得，他姑还能亏待了他？相公，要不也把闺女抵了吧？星星在他姑家，这过得比自己家过得还要好。大舅母，大舅跟你开玩笑的，娘可舍不得买2个表妹。外祖母，这些是娘让我给你带来的。怎么买这么多呀？上次就让嫣儿破费了。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非常心疼女儿花了这么多钱。哎呀，看来小姑是真的发迹了，出手如此大方。小江啊，你娘亲倒是念旧，给几个哥哥、侄子、侄女都买了东西，那给我们3房买了什么呀？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三舅母，舅舅、表弟、表妹的这些东西不是娘买的，是夏夏买的，说是舅舅们自己帮家里干活，还不要工钱，便回一点礼。小江啊，当初可不是你三舅不想去，这不是想着家里一个大老爷们都没有，不安全吗？你看你外祖父和外祖母年龄也大了，总是要有人看着吧，是吧？我解释也是怕您多想。只是听你这话，你们家里是沈夏当家吧？是的。那怎么行？你娘就算不当家，也有你几个兄弟当家，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当家呢？女人不能当家？我等会儿跟三舅说。舅母也是为你好，你别好赖不分呐！你沈夏不是只给大房2房东西吗？看我不给你赏点眼药！我也是为三舅舅好，他应该会分好赖的。好了，老三媳妇儿，你管好你自己房里的事儿就好了，别人家的事儿轮不到你来操心。就是啊，三弟妹，事情操心多了，容易长皱纹儿。外祖母，你要让我接你和外祖母去宋家住2天？不用麻烦，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娘照顾我。外祖母，去吧，下个月初9我们和夏野成亲，还有10天。等我们成亲之后呢，你和外祖父再跟舅舅们一起回来吧。真的啊？上次女儿还担心着婚事呢，现在终于是落地喽，心想事成啊！祖母，表哥们要成亲了，而小姑又不是很懂，家里也是第1次办酒，您老人家懂得多，可以去帮点忙。就是娘，你去吧。那好吧。小江啊，等你成亲，我提前1天让你舅母和表妹过来帮忙啊。到时候还要麻烦舅母和表妹了。不麻烦，看着你们成亲，我们也高兴啊。院子里的人看着老2口走了，回到房间里。这2个你就收起来，小雪也有，她是姑娘家，就让她自己收着。这是我们爷俩这3个月的工钱，院子里小江只是说说而已。哎，你们怎么还能要工钱呢？娘，爹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爹爹不要，可是表嫂说任何人都得要，工钱是劳动所得，然后这些礼物是他的一番心意。这里里外外合起来能有20两了吧？我活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收入，而且这2个孩子的亲事也完全不用担心了。赵雪拿出蚕卵，这就是小夏说的那个蚕吗？这里是2张蚕卵，1个月后会结出200斤的蚕茧，现在收价就是35文1斤，这2张会有7两银子。小美，这些年让你跟着我吃苦了，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娘，这个是第1批蚕，我就在家里教您，等您学会了以后，我就要去表嫂家帮表嫂干活。哎呀，好的好的，你好好帮你的表嫂哈，你表嫂真的是我们家的大恩人。那是，跟着她呀，我能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还认识一些字了呢。看着自己女儿说到宋江那开心的样子，女儿这刚到成婚的年龄，自己还是得提点她一下。小雪你小姑家表哥有点多啊？什么意思？你呢可不能对你们表哥有什么心思哈，你表嫂可是我们的恩人，
娘，您在胡说什么？我怎么可以看上表哥啊？娘，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现在的表嫂在妹妹的心中的地位啊，无人可及的。那是当然的，那就好，是娘多虑了。而这边这华丽的庄园呢？这就是你们新修的院子。是啊，爹娘，你们来了就好。小江说他要成亲了，让过来帮点忙。想着你们家呀，不是还没办过喜事儿吗？应该有很多都不懂，所以啊，过来看看。就是，那麻烦爹娘了。不麻烦，看着你们过得很好就好。外祖父、外祖母，哎呦，这个小姑娘啊，真的是越看越漂亮啊！小江他们真的是有福气呀。都是家里吃的好，好看，多长长。外祖父、外祖母，一路上你们也累了，娘，先带他们去放行李吧，然后咱们吃饭，中午再休息一会儿。好，这里面这么大呢。小夏说每个人住一个院子方便点，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院子。这次啊，是老大、老二、老三一起成亲，老四不是也到了年龄了吗？昨天回来，听说大哥他们要成亲了，我心里那种失落感油然而生。我真是打心里后悔，当初在还不了解情况时就太早下了决定。姥姥，是这样的，四哥说他学业未成，所以不能成亲。成亲太早，就耽搁四哥学业了。四哥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业，所以等以后学业有成，再成亲也不晚呀。沈三好像真对我没有别的意思，不应该啊。先考虑学业。姐姐，等我学业有成，我再娶你，到时候给你争一个诰命夫人。好，那姐姐等着你哈。好，小五嘛，肯定是忽悠他喽。现在他还小。饭后，三哥，你不午睡吗？想你想的睡不着，是不是因为太闲了？可能是，要不你让我忙点儿？好，真的。楼下书房里有一个躺椅，你去给娘搬过去，姥姥姥爷都能用得上，可以在院子里面喝茶。夏夏，这是福利，快去吧，我要午休了哦，你不能打扰我了。宋姐心心念念还想洞房花烛夜呢，到时候我给她说我怀孕了，也不知道她会是什么精彩的反应。宋远的小院子。小云，你没午睡啊？没有，大哥不也没睡觉吗？没睡，有些事儿不是很明白，所以想问问你。大哥，你有2个师兄弟，有什么你就直说。就是想麻烦小雨能不能帮哥哥找一本小人书，自己不知道在哪里买。小人书？这还是我家那个沉默寡言的大哥吗？这小人书又称是闺房秘术。大哥，你让我去给你找这种书，合适吗？大哥才是最会噎人的。大哥，你要这个书干嘛？上次我和夏夏都喝多了，所以成就了好事。可事后夏夏在床上躺了几天，我想着是不是我方法不对，所以呢想找一本书学一学，不想让夏夏难受。我这个死嘴，这问完心里更难受了。大哥，这是我不花钱都能听到的吗？他喝多了，为什么不是我在身边呢？好，我去帮你问问。那麻烦小云了。大哥真的是会难为人的。初9你能回来吧？当然，家里的大喜事怎能不回来呢？那我就不打扰你忙别的了。娘，这个是做什么的呀？大红花呀，到时候挂门口和前院，还有后院的小院。我来一起做吧。没事，你在旁边看着就是。三哥，你去哪儿了？你找我啊？是啊，就见宋锦手从背后拿出鲜花来。房间里的不是昨天才摘的吗？你房间里肯定的天天都是新鲜的呀。好了，我找你去试婚服。好啊。三哥，这个是你的，你试试吧。夏夏，这衣服我怎么不会穿呢？谁叫你脱得这么光的？只剩了一条短裤。我也不知道啊。好看吗？好看。不是，不好看。夏夏，你耳朵红扑扑的好可爱。你赶紧试衣服。不要，我就想爱爱你。夏夏，我已经和二哥说好了，新婚夜是我的。好啊。他小心翼翼地用自己双唇轻轻触碰着沈夏的嘴唇。许久之后，夏夏，我身体好难受。不行，差点就被这家伙迷惑了。不行，快点穿衣服了。哎，看来还得再练练。我这美人计有效时间太短了。夏夏，你的呢？我也要看你穿是什么样子啊。不用，我自己知道是。不好，你都看了我了，我也要看你穿。不要。要穿嘛。结果衣服3下5除2就被宋锦给扒掉，只剩下小内衣。夏夏，你怎么胸越长越大了？看什么看？转过去，好像是比以前大了，估计是怀孕的关系。他迅速穿上那件华丽的礼服。夏夏真好看。终于试完以后，沈夏便把2个人的衣服一起挂了起来。突然想起之前带回来的那个重伤人员，看着他静静地躺在那里，沈夏上前抚摸着他的脉搏。那人突然睁开眼睛，接着掐住沈夏的脖子。你是谁？沈夏瞬间拿出空间电棒，对着他的腰就是一下。你用了什么暗器？看什么看？
再敢把你眼睛挖了，真是气错了。我是你主人，你身上的伤都是我给你医好的，结果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呢。抱歉，这是哪里？抱歉有用，那要不快来干嘛？说完就气冲冲的走了。少夫人有事？你让救的那个人醒了。好，看着离开的范子夫，然后对小舞和小天说：最近你们学的怎么样啊？姐姐放心，我一定能考上星辰书院。你们加油啊！交代完之后，沈夏就回去睡觉了。翌日一早，三哥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三叔公带着里长来找你。找我做什么？肯定是因为养蚕的事。好，你先把衣服穿好，我去给你打洗脸水，再给你拿点早餐来。好，谢谢三哥。谢什么谢啊？我很乐意为你做任何事。到了前院之后，不好意思啊，三叔公，让你们久等了。小夏呀，是我们不请自来，打扰了。不打扰。三叔公是有什么事儿吗？小夏，这是我们的里长，这几位是隔壁的村长。几位长辈光临寒舍，是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大家听说你这个养蚕的事儿，就想问可以一起养不？当然可以了，自己找好担保人就行。下一批恐怕要到9月底了，10月份正好收成，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时候，沈夏突然看到眼前多了一双脚，这是伤好了，都能下床了。昨天的事情，抱歉了。你叫什么名字？你买了我，就重新给我一个名字吧，以前都是过去了。宋家第一批仆人都是1开头，单字一个离，脱离曾经的意思，就叫离怎么样？好。你武功很好吧？以后院子里的安全就由你负责了。你先回去休息吧，等伤好了以后再上工。难道真的是电视剧里说的杀手死于话多？所以这个时代的杀手话都不多。第二天，宋宇离开之前过来找沈夏。四哥有事？这是这个月我挣的钱，交给你。四哥，家里的钱都让娘保管了。这是我的成亲本，你先帮我收着。哦，好。四哥啊，你那个写书真的这么挣钱？还好。那我先帮你收着，等你哪日要成亲了，我再给你。那初9你会回家吗？你想我回来吗？家里有大事，你肯定得回来啊。只是会影响你备考吗？放心吧，会回来的。我初8晚上回来。好，晚饭之后。娘，什么事儿啊？夏夏，这2张你收好。娘，你写我的名字干嘛呀？娘总有一天会老的，还不如直接写你的名字。娘，你就不怕我拿着契书跑了吗？本来就是你的。夏夏，其实房子写成你的名字，娘也是有私心的。宋家情况很复杂，所以写你的名字可以说是你的嫁妆，没人敢动。晋元王朝从来没有婆家敢动媳妇嫁妆的说法，所以啊，以后有什么东西直接写在你的名下就好。娘，你不用担心，以后家里有我，谁也不能欺负你。好，夏夏最好了。到这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我们家有这么好的气运，能娶到你做媳妇。晚上，夏夏就安心当一个漂亮的新娘子吧。好，那就辛苦几个哥哥了。夏夏，这个主持人让谁做呢？让四弟来主持吧，他肯定没有问题。是啊，四哥是读书人，应该没问题的。我们会安排好的，夏夏，我不想你太累了。第二天下午，少夫人，院子门口有2个老人，说是少爷的爷爷奶奶，还带着行李。夏夏，怎么办？娘，你放心，有我。赵氏，你这也太吃里扒外了。院子修好，第一个不是孝顺我们老俩，居然把娘家人喊来享福，这就是你们赵家的规矩。我们赵家的规矩哪有你们宋家好啊？孙媳妇儿的嫁妆都惦记。你这是什么屁话啊？这明明是我孙子的房子，我跟我大孙子住在一起有什么错？哼，这下可是你大孙子了。当年把他们孤儿寡母撵出去时，忘记了？亲家呀，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哎呦，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呀！沈夏看着一旁的离衣，只见他手中的剑随便一挥，宋老太旁边的椅子瞬间就1分为2了。这是我的实木椅子呀，我只是想让你把它们扔出去。原来离衣这么厉害。怎么，赵氏，这大白天的你还敢喊人把我杀了？翠玉，把2个老人东西拿进去。是，少夫人。离衣，这杀人哪有这么光明正大杀的？要神不知鬼不觉的，这还要我教你吗？是。比如下药，我的医术你们还不了解吗？我下药不仅神不知鬼不觉的，而且还查不出来是中毒，这会点毒药都是小事儿。难怪怎么觉得沈夏那小贱蹄子这么好说话呀，没想到在这里等着我呢。而且还不是马上就把人毒死了，只是让人像生病一样日渐消瘦，最后吃不下东西，活活饿死。这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
不是他们自己送上门来的吗？娘，你不用管，我知道怎么做。你要是实在舍不得呢，我就让他们一辈子瘫在床上动不了，这样也不会妨碍我们。宋母看沈夏扬起嘴角，再看看侧面还没有走远的身影，瘫在床上也麻烦，还要人照顾，还是按照你说的来吧。两人慢慢退了回来。我想了一下，还是那边住着习惯了，还是不打扰你们了。娘，林一1个月的工钱是多少？跟翠云他们一样。这把椅子从他工钱里扣，这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有意见吗？林一摇头，看他没有意见。好，只是啊，他这1个月的工钱还不够买这把椅子。没事，就多扣2个月吧。你跟我走，我有点事要跟你说。娘，你好好陪姥姥姥爷，我去安排一点事儿。好，你去忙吧。看着沈夏离开，嫣儿啊，以后有小夏在，娘啊再也不担心你受欺负了。小夏这不管是手段还是能力都可以啊，爹以后也不再担心你了。好像什么事情啊都要小夏出手，自己也挺没出息的。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你从小性格就温柔，因为有几个哥哥护着，这也不是你的错。这方面呢，改不了，就是辛苦他了。沈夏把李毅喊到院子的亭子里，我晚一点给你点迷药，你在初8晚上放到宋家和沈家的吃食里，毕竟是自己的婚礼，可不想那天还干架，这些忌讳还是有备无患的好。好，你去干自己的事吧。没自己的事，那你自己随便转转吧，直到初7这天就工作。小夏呀，今天房子就全部完工了，这是还剩的37两银子。舅公，2个舅舅开工钱了吗？结了的。那好，舅舅，你承包费用是多少啊？之前我是一个宅子2两银子，但这次就算了。就你这个设计款式，我拿来用着能接很多活呢，怎么能再要你的银子呢？舅公，各是各的，这说不定我以后还得和你们合作修房子呢，这该怎么算就怎么算。舅公，这些就算你的监工费用吧。要不了这么多呀。院子满意就值这么多。初8。宋云啊，你收拾东西干嘛？家里哥哥成亲，回去一趟。都是好兄弟，哥哥成亲怎么能不上门祝贺呢？你看着宋允，我去跟夫子请你我的假。四少爷好。上车吧。宋允啊，你是捡的？这是什么鬼话？你要不是捡的，怎么突然成少爷了？这逻辑啊！3人在马车上坐了许久。四少爷到家了。宋允不知道的是，自己在前面走，而后面2个好友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了一样。宋允，你真不是捡的吗？直到看见大厅的宋母。老四，你终于回来了，夏夏他们正在后面彩排呢。啊？你去了就知道了。伯母好，我是宋允的同窗韩毅。伯母好，我是宋允的同窗邱子阳。好，家里办事如有招待不周的，还请见谅。伯母，您别怪我们不请自来就好。说完，3人就一起去后院了。刚走出来的时候，韩毅这个大脑子又说道：“伯母改嫁了。”家里做了些生意才好起来了，要是换了别人说出这种话，就不是我一个白眼这么简单了。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害我猜了半天呢。你这院子谁设计的啊？四哥，你终于回来了。我回来，原来他还是很高兴的。这是沈夏，平时唤她妹妹，有什么事等会儿回去我跟你们说。宋妹妹好。四哥，姐姐他们说陈青让你当主持人。主持人？心里怎么这么难受？这活不适合我。你安排的？对，我想着就你文化好，这个主持人呢，还是需要有文化底子的人来做。只是需要文化底子就可以吗？对啊。他可以吗？你不喜欢当我的主持人吗？不是，家里3个哥哥都成亲，只有娘一个女眷，招待客人不方便。好，那就听四哥的安排。就我了？做什么呀？可不可以让我上啊？宋宇斜了他一眼。什么你都想上？不行，这个是子阳靠谱一点。这什么时候流行的成亲仪式？我这怎么都没见过。你别管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你只需要照着说就是了。好。终于在彩排了3次之后，大家都知道整个流程是什么了，就各自回房间睡了。宋允知道2人有很多好奇的地方，就跟他们解释了一下宋家最近3个月的变化，还有自己的伤也是沈夏医好的。虽然当初沈夏是宋家买来的供妻，但是家里随她的意，如果想嫁出去，他们就当沈夏是妹妹，如果留在家里只会对她更好。所以她和顾大人
邱子阳白了他一样。夏夏很优秀，她值得更好的，但是他们有缘无分，而3个哥哥都很喜欢她，所以就按原来的安排了。那你呢？怎么没有一起啊？宋允是读书人，以后肯定会另娶啊。早点睡吧啊。好。一日一早，少夫人，今天成亲，暂时你不能出去。好吧，娘，你怎么来了？前面有宋允看着，我来给你梳头发，也不知道亲家是怎么回事，这个时间还没有来。没事，谁梳都一样，娘给我梳更幸福。梳完之后，午饭后，夏夏，你要把衣服穿好，在房间里等着，娘安排2个金童玉女过来滚床。好，今天就辛苦娘了。不辛苦，这天啊，娘盼了好久了。我们少夫人呀，一定是最美的新娘子。夏夏，你是天生的仙女吗？对呀，而且是最漂亮的那个仙女。这仙女以后就是我的了。别贫嘴了，你过来干嘛呀？不是想着你一个人用餐无聊吗？过来陪你。确定不是偷懒啊？嘿嘿嘿，这点小心思你都知道。你又偷了？哎呦，没有，逗你的。舞台场地都是我安排布置的，都整完了才过来的。夏夏，吃饭。吃完饭，沈夏便让吉祥和如意出去了，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教李依怎么拍照，怎么录像。李依虽然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她什么也没有问，细心的听沈夏的安排。吉祥看着自家夫人，我要是男子，都得问一句：少夫人介意多一个相公吗？难怪3少爷说少夫人是天上的仙女儿。我说呀，这天上的仙女儿恐怕都不及夫人的美貌。嘴这么甜，不少你们一点我都不好意思了。这个月工钱翻倍，谢谢少夫人。这时有人敲门，谁啊？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欢迎？来的都是客，请进。别人办的事跟我们季家没有关系，你永远都是我们娘3的救命恩人。这是我自己给你的天妆，谢谢，有心了。空爹让我问问你，之前你们谈的生意做好了吗？怎么没有音讯呢？是我小肚鸡肠了，我还以为你们不会和我合作了呢。怎么会呢？各论各的，不是人人都没有眼光的。我和相公跟着甄锦书大人一起过来的。今天是我和哥哥们的大喜之日，我不想自己有伤感的情绪嫁给哥哥们。哥哥们为了今天也努力辛苦很久了。难怪能让华人那个眼高于顶的表弟非他不可，他做事真的拿得起也放得下。好，现在离婚礼开始时间不到1个时辰了。你怎么来了？我来陪你去花亭，大哥和二哥在那边等着呢。好，有请新娘子。沈夏手持雀扇，一步一步踏着3个哥哥为自己布置的舞台。你们3人愿意以后不管是贫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繁华，一生一世都会爱护你们眼前这个女孩吗？我愿意。我不要一生一世，我要生生世世。这3哥是个显眼包，这家永远都是跟不上的。他一生一世太短了，3公子不怎么满意，生生世世才好呢。新娘子，你愿意以后不管贫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繁华，生生世世都会爱护你眼前这3位男子吗？沈夏看着对面各有千秋的门子，这都穿越了，谁还一生一世一生人？我愿意。好，1拜天地，2拜高堂，夫妻对拜，祝4位新人永结同心。那么有请新娘子为新郎官戴上婚戒。沈夏拿起一个最大的戒指，大哥，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好，二哥，以后你也是我的人了。好，一辈子都是夏夏。最后是宋锦，戴上之后，沈夏便打算转头。哎，还差一句啊！3哥以后生生世世都是我的，这还差不多。接下来由新郎官为新娘子戴上婚戒。余生眼里只有你一人。这是跟3哥学的吗？娘请喝茶。喝，夏夏，快起来。娘，你听主持人的。婆婆觉得这茶甜不甜啊？甜就要给钱。夏夏，赶紧起来。沈夏收起红包，准备站起。祝新郎官新娘子新婚快乐！祝新郎官新娘子新婚快乐！还有最后一个环节啊，就是几位新人想给大家传递喜庆，准备了很多小红包，孩子们呢可以上前来。等红包抢完之后，今天的婚礼仪式呢就圆满完成了。主家准备了粗茶淡饭，大家不要嫌弃。各位宾客，开席。当宋江抱着沈夏回到房间，今晚就让3弟陪你，你不难受？不难受。如果你只选一个人，那个人未必是我，现在就很好了。轻轻环住他的腰，大哥，你和二哥、3哥，你们在我心里是一样重要的。现在我已经很满足了，很开心。还有能让你更开心的，听吗？什么？轻轻拉住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腹部，我有喜啦。是夏夏有我的孩子了。抱着沈夏拥入怀里。怎么没听你说呀？太小了，等晚点儿再跟外人说。不过你是孩子爹爹，肯定是你得第一个知道呀。夏夏，谢谢你。谢什么谢啊？我们是一家人。妻子孩子一起来，感谢老天对我的眷顾，也感谢夏夏
那你今天可别纵容老三哈。放心，我自己就是大夫，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同房的。那我就放心了。老三一向花言巧语多，就怕你被他忽悠了。我有这么不靠谱吗？后来大哥在房间里腻歪了一会儿，就兴高采烈的出去了。夏夏，久等了。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今晚有大事，肯定不能喝太多呀。你们两个下去休息了吧，锅里备着热水就好。是。夏夏，今晚可是我的高兴时刻，你可不能睡啊。三哥，困呢。我亲亲就不困了。说完就被他封住唇瓣。三哥，你停一下，我有件喜事要跟你分享。我也有东西要和你分享，我还钻研了许久。我怀孕了啊！我说我怀孕了，就是上次跟大哥那次。宋锦脸色一暗，像一条可怜的小狗，都快哭了。先忍忍呗。夏夏，你知道吗？为了今天，我看了多少天的小人书，忍过了多少个难熬的夜晚。怀孕只是前3个月，后3个月不能同房，中间是可以的。你再忍耐2个月，好不好吗？不好。正当沈夏想说要不要给他的时候，只能上大招了。还没反应过来，就见宋锦钻进被窝里。三哥，我是不是比大哥他们技术更好一点？谁教你的？小人书上写的，好多招。本来想着和你一起慢慢探讨人生的真谛，结果提前使用大招了。这个时代的男子这么豁得出去的吗？夏夏，该我了，我难受。然后被宋锦软磨硬泡，沈夏只能牺牲自己的手。这许久之后，这么久，手好疼啊！以后你就知道这是幸福啊！沈夏咬了咬自己的后槽牙，终于解脱了。宋锦穿好衣服，下楼去端水。夏夏，你把手放进来泡泡，就没这么酸了。等全部收拾完之后，两人在床上躺着，舒服是要付出代价，简直就是割地赔款啊！把人搂进怀里。好啦，服气，下次不那么久了。还有下次？没了。好，好，好，夏夏说没下次就没下次了，别把这小祖宗真惹气了。翌日清晨，你怎么还没起床啊？等你一起。这衣服呢？嘿嘿，再亲密的事都做过了，不用如此害羞。哎呀，不行，你转过去。夏夏，你真好看。你这张嘴啊，不做生意真可惜了。好啊，我去做生意。我知道夏夏想挣很多的钱，我可以的。你现在怀孕了，我不想你太操劳，你想做什么事，直接吩咐我们就行。好，到了前院。起来啦。小夏，你起来了。想来你昨夜也是累着了，没事就多休息。你婆母又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这是姥姥的红枫，你们4个一人一个，就都给你了。谢谢姥姥姥爷。谢什么呀？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好，接着3个舅母也给了红枫。沈夏想起好像郑锦书和夏舒然还在宋家，不好意思，招待不周了。没有，应该是我们打扰了。怎么不认识了？第一次看你梳这种妇人的头发。是吗？人都会改变的。他给你的信你看了吗？还没得空。他离开了，去了边境。然后呢？他离开了，县令的位置上书给了我。哦，让我好好护着你，直到你宋家有人在官场为止。替我跟他说声谢谢吧。不过不需要你们这么麻烦。你想去边境就去吧。要不你写信去说？我写就不用了。夏舒然感觉气氛有点尴尬。夏夏，那个蚕丝被是我昨天盖的那个吗？是的。那我们要的货什么时候有啊？恐怕还得有10天才能来拿货。好的，我让公爹10天后过来拉货。宋宇这边，这是一晚上没睡啊？天大亮了，他回头看看自己笔下的字，信不信？作业字也写的不正。换阿姨起床吧，吃了早饭我们便回学院了。哎，你不跟他打个招呼吗？不用，他还想起得晚。娘，快坐下。我说妹妹啊，你作为婆婆，可得把婆婆的气势拿出来，别宠坏了。我们家的人啊，爱怎么宠就怎么宠，不关别人的事，看不惯可以不看。老三家的，是不是婆婆得立规矩啊？那我回去可得好好的跟你立规矩了。怎么，这赵嫣有钱了，就1个2个上赶着巴结上了？老三，把人带回去。你拉我干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不信，你脑袋秀逗了，儿子的前途不想了？对呀，被气糊涂了，那怎么办？怎么办？能咋办呢？今天肯定是说不成了，等娘回来，让娘开口，从中撮合。也只有这样了。远坤啊，你这个妹妹也太靠不住了，好事都给大房二房，看他们一身的穿着。大房和二房对自己妹妹是不求回报的付出，而他们现在的局面，是因为他们自己斤斤计较而错过的。哎，这树大分枝，人大分家。老伴儿啊，看来我们回家还是
加分了。娘，你别生气啊，孩子多了，性格必然不同。大舅母、二舅母，我这边需要人加急做蚕丝被，我需要把2个妹妹留在宋家。哎呀，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你们2个好好跟着你表嫂学。我一定好好学的。好好学，以后就是厂子里的师傅了。看着所有人都走了，娘，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我有孕了啊！真的？上次和大哥在一起的。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啊？昨天累到你没有啊？还有老三那个臭小子，平时没个轻重，不靠谱。娘，我自己就是大夫，我心里有数的。不行，你们得分开住，让那3个臭小子回自己小院住，娘不放心。好啊，不过今晚该2哥了，等明天晚上再让他们回去吧。好。接着，沈夏就将手机放回空间的茶几上，轻轻拿起顾子战给的那个盒子打开，上面是一封信，然后看着信下面的东西，全部都是玉。看来在他眼里，我是喜欢玉的。他打开信封，夏夏，当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五阳县，没有了你，五阳县的空气对我来说都是窒息的。我相信你有能力打造出属于你的一片蓝天，所以我把锦书留在了你的身边，嘱咐他要护好你的茶叶。那枚戒指我无法还给你，因为它承载着我对你的思念。最后，愿你往后余生都能平安顺遂。读完手中的信，过去就让它过去了，改变不了现状，就不要纠结。沈夏觉得有点困，也不知睡了多久。大哥，你回来了。起来用晚餐了。好，小雪，明天你们2个和我身边4个丫鬟，把之前剩的蚕茧全部做了。没问题，表嫂。吃完晚饭，少夫人，什么事？这是4少爷送你的新婚礼物。哦，他怎么不昨天给我呀？可能是昨日太忙了。是一只雕刻精致的水雾蓝簪子。沈夏回到房间，等了很久。咦，这2哥呢？敲开2哥的门。夏夏，你找我？我怎么说啊？难道说今天轮到你了？你怎么没过来找我？没事，就是看你在不在房间里。来了就跑不掉了。沈夏突然被抱起来。娘说不能打扰你，所以我便没过来。不过你过来了，就陪我一起睡好吗？我不动你。好，2哥，最近忽视你了。夏夏，说胡话了不是？2哥没觉得。这是补偿你的。收到了，能陪在你身边就是最幸运的事。我也很幸运。他没有忽视我，没有忘了我就已经很开心了。几天后，大哥、2哥，你们过来一下，你们看得懂这个吗？我试试吧。不确定会不会。装好之后，太阳能板就可以吸收电量。等全部灯装好之后，看着亮起的暖光灯。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可比烛光灯亮得多。沈夏又没有出门，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沈夏高兴过后才注意到，这个嘛。夏夏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看着3个哥哥过来坐着说，这1句2句的也说不清楚。其实呢，我并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我可能是未来的人，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个身体里的。就是上次沈夏上吊那次，醒过来以后就是我了。然后我有一个空间能和我自己的世界相连，这些东西就是我那个世界的。在我那个世界呢，我也是一个大夫。沈夏把自己的事儿都大概说了一遍。你会突然回去吗？不确定，因为我也是这样突然过来的。怎么办？万一他又突然消失了怎么办？万一原来的沈夏突然醒过来怎么办？夏夏，我们喜欢的是你，不要你离开。那夏夏，你的真名字叫什么？我也叫沈夏，和原主同名同姓。那原本的沈夏还活着吗？不知道，不过我原来的世界他不在了，我们也不是互换了身体。我怕他突然回来，你会不会消失？或许不会。我刚来的时候不是听旁边人说到原主已经断气了吗？恐怕也是原主断气后我才来的，所以原主可能都不在了。哎呀，哥哥们放心，既然上天把我送到这里，这就是命，不可能再送回去了。那就好。他们3个人再也不让沈夏单独睡了，每个人守1天。大哥，今天该你了。我们3个商量了一下，我们还是换着陪你睡，天凉了，避免你睡觉着凉。是吗？总不能告诉他，3个人都担心他人口失踪吧。睡吧，明天还要去县里。好，要不你不去了，我明天带他们去就是。不要，我要去陪着他们。放心吧，我安排的很合理的，不累的。1日1早，小武、小天今天要去上学。咦，3哥，这马车怎么没有之前陡了？2哥怕马车颠到你，所以在车轱辘上装了个什么东西，说这样马车就不那么颠了。看不出来2哥这么聪明啊。2哥只是老实，智商又不低。那你还老忽悠2哥？
哪里啊？就有，今天本来大哥让二哥陪姐姐出来的，结果三哥跟二哥说要早点把姐姐院子里的灯你又欺负二哥了？哪里呀？是那个东西我真的不会呀，又帮不上忙，但是照顾你我会呀。今天你陪着，明天就是二哥了哈。好的，没问题。马车经过3个小时才赶到县里，几人先去找了一家客栈，先住下再说。小五、小天就去房间里看书了，晚上用了餐，洗漱后睡觉。三哥睡觉不老实，沈夏气鼓鼓地告诉他，在外面不方便。那是不是家里就可以了？这血气方刚的男子，真是不好打发呀！谁说相公多是好事啊？现在才3个都觉得好磨人呢。早上天刚亮，大家一起吃了早餐，便坐马车去星辰书院。少夫人、三少爷、五少爷、小天少爷到了。看着小五和小天2个人进去，这个时候，阿云，三哥，知道你们今天会来，我出来看看。会耽误你看书吗？不会。那中午一起吃饭吗？可以。我只能出去一会儿，等会儿他们考试结束后，书院的夫子不够，我还要去帮着改试卷。沈夏眼睛一亮，宋允看他表情就知道他想说什么。改卷看不见名字啊。我可没有走后门的想法啊，只是想早点知道成绩，免得等很久。夏夏，你有身孕，不能这么激动。这么快，这应该是上次的事。我难受什么？他们成亲了，这不是早晚的事吗？阿远，你怎么了？是太惊讶了吗？啊，真的吗？那恭喜啊，娘应该很高兴。娘非常高兴，你要当四叔了，我要当三爹爹了。你是三爹爹，而我只能是四叔。后来就心不在焉的回书院了。看4哥进去之后，就和3哥一起去马车上等。夏夏，我们要不要订一点彩头？好啊，你想订什么？你赢了，我伺候你一次；我赢了，你伺候我一次。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沈夏懊恼的去掐他。好啦，我错了，输赢我都伺候你总行了吧？他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于是直接扑到宋锦身上打他。宋锦还一脸享受。夏夏难得主动一次，这么投怀送抱。说完便快准狠地献上热吻。许久之后，宋锦才放开沈夏，先讨一点利息。沈夏觉得自己的手又痒又想掐他。不用，我自己掐。夏夏，你选地方。真的可以选地方？从头到下看了他一眼。哎，那地方不行，事关你以后的幸福。好了，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好吧，正经一点，我们下棋吧。一会儿不下了，这局我输了，再来。好，继续。哎，我又输了，继续。N 局过后，不来了。好啦，逗你玩啦，不要你伺候我，我伺候你，看着小嘴气的。没过一会儿，马车外，少夫人，少爷考试结束了，考得怎么样？只见2人都点头，沈夏就放心了。直到快中午的时候，才看到书院的人出来贴告示：凡是入榜的学子，9月1日来书院报到，带上随身用品。叶怡听完之后，一路狂奔回来报道：过了，2位少爷都过了。小五那紧张的表情终于是放下了。我们等一下4哥再一起去吃饭，你们中午想吃点什么随便点。哎，好呢。没等多一会儿，就见宋允背着一个包袱出来。这怎么还背上包袱了呢？还有3天考试，夫子让回去好好休养好了再来考试。好，快上来。 5个人中午在住的那家客栈吃的饭，点的还算挺丰盛的。吃完饭之后，味道还可以，不过比起姐姐做的还差远了。姐姐，等你生了小宝宝后，做一顿饭给我们吃好不好？这有什么难的？我想一下啊，弄一顿特殊的给你们吃。会不会辛苦，姐姐？我在旁边指点而已嘛，不是有仆人吗？正好教一下，教会了，下次我想吃的时候，就方便让厨房给大家做了。回到家，哎呀，少夫人，你怎么来厨房了？ 是有什么事吗？没事，就是来看一下厨房有什么菜。等会儿晚上我要烤烧烤给大家吃。哎呦，那怎么舍得呀，少夫人？哎，我是怀孕了，又不是不能动啊。而且怀孕多运动，好生产。没事的，正好你和陈妈妈一起给我打下手就是了。让人去外面砍一根竹子回来，做成这么大的签子。哎，少夫人放心，都能准备好。赵家。 你竟然敢打我！我回娘家了，你最好别来求我。我不去，他们老是欺负我。吴新见拉不走，就自己走。还是爹娘最疼我。你舅舅家的孩子老是欺负你啊？吴文老是打我，娘还说他只是和我闹着玩的。爹爹的错，之前没注意。不是爹爹的错。赵远坤想了一会儿，然后看着自己爹娘、大哥、二哥，我们分家吧。就这样，在蚕还没有收的情况下。 赵家分家了，宋家。少夫人，这是什么吃法呀？
怎么没有见过呢？这个呀，这个是烧烤，是晚上吃的。不过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喝着小酒聊着天，这才惬意。沈夏一边烤一边说着注意事项，不到几分钟，一串串香味十足的烧烤就出来了。好香！就是姐姐的手艺就是好，味道的确好，好香啊。夏夏做的肯定好吃啊。小五和小天都在星辰学院读书，他们这么小都要住书院吗？是，全都是住书院，就算有的住县里的，也是住书院。你们两个自己在书院生活有没有问题啊？姐姐，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小天的。实在不行，不是还有四哥吗？四哥，你说是吧？对，所以你不用担心。夏夏，这酒好生奇怪，怪甜的。二哥，这酒后劲大啊，你慢慢喝，别喝多了。会吗？你明天就知道了。就这样，大家一起有说有笑，吃着烧烤，玩着游戏。结果不用多说，二哥是被抬回去的。本来今天晚上应该轮到二哥挨着沈夏。三哥，你怎么过来了？我怕你一个人睡不习惯，所以过来陪你啊。你确定是这样吗？确定。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两人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地挑逗沈夏，在沈夏身上到处点火。我这服务满意不？听着宋锦的话，就害羞地去敲他的胸膛。这是怪我没服务好啊，要不再来一次？不要。真不要了？那该我了。三哥的美人计，真的让人反抗不了啊！和三哥在一起，才能体会到阿瑶说的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要是大哥二哥也这样，那我就不用活了。一日一早，沈夏看宋允在亭子里看书。哎呀，考试前就不要看了，看多了会看懵的。是吗？真的，我当年也是高材生。高材生？就是读书都是名列前茅的人。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样的学识。当然了。对了，我只跟三个哥哥说过我这空间的事儿，而宋允只知道我是附身在原主身上的。你有的秘密要藏好，不要随意露出来，怀璧其罪的道理，懂吧？我知道了。你再等等我，待我位极人臣时，你可以随意做你想做的，哪里都可以。这怎么那么像承诺呢？你跟我许诺这干嘛呀？他肯定是把我当妹妹了，所以想保护我。四哥，你明天就要考试了，需要今天去县里吗？下午就出发去县里了。那给你的，明天考试吃。谢谢。祝四哥得偿所愿。好，借你吉言。接着宋颖就出发了。娘，没事的，你要相信四哥，他肯定没有问题，四哥一定能考上秀才的。但愿吧。几天后，四哥，没想到他会在考试结束后等我，还有娘和大哥。怎么样，在里面受苦了？还好，得感谢夏夏为我准备的吃食。举手之劳。好样的，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好。那几天出成绩啊？3天，3天后会公示中秀才的名额，而第1名会有衙役上门报喜。走吧。第2天，怎么了？门口，陆叶带着一个受伤的人上门求医。这刚到前院，沈姑娘。沈夏的目光落在坐在轮椅上的男子身上。你受伤了，要求医？劳烦姑娘了。都没有看伤呢，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医啊？就凭姑娘这气势，要是不会，岂不是砸了姑娘的牌子？是吗？可是我并没有牌子啊，我也不在乎。好，那姑娘就随便试试吧。哪里受伤了？只见膝盖处有一个箭头，有没有大问题？要仔细看了才知道。那就有劳了，姑娘说个价格吧。如果医好了，你自己看着给吧。男子看了一眼宋江，这体质不当兵可惜了呀。看完之后，你先休息吧，我去准备点东西，下午再动手术。好。宋少夫人，老人家何事？老朽姓崔，也是一名大夫，就想请少夫人对将军的伤多费心，他的脚真的很重要。我只管伤，不管别的。如果能救，是不是将军都能救？如果不能救，是将军也没用。抱歉，老朽想差了。就这样，沈夏弯着腰坐在床边，近3个小时才全部清理干净。终于清理好了伤口，沈夏把针缝好。这一个姿势坐久了，全身都酸。没事吧？还好。你叫沈夏是吧？我叫萧北，以后能用得上我的直接开口，我欠你一个人情。不用，给钱就行。你给钱，我替你治病，医治两清，不存在人情。好，没想到啊，这女子居然会拒绝我的好意。我也不过是看她那双眼睛，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才鬼使神差的想给她一个承诺的。另外，半个月不能下床，要想离开这里，起码得1个月。啊，这么久？这个伤很重，不然造成2次伤害就没救了。说完，宋江便扶着沈夏离开了。放心吧，自己手下那些人
也不是吃干饭的。况且瑞王的小儿子还是有几分才能的。吃完饭之后，哎，你知道萧北吗？你知道今天家里来了一个病人吧？他说他是萧北。萧北是这南境边关的镇守大将军，当年长公主顾惜的得意部下，后来长公主退出朝廷，卸了兵权，朝廷的100万兵权就移调到了萧北、秦汉、涂毅3人手里。啊，100万兵权在一个公主手里？当年先帝嫡出的子女只有2个，一个是长公主，另一个是他嫡亲的弟弟。然而长公主从小就展现出非凡的才能，既能文又能武，而相反，她的弟弟却体弱多病。此外，长公主自幼便驰骋沙场，平定四方。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当今陛下是长公主的弟弟？并非如此，当年他的皇帝还没来得及继承皇位，就不幸离世了。后来又过了几年，先皇病情危急，想将皇位传给长公主，但长公主坚决拒绝，一心一意地辅佐他的侄子。难道最后他还是被侄子逼迫放权了？没有，皇上非常敬重长公主，是长公主的独女失踪了，一心为了寻找爱女，精力有限，所以才把兵权放出来的。放任的兵权也辅佐了皇帝好多年。后来皇帝完全能担起朝廷后，长公主才退出了朝廷的。但是这么多年来，长公主的地位无人可撼动，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哇，这么厉害的奇女子，好想见一面啊！见不到的，长公主就连皇家宴席都很少出来。想来也是，长公主一心为了国家，可是连自己唯一的女儿都没保护好，任谁都难以释怀吧。看来你对这位公主很感兴趣。当然了，你不觉得她是一位奇女子吗？在我们那个时代，她肯定会成为众人偶像的。你也是个奇女子。我可不是什么奇女子，和那位公主相比，我差得远。我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这个时候，宋允从怀里拿出了一叠银票。哇，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啊？有一部分是写本子的钱，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出的押题挣的钱。那你有留钱在身上吗？有的，放心吧。好，我给你收回来，你需要用的时候就找我，到时候你有中意的女子我再给你。好，那我回去了。到了第2天一大早，叶一就驾着马车带大家出门了。快到午时前，就到了县里。沈夏先看榜，第一个，四哥，你是暗手，就给了他一个拥抱。这拥抱把宋云给整不会了。夏夏，别激动。对，就是。宋秀才，你成亲不啊？就是啊，我家里也有个妹妹。这位便是我娘子，多谢大家抬爱了。四哥，你什么意思啊？只见他冲自己闭眼。哦，解围，我懂了。一上马车，四哥考中了吗？不仅中了，还中了暗手。哇，四哥优秀！姐姐，我一定也要好好读书，以后也像四哥那样考一个好成绩，让你高兴。好，小五加油！有这么多人为我高兴，可以进去吗？可以，只有今天可以。那大家就一起进去吧。主要是他自己也好奇，这古代书院是什么样子的。跟我走吧，小班的院子在这边，我们先到小五这边。啊，他们2个没有住在一起啊？没有住一起，但都是一个院子啊。书院分为小班、中班、大班，然后童生班、秀才班，小中大都分了4个等级，甲乙丙丁班根本成绩来分的，但是每期结业考试都会重新根据成绩分班。哦，姐姐没事儿，我一定会加油跟上小天的。那房间也会1学期换一次吗？不会，只有小班换成中班才会换，中班换成大班才会换，直接换院子。哦，那还好。一个等级是一个院子，小班在一个院子，前院读书，后院住宿。实力好啊，这是你娘子？不是，刚才是为了解围，可以不反驳。可是这里不行啊，可千万不要影响到宋允的姻缘。我是妹妹，带弟弟来报名的。哦，是这2位吗？是。好，马上跟你们登记。我跟着四哥换你师兄可好？可以。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把他们2个调到1间房啊？我先看一下。好，谢谢了。这2个房间，一个位置好一点，一个差一点，只有换成差的那边往好的那边换，另一个人不一定会同意的。可以啊。束修是3两银子一个学期的住宿是1两银子哦，还有1学期的这个伙食是2两银子，洗衣服1学期呢是1两银子。你看一下，洗衣服需要加上吗？都加上。我可以自己洗。不用，天气慢慢变冷了。最后一个人就是7两银子，办好手续道谢，拿着钥匙就出去了，走到一个偏一点的位置。这个位置还说不好吗？这不是最好的吗？四哥，这边冬天有热水吗？有的，放心吧。那还好。没过多久就把东西收拾好了，又到了告别的时候。姐姐，
啊，从自己怀里拿出一块玉佩。姐姐，我读书不方便带着这个，你帮我收着吧。好，你要的时候再找我拿哈。你们两个要乖乖学习哦。沈夏把给2个孩子做的吃食拿出一包出来，递给门口的师兄。刚才谢谢了，一点小吃食，还请不要嫌弃啊。举手之劳，不用这样。没事啊，你拿着吧。沈夏出了院子，你这人情世故这一套耍得明明白白的，不去做官可惜了。你这是在表扬我吗？你觉得呢？说完，他扭头就走。四哥这是怎么了？吃酸了。不可能啊，二哥你需要胡说，毁四哥清白。沈夏追上去，四哥，你今天回去吗？不回去了。好吧，那二哥，我们回去了。宋允气的是真的不得行啊！回到院子里，突然想起小天给沈夏的那块玉佩，好熟悉啊！一直就觉得小天的面相熟悉。厉害呀，考中秀才就不说了，还得了暗手。先前在公园门口都喊你，你怎么没应啊？大概是人太多没听见。你们2个中了吗？那是必须的，我们3个还要一起考举人呢。喂，我说你不吹牛会死吗？秀才都勉强过，还举人呢？怎么着？有想法就是好事。秀才班也只有3个班，宋允的堂兄宋义也在秀才班。恭喜啊！这个堂哥是个聪明人，做事从来没有自己出过手，往往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咬人的狗不叫。然后他就离开了。到家之后，娘，少夫人，莫婆婆，娘呢？夫人和2个表小姐呀，在自己院子里呢。好，我去找她。对着院子里的人说道：“四少爷考中暗手了，这个月大家月银翻倍。”慢一点啊，夏夏，慢点。娘，四哥中了暗手了。暗手，就是秀才第1名啊！真的吗？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上天保佑啊！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一定是他爹保佑啊！哇，我以后也有一个秀才表哥了。那是啊，以后姐姐的婚事啊都不愁了。你这个小妮子还敢取笑我啊？好了，姐姐，我错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有喜欢的人了，可以让表嫂帮你看看，表嫂给你长长眼。好的，我当然相信表嫂的眼光。表嫂要说不行的，我再喜欢也不要。哦，这么信任我？那当然。你看你的眼光，几个表哥对你可是一心一意哦。你这是夸我，还是夸你的表哥们呢？当然是夸表嫂啊。夫人，少夫人，官差他排便过来了。沈夏便带几个人出去了，麻烦大家了。衙役离开的时候，沈夏每人给了2两银子。又过了几天，苏婶子、苏家嫂嫂，你娘在家吗？在的，你们进来坐吧。哎呀，宋家嫂子，来，快进屋坐啊！没事，就在院子里坐。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这不是蚕茧越来越多了吗？就需要请人了。你之前不是说需要请啊，要考虑一下你们家大丫吗？所以过来问问。真的吗？那可真是太感谢了，谢谢婶子和嫂子。大丫，这是你的小名还是本名就叫大丫？本名。这因为俺们这都是乡下人，没有啥文化，都是大丫二丫的这么叫着，或者就是什么妞的呀。还是给他换个名字吧，上工时候叫好叫一点。要不这样，你呢给我2个姑娘换一个名字吧。名字不都是父母取的吗？一般可以找有文化的人起，或者自己起的，就麻烦小夏给起一个吧。叫静书怎么样？取自于《诗经》中的静女其书，赐我于成玉，寓意女孩娴静美丽的意思。静书，刘静书，好听，谢谢嫂嫂。沈夏看着旁边后出来的2丫银轩，取自《满江红》的归去来，一曲众轩吟，寓意女孩知书达理的意思。谢谢嫂嫂。哎呦，谢谢小夏了，这名字可真好听啊！这文化人取的呀，那就是不一样。沈妙赞了。回到宋家，沈夏把范子夫找过来。少夫人，是这样的，这小天和小五不是去上学了吗？我隔壁开了一个加工房，正好没有账房先生就先去隔壁顶一下账房的位置。听少夫人的安排。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少夫人请讲。就是这隔壁的工人吧，他们都不识字儿，所以打算让先生利用中午的时间，抽出半个时辰吧，教他们认字儿。只教识字，不教别的。对，只识字，不教别的。可以。另外，你的月例涨到1个月5两银子。少夫人，这是不是高了？你若做得好，那就值。你去忙吧。晚上睡觉时，三哥睡觉了。好，睡吧。
一日一早先去看了一下萧北。叔，你这一把年纪了，就这样直愣愣的看着我，好吗？我还是叫你沈夏吧，少夫人很不习惯。我想问一下啊，你是亲生的吗？石头蹦出来的，你信吗？不是，你不要误会啊，就是觉得吧你很眼熟，所以有些好奇。我不缺亲戚，你也别跟我套近乎。好了，记得给我钱啊！沈夏处理完之后就离开了。我很老吗？没有君一老，我才38岁，我很老吗？不老，依旧风华绝代。这是形容男子的吗？是的。萧北居然真的信了，真是吃了读书少的亏呀。沈夏想着萧北的话，难道他认识原主的父母？不会这么巧吧？沈夏带着吉祥如意来到厂房。少夫人好。你叫什么名字？小的叫宋七。沈夏疑惑了。少夫人，三少爷后来买的10个小厮是宋1到宋10，那10个丫鬟呢？沈1到沈10。如意插话。真是会起名啊，简单又好记啊，也不知道是该损他还是该奖励他。宋七啊，以后不是这里面的工人是不能随便进的，要找人也只能在门口找，然后你去把人给他喊出来，懂吗？当然我们宋家自家人是可以的。那少夫人你身边的吉祥如意呢？可以，不过有特殊的人，如果你不明白可以问三少爷或者过来请示。沈夏进去，大家都在认真干活，不错，都很勤快。哎，这个人我怎么看着好像没见过呢？你叫什么名字？刘二丫。你把头抬起来。沈夏看着旁边三叔公家的大儿媳问道：刘婶儿，她是刘二丫吗？刘婶儿摇头。你出去吧。都是干活的，我又不少干，谁来不是一样的吗？那以后你是不是嫁给谁都一样？反正都是过日子生孩子。那怎么能一样啊？真的是哪个年代都有顶替工作的情况。送出去，问一下刘二丫怎么没有来。他们家刘二丫要是不能来，就换一个人。赵雪上前。嫂子，对不起。不是你的错，你手里只有人名，你又不认识人，对不上是没有错的。沈夏看他们干活就没有再说什么。到家之后，沈夏看着宋母，然后把早上的事说了一遍。唉，都是苦命的人啊。刘二丫是他们刘家2房的女儿，今年应该14岁了，还有一个弟弟，好像18、19岁。那年河道涨水，他娘失足掉下去了，他爹为了救他娘也跟着掉下去了，双双去世了。他家里还有大伯一家，他奶奶从小就骗他大伯一家。你说顶替工作的那个，多数啊是大伯家的那个孩子。那姑娘从小就使唤二丫。东家，我弟弟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可以带着他一起上工吗？他很听话的，绝对不会给你造成麻烦。可以。谢谢东家，谢谢东家，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你要记住，你好好干活是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不是为了我。是，我明白了，还是非常感激东家。当生活被逼迫的时候，就当自己是疯子，因为没有人不怕疯子的。沈夏提点了他2句，回去吧。好。现在看到女的被生活欺负，不就心疼？是不是因为我怀孕了，所以母性泛滥了？饭后，少夫人，你在想什么呀？我在想，隔壁加工房都开始干活了，还没取名字呢。主子这么聪明，取名字不是你的强项吗？你这丫头就是嘴甜。你说，繁花盛开怎么样？盛世繁花怎么样？盛世繁花，哎，不错啊！你这小脑瓜子灵活，以后这里产的所有东西，品牌就是盛世繁花的东西。第2天，什么事儿？直说。听说昨晚刘二丫回去，差点把刘家大房的人砍了，可把人吓坏了，说刘二丫疯了。砍到人了没有？那倒是没有，听说还好是拉得快，不然差一点把刀落在他堂姐刘秀身上了，把一家人吓得半死啊！那就好。刘二丫说要把弟弟带着上工，刘家不同意。8、9岁的孩子还是能干许多活了。刘二丫说上交1半的工钱，刘家贪心要全部，最后没有谈妥，才要拿刀砍他们。知道反抗就好，如果自己不立起来，谁也帮不了他多久。做人不用太循规蹈矩了，礼尚往来就行了嘛。这父不慈，所以可以子不孝。所谓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你去跟赵雪说一声，好好带刘二丫，别让同事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哦，好的。然后今天沈夏收到了夏舒然的信，说沈夏送她的口红、香水，别人都特别喜欢，问能从哪里买的。其实我可以做护肤品生意啊，
这可是女性消费的东西，我怎么忘了？女性才是消费群体的主力军呢。三哥回来了。夏夏，你在这儿干嘛？冷不冷？等你啊，不冷。三哥，我没那么娇气。夏夏，下个月月初是不是就3个月了？这个色批，别的事再也记不清了，这个事儿倒是记得清清楚楚。终于在9月27号这天，秦姐姐上门了。秦姐姐，你去哪儿了？这都1个月没看到你了。这不是出去跑经销商了吗？我把附近几个府城都跑了一遍，联系在10来个感兴趣的商人，约了下月初10来看货。真的吗？姐姐你也太能干了吧！我本来还说等产量上来了，让三哥出去谈呢，没想到姐姐就提前谈好了这么多客户啊！沈夏还跟她说自己打算在女性护肤品方面下手，那可真是个好商机啊！对，正好我这几天赶紧做一点样品出来，他们也顺便可以看看。可以啊，虽然他们是布庄，但都做女人生意，都差得不太远。而且他们有的可不是一个店子。我也是这么想的。秦子看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拿了自己店里要的货就离开了。看到亭子里面有2个身影，这不是娘和萧北将军吗？这是什么情况？萧将军可以下床后，天天都在这院子中间喝茶，说这里景色好。夫人想着是客人，便有时候打个招呼，然后1回生2回熟。呀，这可别救个人，我还得搭进去个娘啊！沈夏悄悄地避了开去，也没有打扰他。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事？昨天云享荣的掌柜来找我了，蚕丝被的事他都给我说了。一点小事，我也是宋家人，一样可以解决。可是四哥是读书人，就闹上官司，万一有人以讹传讹怎么办呢？夏夏担心我？不是啊，这不是家里家大业大的，以后还得指望你做依靠呢。放心吧，对我没有影响，我会努力成为夏夏的依靠的。你坐着，我进去拿一样东西。好。没过一会儿，宋宇拿出一个盒子。四哥，你这么早就给未来夫人存首饰了呀？不过这会不会太早了点啊？你都还没心仪之人呢，等有喜欢的人再买他喜欢的，那不是更好吗？给你买的啊？你给我买的干嘛呀？你要吃好穿好，过得特别好才行，不然别人都舍不得把女儿嫁到宋家了。的确啊，这别人看着我过得好，才会觉得宋家儿媳妇过得不错。到时候优秀的人家才舍得把女儿嫁到宋家来。没想到啊，这四哥还挺会提前布局的。喜欢吗？喜欢，好看。不过四哥以后就不要为我破费了，你还得留着娶媳妇儿呢。你是我们宋家目前唯一的少夫人，肯定要让你体面一点，不然别人会觉得宋家的媳妇不好当，影响别人看宋家。四哥，天气晚了，我先回去了。好。今天晚上是宋江陪沈夏。大哥，怎么平时都没见到你人呢？有空的时候再跟着你一学武功。哦，你怎么会突然想学武功呢？没有突然，一直都想学武功，只是以前没人教而已。也对啊，男人会点拳脚功夫挺好的。宋江轻轻把手放在沈夏微微隆起的肚子上。夏夏，孩子是什么时候生呢？明年3月底4月初的样子。大哥，怎么感觉你最近心事重重的样子？你是有心事吗？没有，时间不早了，睡吧，小心睡晚了明天不漂亮了。不漂亮了？大哥就不喜欢了吗？不会，夏夏变成什么样都喜欢。说完就轻轻地吻了一下沈夏的额头。哟，萧将军这日子过得挺惬意啊。托你的福，我给的诊金是否满意啊？如果不满意的话还能加？不能，你差不多是我的全部家当了。你一个大将军啊，有这么穷吗？这么多士兵不用养吗？这养士兵不是朝廷的事儿吗？萧北眼神一暗，没有再说些什么。你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过10天左右就可以下地离开了。是的，感谢出手相救。都是小事儿，所以既然要离开，就别挖墙脚了。将军，没事吧？这个不能怪我啊，谁叫你语出惊人呢？我是不是语出惊人，你自己心里清楚啊。哎呀，我就要说说你这小丫头了，这男女单身怎么不能说说话了啊？娘知道你的心思吗？你娘啊，根本就没这个心，怎么可能发现这个问题呢？我就平时说了几句话，她是怎么看出来的呀？你老人家贵庚了呀？扎心呢。我才38岁。你没成亲吗？成了呀，原配多年前去世了。你们不合适啊，你在军营，谁还跟你一直在军营过日子？我现在这个样子，恐怕过不了几年就得交兵权退隐生活，所以这个并不是大问题。那等你隐退再说吧。好，我什么主都做不了，这事儿还得看当事人。少夫人，四少爷，秦院说老爷回来了。老爷？其实他可没有回来，先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好，走。前院，程潇，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出意外出事了。娘，爹到家也累了，让人现在去洗澡吧。就是，娘太激动了。宋允看着旁边还有一个脏兮兮的男子，这位是？这是和我相依为命的兄弟刘武，正好他也无家可归，就跟我一起了。没事，就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宋允看着燕一，去安排一下。好，娘，你别难过了，公爹回来就好了。四哥是重生的，也就是说，上辈子宋父肯定没有回来过。没过多久，燕一就带着宋父和那个男子出来了。这面容可不像常年吃不饱饭、劳累的人呢。宋父过来，便直接坐在宋母旁边的主位上，都没招呼自己所谓旁边相依为命的男子。这位刘先生，这边坐。刘弟啊，这边坐。好，谢谢啊。这怎么看都不像是朋友关系，反而像是上下级的关系。听宋母和宋父谈话，原来宋父当年出了意外，脑袋受伤就失忆了，所以才这么多年没有回来，还是前段时间在外面做苦力受了伤，才恢复记忆，一路找回来的。鬼才信！程秀，这些年你在外面辛苦了。小燕，这些年苦了你了，让你一个人把孩子拉扯长大。没事，不辛苦，你回来就好啊。对了，这是我们的儿媳妇沈夏。很好，老几的媳妇儿啊。宋母便把家里这些年的事儿都说了一遍。所以夏夏目前是老大、老二、老三的媳妇儿，老四和老五要等他们学业完成了再成亲。娘不知道我和夏夏说过的话。现在宋家家大业大的，怎么能一个媳妇儿呢？我就静静等着，看你要耍什么花招。谢谢三哥。多吃点，别饿着你们娘俩了。宋父一愣，夏夏怀孕了，你要当祖父了。好啊，爹，还是你有福气，出去这么多年，回来我们几个兄弟也长大了，直接当祖父了。你回来开心不？没事吧？没事的，没事。吃完饭之后，爹，你和娘先回小院休息吧，你们肯定也有话聊。好的，刘五叔就住前院吧，没事，他跟着我住一起就好。公爹，你觉得一个外男住娘的小院好吗？他住1楼就好。那可不行，1楼是2个表妹在住呢。那刘弟不好意思，只能让你住前院了。好的，宋兄。回到院子之后，去把今天上午负责的门房换过来。没过一会儿，见过少夫人。今天老爷回来是直接冲着这院子来的吗？一开始我就注意远处有陌生人，他来了直接说是家里的老爷，我还纳闷呢。接着说，他让我通知就行，说主人家看了就知道了。正好前院看见大少爷，我就跟大少爷说，结果大少爷出去真的是老爷。沈夏看着吉祥，你去跟隔壁门房说，除了厂里的工人，其他人一律不能进去。好的，少夫人。你们先下去吧，我要午休了。然后进到空间，便去研究怎么做护肤品和彩妆了。如果把样式全部都做出来，不太现实，需要买一批半成品回来，自己加工成品。沈夏慢慢睁开眼睛，大哥，你怎么在这边？行了，今天怎么睡那么久？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啊。那就好。宋江犹豫了半晌，夏夏是不是觉得爹回来的事儿有蹊跷？我以为只有四哥重生才看得明白，没想到大哥这么早就发现了。如果知道回来的亲爹是另有所图，他是得有多难？大哥，这事情吧，不用太早下决断，我们看一看，万一是我们想多了呢？宋江把怀里的沈夏抱紧了几分。夏夏，有你真好。大哥也很好，我们未来都会很好的。大哥，不要想太多，我不想看到你皱眉头。好，都听夏夏的。差不多是晚饭了，宋江牵起沈夏的手，两人一起去前院。经过院子的时候，看着亭子里萧北和范先生。范大人在这里还好吧？范某3生有幸遇到少夫人，把我们祖孙3人解救于水火之中，这里挺好的，住久了我都不想离开了。是吗？边境可离不开萧将军，范大人不也是肱骨之臣吗？没有了范大人，朝廷不也还是好好的吗？这个世界呀，离开了谁都差不多。怎么会了？如果当年是长公主当政，绝非是现在的情景。哎呀，范大人还是这样直言不讳啊！都已经是这样了，还怕什么？范正义现在官居4品了。范子夫手中茶盏一顿，想起自己这个儿子。我从小悉心教导，这一点都不像我。你想我当年喝多，和童谣一起谈书写字，写了一首诗，暗指世道在退步，被陛下问责，正义怕受牵连，夫妻俩投靠了娘家，和我断绝了关系。我求正义把儿子带上，却真的可以连亲生的儿子都可以不要。许久后，
他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当朝正三品的官员因文字被抄家，简直是天下第一人嘛。宋江牵着沈夏到了前院，还是我儿子好，回来了，不然呐，大门大院的都进不来。娘说的是什么气话呀？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你养育我们这么多年，怎么也不能不孝啊！我今天回来了，只想着一家人团聚一下，所以呢，就把爹娘他们喊过来一起用饭。小爷你没意见吧？没意见。吃饭的时候，因为人，所以只能坐2桌。老大，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主桌是女子坐的吗？娘，坐哪里都一样，叫就坐，不吃就回去。老大，你看，这就是你那个好媳妇教出来的好儿子，一点都不孝敬长辈。好了好了，大哥说的对，坐哪里都一样。沈夏3两下吃完饭就离开了。钱多的烧得慌，敬仰些外人。赵雪、赵鑫和小天跟着沈夏出来，回到后院。表嫂，你就让他们这样欺负你啊？忍几天就过去了，有的是办法。哼，我就说嘛，还能让外人欺负了去？别人的话就是放屁，你只要把我的话记在心里就行了啊。好的，姐姐，别人的话我不会记在心里的。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转身看着吉祥如意，老房子那边不能让人进去，跟翠玉说一声，我去大哥院子一趟，等会儿回来。是啊，少夫人。走向萧北的院子，不错呀，这么镇定，还吃得下去饭呢。急什么呀？都是一些跳梁小丑罢了。你继续吃饭，我等你吃完了。吃完饭什么时候调查出结果啊？这么深信，我就已经派人调查了。不然呢？看着别人成双成对，不膈应你啊？哎呀，你就不怕你几个相公知道你这般撮合他娘和别的男子吗？你这么好奇，去说说呗。那大可不必，说人话。3天知道结果。这么快？那是当然了，久了我也等不了啊。那还差不多。你认识范先生？不过并不熟，只见过几次而已。哦，那他的学识怎么样？和当今太傅不相上下。这么厉害？是的。没看出来啊。那他之前是什么官职啊？正2品。正2品官员，那可是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萧北跟沈夏说了一下范子夫的过往，可怜呐，一把年纪还这么固执干嘛呀？就是当个官嘛，把自己当得支离破碎。两人说了许久，沈夏便离开了。进去坐坐。好，1楼的书房里。你不用委屈自己，还是可以像以前那样。没有委屈。当真？好吧，有那么一点，不过不多。这是你们亲爹，我可以接受。不用顾及这个。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事情？说说呗，咱们先勾兑一下想法，做出决策。我可不想每天过这么膈应的生活，不利于胎儿发育。什么时候生啊？明年3月底4月初吧。注意身体。好，我知道了。那你说说你爹的事吧。他没有事宜，早就在府城成亲了，娶了知府夫人的亲妹妹。上辈子我在府城中举后，他来找过我，但是我没有告诉娘。那时候娘的身体本就油尽灯枯了，难得告诉她，心里回忆的人根本没死，早就另娶了富家女了，还生了1儿1女吗？原来当年宋父掉入水中，被知府夫人的妹妹救起来，然后他看宋父长俊了，就留在家里做生意，就和宋父成亲了。安家家底儿在府城排第2，宋父面对如此天大的富贵，怎么能不迷了眼呢？四哥，我知道怎么做了。你是想让宋父回来，还是离开？和我们家断绝关系最好。好。如果一直有关系，那么跟四房他们家一直有牵连，麻烦。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就是让娘和你爹和离了。娘以后跟着我们也能很孝顺她。你好好读书就是了。学业你放心，我没问题的。哎，你前世仕途走到哪里了？丞相。1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怪醒来看不上原主呢。他在想什么？一直没有成亲啊？原来是个单身狗啊！这是什么称呼？你多少岁啊？38岁。啊，老男人呢？那你呢？我比你年轻，22，也没成亲。不过我跟你们时代不一样了，我们那边30多没成亲也很正常，所以我22还是很小的。我们那里的男子要到22才能成亲，女孩子要20才行啊。在我们那里啊，像你这种30多岁，长得俊俏，还位高权重的，称为单身贵族。喜欢的人得从这里排到京城去了。不是单身狗了？没权没势才是单身狗呢。那你喜欢吗？我可不喜欢排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睡了。我送你。好，谢谢四哥。哎呀，怎么了？好像脚崴了，
不过没事，明天就好了。啊！只见宋允直接拦腰把他给抱起来了。四哥，我是不是很重啊？没有，再吃点也好。到了院子门口，夏夏怎么了？院子路太黑了，脚崴了，回去给他上点药。好了，我们先上去吧。那好。三人和沈夏一起进屋，真的只是轻轻崴了一下，不严重的，哥哥们不用担心。怎么不严重？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三哥，我是大夫。你不知道医者不能自医吗？就是啊，我还是去将崔大夫喊过来看一下吧。结果半刻钟，崔大夫，是这样的，我真的没事儿，但是三哥他们非不信，说我医者不能自医，非得让你看了才行。真的没事儿，就是轻崴一下，明天就好了。夏夏，委屈你了。没有，夏夏，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不用顾忌我，就按照你的去做就好。有一点我可以坚信，你做什么一定是为了这个家好。娘，人这一辈子很长，除了爱情还有亲情，生活不可能样样都十全十美的。如果有一天爱情抛弃了我们，我们就再换一个爱自己的就好了，不必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儿子们可不能对不起夏夏，夏夏这么优秀，还拿得起放得下，你们可不能对不起夏夏。娘，你怎么就没觉得夏夏是在提醒你呢？肯定的，我的眼里只有夏夏。这还差不多，夏夏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你们要是不好好把握，有的是人抢。三人脸色一沉，这是娘亲吗？娘，你也很优秀，我要是男的，我就喜欢娘这种温温柔柔、贤惠持家的。那可不行，你要是男的，我儿子怎么办呀？凉拌啊！娘，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那你们好好照顾夏夏，保证照顾得好好的。三个人都看着沈夏，你们还不去睡觉啊？夏夏，你有什么安排没有？我们都听你的。就是啊，总感觉父亲回来怪怪的，又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夏夏，你说吧，我们都听你的。目前还不能确定，先等几天吧。目前没有安排，等确定好了再做打算。我只有一样要求，我们家现在的产业，外人不能进去，懂我说的意思吗？好的，好的。隔壁加工坊和麦芽糖那边不准工人以外的人进去。我就是这个意思。说完，宋江和宋景便出去了。老二小心一点，别碰到夏夏的腿了。好的，大哥，我知道了。起来啊，二哥。我怕碰到你的脚。那你还不如回你房间睡呢。不要了吧，3天才轮一天。二哥，乖，听话。我受伤的是右脚，你睡我左边，碰不到我的。真的吗？真的。宋明躺下之后，把夏夏拥入怀里。晚饭时委屈你了。外人是委屈不了我的，除非你们做了让我不高兴的事。夏夏，我不会做让你不高兴的事的。沈夏看宋明一脸着急的样子，吻着宋明的嘴唇。许久之后，宋明停止。夏夏，你怀孕了，不能这样。我知道，我用别的方式让你放松。宋明一开始不是很明白，但是结束之后满脸通红，手酸。这是怀孕之后雄性激素增多，欲望也变强了吗？心里好难受啊，这只能看又不能吃的，真是憋死人了。二哥，你倒是舒服了，可是我难受啊。夏夏，这是什么意思啊？夏夏，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做？你那里难受吗？你让我摸摸，我就不难受了。好了，不难受了，睡吧，睡吧，睡着了就不想了。结果这一晚上的梦都是五颜六色的。一日一早，宋允看着在这里已经做了半个时辰的二哥。二哥，你有事就直说啊，我这茶都喝了2杯了。二哥就想着你读书多，想请教你一下。你想问倒是说啊。就是想让四弟帮我买一本规格之书。这还是我那个老实的二哥吗？一个两个，真不把我当外人。她怀孕了，你研究这些干嘛？宋明这才不好意思，把昨天沈夏说难受的事儿跟宋云简单说了一下。哎呀，不长记性，以后别什么事都问。心口好闷呢。难受就憋着啊什么啊？大哥那里有这种书，你找大哥要。宋云感觉自己气压都不稳，简直是胡闹。沈夏吃完早餐，少夫人，昨天老爷和太老爷喝高兴了，太老爷就在这边睡了，老夫人留在这边照顾的。住的是哪个院子？说是老夫人自己选的院子，本来是选大少爷那个院子，说那个院子近，后来听说里面住了有人，就选了二少爷那个院子。我交接的事都办了，少夫人这一招有用吗？当然有用了，这叫引蛇出洞。你跟前院的人说，忍几天，这个月工钱翻倍。厨房一早上就抱怨了，老夫人这不吃那不吃的，都换了3次早膳了。跟厨房说，只做1次，爱吃不吃。是的，少夫人。对了，跟院里人说，除了我们原本的家人，要是被打，一定要打回去。我可不想听到我的人被欺负了。这是什么神仙主子啊？
晚上吃饭的时候，少夫人，老太爷、老夫人还没有回去。我知道了，没事。晚上睡觉的时候，三哥，夏夏好可爱。宋锦把沈夏抱在怀里，夏夏是不是3个月了？沈夏眼睛看着宋锦的唇，抬头亲吻上去。夏夏真的可以吗？可以，但是你要很温柔。好，一起沉沦，然后尴尬了，因为没有哪个男子能够接受自己2分钟的。三哥，男子第一次是正常的。真的吗？真的，你信我，我是大夫，怎么会不懂呢？大夫连这个都学吗？于是便轻轻翻身而上，我要在上面。好的，任君采之。沈夏不断在宋锦身上点火，感觉火势烧起来了，两人便一起谱写着爱的乐章。半小时之后，两人心满意足的结束了。三哥，你要不要这样啊？三哥不好听，我想听你刚才唤我阿锦。不要，叫一声嘛。阿锦。你能不能以后都叫我阿锦，好不好？不好，没人的时候叫。好吧，你不喜欢在前院吃饭，就在自己院子吃饭就可以啊。明天我陪你一起在院子吃。不用了，你就在前院用餐。你爹许久没回来了，多陪陪他吧。不想陪他，你更重要。不用，你们在，可以帮帮娘。好吧，今晚辛苦你了。不辛苦，我也享受了。我以后一定让你享受个够。得了便宜还卖乖，是不是？保证没有。两人便一起睡了。第二天一大早，放心，这个月底回来，家里就安静了。真的吗？真的。你没问题吧？没问题，我的战斗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院子里还有小北呢，怕什么？到了星辰学院门口，你们2个先下去。四哥，是有什么事儿吗？四哥，你有什么就直说吧。宋允踌躇了半晌，耳朵红红的说道：“你现在怀着孕，晚上少折腾一些，万一有个意外，别人没你这种医术。”啊？谁跟你胡扯的？二哥问我要闺房之术的书。笑死！是能到处胡说的吗？那你给他了吗？没有，我说大哥之前找我要过，让他去找大哥要。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的身体更重要一些。四哥，你要迟到了，先去上学吧。再说下去，小五看四哥被推出来了。四哥，你说了什么？被姐姐推出来了呀？没事，走吧，进去吧。沈夏整理了一下心情，然后让吉祥进来，验衣赶车，又买了许多东西。到家，这是萧将军身边的小厮送来的。好，打开一看，的确跟宋宇说的一模一样。看来我之前做的事儿应该很快就有结果了，就等着这蛇找上门来就好了。晚饭过后，沈夏让人把宋母请过来。娘，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大哥他们惹娘生气了吗？怎么会呢？他们可听话了。娘，我猜一猜啊，是公爹吗？他提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看大哥他们不听他的话，就来为难你，对不对？他说什么了吗？他说他就进自家厂里看看，都不让进去，说我把儿子叫起来，对他像坏人一样，各种诉说着我的不对。娘，问你一个私密问题啊。什么？公爹回来这几天，你们同房没有？夏夏，怎么问这个？多难为情啊！娘，不用害羞，这个很正常。犹豫许久之后，他说他伤了身子，所以没有。是伤了身体，还是不敢，还是害怕有人监视？夏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娘，这样我给你看点东西，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沈夏便拿出萧北给自己的信，慢慢看完信的内容，宋母眼泪一滴一滴的往下掉。原来他根本就没有失忆，而是早就另娶富家女了。原来他早就抛弃我们金母子了。娘，外面优秀的男人多的是，为了这么一个抛弃妻子的渣男伤心，不值得的，你就当他不存在就是了。夏夏，那他回来是为了什么？蚕丝被，又把供应商季家和安家的关系说了一遍。难怪他一心想进加工厂去。对啊，宋母担心道。夏夏，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娘，放心吧，我已经跟哥哥们说了，不会让他进去的。那他会不会问工人啊？这个不排除，但是工人呢，我也给他们说了，透露一点厂里的工作就赔偿1000两。不过也不排除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怎么办啊？娘，你不用担心的，我有安排。夏夏，这消息谁帮你查的？萧将军啊。他人真好。娘觉得萧将军怎么样？他呀，我不是很了解，只是在院子里遇到过几次，和他说过话，感觉他人还挺不错的，一点将军的架子都没有。我也觉得他挺好的，也可怜。可怜？是啊，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原配，又一个人在边境生活，上没老下没小，是不是很可怜？的确有点可怜。到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我让厨房多给他备点东西。好的娘，那就麻烦你操心了。那就不打扰夏夏了。不打扰，娘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就是了。好吧，娘知道了。娘，你还有我，还有几个哥哥都爱你，明年就添个小孙女，所以别的人也不一定有那么重要的。娘明白。
娘这个年龄啊，还谈什么爱不爱的，心都在子女身上。那就好，就怕娘不开心。娘再等等，这2天就要出结果了。好，我相信夏夏。晚上睡觉前，沈夏把信给3个哥哥都看了一下，让他们心里有个准备。你们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冲动，等幕后人出来再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沈夏靠在宋江怀里。夏夏，你的手在干嘛？宋江按住沈夏乱动的手。中间的3个月可以，不过要温柔一点。宋江一听便轻轻回应着，2人一起沉沦。夏夏你真好。我也觉得我好，所以你一定要珍惜我。当然，心里眼里都只有你的位置。我知道的。大哥累了，我们睡吧。不累，一点都不累，看着夏夏就精神得很。精神也得睡觉。睡吧，夏夏怀了属于我们2个人的孩子，我怎么就忍心这样安于现状？我必须得做出点什么。清晨，少夫人，院子外面来了很多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家丁的衣服。没有官服？不是。我知道了，不用担心，老爷的人他自己知道接待，我们吃完早餐再过去就是了。让爷爷把三叔公请过来，顺便让三叔公把族中长辈请来。是。说完，吉祥便离开了。看到大家在院子门口争执，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娘都在。沈夏看着宋父跟那个女子耳朵面前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这背后之人终于说得出来，这是哪里来的贵夫人呢？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村有如此有钱有势力的人家？这位是沈夏，老大他们的媳妇儿啊，都是一家人，先进去再说。哎，公爹都不介绍一下就要进去吗？就是来个客人也得报上名字吧。宋父看旁边这么多乡亲，便说道：一家人的事儿进去再说，这就是你给孩子娶的媳妇儿，一点教养都没有。你再说一句夏夏和娘的不对。你说我可以，但是你没有资格说夏夏半句。这个家要是没有夏夏，早就家破人亡了。抬手就是在宋父脸上啪的一个耳光，抬手就想还回来，黎一直接用剑拦着。你是哪儿冒出来的？我这么大一个宅子，你真的以为一个高手都没有吗？那个女子也没发现这黎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哎，算了，程兄，乡下人没规矩很正常。这时三叔公和族老们都过来了，你去搬几把椅子出来，让几个长辈先坐着。小夏呀，你找三叔公什么事儿啊？三叔公，几位族老，请坐。是这样的，这一大早有个陌生女子带这么多护卫想硬闯我家，这跟入室抢劫有什么区别呀？我们繁花村可是正派的村子，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兄，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三叔，我们也进去说吧。正好乡亲都在这里，事无不可对人言，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三叔公，族老，我们就是想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怎么能勾引有妇之夫呢？谁勾引谁啊？我是程修明媒正娶的夫人。哎呀，这个宋承修啊，也太不是个人了！消失这么多年，居然抛妻弃子，早就另娶富家女了。宋嫂子一人带大5个孩子，结果他另娶了。哎呀，我娘这些年养5个孩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宋承修就是个陈世美。三叔公，乡亲们，事情不是这样的。当年我受伤了，失忆了，只以为自己是一个人，所以才去了敏华，然后最近才恢复记忆，想看看小燕在家里怎么样了，所以才想着回来的。这想着条件好了回来照顾一二。这安家可是府城的第2大商户，那钱多到什么地步，不用我说吧。既然父亲因为条件好了，想回来帮助一下我们，那为什么回家那一天故意穿着一身破布麻衣呢？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他是回来抢大家饭碗的，他回来是想抢蚕丝被的生意和制作方法的。没有，这本来就是宋家的生意，程修是当家人，何须抢啊？哼，还说不是图宋家生意，这不是明晃晃的吗？他安家在府城，如果把这项技术抢去了，乡亲们，你们觉得他们会大老远的在这里养蚕吗？不会。而且我的生意被抢了，大家就养不成蚕了，也没有收入了。你们说他这是抢我的生意吗？他是在抢大家的饭碗啊！大哥他们再发展，一辈子都是繁花村的人，不会弃大家不顾的。但是有的人连原配妻子孩子都可以抛弃，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吃香喝辣的，你觉得他会管大家吗？哎呀，让开让开，老大媳妇儿啊，我是你婆婆。娘，这是敏华，还是我大儿子厉害。如意，进去端杯茶出来。这妾室上门了，怎么着也得先给娘敬杯茶吧。
晋元王朝可没有娶2位妻子的先例。我记得没错的话，这朝廷律法重婚可是犯法的，可以纳妾，但是不可能是2位妻子的。安敏华看着宋母，然后对宋承修说道：“给我把他休了。”休想，只有和离。可是儿子，我们有儿有女的，怕什么呀？你看你儿子完全跟他娘一条心，要来也没用。我当然不能接受，他还有另外的儿子，最好啊是一起撵出去。承修，赵岩这么多年来含辛茹苦的把5个孩子拉扯到今天，你可不能说休就休啊！这是我们大房的事，他三叔你就不用管了。你真的要休我？你还在犹豫些什么？休！叶一，你起码去县里报案，繁花村有人犯重婚罪。怕什么？一个县令而已，我就是跟我姐夫说一声就好了。是吗？你这么肯定？当然，一县县令而已，还能不听知府的？哼，县令郑锦书是京城兵部尚书的嫡子，人家爹是正2品，怕你个从4品的知府？你是在搞笑吧？只有合理，但凡你敢写休书，我就告你重婚罪。我都知道你是安家的人，还知道他并不是真的失忆，你觉得我是一点背景都没有吗？我劝你不要动那些歪心思，个人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井水不犯河水，它不香吗？合理可以，但是赵嫣和他的5兄弟净身出户，凭什么？他抛弃妻子，他还有理了？娘，我们就要之前的老房子和地基，其他的都不要。让三叔公写上和离文书。三叔公再写一条，5个儿子判给娘，和公爹没有半点关系。哼，就是啊，别到时候过得不好了，被人抛弃了，又想起我们几个儿子来装可怜了。几个不孝子，不要也罢。你要后悔呀！终于写好之后，感情不和，2人自愿和离，5个儿子归赵嫣所有，以后跟宋承修无半点关系。几个长辈，今天麻烦你们了。没事。无论未来怎么样，我们永远都是繁华村的人。几位长辈，进来喝茶吧，你们要下午才能回去呢。好的，大家都回去吧。小夏呀，你一定要保护产业呀。下午的时候，夫人，你不怕他们还要耍别的花招吗？不怕。宋承修既然成亲，就一定在衙门登记的婚书，所以就算和娘和离了，只要一查就能查到有没有重婚过，这是事情。原来如此。我先睡一觉，他们回来之后再叫我。说完，沈夏没睡多久就起来了，回到前院，也不知道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那便宜公爹，他能为了你抛弃糟糠之妻，你说有没有一天他遇到个更有钱的，就把你也给抛弃了？他的眼界里啊，我就是他能遇到的最有钱的了。是吗？但是是最小的年龄吗？怎么被我说中了？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只要他手里没权没钱，有心也无力啊，你说是不是？你这么好心提醒我这些，这不是我娘终于丢到渣男了吗？怕你管不住人，又来缠着我娘。你这么泼辣，就不怕你这相公把你给丢了？我可温柔了，只不过是你看不见而已。我是看人下菜的，比如说那种不要脸的人吧，我才会泼辣。族老们，你们说是不是啊？几个族老连连点头。这时门口的比翼进来报道，他们回来了。宋景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好了，以后你们就是2家人了，井水不犯河水。好，那你们收拾东西，搬到老宅去吧。你说什么笑话呢？你笑什么？你娘和宋江他们除了老宅都净身出户了，你们当然得出去。这院子是我的，娘和你和离净身，关我什么事儿啊？我不信，我也不信。哼，你真是不要脸，你们一家都不要脸，如此不要脸到家了，简直是人间极品呐！你一个负心汉，抛弃妻子另娶，本就是无情无义了，不想弥补我娘一点，这一回来，不仅想夺我们的产业，还想把我们撵出门，恐怕连戏子都没你无情啊！各位族老也在这里了，这种无情无义之人，怎么能出自我们繁华村呢？得把他撵出去，别影响我们村男子的亲事了。这么算来算去，赵嫣敬个什么神呢？只有那个老房子还都给他了。本来就该写他的名字。好了，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既然你也自愿和离了，就不要来打扰老大他们。安敏华满是怒气，甩了一下衣袖就离开了。敏华，你等等我呀！哎呀，我的豪宅梦没了。奶奶，你也别难过呀，你失去了一个一般的儿媳妇儿，但是你有一个有钱有势的儿媳妇儿啊。他们在府城住着大宅子，你作为娘亲要去跟着儿子一起过，肯定也是正常的呀。这孝敬父母是最起码的事儿。他们安家又没儿子，还不是得靠公爹撑着一个家呀？将来都是你孙子的，那不就是你的吗？就是这种农家小院有什么？我要跟着儿子去府城生活。就是我有更有钱的儿媳妇儿，我将来可是要去府城跟着儿子享福的。
走，这破院子我还看不上呢。沈夏扬起嘴角，你既然敢回来恶心娘，岂能让你空手而归呢？沈夏看了一眼吉祥，上次咱们买的茶叶包，包接包出来，麻烦几位族老和三叔公了。是，少夫人。这几位族老走了之后，只有三叔公还在。小夏呀，这程修那个媳妇儿来头这么大，今天没讨到好处，这行吗？三叔公，你放心，我们有方法应对的。哎，这人啊，一变了就什么都不像样了。你们三个一定不能像你爹呀，好好对你娘和小夏。三叔公，你放心，我们不会这样的。那就好。宋江送三叔公离开，娘，你也别难过了，你就当那个人不在就是了。没事，只要家里不受影响就好。娘，你还年轻，这样明确的和离也好，哪天要是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也可以再成亲。还找什么喜欢的人啊？娘老了以后就跟你带带孩子就好。娘一点都不老，还年轻着呢，这万一哪天姻缘来了呢？你呀就会打趣娘。没有，因为我和哥哥们都很幸福，所以也希望娘能幸福。你们幸福，娘就幸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夏夏，你说他们还会使什么手段不？应该还会，不过看看他们在使什么套路。好，今天辛苦你了，你放心，我们都像娘，不会是他那个样。结果睡到半夜，就听到燕一来敲门。什么事啊？隔壁厂房出事了。夏夏，你睡吧，我去处理。没事，一起吧。到了隔壁厂房，就看到李乙手持着剑，地上躺着两个男子。你把人给杀了？没有，断了手脚筋，晕死过去了。这不是安敏华旁边的4个护卫中的2个吗？你明天一早骑马去衙门报官。是的，少夫人。把人绑到院子里去，明天官差来了再说。李乙呀，你吧做得很好，就是下次能不能下手轻一点？不能，我出剑就是死，这已经是最轻的了。这人曾经是做杀人生意的吗？还一出手就是死啊！好，你随意，你高兴就好。明天给你加餐。好。老宅这边，米花，乡下是这样的，反正也待不了几天。你说你回来这几天都做了什么？我不是先按兵不动，然后再慢慢打探情况吗？结果你就来了。你确定没有想旧情复燃？沈夏说的对呀。权力还是不能给太多了。你放心，我心里只有你，我们都有一儿一女，这况且能遇见你是我3生有幸啊。这还差不多，等把蚕丝被的秘方弄到手，我们就回去。都听你的。这还差不多。来，相公亲亲，好久没见到你了，交点公粮给你。老不正经的。哪里啊，就是想你啊。一日一早，安敏华身边的婆子说道：夫人，昨天出去的2人都没回来。看来那个宅子还真不好闯。正在想有什么办法的时候，就见到门口来了官兵，找宋承修、安敏华。找我什么事儿啊？昨日盛世繁花场里遭入室盗窃，你跟我们走一趟吗？他被盗窃了，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抓到了2人，是你的护卫。沈夏睡到自然醒。官差来了。好，来到前院。你怎么亲自来了？听说这边出事了，过来看看。那麻烦了。不麻烦，受人之托，助人之事。坐吧。2个犯人已经拉出来，在院子里跪着。安敏华直接上前俯身行礼。郑大人好。这2个人你认识吧？认识，只是不知我好好的护卫这是被谁给打伤了。你好好的护卫，只是不知道你这好好的护卫怎么半夜擅闯我的工厂，这是何意呢？啊，怎么会呢？你们是不是跑出去走错地方了？我们只是护主心切，想着夫人白天被欺负了，想来为夫人讨一个说法，结果走错地方了，就被人打伤了。大人你看，这就是误会而已。安敏华，你们大家族那套手段，什么样的本官没见过呀？只是武阳县是本官的地盘，所以本官可见不得有人在本官的地盘上兴风作浪。大人说笑了，这真的是一个误会。大人真的是误会。大人，小女子想知道本朝对重婚罪是怎么认定的。眼宋承修，但凡是在官府同时有2张婚书的，且都以正妻身份娶的，就是重婚罪。这样啊，那是怎么判定的呢？按律后面这个改为妾，犯重婚罪者，杖责30，牢狱半年。哎呦呦，这么严重啊？那么如果后面才发现的，有追诉期吗？没有啊，只要有民告，官府就会调查，存在事实就一样的判定。看着宋承修说道：你明白了吗？是谁犯了重婚罪吗？你们真的就看他这样为所欲为？宋江没有说话，眼神都没给他一个。他宋承修8年前失踪，
遇到白富美便抛弃妻子，另娶他人，自己在府城过得好好的，不管家里吃糠咽菜的妻儿，现在居然还想回来抢儿媳妇产业，简直就是金元王朝第一负心汉。你们可跟我没有多大关系啊，别惹我啊，我可不是哥哥和娘，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看着宋承修，是吗？宋承修慌忙就跪下来了。大人，你听我说，我当年落水受伤失忆了，才会这样。正好我医术尚可，我帮你看看你是怎么失忆的。就你这小小年龄，能有多大的医术啊？不知老夫崔行义有资格看没有？怎么会？他怎么会在这儿？郑锦书看着崔行义也站起来了。崔神医，你怎么在这儿啊？听说沈夏姑娘医术可以，过来探讨一下。看来这身份也不一般呢。是吗？是啊。需要我为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失忆了吗？但凡富贵家族，就没有不认识崔行义的。崔神医，我看就不必了，都是误会啊。崔神医，这边坐。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别说你没失忆，就是失忆了，违法就是违法，只要有人告就可以查。然后看着沈夏，你把状纸写好，我就让人呢去府城查结果。大人，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不告，以后可以告吗？可以啊，只要事实成立，什么时候都可以。总不能让姐夫把府城的婚书销了，恐怕这次得认栽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次就算了。你们要是再对我们下手，可就没有这么好说话。看着安明，把你的狗带回去，再有下次，直接就是把命留在这里了。离开的时候，沈夏把顾子战给自己送的那盒首饰递给郑锦书，这个麻烦你交给一下他，这东西太贵重了，我收着不合适。我可不能帮他收东西，改天有缘你亲自给他吧。我未来恐怕很难再见到他了。那我也不能收啊，我先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对我说啊？夏夏，我……大哥对我还有什么不能直接说的吗？宋江轻轻把沈夏拥入怀里。我想去从军。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呢？我想成为你的依靠，而不是什么都靠你出面。大哥，我并没有这样觉得，现在就很好了。夏夏，你听我说，之前是瑞王妃，现在又来个安家，未来呢还不知道出来个什么。四弟读书需要时间，我不想每次都要靠别人，我希望拼出一片天地，成为你的依靠，让别人动你都得考虑3分。可是战场很危险呢，我不想你有危险。我知道，但是战场是最快成长的地方。他想为这个家做贡献，不想自己一直依靠别人。可是战场刀枪无眼啊！沈夏眼眶微红，大哥，你考虑清楚了吗？你不想我和孩子吗？想，但是你在家里有2弟和3弟照顾你，我会在你生产前回来。大哥，你不怕我天天看不见你，就把你给忘了吗？夏夏不会，久了就会。感觉你要忘了，我就回来加深一下印象。宝宝，你爹爹要为你去拼前程了，你一定要乖乖的。夏夏，放心，这段时间我都有跟离异学过武功，本来之前我也会些拳脚。好，大哥，你是不是在萧北来了之后就开始有这个想法了？是的，之前你被瑞王妃欺负时，我就内疚。如果我们但凡有点背景，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你在家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但是大哥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随地都要记得，我和孩子在家里面等你。会的。要是哪天不习惯了，就回家，我在家里等你。谢谢夏夏，我爱你。温柔地吻上宋江的嘴唇，我也是。两人一起温柔地奏起美丽的篇章。结束之后，沈夏便在宋江怀里假装睡着，然后回到空间里。哎，爸妈还在看电视啊，爷爷也在。你们2个是不是骗我？我就没见夏夏回来，你们2个把人给我丢哪儿去了？爸呀，我哪敢呢？我不是把照片给你看了吗？别以为去拍点艺术照就能骗我，这些鬼神之说我可不信。爸，这是真的，通话笔记本不是让你看了吗？还有这个，你看这一箱首饰，你觉得能随便弄来的吗？原来爷爷已经知道真相。沈夏轻轻打开笔记本，接着笔记本上缓缓显示出自己来。爷爷，是我是夏夏。夏夏，真的是你吗？真的是我。你说爸爸小时候第一个自己发明的电动玩具是你藏着的，因为你想让爸爸学医。沈夏继续在纸上写着只有自己和爷爷知道的事儿。爸，你怎么能这么叫呢？那是我当年的参赛作品吗？夏夏，也不用说的这么轻啊。怕爷爷不相信我吗？沈夏又和爷爷聊了许久，最后爷爷说就在这里住下。又要麻烦爸妈给我准备一件那种刀枪不入的护甲。你要护甲做什么呀？夏夏，你有危险吗？是大哥要去当兵了，给大哥准备的。夏夏，你都怀孕几个月了，他还要出去？沈夏帮宋江解释了几句，也说了原因。夏夏，他要去呢，别让他去吧。是啊，所以麻烦爸爸妈妈帮我准备东西了。出了空间，大哥，
你一定要平安回来。第二天，宋江就给大家说了他想去边境上战场的事儿。娘，大哥说了，快马加鞭，从边境回来也就是1天1夜的路程，不远。少夫人，安敏华又来了。好，你让大哥去应付，我等会儿过去。小妍，和离后呢，你一个人也孤单，要不这样，你委屈点做妾怎么样？你是对家里产业还没有死心？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呀？你真的是想多了，你多大的脸啊，还纳妾，真是异想天开。你别不识好歹啊！你一个老女人和离了就是一辈子一人了，还有谁要你？你说谁是老女人？是不是既吃不进？你说谁没有人要啊？这莽夫什么意思啊？本来呢，我想等你安静一段时间，以后再说。但是吧，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我觉得恶心。你很好，很温柔，也很贤惠。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叫萧北，现在官职为正二品南境镇国大将军。早年丧偶，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续弦呢，我此生不纳妾。旁边所有人都愣。我看不上的人，结果另有高枝在等着。他说什么？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你没想好啊，也没关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呀不比任何人差，你丢掉差的，有好的在等你。宋承修和安敏华什么时候走的，大家都不知道。谢谢萧将军给我台阶下。我如果说不是给你台阶下，而是认真的呢？妈耶，这老男人表白都是这么穷追不舍的吗？我没有再嫁的打算。没事儿，我就等着呗，等你有打算那天。沈夏拉着宋江离开了。大哥怎么看？夏夏呢？每个人都有追求爱的权利，如果娘要在家，我是没有意见的，因为子女也无法时时刻刻陪在娘身边。不过枕边人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娘不找，就跟我们一起到老，也挺好的。都听夏夏的，让娘自己选。大哥，明年桃花正开的时候，你就要回来了哟。好，晚上吃饭的时候，萧北来给自己告别。沈夏，我们要离开了。这么突然？因为身份暴露了，不能在这久待。好，大哥，这个你一定要随时穿着，知道吗？好，一定时刻穿着不离身。还有这个，大哥，这个是我给你写的，你有空的时候就多看一下。把人拥入怀中。你放心，我会平安回来的。好，我和孩子等你啊。沈夏送宋江到院子门口。我不在家，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夏夏。大哥放心，一定会的。大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揉了揉沈夏的头发，乖乖在家等我。宋江转过身去，毅然决然地上马离去了。天空中突然飘起了细细的雪花。大哥，下雪了。沈夏站在雪地中，他的身影显得如此孤独和凄凉。宋锦上前，把人拥入怀里。夏夏不要担心，下雪了，我们进去吧。你身子重，不能感冒了。好，夏夏，你不用担心，老大一定没有问题的。娘，你也不用太担心了，我给大哥备了一件软甲，可以刀剑不入的。真的是夏夏，比我这个当娘的还想得周到。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夏夏和孩子。就这样，宋家又恢复了平静。到了初九，秦姐姐领着一群人马来了。秦姐姐，你终于来了，一早就恭候多时了，让妹妹久等了。沈夏看着后面的马车，陆续下来不少人。这就是那个穷乡僻壤啊，这么偏呢。沈夏和宋锦热情招呼着，看穿着应该是13个东家。天气有点冷，大家先进来坐着聊。正院大厅，沈妹妹，这大厅里没有火盆，怎么这么暖和啊？这个啊，简单，这不是想着大家今天都会到，这大冷天的，我便让人把后面的火墙烧起来了，这样整个大厅都是暖和的。沈东家，你这个是不是太破费了？如果晚上睡觉都烧这么大一个地方，那一个东西得烧多少柴火呀？这个火墙只有像今天人多才会烧着，还有就是冷的时候烧着。今晚寒舍住一宿，明天再走吧，让大家体验一把炕的效果。秦子打趣儿，只能住一宿吗？听你说的那个炕啊，我都想多住几宿。秦姐姐想住多久都可以。沈夏先自我介绍了一下，接着又介绍了一下旁边的宋锦。以后这家里的产业都由我相公宋锦打理，这是第一次见面，所以我出面解释一下。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盛世繁花的合作方式。我们的品牌呢叫做盛世繁花，已经在衙门备了案的，以后但凡我们家出的东西都是这个品牌。晋元王朝有9州13郡，我们每一个州和一个郡都只有一个合作商，冲州和郑州圈起来的这2个地方，代理权已经被季家拿走了。季家是明宣府的季远安吗？是的。季家都合作的商家肯定没有问题，
我继续跟大家说，等我说完之后，有什么疑问再来问我。比如说，冲州的代理权在季家，那整个冲州境内想要拿蚕丝被的商家，只能在季家拿货。有代理商的地区，我们是不销售货出去的。要拿下这个地区的代理权，需要签合同、交代理费的。各个地区繁华不同，所以代理费用也不一样。每个地区代理费都写上去了，大家都看着上面各地区的代理金额。那如果有别的商家把货卖到我这区域怎么办呢？你们每个人在这里拿的货都是有编号的。如果你的窜出去了，这个地方没有代理的可以卖。如果你窜到有代理的区域，被别的代理商告知我们，就取消你的代理资格。这编码是什么呀？这个就无从告知了。你们只要明白，从我这里拿出去的货，每个货我都知道是谁从我这里拿的就行了。沈东家，我选太保郡。我也要太保郡。唐刚，你是什么意思？和我抢区域？余兄，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知道太保郡那个地方可是繁华之地，都是生意人，想要也正常吗？沈东家，你说这怎么办？简单，旁边是我们的管家，在那里做记录。麻烦你们2位东家去旁边写下你们心里愿出的价格，价高者得。最后公布，于东家以5000两的价格把它拿下来了。最后13个人，有10个人拿了代理权。第2天，大家在院子里喝茶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套礼物，暂时不谈代理权，因为现在还没有多少货，只是有一些样品，所以给每位东家送一套。这沈东家就是大方呀，我都好奇是什么东西了。大家看我做示范，大家先仔细看一下钱姑娘的容颜，等会儿我就用你们手里的化妆品给她化个妆，全套下来2刻钟的样子。沈夏让小姑娘转身给大家看。天哪，这是换头了！这个我要代理权。对，我也要。大家安静，这个没有货，而且需要手艺的。你要是没手艺，给你也用不好。在座的商家都可以派人过来学习技术，100两一个人。到时候大家留下地址，可以拿货了，再谈代理权。终于把人都送走了，全部人都走光了，只留下了秦姐姐。秦姐姐，这是你出的代理费，另外的是你这次的提成。姐姐不要多想，就是想跟你说，那个地方代理权依然是你的，只不过你不用代理费就是了。这怎么可以？怎么不可以啊？放心收下吧，这是感谢你这次带来的这些商人打开了市场，以后周围村子就再也不用担心收入的问题了。妹妹太看得起我了，还是要妹妹的东西好，不然呢，我说破天也没用。都重要，缺一不可呢。妹妹，这个技术我可以学吗？正好冬天，今年不打算出门了。可以啊，有了这项技术，以后可以出门化妆，店里可以专门为人化妆，也能更好的推荐产品嘛。那就麻烦妹妹了。不麻烦，能天天看着姐姐这么漂亮的人，我心情舒畅啊。就这样，2人从生活聊到了事业，聊了很多。秦子又在宋家住了1天，第2天才离开的。家里终于安静了，因为过年大家由里到外都是喜气洋洋的。大家吃完饭就在大厅里守夜。姐姐，这是要玩游戏吗？大家都坐在一张桌子边上，我们边守夜边玩游戏。夏夏，你身子重，不用守夜。娘，我没事儿，打牌治百病。夏夏总是有很多歪理。二哥欺负我？没有，夏夏可是我们家的宝啊。4哥也要来啊？好。4哥一定要帮我赢3个，他上次老是赢我。夏夏可真记仇，这么久的事还记得？那是当然了，还不是因为割地有赔款，能记不清吗？什么是割地赔款啊？你长大就知道了。过了年我就13岁了，不小了。我来说规矩啊，我们玩谁是小乌龟的游戏，最后一张牌在谁手里交不掉，谁就是乌龟。好啊，大家看牌后，凡是2张一样的和4张一样的数字拿出来，你们都认识的。游戏正式开始，大家非常的开心。这个时候，听到外面的鞭炮声，新年快乐！新年快乐！4哥，新年快乐！这场游戏就这么结束了。第2天，大年初1，夏夏，起来了，娘正在煲汤圆，等会儿就能吃了啊。少夫人，大家随意，不用见外。看着旁边的莫婆婆，婆婆，大年初1你就和管家一起休息就是了，不用想着起来干活。我们这就是小户人家，没有那么多礼节的。少夫人呀，是体谅我们2个老的，我们自己怎么能不懂事儿呢？好吧，但是你们身体才是最重要的，以后你们不得看着月儿长大成人吗？宋母看着沈夏拿出银子，夏夏，你这是做什么？包在汤圆里面，新年第1天嘛，图个喜庆。吃到有银子的汤圆，1年都会喜气洋洋的。少夫人啊，就是有一颗七窍玲珑心，大家图个高兴嘛，讨个彩头。大家一起包了200多个，一锅煮好之后，沈夏和宋母就一起回到堂屋吃吧。汤圆里可是有彩头的，
看看我们谁的运气比较好。真的吗？你姐姐还能骗你吗？真的有，我们娘俩一起包的。我们换一个。好，这个有银子。四哥，你是不是换输了？把有银子的换掉了。失算了。还是我运气好。其实是宋宇故意给他的。沈夏看吉祥开心的回来，哇，中了！少夫人，我真的是太幸运了，吃到2个呢。没教养的一家人呐，过年也不知道上门拜年送礼的，这么多年简直白养了，居然还算计我儿子，把老房子给你们了，真是一家人不要脸的货色啊！还有四婶和宋飞，真是哪儿都有他们仨呀。嘿喂，这大年初一，老太太的大儿子没给您老人家送东西，来这边找存在感。我大儿子才不是这样的人，就算送东西也在路上的。是吗？你不会被你大儿子忽悠了吧？他要真有那个心，20几就送东西上门了，这正好过年，不是吗？就算没送，也是想着要接我们去府城过日子才没送的。老太太还做这种美梦啊？你不会被你儿子骗了吧？不可能，他说回去就打理个院子出来，到时候接我们去府城过日子。他安家大业大，院子里没有10个也有8个，下人众多，打扫一个院子嘛，几天就完成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们回府城都2个月了吧？难道？四婶，你说这宋飞要是在府城说亲，这和乡下说亲能一样吗？不会的，你别忽悠我。是吗？我还说给你出个主意呢，让你怎么去府城生活，立住脚。哎呀，既然您不用，那就算了。你会这么好心？看你们不顺眼，你们能离开，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儿啊，各取所需嘛。你说吧，什么办法？老太太，你们2老直接去府城，上门后就不走了，就说年龄大了，想儿子了，然后住他个3个月。四婶再以宋义要读书为由去府城借住。为什么不能一起去啊？一起去？你以为安敏华是蠢货吗？就你们2个老的去，都有的磨了，还想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如果他们把娘赶回来怎么办呢？老太太不是最喜欢1哭2闹3上吊吗？就在安府门口哭诉安老爷子不会教女儿，不伺候公婆，这有身份的人都在乎脸面。这次就谢了，我们要是能在府城立住脚，绝对再也不来打扰你们。哎呀，这话的意思，你立不住还要来打扰我，给你俩。把2个人打发出去。沈夏看着旁边的吉祥说道：“跟门房说，以后老宅的人没有通报，不许放进来了。”是，少夫人。沈夏上前拉着宋母的手：“别气了，为这种人呐，不值得。”一会儿的时间，小武、小天、宋允都过来了。夏夏，年后我打算带人出去跑一圈。你不是3月要谈代理权吗？我出去再拉一圈客户。什么时候回来？3月初就回来，不管能拉多少客户。好，我打算把舅舅家2个表弟带着去，以后也可以交点事情给他们做。好，3哥安排就好。大哥出去了，3哥也出去了，那姐姐身边就没有什么人了。我就这次出去谈好，以后就陪在夏夏身边。没事，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家里这么多人，有什么不放心的？你早点回来就是。我知道。初2，一家人一大早就起来跟宋母一起回娘家了。奶奶，姑姑回来啦！小嫣呐，怎么又拿这么多的东西啊？这不是过年吗？况且啊，问我们进的也实惠，真的不贵。嫂子怎么没回娘家呢？我们娘家离得近啊，经常回去的，就不用初2专门回去了。倒是啊，想着小嫣你初2肯定会回来，所以在家也好帮着做做饭。二舅母也附和道：“就是，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可不能让家里冷清了。”小嫣回来了。三嫂。赵雪、赵鑫和沈夏一起去了赵雪的房间里。哎，对了，3舅母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她整个人都变了？这个嘛，是年前的事了。三叔让他拿钱出来，结果三婶呢，1分钱都拿不出来，钱啊全部都拿给娘家了。结果三叔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三婶就气着回了娘家去了。三叔也心寒，就坚决不去接他。以前三婶生气回了娘家，三叔都是屁颠屁颠的赶紧去接的。这一次三叔啊真的是铁了心了，结果在娘家待了1个月，然后三婶就灰溜溜回来了。从此以后啊再也没有提过娘家的事儿，也安分了很多呢。后来听别人说，三婶回娘家后天天洗衣做饭，还要被嫂子挤兑吃白饭，还不给钱，这不就灰溜溜的回来了。在赵家他什么时候干过这么多活？如果能这样让他早点看清娘家，好好过日子，也是一个不错的经历。何尝不是呢？聊了许多之后，中午一起用饭，分成2桌。他们喝酒太啰嗦了，
还是和孩子一桌，自由一点。大舅二舅，我打算过了年出去一趟，不知道两个哥哥要一起不？可以啊。女儿有固定的工作，要是儿子也有一份前程，那就好了。没想到这就来了。只要能跟着他们小姑家干活，不管干什么都可以，总算有盼头。我要不要开口呢？之前是因为爹和娘没有和小姑家处好关系，可是最后娘也改变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犹豫了半晌，赵林站起来，看着宋锦：“三表哥，我可以一起吗？我可以不要工钱，等哪天我学会了，有能力了，你再给我工钱就是了。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吗？”“好啊，你们初8早上过来找我，我们一起出门。”“好的，谢谢表哥，谢谢表嫂，谢谢小姑。小锦呢？三舅在这里跟你说声谢谢。小林在你那里不用开工钱，你等学会了再给就是。”饭后，沈夏是习惯睡午觉的，睡完一觉，感觉全身都舒服了。沈夏竖起耳朵，听外面是什么情况。只听大舅妈说道：“何家的，你们退婚在前，既然退了就算了，今天又来是几个意思啊？”“哎呦，许梅啊，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我们雨儿可是等了你们家赵元好几年呢，是你们家不愿意修房子，我们家才退亲的呀。我们家现在也不愿意修房子，所以你们家还是另找吧。”“哎，小夏，是不是吵到你睡觉了？”“没有，大舅母不用客气，你先处理你们的私事。”“好，那你就先进堂屋坐着，陪你老他们聊天啊。”“好。”“何家的，这在镇上最近是相了不少亲吧，都是不如意的。突然听说了我们家的情况，所以又回心转意了。”“赵元哥哥，不是这样的，我从来就不愿意退亲的。”“如果你当时不愿意退亲，你为什么不开口反驳呢？你既然接受了，大家又体面的不打扰对方，不行吗？”何父何母看着说不通，带着女儿走出了院子。这下好了吧？原本我好好的婚事，你非要讨价还价，这一下什么都没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结果呢？为我好了吗？”“小袁，我和你爹呢，还是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你还是愿意，我们也不强拦着。”“娘，不着急，我先跟着表弟干事儿，亲事啊，以后再说。”就这样，晚饭吃完之后，一家人就要回去了。哎，小夏，这现在家里面有点挤，等年底修宽一点就好了，到时候再让你们留宿啊。”“好。”“大舅母一定想把房子修在这里吗？”“是这样的，不知道赵雪跟你们说过没有？我们那边以后啊，我会修个学院，而且我还打算建一个镇子，所以如果你们不是非要在这边修房不可，可以在那边买房子，以后表弟们结婚有孩子读书也方便。”“建镇，这么宏伟的决定吗？卖房子？没有房子卖啊？未来1-2年吧，我就买一块地，修成很多房子卖给大家。”“会很贵吗？”“不会，只是聚集人口而已。”“哦，那也不错啊，主要是孩子能读书就非常好。”“院子前面都有门市的，也可以做点小生意那些。”“那真好。”就这样，初8，宋锦也出门了。宋颖和小武、小天上学去了，家里只有宋明和宋母。经过了一整个冬天的洗礼之后，春天终于来了。距离预产期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了，大哥仍然没有回来。二哥，你回来了？夏夏怎么在这睡着了？这春天的太阳补钙。真的吗？那我跟你一起晒晒。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整个武阳县的所有村落都教好了怎么育苗，就等着秧苗长好，才教他们种植方法。还顺利吗？有点小纠纷，但都解决了。好，这个事儿有没有技能，你看着办就是了。终于在3月20号这天，宋锦回来了，还一起带回来了很多商人。这次季怀仁也来了，夏淑然也陪着一起来。这是要生了吧？快到预产期了。那你产婆和乳娘请了吗？产婆我知道，只是这乳娘是什么？就是奶娘啊。不要乳娘，就自己喂。妹妹啊，这个真不能自己喂啊，以后你的身材会走形的，不好看。会知道的，没事。沈夏还是每天都会在院子里走走，看着院子里快要开的桃花。在担心大哥？四哥回来了。是不是快要生了？是啊，大哥恐怕看不见孩子出生了，还没有回来。大哥虽然没在家，但是我们都在，别怕。没有怕，只是担心大哥在战场有没有事儿。放心吧，大哥的武功又不差，没问题的。而且后来李一也教了大哥一段时间，李一的武功你还能不信吗？这时的桃花树还不是很高大，宋颖轻轻地折断一小枝，插进沈夏的发间。好看吗？好看。就知道大家肯定会喜欢桃花的。走，去院子里躺着，别累到了。好，两个人来到亭子里坐着。南境战场，夏夏说，当力量不能势均力敌时，要找到敌方弱点，而不是死拼。我一心想上场杀敌，只为那功名。而顾子战看着宋江也很惊讶。夏夏不是怀孕了吗？
他怎么能丢下夏夏一个人在家，跑进营来了？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擒贼先擒王。顾子战带了几个士兵，奋勇杀敌，一路杀到宋江面前。你怎么来了？来助你一臂之力。好。远处有一个弓箭手正瞄着他们，一支利箭如疾风般的朝他们射了过来。宋战、深夜，大哥，夏夏，你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三哥，我别怕，慢慢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梦见大哥出事了，他死了。宋锦紧紧抱着沈夏。夏夏，梦都是相反的，别担心，大哥一定会平安无事的。突然听见门口宋明的声音。夏夏，你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哭了呀？我梦见大哥出事了。夏夏，不会的，你别担心。不知是太过于担心还是怎么，沈夏突然觉得肚子特别疼。三哥，我好像要生了啊！要生了？因为要生了，所以请产婆在宋家里住着。这一下楼就把产婆给喊上来了。二少爷，你去让厨房煮点开水蛋来，先吃饱了再说，不然等会儿没力气啊。哎，好好好。宋母和宋云两人也是第一时间赶过来了。许妈妈，按你的来就是了。要怎么做你说。好的，少夫人，您现在需要保持体力啊，还没有到用力的时候呢。随着时间的流逝，2个时辰过去了。宋母在床边蹲下。夏夏，你没事吧？还能坚持吗？娘，不用担心，我还能坚持。宋明和宋锦看娘进去了，也跟着进去。宋云也在旁边。你们要是谁敢进来，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们了。3人脚步一顿，又垂头丧气的退回去了。哎呀，少夫人，再加把劲儿，看见头了。沈夏试着慢慢用力，终于婴儿的啼哭声响彻房间。哎呦，生了，是个小小姐。谢谢老天保佑，宋家终于有女儿了。我一心就想要一个女儿，结果连生了5个儿子。沈夏看着小小的奶团子，不是说刚出生的孩子都是皱皱巴巴的，很丑吗？我的孩子怎么都没有啊？一点也不丑，眼睛真是太可爱了。宋母马上就欢喜地抱着孩子。夏夏，你简直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宋家终于有女儿了。3个孩子看到宋母把孩子抱出来，马上就围了过去。这小鼻子像大哥，很挺，但眼睛像夏夏，真漂亮，和夏夏好像。收拾完了之后，宋明和宋锦便来到沈夏床边。还疼吗？不疼了，还好。宋明拉住沈夏的手，就生一个，以后咱都不生了，太疼了。好。天色慢慢亮起来了，沈夏之前就挑好奶粉，也教过吉祥如意怎么做，所以沈夏便睡了。只是吉祥他们喂的时候，3个少爷就盯着。我简直是压力山大呀！小小姐有这么几个爹爹宠着，以后可不得翻天了。等沈夏睡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少夫人醒了，我马上给你端吃的。好，孩子呢？在楼下，抱上来，让我看看。怎么起来坐着了？快去躺着。娘说了，月子里不能坐着，以后腰不好。你还懂这些？3少爷一早就把月子里的事情先是问了产婆，后来呢又问了夫人，生怕少夫人你留下病痛呢。宋锦抱着孩子过来坐着，宋明坐在后面搬了一个婴儿床。呀，这是哪里买的？好漂亮啊！这是大哥做的，知道你怀孕后就开始做了，只是一直没跟你说。上帝弥勒佛如来神通，但愿保佑大哥没事。宋明把婴儿床放好之后，沈夏便让宋锦把孩子放在婴儿床上。小家伙可爱，抱着都没事。不行，不能抱习惯了，不然以后随时都需要人抱着。爱抱就抱着呗，没事，几个爹爹都宠着。不行。好吧。夏夏，孩子还没取名呢。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小名就叫依依吧。少夫人这么随意的吗？好听。那大名呢？等大哥回来再取。好。大哥没有回来，宋锦心里也是担心的，因为他知道夏夏在大哥心里的位置是有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回来，那肯定是回不来。再休息一下，我和2哥出去办事了。好，是不是饿了呀？娘亲给你挑奶奶。吃饱了饭，沈夏把他放在床上。时间过得很快，小孩子一天一个样，每天都会长大一点点。宋允要去书院了，和小天、小五一起过来。哟，小五，你做的？你看你五叔那么疼你，都提前为你准备好磨牙棒了。怎么2哥、3哥就喊爹爹，到我这儿就是五叔了？你都是个小屁孩呢，还想当爹爹？别想七想八的，好好读书啊！骗子！我怎么就骗你了？1换2爹爹，3爹爹，那是因为我们成亲了，你又没成亲，只能叫五叔。你看你4哥不是也换4叔吗？姐姐，这是我买的。你什么时候买的？回来之前知道姐姐要生了，就提前准备好了。依依，这是小叔给你买的，
喜欢不？沈夏把手镯放在依依面前晃着，你是不是把你私房钱都用满了呀？这是我准备的，是一个很漂亮的金锁啊！你不是钱都存着娶媳妇儿了吗？还有私房钱啊？不得存点私房钱吗？四哥为什么要另外存钱娶媳妇儿？不是有姐姐了吗？四哥以后会另娶媳妇儿的，你也可以。为什么？当初不是说好姐姐是我们的媳妇儿吗？小五，你以后啊，好好读书，一定要找一个和你相亲相爱的人成亲，这样一生一世一双人，多美啊！不要，我就要娶姐姐。你四哥以后都会另外娶的，你也可以，知道吗？四哥不喜欢姐姐，要怎么办？直接说喜欢吗？四哥喜欢我是像哥哥喜欢妹妹那种喜欢，跟心爱的人那种喜欢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你以后长大就知道了。不要，就算四哥要另娶，那是四哥的事儿，我就要娶姐姐。好，听你的，但是你要好好读书。三人跟沈夏道别之后就离开了，晚上睡得模模糊糊的。夏夏睁开眼睛，沈夏惊讶了。大哥，你回来了！沈夏赶紧的看了一下宋江的身上有没有伤，然后又摸摸他的脸，热乎的，不是在做梦。大哥，你终于回来了！宋江把人抱在怀里，你没事吧？没事儿。我做梦梦见你受伤了。没事儿，先睡吧，有事明天说。第二天早上，哎，大哥呢？大少爷陪夫人吃早餐去了。好，这正在逗孩子呢，宋江就回来了。要怎么说？夏夏还在坐月子。依依，快看，这是爹爹。大哥不喜欢女儿吗？没有，依依那么像夏夏，怎么会不喜欢呢？那大哥怎么不是很高兴呢？夏夏，我要跟你说一件事儿，但是你要自己决定。大哥，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顾子战受了重伤，你们怎么在一起？我去军营时才知道，原来他也去了军营。原来顾子战说的去军营，一直去了萧北那里。然后呢？前几天萧将军带人马出去了，我和顾子战守城，被蛮夷打了进来。我为了去活捉敌军重要人物，顾子战也发现这个情况，我们两人联手，结果没有发现远处有弓箭手，所以他中箭了。哪个位置？挨着心脏。这种情况，除非我来动刀，否则基本没有活路的。他是为了护我抓科尔基王子，所以才受伤的。崔军医用药护着他的心脉，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必死无疑。我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说，如果不说，恐怕这辈子都会心里内疚。可是你还在坐月子，我担心你的身体。走吧，就凭他是为了保护宋江，这怎么着也得救。大哥，你去跟娘他们告别一下，我先去收拾东西。好的。我需要出去几天，恐怕要10天半个月才能回来。你们两个一定把依依照顾好了。少夫人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小姐的。时间不等人，这次出门不可能不落下病根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月子病必须在月子里才能好，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夏夏，你还在坐月子呢，你不能去啊！这坐月子要是落下病根怎么办？你都跟夏夏说了什么？娘，你放心吧，月子落下的病，下个月子休养好一点就好了。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万一呢？娘，情况紧急，我知道我坐月子很重要，不过那边是更重要的事情，不然我不会出去的。夏夏，我跟你一起去吧。不行，你在家好好看着孩子。另外，过不了多久，秧苗就要下地了，你还需要教大家呢。你放心，大哥跟我在一起的，没事儿。家里就你武功最高了，家里的安全就全部交给你了。于一看着沈夏，你不适合出去。这木头居然有想法了。我知道，但是有重要的事，家里你照顾好。好。沈夏全副武装，宋江骑马，沈夏坐在宋江的背面，宋江快马加鞭到了将军府。师傅，你来了，这下顾子战有救了。萧将军好。你先看看人怎么样？好，我先查查，有手术台吗？早就准备好了。众人把顾子战抬过去之后，就都出去了。师傅，要不要我进来帮你？等会儿再说吧。沈夏把术前工作都准备好，他静静地凝视着顾子战。顾子战仅仅只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可能失去生命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救大哥。如果当初没有去招惹顾子战，也许他现在的生活就不会如此艰难。顾子战，我来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我会竭尽全力救治你，但是你也必须要坚强的撑下去。别以为你救了宋江，我就会一辈子记得你，一辈子太长了，就算你死了，我顶多也就是记住你3-5年而已。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经过3个时辰手术，沈夏把伤口为他缝好，打开门说道：“大家都去休息吧。”夏夏，你没事吧？大哥，我没事的，我在这里边休息，不管我醒没醒，中间只有崔大夫能进来，其他人一律不能进。接着就回床上躺着了。这一刻他是真的一点儿也撑不住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起来又是黑夜了。夏夏，你醒了就好。谢谢你救了我，我真的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了。下次不要再这样了，我承受不起。不需要你来偿还，只要能够在你心中占据一个小的位置就足够了。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沈夏的肚子。孩子出生了，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没有，应该是我对你说谢谢才是。不用谢，
我只是怕宋江受伤你会难过。你能不能过自己的日子，不要把心放在我身上，我真的还不起。夏夏，不要哭，对你坐月子不好。你能不能好好照顾你自己，别再因为我做傻事了。我真的无力偿，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衷心的希望你能幸福快乐。没关系，只要你幸福，我就满足。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想要的幸福，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样疼痛难忍。人生漫长，要找到一个真心喜欢、满眼都是对方的人，实在是太难。那一刻，我真的想就这样死去也挺好的。你现在身体还很虚弱，先养身体。看着沈夏离开的身影，顾子瞻闭上眼睛。大哥，夏夏，你醒了，我让厨房端点东西来。好，大哥也还没吃，等着你一起。那要是我没起来呢？那我也等着你。大哥真好，就坐在院子里吃。饭后，大哥，我想洗澡。就知道你受不了，早就跟你备好了。我问过崔大夫，你不能洗生水，只能洗益母草烧开的水，我都试过了，没有怪味。大哥在旁边等我吧，我自己洗。这是我没在的几个月，夏夏跟我生疏了吗？没有，大哥在外面等我，好不好吗？好吧。终于能够洗个澡了，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沈夏出去看着宋江，大哥，帮我围一下这个3尺白绫。你还别说，真香。这个是束缚带，生完孩子以后，5脏6腑都会因为下面没有孩子支撑而下垂的，所以要绑这个。夏夏，怎么了？生孩子真的太辛苦了。我也觉得，要不我为你们纳个妾，他们负责生孩子，我就当现在的娘亲。夏夏，你这是要将我往外推吗？不是的，大哥，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你别当真啊。开玩笑也不行。好，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说这种话了，我发誓，我以后……宋江便低下头，吻住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小嘴。下次再这样说，就让你下不了床。不了，保证不会。师傅，你醒了。我跟他号了一下脉，平稳的多了，应该是度过危险期了。是的。沈夏，我可以进来不？进来吧。这顾子瞻手上的戒指，宋江手上，沈夏手上也有，他们3人什么关系啊？他看着顾子瞻，现在好点没有？给将军添麻烦了。那倒没有，你们2个这次啊，合作把科尔奇王子抓着了，立了大功啊！为国家效力，在所不辞。你好好休息吧。萧北便出去了，你先休息。宋江和沈夏也出去了，看着院子里坐的萧北，沈夏走过去也坐着。这次辛苦你了。没事，看将军这紧锁的眉头，还有啥？这科尔奇王子倒是抓住了，但是谈判不怎么顺利啊。怎么个不顺利法？我们主动停战呢，是因为战争非常烧银子，而陛下1年呢，根本就没给多少银子。但是科尔奇那边愿意休战，是要我们拿粮食换的。简直是笑话了！我们有人质啊，还说说说教的，这是谁给他的底气啊？笑他！来谈判的人是谁啊？他大哥大王子，我们抓的呢是3王子，但是听说呀，他们大汗更注重3王子。这大王子根本就不愿意3王子回去，粮食免费给，那肯定不行啊，可以卖给他们。哪儿来的粮食啊？我们产的粮食上交国库之后，百姓都得节省点儿，才能熬到下一季粮食收成，根本没有能卖出的粮食。他们打仗的目的就是抢人抢粮，因为他们那边啊种不出粮食。粮食怎么会这么低呢？真的呀，你不信问崔大夫。师傅啊，我国粮食产量真的很低。粮食产量低只有2个原因，要么是种子有问题，要么是种植方法有问题。明天我们就去看看能不能提高产量问题。如果可以的话，就和科尔奇谈生意。第2天一大早，沈夏和宋江、萧北去了田庄。将军，您怎么来了？过来看一下庄稼种的怎么样。让他们停下来，不能这样种。让大家都停下，然后过来。你们这些种植方法不对，我跟你们说另一个方法，能让产值翻倍。怎么可能不对？我从小就是这样种的。我们种庄稼的时间比你的年龄还大，难道还不会种庄稼吗？你们现在亩产是多少？400斤。按国家标准，1亩上交200斤，那么还剩200斤，给他们多少？剩下的2成给他们。这个皇帝疑心病有点重啊，又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按我的来，我保证如果不发生天灾，粮食能产量成翻倍。这怎么可能呢？这小女娃不会忽悠大家吧？姑娘，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算不相信你啊，我们也相信将军的眼光。是我们相信将军。就这样，沈夏1天都在这边教大家，晚上回去的时候，真能翻倍吗？没有问题，你最好把盐北城所有庄稼集合在一起，全部都按这种方法种植，粮食收成的时候就有粮食可以出售了。现在可以先和大王子谈判，要不一起去谈？我一个女的好吗？没事儿，你女扮男装呗。沈夏看了眼萧北，这生产队的驴都没你这么使唤的。沈夏忍不住翻了个白眼，然后回去先吃了晚饭就睡觉。沈夏闻着刚洗过澡的宋江，大哥就香喷喷的，我都快要臭死了。不臭，我喜欢，夏夏什么味儿我都喜欢。大哥，
你也会说甜言蜜语啦？真心话，就是突然觉得大哥越来越精巧了，这得迷倒外面多少小姑娘。夏夏不相信我，夏夏，我这一辈子只要你，别的都不要，你不要乱想。这越是得不到，就越想吃。睡吧，梦里什么都有。饿了，想吃肉了啊？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宋娇轻轻地吻了上去，沈夏本能地回应着。一日一早，沈夏真的是疼得受不了，直接是给疼醒。沈夏就近空间问了沈母，沈母说拿吸奶器瓶来吸，只不过家里没有。最后沈母只能说道：让你老公跟你吸一样的，吸了就不疼了。啊，这不好吧？沈夏睁开眼睛，看着外面天色还没亮。夏夏怎么了？疼。怎么才能不疼？里面没奶就不疼了。你忍着点。沈夏听着宋江喉咙吞咽的声音，脸上一片的愁。许久之后，两个都蔫儿了。现在呢？不疼了。不疼了，那你疼疼我呗。夏夏，你在这边多待些时间好不好？好。夏夏真好。一日一早收拾好之后，不错，还真像一个男子。我们带上三王子去吧。要是他们一定要他们的王子吗？在哪里谈判？军营。没问题。下午，萧北和沈夏去见了三王子。你这个莽夫，还不赶快放开本王子！我要杀了你们全家！你竟然敢打我！我什么我？你都多少岁了，还跟个小孩子一样，一点眼力价都没有。本以为抓了个什么重要的人，结果屁都不是。你胡说！我可是三王子达七野，我父皇最疼爱的儿子。是吗？我看不见得。你知道这次来谈判的人是谁吗？告诉你吧，是你大哥。你猜他想让你回去吗？达七野听到这句话，脸上的愤怒渐渐消失了。你们谈了什么？我国只想边境和平，所以我们提出用你的性命来换取和平。结果你族居然不愿意，还不要脸的得寸进尺的想要粮食。你想想看，你都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你们粮食呢？怎么会这样呢？如果谈判不成，我就不能安全回去了。不可能，我父汗不会这样对我的。你觉得你重要吗？你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棋子罢了。是我大哥，是他不想我回去。你们放了我，你们有什么条件可以跟我谈？大哥提出这么苛刻的要求，是不想让我回去啊？他怎么敢呢？这个好谈，我们也想和气生财，我们要5年的和平条约。你们打仗无非就是为了粮食，我们可以平价把粮食卖给你们。好，就按照你说的办。我们会按这个要求先跟大皇子谈，如果他不答应。你要做什么？如果他不答应，我们还是会放了你的。不过你应该心里有数这中间的弯弯绕绕，所以我们得私下签一个条约，就刚才那些要求，两方都谈好了，契书就按沈夏刚才说的写，合作愉快。谈判的时候让他在后面帐篷里面听着，让他亲眼看看他大哥是怎么谈的。萧将军，对于我们提出的要求，您考虑的如何了？你所提的那些条件，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你们绑架了我国的皇子呢。主要是因为你们更渴望和平，不是吗？我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实在难以生存啊。按照你的要求，我们不仅要生擒你们的王子，还要倒贴大量的粮食，最后竟还要将你们王子放回去。你昨晚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把枕头垫得太高了呀？我们王子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百姓也重要。如果他知道因为他让我们百姓没有粮食吃，他肯定也不会答应。现在感觉如何？还敢继续任性吗？我这个好大哥和我可是汗位继承的竞争对手，他肯定是不愿意我回去的。你看什么呢？你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虽然个子不高，但这胸脯怎么比我还结实啊？你干什么？切，这么小气，就是好奇你是吃什么长的，这胸脯怎么长得比我们还结实呢？沈夏抬手就想给他一巴掌。打人不打脸，你不知道吗？不知道。这个时候，将军让人来请三王子。好，大哥，想我没有？萧将军这是什么意思？哎呀，好，既然我们双方呢无法达成共识，倒不如把当事人直接请出来，毕竟是他的性命。我相信三王子自己来谈更有诚信。大王子，你觉得呢？如果实在谈不妥呢，就直接宰了你们这位三王子。大哥，你这样看着我，似乎不太高兴啊。怎么会呢？大哥当然希望你能平安无事的回到家中。真的吗？那么接下来为了确保我的自身安全，还是由我来参与谈判吧。就这样，他们与蛮夷方面签订了长达5年的和平条约。合约都签好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沈夏。你叫沈夏呀？我叫达七野。我知道。那你在这里是什么职位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回科尔奇，我会保证给你更高的地位和待遇。看来你还是被打得不够狠呢。
那你跟我回去吧，只要你愿意，以后我随你打。就你这猪脑子，跟你回去1天3顿打，3天9顿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赶紧回去吧。你们慢走，就恕不远送了，告辞。沈夏，我有空就会来看你的，你一定要记得想我。沈夏，你这方法真好啊，让达奇也看着谈判，什么事都谈好了。达奇也在，就算达奇略有什么想法，也不能明目张胆不顾兄弟的安危。你真是太聪明了。萧北看着沈夏，他越看越觉得眼前这个女子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而上一个让他如此刮目相看，还是那位令人敬佩的长公主。他终于想起来了，沈夏那双明亮而深邃的眼眸，竟然与长公主顾惜如出一辙。她的年龄似乎也很吻合。哎，你是不是你父母亲生的呀？当然是亲生的呀，难道还能是父母捡的吗？啊，好吧，只是觉得呀，你和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继续说这谈判的事儿。原本呢，我是打算让他们用银子来换取粮食，但后来转念一想呢，我们内地并不产战马，而他们的战马质量上乘，因此啊，我决定让他们用战马来换取粮食。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能够控制他们购买粮食的数量，还能够增加我国战马的存量。回到了将军府，萧北就命管家把隔壁小院钥匙给了宋江，直接说把院子送给沈夏。这么大手笔啊！作为这次谈判的奖励，以后你想过来呢，也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可以在这边住，也可以搬过去。所以宋江第一时间就买了3个下人，一个妈妈专门负责做饭的，还有一个小丫鬟伺候沈夏，另外还有一个小厮跑腿买东西。院子虽然不大，不过也很温馨，小日子就这么过着。终于到了出月子的时候，好想孩子呀。夫人，这是门口有人送来的东西。他人呢？走了，送了东西就走了。你放下去吧。是，夫人。打开盒子看着，是一只碧绿的簪子。沈夏突然想起，你喜欢玉？怎么会不喜欢呢？好，以后我专门为你收集好看的玉。虽然和顾子战相处时间不长，不过我的喜好他真是了解得透透的呀。饭后，这2个人在院子里乘凉，一个人躺一个躺椅，两人享受着这月光。大哥，我打算这2天就回去了。好的，我跟萧将军请假送你。我自己可以的，你不用担心。别的事都可以听你的，但是这个事不行。可是我不想耽搁你。你的事从来都不是耽搁。两人一起静静欣赏完月光，就回房间睡觉。这刚进房间，就被宋江热情的吻笼罩了。天时地利人和，干柴烈火的，一下就把整个房间都给燃烧起来了。1个时辰之后，大哥，这再吃肉也不是这个吃法啊。一下下就好。你已经说了很多个一下下。没办法，谁叫夏夏这么迷人？禽兽啊！每天在军营里的不累啊，怎么体力还这么好啊？沈夏都不知道最后是怎么睡着的。1日一早，沈夏还气鼓鼓的。好了，我错了，今天坚决不闹你了。说好的。饭后，沈夏呀，宋江说你要回去了。这边也没什么事了，家里还有一个小的。因为宋江刚升职，军营里还有很多事情，再加上之前离开太长时间，耽误了不少。顾子战呢，正好要去那边买粮食，要经过五阳县，让你跟他一路，行吗？顾子战受伤，重活不能做，只有买粮这种事儿可以安排他。好，那就麻烦了。回去的路上，你怎么进来了？骑马累了，进来休息。好吧，你休息，我出去骑马。当沈夏要出去的时候，顾子战直接拉着他，把他给拽了回来，跌坐在他怀里。你干嘛呀？也不能大声，外面就有士兵驾着车。他就是这么不爱惜你的。这又是哪儿跟哪儿啊？顾子战，你又发什么疯？我都气半天了，他就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真是白气了。身体是自己的，男人都重欲，不能放任他胡闹。因为衣领有点敞开了，全都是红印。你前男友告诉你，人不能纵欲，还有什么比这更尴尬的了？中午不会休息，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吃食，中间你要是饿了就再吃，晚上也要晚一点才能到地方。好，谢谢。许久之后，没有说话就出去了。1个2个的，要不要这么深情啊？就这样，终于在第3天到了五阳县，熟悉的衙门。子战，你们怎么在一起啊？晚点跟你说。好，那我们去吃饭吧，早就准备好了。你们吃吧，我去外面住客栈，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朋友都没得做吗？走吧，我都准备好晚饭了。沈夏就这样被郑锦书拉着过去了。你的伤势还未完全恢复呢，不宜过度饮酒。好。看着沈夏离去的身影，还放不下吗？怎么放？可是他已经成亲了呀，也不知道顾子战何时才能真正放下这段感情。毕竟人家沈夏都已经成亲生子了。沈夏回房间洗漱，就打算睡觉，突然听见有人敲门。谁啊？我。
那么晚了还不睡？酒喝多了，睡不着。今晚月色很好，出来喝喝茶。我要睡了。要么你出来，要不我进来。于是沈夏打开房门。不这样说，你是不会开门的吧？如果我不开门，你真的会闯进来吗？你打算怎么进来呢？翻窗户。这是人干的事儿吗？在你面前，是不是人都无所谓？顾子战侧身让开，做出一个请的手势。沈夏看到院子里摆放着2张舒适的躺椅，陪伴前男友一起赏月，这究竟算是什么事情啊？赛赛，我有时候真的希望你过得不好。以你的性格，但凡过得不好，你都不会将就。那我是不是又有机会了？后来一想，因为我们之间的问题真的是无法跨越的，所以就算过得不好，我好像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便想着你一定要幸福，看着你幸福也好。阿战，放下吧，过去就过去了。你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完全属于你的良人的。不会了，世间除了你，任何人都入不了我的眼。我捧在手心的姑娘，却因为我伤得伤痕累累，我却不能为你出气。如果不出意外，我们现在是不是都成亲了？这是不是报应？过了许久，发现他睡着了。早上醒来，看了一下四周，怎么在床上呢？起床出去，让你久等了。你去忙你的事吧，顺便安排一个马夫送我回去就行了。顾子战直接没有回答，便拉着他上了马车。昨天我没说什么吓到你吧？什么事会吓到我呀？没有就好。即便心中充满了不舍，还是抵达目的地了。我到了。愿你余生顺遂。好，也祝你步步高升。少夫人回来了，你看看你娘，终于舍得回来了。哎呦，依依呀，想不想娘亲啊？夏夏，你终于回来了。娘，让你担心了。就只有娘担心。三哥也担心了。他凑近宋锦的耳边，又轻轻说道：“晚上弥补你。哎，二哥呢？老二出去传授种植方法了。哦，夏夏，孩子的满月宴要不要办啊？娘，都过了30天了，要不就算了吧。不行，这满月宴一定要办啊！为什么呀？如果不办满月宴，以后外人会以为是因为生了个女儿，所以才没有办满月宴，以为我们不喜欢姑娘。哎呀，那就办吧，可不能让我们家依依受委屈。晚上都说小别胜新婚，再加上宋锦一向最能讨人喜欢，感觉怎么样？你在哪里学的？无师自通，厉害吧？我要是说不厉害呢？你完了。谁说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化的田呢？照这样来，这什么时候的良田都经不起耕啊！同年9月，沈夏在繁华村买了一块很大的平地，开始建造镇子。就这样，镇子建了2年，后面沈夏又修了几个厂房。春去秋来，昌盛54年，不知不觉沈夏就来这里5年了。这些年，萧北跟着宋江来家里的时间也不少，可能一开始还不愿意的宋母，慢慢还是接受了。这些年，宋锦把整个晋元王朝走了一遍，教大家种植。虽然当今陛下没有见过宋明，但是也为他加官进爵了，已经是正3品司农。而宋锦呢，宋家生意都交给他管理了。小武今年17岁，小天13岁了，2人都已经考过秀才，今年也要开始考举人了。这几年，沈夏又生了2个儿子，老二宋一言是二哥宋明的，老三宋一凡是宋锦的。宋依依4岁，宋一言3岁，宋一凡才2岁。沈夏坐在院子里围炉煮茶。娘亲，停，怎么了？姐姐和弟弟让欢欢喜喜不跟我玩，然后呢？欢欢喜喜就真的不跟我玩。把他们喊过来。一会儿2个小人就跑过来了，最后跟着2条狗。你们2个让欢欢喜喜不跟一言玩。沈夏看着2个人不说话，旁边去罚站半个小时。老二这才笑了，笑什么？过去一起站着，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是我姐姐，不是兄弟，是不是就不用站了？所以当宋云走过来时，就看到3个孩子2条狗一起罚站的场景。四叔，看着救星没用。这里冷不冷？烤着火呢，不冷。你不忙吗？还好，都有下人在做，我就安排一下就可以了。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你就是弱冠之年了。是啊，你20正是少年模样，我20却是少妇模样，老天不公啊！你是不知道你少妇的样子是多么迷人，赛赛还是依旧年轻漂亮。真的？什么时候走？后天吧。会试是几月考呢？3月。早点去也好适应环境，我也想跟你一起去，我还从来没去过京城呢。宋允听了沈夏会一起去，心中更是高兴了。三哥也会去。哎，对了，四哥，你都20了，有喜欢的人吗？你会另娶的事情，我已经跟娘说清楚了，你不用担心娘骂你。难怪最近娘看我总觉得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
原来罪魁祸首在这里，有喜欢的人了啊？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这是哪家姑娘，居然能俘获4个的芳心呢？他不知道。那你什么时候跟他表白啊？表白？对方不知道你喜欢他，你肯定要表白的呀。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表白，更容易成功。是吗？那夏夏觉得怎样做才好呢？首先呢，你要选一个很浪漫的环境，营造出良好的氛围，最好是在他心情愉悦的时候，表白成功几率会更高哦。好。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表白啊？我好想亲眼看着这一幕哎。电视之后，到时候你自然会看到的。太好了，我就最喜欢看这种热闹了。当知道我表白的是你，你还会这样高兴吗？四叔，你是不是忘记我们3个了？只要娘在，你就看不到我们几个可爱的小宝。啊，对了，他们5个怎么惹你生气了？宋允这是狗都不放过了。沈夏看着旁边站着的3人2狗，依依，你说。我不应该和着一凡，不跟一言弟弟玩。你听到了吧？那一言怎么也挨罚了？我也好奇啊。你们是姐弟，有问题先自己解决，而不是什么问题都让大人解决。如果什么都找大人，那姐姐和弟弟更不喜欢跟你玩了。以后有任何事情找我就一起罚。好吧，我们是姐弟，有难一起的。我会好好带着2个弟弟的。是不是真的错了不重要，反正认错是唯一的出路。娘亲，我也知道错了，要和2哥一起玩。娘亲，我也知道错了，不能什么都告状。好啦，你们下去吧。3人2狗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李一过来问道：少夫人，沈老太太说要见你。她能有什么事儿啊？不见。她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难道真的有什么事儿？好，你带她去前厅吧。夫人，您真的要见啊？这突然造访，怎么都感觉不是好事呢。先去看看吧，还能怕他？没过一会儿，沈夏就走到前院的大堂，坐在主位之上。按理说家里养的蚕，不至于如此拮据啊。沈父前2年因病去世了，他2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现在他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如果当年他们善待沈夏，那么这座豪华大院里是否会有他们沈家的一席之地呢？我这里呀有个秘密，想跟你交换些钱，可以吗？如果你想说我并非是你们亲生的孩子，那就大可不必了。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啊？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在嫁到宋家以后。难怪嘛，这死丫头后来她就变了，原来是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了吗？所以你这个消息在我这里并不值钱，但是你身上它有块随身携带的玉佩，多少钱？100两，你留着用吧。这是想狮子大开口啊！50两啊！我跟你说不能再少了，你玉的质感缺典当都不值50两。要不你拿出来我看看，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呀？沈母缓缓从怀里拿出一个圆润的玉佩，看着有点面熟呢。就这50两都高了，不过看你可怜，就50两吧。你愿意就留下，不愿意你就拿去典当吧。好，去管家那里支50两给他。是。沈夏仔细打量起玉佩来。你捡到我的时候多少岁？3岁。你到底是管的我还是捡的我？这得另说吧。不是啊，我们家之前呢那是在府城打小工的，看到你的时候就是脏兮兮的一个人。沈夏继续看着手中的玉佩，和小天那块玉佩有点相似啊。宋母听说沈母过来了，便来到前院里。你娘没欺负你吧？娘，没事的，不用担心。这个玉佩质感还不错。有关于我的身世的。你的身世怎么会呢？刚才沈母就是过来说我不是她亲生的，这个玉佩是我的，让我拿钱来换。他们家应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没事，不是亲生的也无所谓，娘把你当亲生的。我有娘就够了，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并没有什么的。本来我也觉得自己不像亲生的。那就好，只要你不难过就行。对了，3个小宝呢？应该是在他们五叔和小叔那边吧。从小啊就亲近他小叔，能不亲近吗？那是毫无底线的宠着呀。小姑娘宠着没事，家里人虽然宠着，也没有娇满，都教得很好。第2天一大早，你们2人站在这门口，不知道的还真觉得是金童玉女，一对璧人呢。宋允看着来人，是韩毅和邱子阳。来了。你们来了，快进去坐吧。这是佳妹寒霜。嫂子好，允哥哥好。哎呦，这个难道就是宋允喜欢的姑娘吗？韩妹妹好。四哥，你带人进去坐着吧，我在门口就是了。方大人一路辛苦了，能得您管理寒舍，
真是蓬荜生辉啊！这是后来新上任的县令，虽然正紧书回京了，不过宋家和新县令相处的也不错啊。宋夫人说笑了，你们宋家竟出些优秀的儿郎，我还想着让那人去跟老夫人取经呢。大人真是太抬举我们家了，这令公子跟令爱一看就是夫人教育的很好，哪里还需要向别人取经啊？方夫人一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举人的弱冠之礼也要来。方大人好，你盯着点儿，我先进去一下。是夫人。宋夫人，你们家四郎定亲没有？没有，四哥说要金榜题名时再谈亲事。哦，是吗？正好呀，我女儿长得还不错，晚上回去跟相公商议一下，可得在宋公子赶考之前定下来。晚上终于把客人都送走。娘这是怎么了？平常都不会不高兴啊。你们三个说说，是不是你们惹奶奶生气了？奶奶你怎么了？奶奶你不生气了好不好？你看依然好听话的。奶奶一凡也听话，奶奶的乖孙孙啊。奶奶啊，怎么可能生你们的气呢？那奶奶是生谁的气呢？宋母看了一眼宋玉，小眼一翻，这四哥到底是怎么惹到娘了？我怎么了？娘看我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对旁边的玲珑说道：今天太晚了，把三个孩子带下去睡了。是，老夫人。孩子离开之后，老四，你和老五是怎么想的？今天很多人都跟我打听你们两个的亲事。姐姐不是说了，我学业结束了就和我成亲吗？姐姐，你不会是骗我吧？现在家里就2个相公，他都觉得吃不消了，这再多一个小奶狗，沈夏是真怕自己下不了床呢。啊，小五啊，你是在县里见识少了，等以后你考到京城去，你就会发现外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女孩子，你可以找一个中意的。那姐姐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骗子。然后转身就走。小孩子气性还大呢，可这不是为他好吗？几个男的共侍一个妻子，有什么好的？我先去哄哄。哎，小孩子气性大。然后看着宋允，你呢？是怎么想的？宋允看了一眼对面的2哥和3哥，我不会另娶，但想夏夏心甘情愿地接受我。这下换宋母疑惑了。那夏夏说，他不知道。你是不是之前跟夏夏说过什么？不然当年我不了解自己的心。好，但是老四，我们几个兄弟中你最聪明，我不希望你的聪明用到夏夏身上。三哥，我知道。沈夏一路追过去，你走那么快干嘛呀？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就被宋玉一把拉入怀里，迎来的就是宋玉的吻。姐姐，我喜欢听你唤我阿玉，姐姐再换一句好不好？不要。宋玉听到沈夏拒绝，就静静的惩罚他。沈夏受不了了，阿玉。许久之后，沈夏感觉自己骨头都要散了。几次了呀？阿玉，能不能休息了？不能，三哥都是16岁就跟姐姐在一起了，亏死了，姐姐得补我。你这算盘是谁教的呀？这么会算？才4次，书上说男子厉害的得7次呢。阿玉，男子不可纵欲啊。姐姐不喜欢我的技术吗？喜不喜欢？不喜欢我就再换。姐姐上年龄了，记不住啊。轻轻点头。姐姐说出来嘛，我想听。喜欢。姐姐便纵容我一次好不好嘛？下次不了。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的觉，反正是感觉天都要亮了。而隔壁小天也一整夜都没有睡觉，看着怀里沉睡的姐姐。姐姐，我终于是你的了。一日一早。抱歉，昨天晚上吵到你了。没事，恭喜五哥了。走吧，一起吃早餐。你们在门口守着，姐姐可能要晚一点才能起来。好的，五少爷。五少爷真勇猛啊！这么多年少夫人各种洗脑，结果直接成就好事。来到前院，四哥今天不是要出发吗？明知故问。小五，昨晚是夏夏自愿的吗？宋玉沉默了，宋明、宋锦都看着宋玉。跪下，等夏夏起来再说怎么罚你。先跪着吧。吃完早餐，3个小家伙欢快在大厅里玩耍着。依依突然停了下来。五叔，你是做错了什么事了呀？哼，你们以后可不能再叫我五叔了，要叫我五爹爹。为什么呀？因为五叔现在也是你们娘亲的人了，所以应该换作爹爹。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四叔呢？就在这个时候，你四叔还是你四叔，他没有你五爹爹那么讨人喜欢。哦，是吗？那四叔，娘亲不喜欢你吗？宋玉一听，连忙回头看去，只见四哥正一脸阴沉地看着自己。四哥，我只是逗孩子玩玩而已。是吗？宋允看着3个一脸好奇的宝宝。你们知道吗？你们五叔就是因为惹了你们娘亲，所以才会被罚跪在这儿的。惹娘生气，
就是坏蛋。一言也是板起脸，一本正经的附和。就是我也不喜欢五叔了。姐姐哥哥，我们走吧，以后再也不理五叔了。他转过头来，可怜巴巴的对宋允说：四哥，我错了。错了。是真的知道错了，有点飘了。晚了。沈夏因为过度劳累，一觉就睡到下午。昨天晚上，尽管他多次求饶，可是小五丝毫没有心软，依然不肯放过他。哎呀，完了！他急忙从床上爬起来。少夫人，我们进来啦。哎，好。少夫人，你怎么啦？四哥呢？四少爷在自己的院子里。那就好。来到前院，沈夏看着宋玉那跪着的姿势，怎么这么解气呢？婆婆，她跪了多久啊？差不多5个时辰。夏夏，你再不起来，我就要跪死在这里了。娘让罚跪的。夫人说呀，她犯了错就应该罚跪。那娘有没有说罚多久？没有。那我去找娘。夫人说，少夫人，你什么时候原谅她就可以起来了。沈夏一听，赶紧上前去把人扶起来。就知道姐姐舍不得我。你再这样，等娘罚死你我也不管了。看什么？看姐姐好迷人呐。难怪前世有那么多人喜欢弟弟呢。像宋玉这样长得清纯、嘴巴又甜的弟弟，确实是很难让人抗拒啊。哎呦，姐姐喜欢听我叫，其实不需要这样。姐姐生气了，你再这样不着调，我就不理你了。这一声声姐姐叫的真是磨人呐。宋母看着莫婆婆回来了。夏夏起来了。这么晚才起来，是不是因为昨天闹腾的太久了？是呀，听下人说天亮才安静下来。这个逆子竟干这种不着调的事。哎呦，夫人呀，莫生气。五少爷呢，初次经历这种事情，还不太懂事儿呢，以后呀会好的。他真的太冲动了，怎么能强迫夏夏呢？夏夏看起来还在生小五的气吗？没有。这不仅没有，少夫人呀还心疼的不得了呢。那就好。夫人呀不用担心，少夫人这没有责怪五少爷，就是最好的结果。晚饭，夏夏，小五不听话，你就罚他，可不要惯着。好的。娘，姐姐都愿意接受我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亲呢？为了杜绝下次再有人强迫夏夏这种事，成亲就不用办了，在婚书上加一个名字就是了，作为你昨晚的惩罚。四哥心眼真小，我不是都认错了吗？他居然还穿我小鞋。夏夏觉得呢？姐姐，就按四哥说的办吧。四哥，你就是一个小人，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是吗？这是不长记性啊！当年要不是我，别说你吃肉了，恐怕你连喝汤都喝不上。夏夏，我们明天走。好，这好不容易吃上肉，他居然把盆都端跑了。你也要去啊？今年的举人考试，你要是考不过，你懂的。沈夏看着小天，小天考试没有问题吧？我在认真预习，不让姐姐失望。好，就知道小天更让人放心。老四啊，那你要好好照顾夏夏哈。娘，我会的。夏夏，京城是天子脚下，你把离衣带去吧。就是啊，他武功高，一路上也能保护你。要不带上？可以。娘亲，那你要给我和弟弟们带礼物回来哟。依依真乖，晚上娘亲陪你们3个一起睡。一凡一听，耶，好呢好呢，娘亲。今晚不是该我了吗？晚上3个孩子疯闹了一会儿，慢慢就睡着了。夏夏，沈夏悠悠转醒，醒了。二哥，你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爱好了？想你啊，你和四弟去京城，又不知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孩子呢？孩子在你房间，这是我的房间。好吧，二哥想我了。怕你出去后记不起二哥，所以临走前给夏夏加深一下印象。二哥，你可真可爱呀！夏夏，喜欢吗？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二哥哪里我都喜欢。然后，宋明明知道沈夏昨天晚上被小五折腾到很晚，所以自己也没有过于折腾沈夏，拥着沈夏。二哥今年要做什么呢？我开春趁着时间还早，按照你说的技术嫁接一下那些果树，看能不能成功。你为什么要拒绝陛下让你进京的安排呢？京城没有你就不好，你在哪里我就在哪。好，早上起来，这次出门沈夏带了吉祥如意和林一。一大早，宋锦就给了比翼5万两银子，让他先骑马去京城买下一个不错的宅子。京城要在那边建分厂，以后肯定也得去京城有个院子方便。看着离开的马车，老三，你有没有给夏夏银票？娘，我已经给了夏夏10万两银子，足够她用的了。10万两，够不够啊？娘，
京城世家夫人1个月的月钱才几十上百两，还得是达官贵人那种。这么一路遥远，半个月的路程，路上会不会有劫匪啊？娘，你忘了，李一在一路的。宋锦简直要被自己老娘整无语了。少夫人，是邱公子他们。到了五阳县门口，马车停了下来，应该是一路赶考，所以打算结伴而行的吧。夏夏，四哥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样的，上京赶考，秋兄和韩兄决定和我们一起上京，但是韩兄的妹妹也想一起去玩一下，我那个马车不太方便，所以想着让他和你一个马车。好啊，这多个人多个伴嘛，当然可以了。四哥让韩妹妹过来就是了。好，嫂子，给你添麻烦了。没事，这路上多一个人也多个伴。那多谢嫂子了。这韩冬瓜是不是看不清事儿啊？瞎子都能看出来宋云喜欢沈夏，他还让他妹妹出来掺和干嘛？没事，你把人看好就好了，不要给夏夏添麻烦。放心吧，我妹妹可听话了。中午停留吃饭时，突然听见马车里面发生了声响，这车里都没人了，怎么还会有声响呢？沈夏看着黎一，黎一一脸不知所措的样子，这知道也得装不知道。这个时候装东西的是木箱子，把上面的绳子解开，再把最下面这个箱子抬出来。宋允轻轻打开箱子，只见3只小糯米团子躺在里面。娘亲，小凡好像不舒服。依依也知道自己犯错了。怎么样了？没大事，就是有点缺氧。娘亲，我差点以为见不到你了。要去就带着一起吧，路上走慢点。只有这样了，那家里会不会很着急啊？我留了信的。写了什么？在桌子上写了跟着娘亲出发了。他已经学了1年简单的字儿了。那欢欢喜喜呢？在另一个箱子里。什么？一言，你怎么也合着他们乱来？为什么没有给娘亲说？娘亲不是说我不要老实告状吗？我们是亲姐弟，要团结。沈夏现在简直是一口82年的老痰哽在喉咙里。四哥，我们出来带了信鸽，还是跟家里写个信吧。我马上去写。宋依依看着宋允，笑眯眯的。嘿嘿，四叔，我给您研墨。你心里想的什么？别以为四叔不知道啊。四叔您最好了，依依最喜欢四叔了。这个时候肯定是要离娘亲远一点，还是在四叔身边安全一点。现在知道四叔的好了，谁天天就知道黏着小天叔叔呢？哪里嘛，依依最喜欢四叔了，然后再是小天哥哥。小天叔叔就是小天哥哥。嫂子，你这3个孩子好可爱啊！允哥哥，你居然这么会带孩子，以后要是成亲，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父亲的。宋允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呀。这个木头对自己喜欢的人都是这个态度。四哥很会带孩子的，以后谁嫁给他肯定特别幸福。叫人，这位是邱叔叔，这位是韩叔叔，这个是双姨。邱叔叔好，韩叔叔好，双姨好。你们好啊，真可爱呀，搞得叔叔现在都想成亲了。你成亲也生不了这么可爱的孩子啊。哎，子阳，你是不是兄弟啊？那箱子里的东西呢？姐姐让放马车房了。好吧，不对，肯定还有帮凶。沈夏抬头看着黎一，站住，转过身来。什么事？你觉得是什么事啊？黎一经不住沈夏的注视。是我帮他们的。谁的主意？依依的。你就这样帮他的？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家里还有我以外能坏得动你了？总不能说是依依威胁我，那就更不可对人言了。你罚吧。哎呦，我罚吧？你这些年被罚的还少吗？你还有工钱罚吗？只见黎一从怀里拿出一个东西，直接扔给沈夏，是一个钱袋子。哪里来的钱？私房钱都给你了，随便你扣。嘿呦，发财啦！这钱哪来的？没偷没抢。你别以为遇到事儿罚款就算了，这下次再背着我做这种事，你就另谋高就吧。然后转身就离开了，看着沈夏的背影陷入沉思。3个孩子就放在我这边吧。好，那依依跟着我吧，依言和一凡跟着你。一路上，小孩子怎么有那么多问题啊？重点不是问题多，而是有一些问题根本回答不上来啊。宋依依还在问着。四叔，那我是怎么来的呀？就是我也想知道。男女到了成亲的年龄，相爱的2个人成了亲，后面就会有小孩子的。那男女是多大才成亲呀？18岁。那四叔你怎么没成亲呀？四叔都20岁了。宋允一噎，
四叔是没有喜欢的人吗？四叔是爱而不得。谁教你胡乱用词语的？本来就是嘛。星君，你对谁爱而不得呀？邱子阳翻了个白眼。这白痴简直没救了。小孩说来玩的。我没有。依依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四叔胆子真小，还没有五叔聪明。五叔不就得到娘的芳心了吗？沈夏这边，嫂子真幸福。还好，我第一次见到允哥哥，那时我才13岁。这样一个如清风明月般的男子，又有谁能够不喜欢呢？嫂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只是忍不住要开口了吗？没事，你想问什么就问吧。嫂子觉得允哥哥怎么样？我觉得他怎么样有用吗？四哥挺好的，人长得俊俏，学识又好，就是人清冷了一点。允哥哥好像对你很好。肯定的呀，哪有当哥哥不疼妹妹的？他一向把我当妹妹。那嫂子喜欢允哥哥吗？原来这一路觉得四哥对我很好，小姑娘吃醋了。作为哥哥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别的就算了。你见过三哥宋锦吧？在我眼里呀，那种才是最俊俏的。大哥和二哥都很好。那你会和允哥哥成亲吗？不会啊，四哥以后会另娶的。你喜欢四哥？不错，有勇气。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你要是喜欢，可以自己去表白啊。什么？自己去表白？我是觉得女追男嘛，隔层纱，表白一下，这成功了就好。就算没成功，自己也没有遗憾嘛。至少咱努力了。就这样，一行人终于将近赶了近20天的路，才来到京城。这里就是京城啊。进了城门之后，星君，你们打算在哪儿租院子？就是到时候我们租在一起，也有一个伴儿。三哥已经安排了人来京城置办房子了。豪气啊！三哥打算在京城这边扩展产量，所以搬宅子也方便一点。那倒也是啊。好吧，那我们就不能住一起了。星君，等会儿知道你住在哪里了，我们便去找房子。初来乍到，也在我们那里先住着，明天再找房子吧。好兄弟，那就打扰了。到了一处院子门口，比翼一眼就看见熟悉人。四少爷，你们终于来了。少夫人，这个院子就按您说的，买到那种中产阶级的地方。进去看看。嫂子怎么没把宅子买到繁华的地界呢？以宋家的财力，应该是买得起的呀。嫂子不要误会，我只是觉得住在达官贵人的区域，可以认识更多有权势的人。就以允哥哥的学识，也许得到某些大人的青睐，对他的仕途有所帮助。四哥恐怕不仅学识能受到大人们的青睐啊，他那俊朗的外表更能受到世家小姐的喜欢呢。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嫂子说的对，还是嫂子考虑的周到。你们在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我们在讨论是不是要把院子买到达官贵人聚集的地方去，这样说不定哪天四哥就可以带回一个有权有势的四嫂啦。瞎操什么心呢？切，开个玩笑嘛，这么小气。邱子阳他们暂时住在这里，等过几天他们找到合适的院子，他们再搬出去。好啊。毛管事，可以用饭了吗？四少爷，少夫人，要不先用饭吧？好，走，我们先去吃饭。大家一起用完饭就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一大早，你们叫什么名字？奴婢叫小花。夫人，奴婢叫招娣。你就叫春华。你叫秋实。谢夫人赐名。沈夏看着旁边的嬷嬷，还不知道嬷嬷贵姓吗？老身姓于，夫人唤我于嬷嬷就是。以后你们3个就照顾小少爷和小小姐。是，听夫人安排。吃饭的时候，邱子阳看着宋宇。星君，我们已经找到了一处4合院，环境尚可，价格也合理。我们下午去购置一些生活用品，就能搬进去。那就好。嫂子，和你相处了这么久，真舍不得离开这里。我们之间距离并不远，如果你想过来玩，随时都可以啊。一旁的宋允突然开口说道：“毕竟我也是个外人，你住在这里确实不太方便。”邱子阳也附和：“没错，这种情况让邻居看到也会觉得不妥当。这有什么关系啊？嫂子都能和小叔子一起居住，也没见有什么闲言碎语啊。”宋允脸色一沉，含意看着自家妹妹：“你说些什么呀？行军家的事儿关你何事啊？”允哥哥，我喜欢你。我有喜欢的人了。原来四哥喜欢的人不是寒霜。你喜欢的人是不是嫂子？
韩家妹妹，这可不是你该过问的事儿啊。如果你觉得宋家的饭菜不合口味，那你大可以选择离开这里。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他又转头看向沈夏，嫂子明明已经有了3位相公，为何还不满足？你们慢慢吃吧，我已经吃饱了，就先失陪了。他只是淡淡看了寒霜一眼，便直接转身离开了。燕一，送客。他便快步去追赶已经离开的沈夏。你喜欢行军？邱子阳看着寒霜，就算是你喜欢行军，也不能这样说沈夏。到现在为止，他都不知道行军倾慕他。什么？行军中意沈夏？走吧，我们谈谈。我走开，就是为了避免陷入这种纠葛之中。这没想到，还是逃不过去。可以不谈吗？要么你跟着我走，要么我抱着你走。这强扭的瓜，它不甜呢。不甜我就蘸酱吃。宋允直接弯腰将沈夏一把抱起来了，他抱着沈夏大步流星的离开。快放我下来，我自己走。四少爷终于忍不住了。是啊，四少爷还算是沉得住气的。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得着急了，重点是夫人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我也觉得四叔太差劲了，一点胆量都没有。这小孩子都看出来了，一言呲着一个嘴说道：四叔也要变成爹爹吗？那我们是又多了一个爹爹吗？四哥，快放我下来！这个时候正好和寒霜四目相对，完了，说不清了，这完全说不清了呀！直接抱着沈夏到了沈夏的房间里。你说吧。我有那么可怕吗？本来这个事想科举之后按你说的那样找个好的时机跟你说，结果既然话题都说到这儿了，我便不想再等了。夏夏，我中意你，可以做你的夫君吗？两世为人，真的从来没有中意过一个人。沈夏有些慌张了，四哥是不是上了年纪了？这身体有想法了？四哥，我要不要给你纳一个漂亮的通房啊？不用了，我不需要通房。为什么？四哥，你不是想要女人吗？我只想要你，其他人我都不要。四哥，宋允轻轻握住沈夏的手。夏夏，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你了。既然夏夏如此担心我的身体，何不毛遂自荐呢？四哥，你走仕途之路，共妻之事，这确实不妥啊。若是夏夏担忧此事，我可以放弃科举之路。没想到当年我的话语，如今竟成为了他拒绝我的理由。那可不行，10年苦读就这临门一脚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你更重要。你要科考，我也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要求，我们不成亲。宋允一愣，这怎么行？宋允轻轻把沈夏拥入怀里。夏夏，我知道你的顾忌，但是我真的好想看你为我穿喜服，这样你看行吗？科举我如果中了状元，你就给我一个仪式好不好？不请外人，就自家人。都说人生2大喜事，无非就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好吧，如果四哥高中了，我们就成亲。宋允看着沈夏的脸，缓缓低下头。沈夏也非常配合，他闭上眼，感觉到唇上的冰凉，两人吻的是难舍难分。客官几位，我们只有大堂还有位置了。订了雅间的。公子贵姓啊？姓宋。居然订的是3楼视野最好的位置，那个位置低消费都是30两起的。公子，请跟我来。吃完饭，我们是不是要去那边玩啊？感觉吃的差不多了，就听到外面有点吵闹。我倒是要看看是谁和我抢雅间。陈公子，这个真的早就订出去了，隔壁给你留着的。男子一进来，这小娘子真有韵味啊！不，我就要这间。哟，怎么，京城的公子是土匪出生的，喜欢抢东西吗？不知道督察使陈大人知道儿子在外面欺男霸女吗？这男子年龄不大，但是面生。正当男子想再问问题时，就见门口又进来一个男子。陈燕不是天宇2号包厢吗？你怎么在这儿啊？就看见沈夏和宋允。你们什么时候来京城了呀？这是你朋友？怎么了？你还是少和这种欺男霸女的人打交道了，有损名声。你这个臭娘们胡说什么？放下，你别跟他胡说。你们住哪儿啊？我明天登门拜访。对方是什么来头？这正经书还亲自登门拜访？不用了，都是朋友，远道而来是客。如果我上门不方便的话，那我明天在这儿安排一下，你看如何？好吧，那我们就走了。陈燕，你这性格是不是改不了了？我只是想去找他们换一下而已。对了，他们是谁呀？
你别打什么歪主意。保证没有，就是好奇而已。我能有今天这个职位，有一半都是因为他。真的？他们是什么来头啊？别的我就不说了，你们别去找人家麻烦就是。毕竟那可是子战心中的白月光。公子夫人，要速传吗？今晚可有妙玉阁的花魁表演哦。哎，四哥，要！居然敢勾引我的人！船开始慢慢的开动起来。原来湖边竟有一座巨大的舞台，所以想要观看这场独特的表演，就必须登船。半个时辰之后，重点来了。哎，四哥，是不是花魁要上来了？这花魁你认识吗？你觉得呢？就这么好看？这傲人的身材，曼妙的身姿，吃醋了？有点。没事，我这只是对美好事物欣赏而已。对美好的事物都欣赏？啊，也不是全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舞蹈结束了。诸位，今日特别增添了一项活动，即在座的诸位公子小姐们，稍后我们的千羽姑娘将会给出一个上联，大家需要对出下联。若哪位能对出我们千羽姑娘满意的下联，我们的千羽姑娘将会登上其所在的船只，为其独奏一曲，并与之共饮2杯酒。哎呀，四哥，对联我不行，你能不能帮帮我呀？我帮你点花魁。哎呀，虽然意思差不多了，但我只是好奇，想看看嘛。哎呀，四哥。好吧。春风化雨，润桃李，大家看着展现出来的上联，都在细品。怎么了？我们是不是没有参加的资格了呀？只要你想，就有。啊，四哥你会射箭？四哥你可太棒了！这位公子的与众不同。千羽姑娘，你先念给大家听听，是多么深意啊！这位公子是9号船的宋公子，对的是施恩四海，育英才。宋公子好学识，在下怀州人士唐维。云州人士宋云。没过一会儿，千羽姑娘就来到沈夏的船上。宋公子好，宋夫人好，奴家先给公子和夫人弹奏一曲。夏夏，这酒后劲太大了，不喝了啊。后劲大了好呀，不是正好可以趁着酒作妖吗？不一会儿的时间，千羽姑娘弹完了。千羽姑娘，你是吃什么长的？居然能长这么高？姑娘说笑了，家里人都高，所以便长得高一些。不过男子多数都喜欢姑娘这样标致的。是吗？千羽姑娘，快过来坐。姑娘真是个妙人，居然不嫌弃奴家的身份。有什么好嫌弃的？360行，行行出状元。你不偷不抢，都靠自己挣钱，有什么好笑的？歌迷献酒，千羽姑娘，你弹琴真好听，祝千羽姑娘永远长红。我叫沈夏，姑娘，这琴弹了多少年了？这么好听。奴家自幼学习弹琴，已有10余年。如此年轻，便有如此造诣，真是难得。夏夏，那千羽姑娘，我就不敢再耽误你了，我们下次再约啊。奴家在妙雨阁，姑娘有什么事就派人来找我都行。千羽姑娘，以后都是朋友，你我相称便是了。好。看着千羽离开，沈夏这才看向宋宇。四哥，你终于想起我了。四哥这是说的什么气话？我敬四哥一杯，祝我们相亲相爱。沈夏又倒了一杯，祝我们阖家幸福。这一杯一杯又一杯，祝我们白头到老。已经重复了。那祝我们下一世白头到老。这都第9世白头到老了啊？这么多了吗？那我们回去吧。好。湖边的千羽看着马车离开。主子，我们还不回去吗？走吧。到了小院里，抱着沈夏，大步流星的回房间。四哥，那个酒怎么这么燥热？乖，一会儿就不热了。身子像着火一样。阿玉，我好热啊。夏夏，你准备好了吗？惦记很久了。然后轻轻吻住了宋允的唇瓣，折腾许久。难怪小五一晚上都不愿意休息。一日一早，夏夏想吃早餐了。四哥，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怎么办？我好喜欢你喝醉后的样子。我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把我吃得干干净净，这不算过分吗？阿宇，你要不要吃回来啊？看来夏夏昨晚确实还没吃饱，
那就再喂喂夏夏。说完，就开始展开他的攻势。他又一次陷入与宋允的激情之中。沈夏是各种求饶，也不知过了多久，反正最后沈夏又睡着了，也不知道是累晕了，还是人散架了。等到沈夏睡到自然醒的时候，还没看够啊？看不够。那你先起来吃点东西，然后再继续看。早上我只是给你简单的清理了一下，等会儿你再泡个澡，才舒服一点。中午吃饭的时候，娘亲，我们是不是要改口喊四叔爹爹了呀？那当然啦。依依也跟着笑起来。是爹爹。在外面的时候，你们还是要喊爹爹哦。好呢，娘亲。娘亲，这是为什么？因为别人呢，通常只有一个爹爹，我们比别人多。如果在外面大声的喊出来，别人可能会嫉妒我们有这么多爹爹疼爱哦。哦，我明白了。这个孩子真是天真无邪啊。比喻说和那家庄子的东家约好了，下午可以去雅行签契书了。好，夫人，里面请。这位便是卖庄子的人，沈夏妹妹。顾姐姐，你什么时候来京城了呀？家里4个上京赶考，我就跟她一起过来了。那你们要待多久？可能2、3个月吧。那真好。你住哪里？我有空来找你玩啊。顾姐姐，你怎么突然想着要把庄子卖了？没什么原因，反正留在手里也没用。那姐姐3万卖给我吧。如果是妹妹买，就2万两吧。那不行，怎么可以占姐姐便宜呢？妹妹就不用客气，就2万两，不然我就不卖了。顾姐姐，这个庄子你可以2万卖给我，不过我是做生意的，算姐姐1成股。如果姐姐不同意，那我就不买了。最后顾子言没有办法，只能同意了。2人在这里签好了买卖契约和生意契约。多谢顾姐姐，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顾姐姐介意有外人吗？谁？昨天我和4哥在一品轩用餐时碰到郑大人了，所以他约了今晚一起吃饭的。景叔，好啊，一起呗。那姐姐坐我马车，让你家婢女回去说一下。不用回去说。看来顾姐姐的婚姻出问题了，不然一个当家主母不回去吃饭，都没人过问的吗？到了一品轩，裴夫人，您里面请。原来您是裴夫人的好友啊。哎呦，真是有缘呐！姐姐居然也在一品轩呢。交姨娘都能出来，怎么我这当家夫人还出不来吗？这是家里的妾室啊，看这气势，不是一般的得宠啊。哎呀，姐姐，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妹妹不是看见姐姐过来打个招呼吗？顾姐姐，夫君的小妾。哦，顾姐姐啊，这京城的小妾都是叫当家主母姐姐的吗？难道不是叫主母或者是夫人吗？这小妾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家宠妾灭妻呢。我们国公府的事关你何事啊？原来是国公府的呀，这有权的人家家风就是与众不同啊。不过我们小老百姓家一向更注重结发妻子的，小妾这般无规矩是要被贱卖的。看我不回去跟夫君说，你何请外人来欺负我？衣袖一甩，气冲冲的就走了，让沈妹妹见笑了。姐姐不怪我多嘴就好了。结束这段小插曲，到3楼窗边坐着。世家都是这样，谁家里没有2个小妾呢？只不过我们家里的要特别一些。当年我许久不能生孩子，后来婆母着急，相公顶不住压力，就把娘家表妹抬了进门。进门没多久就生了庶长子，后来又生了庶长女，还是多年后才有了莫言。娇姨娘仗着婆母的偏爱，所以越发的不把我看在眼里。相公公务繁忙，哪里有时间理会这些事？是没时间，还是不想理会啊？男子一般不过问后宅之事，很正常的。那姐姐过得幸福吗？幸不幸福重要吗？姐姐，你信吗？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他们不管不问，无非是没有冲突到他们的利益上。如果有，你看他们还束手旁观吗？这个姨娘能作娇做到你头上，何尝不是你相公和婆婆纵容的？就你现在这种处境，莫言才12岁，你能为他守好属于他的一切吗？沈夫人说的对，夫人，我们瑞王府也不比其他国公府低，姑爷的官职可没有3少爷官职高，未来是什么样还说不一定呢。听小丫鬟说，这3少爷应该是顾子战、宋江都在正4品，那顾子战还是世家贵族呢。如果闹大了怎么办？你一个妇道人家，在乎什么脸色呀？相信我，他们比你更在乎脸面。这些年你过得委屈，真的就是你教养太好了。相公会觉得我不懂事，他都能看着你委屈不管，你还管他什么感受啊？那如果这件事是沈妹妹遇见，你会怎么做？
我会让下人四处传播国公府宠妾灭妻的消息，用舆论造势，都不用自己出手的。国公府为了打破这个传言，就得打压那个小妾的势力。人这一生很长的，爱情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对方爱我，我当然也爱他；如果他让我受委屈了，我就离开。待我不好，就和离。一个人独自美丽。回想起当年他与弟弟的果断分手，不禁感慨沈家的洒脱。妹妹当年曾说不喜欢京城的纷扰，如今看来，即使妹妹身处京城，也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一切，不像我这般举步维艰。姐姐过奖了，那些看似嚣张跋扈的人，其实并不难对付。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深藏不露、闷声不响的人。姐姐只需要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要低看自己。你委曲求全，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为他们家开枝散叶？别说你还生了一个呢，就算没有生，和离就是了，也不是他们欺负你的理由啊。对呀，我可是堂堂郡主。沈妹妹，我明白了。顾姐姐，我并不是想要挑拨离间，但毕竟你们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自家人的。哎，四哥，吃饭的时候。四公子可有信心？还行。四公子当年不是没和沈妹妹成亲吗？等着高中成亲也是一样的。上郑大人见笑了。沈妹妹好福气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几个哥哥人都很好。京中啊，没有这种情况。沈妹妹对外可不能这么说呀。我知道，别人肯定会嫉妒我的。我真的是担心多了呀。就沈笑这脑回路，担心别人说吗？肯定不会的呀。是的，肯定得嫉妒。毕竟妹妹几个相公都是人中龙凤。裴元启对你好不好？还好，一般般吧。对了，郑大人成亲了没有？郑锦书一愣，居然看了一眼顾子言。没有。不是吧，大哥你都不年轻了？20有8了。你父母不催你吗？前天高升回来，家里的门槛都被踩坏了，结果呢，我带了一个小官回去，就都消停了。哇，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爱好。不过追求真爱是人的自由，我祝福你，爱情不应该分性别的。没有，我没有龙阳之好，那只是权宜之策，都是母亲天天催烦了。神才啊，你这么豁得出去啊？然后就真的安静了呀。原来是假的，我还以为是真的。看着你和弟弟在一起，吓我一跳，还以为你喜欢我弟。这误会大了呀。吓我一跳。虽然你喜欢男子并没有什么，不过我家四哥这么俊俏，可得离你远一点。小脑袋瓜子想什么呢？四哥，你尝尝，这个好吃。四人有说有笑，一顿饭还是很和谐的。夫人回来了，少爷让你去找她。顾子言回去之后，并没有去裴元启的院子。子言，我不是跟门房说了，让你回来找我吗？裴元启走近看着顾子言，就是出去和朋友聚了半天，有点累了，所以想着夫君一定会心疼我，有事明天再说也行。子言不舒服，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如果是沈妹妹不舒服，她相公一定会守在旁边照顾吧。四哥，问你个问题呗。你想问裴国公的家事？你怎么知道的？你今天就见了这么一个人，你要么问瑞王府的事，要么就是问裴国公的事了。今天我和顾姐姐聊了很久，发现她的婚姻好像并不怎么幸福。我知道顾子言一直对你也好，所以你心生不忍。当年顾子言嫁给裴元启是高嫁。什么？顾子言父亲不是王爷吗？你以为王爷的门第就高贵了吗？王爷也分有权的和没权的。瑞王爷是先帝哥哥的儿子，先帝登基，为了皇权，但凡是皇家人都没有几个有实权的。但裴国公不一样，他是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不管是先帝还是当今陛下都是很看重他的，而且有实权，所以比瑞王府更有实力。那裴元启怎么娶了顾姐姐呢？裴元启自己求娶的。宋云感觉到胸膛上平静的呼吸声。睡了。接下来的几天，沈夏安排比翼让人去养蚕，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千羽姐姐，我们真是有缘啊。就是啊，上次沈妹妹说来找我玩，也没有过来，还好我们有缘。可不是嘛。千羽多少岁啊？这姑娘也太高了吧。22岁。我们先许愿吧。一会儿沈夏睁开了眼睛。娘亲，你许了什么愿望呢？我希望千羽姐姐能够早日获得自由。她的愿望居然是为我许的，原来她认为我被困在庙宇阁。有了妹妹的美好祝愿，一定会实现的。妹妹走吧，听说今天有元姨主持解签，
我们去抽一个吧。好啊。沈妹妹抽好了吗？好了，我们一起去解吧。园艺主持说，今天右边第697位施主，他亲自解签。天哪，妹妹真的是好运气，居然能让园艺主持亲自解签。施主请坐。有劳方丈帮我看看。姻缘本是天注定，事聚事散皆有终啊。施主求姻缘吗？不是，看未来。施主最近遇故人了。这位故人是你的转折点，有的东西放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啊。柳暗花明又一村呐。沈夏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一个房间门口。进来。进去之后，只看到了一个背影。你回来了。你是在跟我说话吗？那个世界好玩吗？哟，的确有点道行。这是看出来我的来历了。就见他慢慢转过身子。园艺主持，您好，你认识我？当年你母亲带你来见过我。主持，既然您知道我的来历，那您能否告诉我一些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呢？你知道原主的身世？原主的身份？难道不是吗？是你的身份，从始至终就是你的。什么意思啊？你呀，本来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只是3岁时受了惊吓，魂魄去那边了而已。然后这具身体就一直浑浑噩噩的，直到这具身体出了意外，你的魂魄才归位了。那你知道我的母亲是谁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能说得明确一点吗？是相见的时候便会相见的。好。命中有时终须有，忍一时风起云涌，退一步家破人亡。这么严重啊？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如果我选择隐退人世呢？你既然回来了，命运就会推动着你的命格，以后自然会明白的。谢谢主持指点。希望你能顺利度过这次难关。走出大殿。妹妹怎么了？是不是抽签结果不太好？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店里有些闷热。姐姐，你解的怎么样？还好。三人刚刚离开不久，就听到寺庙里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丧钟？丧钟？是的，3声是丧钟，通常只有寺庙里的得道高僧去世才会敲响它。难道元一住持圆寂了？听说元一住持都100多岁了，之前就是得道高僧，后来为先皇避过难，但是他很少为别人看。听说当年为长公主看过。吃过晚饭之后，房间内烛光摇曳，只剩下顾子言与沈夏2个人。一个身着青衣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屋顶上方。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凌厉的剑光骤然袭了过来。离开，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顾晨，那么多年不见，你居然在这里出现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千羽，你不好好待在你的妙语阁，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没干什么，只是突然想起我那可爱的妹妹，所以过来看看而已。你别打她主意。哦，是吗？可如果我偏要打她的主意呢？你觉得我会任由你胡作非为吗？不会把你的身份跟她说吗？你觉得如果你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她，她会怎么看你呢？毕竟比起我，你的身份可是更让人震惊啊！你不管怎样，我都不会让你伤害她。我什么？我又不会伤害她，你着什么急？还是说你休要胡说？我是不是胡说？你心里有？顾晨，你怎么变得这么沉不住气了？御书房里，陛下，下午云衣住持圆寂了。生前有见过谁没有？听说就跟一个妇人解答了一个签而已。不过听说这几日长公主在城隍庙。姑姑在那里干嘛？好像是驸马的生辰，每年这个时候长公主都会去城隍庙给驸马超度的。姑姑对驸马真的很用心呐，可怜姑姑这些年一直走不出来啊。当年姑姑为我付出了很多，我只希望她能放下过去，好好过日子。城隍庙，那个婆婆，我迷路了，能告诉我怎么回到娘亲的屋子吗？这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让孩子闯进这里来打扰我。慢慢转过身来，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小女孩。渊儿，我的女儿，你终于回来了。上前将宋依依抱在怀里。婆婆，你怎么啦？是不是我打扰到你了？简直是一模一样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宋依依。婆婆，你不要再难过了嘛。娘亲曾告诉我，人的一生不过就是短短几十年，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为何不让自己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呢？这是你娘亲说的吗？是啊。你娘亲应该是一个很漂亮温柔的人吧？温柔？还好，但是和婆婆一样漂亮，尤其是你们的眼睛好相似啊。你娘亲多少岁啊？20岁。我的女儿今年也是20岁啊。那你娘亲在哪里啊？带婆婆去好不好啊？就是找不到路，所以才走到这里的。那你的家人叫什么名字？我娘亲叫沈夏。还有别的名字吗？娘亲和朋友一起来的。还有顾姨和裴莫言哥哥。来人，殿下怎么了？这院子里有没有一个叫沈夏的，还有一个叫裴莫言的？殿下，老奴知道裴莫言是哪家的，是瑞王爷家的外孙。上午顾郡主也来上香，借了隔壁的院子，他的儿子就叫裴莫言呢。带本宫去。殿下，小孩子沉，老奴来抱吧。本宫还没老，婆婆带你去找娘亲。好的，谢谢姨姨。怎么成了姨姨了？刚才是看着您头发花白，所以才唤您婆婆的。现在看着您姨姨的脸上那么年轻，还是喊姨姨吧。娘亲说，女孩子都不喜欢别人唤老了。你娘亲真有趣。直到有人敲门，顾姐姐坐着，我去就是了，肯定是依依回来了。娘亲。顾惜看着沈夏，真的很像。沈夏看着眼前的女子，眼眶微红的看着自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您好，是依依给你添麻烦了吗？没有。哦，您要不要进来坐坐？好。顾惜进去后，顾子言看着来人，大惊。姑姑，谢谢姨姨帮我找到娘亲。你怎么跑出去了？我看着一个漂亮的小动物就追过去了，结果就迷路了嘛，到了姨姨的院子。坐吧，我叫顾惜。当年我有一个女儿叫顾渊，3岁时便失踪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寻找着她，我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丝希望。我刚才看见依依的时候，觉得她与我当年走失的女儿一模一样，所以我忍不住跟随着她过来。只要遇到与我女儿稍有相似之处的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追寻。我没有放过任何可能找到她的机会。她小心翼翼将玉佩递给顾惜。这是我养母说是我身上带着的。渊儿。顾惜喜极而泣，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些年让你担心了。此刻的沈夏感到有些迷茫和困惑。元一告诉过他，自己就是原主，可是对于3岁之前的事情，他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忆。完了，子战这辈子恐怕都不可能原谅母妃了。如果沈夏真的是姑姑的女儿，那么她岂不就是子战的未婚妻？我终于找到你了，渊儿。渊儿，以后都不会再分离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还好。你成亲了？有3个孩子，这是老大宋依依，老二宋一言和老二宋一凡，他们跟着顾家姐姐的莫言在隔壁睡了。哦，那你相公是？这该怎么说呢？他对你不好？没有，很好。那沈夏便把他在乡下长大，然后被养母卖给一家5兄弟当共妻的事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顾惜。那是一口老血就给吐了出来，气急攻心，直接就晕倒了。公主，天哪，怎么办？殿下怎么了？气急攻心了，我会医术，
帮我一起把人扶到床上去吧。公主平常是不是有心无力的感觉？还有时候呼吸都跟不上。是的，这狗血吐了是好事，反而让她9堵的血脉通了。哎呀，姑娘真是殿下的福星啊！这么晚了，公主她不好移动，你看还有没有房间，把顾姐姐安排一下。啊，没有问题。沈夏静静地坐在床边，看着公主那沉睡的容颜。这些年她过得很苦吧，为了国家操心劳力，结果先是女儿失踪，再是夫君去世。这一晚前半夜睡得特别不安稳，做了很多的梦。她看见一个女子在院里舞剑。嫣儿啊，娘亲是不是很英气啊？是呀，娘亲和爹爹是一刚一柔，绝配。沈夏看着梦中其乐融融的一家，然后环境一转，喂，子战哥哥，子战哥哥。顾惜一早醒过来，看到床边挨着的躺椅上，躺的是自己找了多年的女儿。终于是找到了，元一住持真的说对了。沈夏不知睡了多久，突然睁开眼，啊，你醒了？你是做了什么梦吗？我见你很难受的样子。我梦见在一个院子里，你在舞剑，旁边有一个孩子，还有一个男子陪着。那是在公主府里，每次我练舞，阿姨都会带着你在旁边看着。你饿了吧？我让人给你端点吃的来。公主，不用了，你先坐着，我去喊人就是了。你还是不相信你是我女儿吗？还是觉得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娘亲？不是的，不是你的错，我也没有怪你，只是还不适应而已。好，娘不强求你，没事，你先慢慢适应，什么时候适应了再喊就是，只要人在身边就好。娘，娘，我让人打水进来，我们先洗漱，然后再吃点早餐。你等着，我去。桂嬷嬷推门而入了。公主醒了，先洗漱。吉祥如意小心端着洗脸水进来。渊儿，这就是你的丫鬟。吉祥如意过来给长公主行礼。长公主安康。渊儿培养的还可以，到时候回公主府，娘再给你配一些1等丫鬟和嬷嬷。依依和一凡他们起来了没有？也是刚起来。娘，我让孩子们一起过来用早餐，还有顾姐姐他们。昨天晚上都是顾姐姐帮忙照顾依依的。好。莫言，这是长公主。姑奶奶安康。姑奶奶安康。你们两个是不是叫一言一凡啊？快过来，依依也过来。我呢，不是姑奶奶，我是外祖母，就是你们娘亲的娘亲。这是你们的外祖母。外祖母好。好。来到灵位前，王夫兰意之位。娘，我怎么跟着你姓啊？难道皇室都是这样？不是，你的姓名是先皇决定的，就是你皇祖父。那父亲没有意见吗？不会，他改来跟我姓啊，他都愿意。你父亲是当年我在边境路上捡的，他比我小5岁，我把他养大了，后来成了驸马。阿义，终于在我有生之年找到女儿了，你在下面就可以安心了。渊儿成亲了，还有3个可爱的孩子，我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父亲，很遗憾没能再见到你，不过在梦里我想起了你，您是那么的清风奇月，您在下面安息，我会好好照顾娘的。然后看着3小只，跪下给外祖父磕头。外祖父好，我们会好好照顾外祖母和娘亲的。你父亲在下面也终于可以安息了，以后会好的。娘，你还要帮我照顾他们3个长大呢，到时候让娘再教他们武功。娘，我先跟着顾姐姐一个马车，等会儿到了再做您的。好。夏夏，不对，应该叫你月儿妹妹。从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没想到我们真的有血缘关系。你父亲和长公主是什么关系啊？我和顾子战不会是表兄妹吧？要是这样，还好没成亲。是堂兄妹。本来我父王是世子的，当年先皇在位时，我们这些野心且帮了先皇的忙，所以在我祖父死了之后，给了父亲王爷的位分。不是的，不是你的错，我也没有怪你，只是还不适应而已。好，娘不强求你，没事，
你先慢慢适应，什么时候适应了再喊就是，只要人在身边就好。娘，娘，我让人打水进来，我们先洗漱，然后再吃点早餐。你等着，我去。桂嬷嬷推门而入了。公主醒了，先洗漱。吉祥如意小心端着洗脸水进来。渊儿，这就是你的丫鬟。吉祥如意过来给长公主行礼。长公主安康。渊儿培养的还可以，到时候回公主府，娘再给你配一些一等丫鬟和嬷嬷。依依和一凡他们起来了没有？也是刚起来。娘，我让孩子们一起过来用早餐，还有顾姐姐他们。昨天晚上都是顾姐姐帮忙照顾依依的。好。不过按这个血缘来算的话，我和顾子瞻的关系并不近呢。依依，等会儿到了城里，我跟公主去公主府住几天，跟你们四少爷说一声。好呢。向着国公府驶去。什么？长公主的马车在门口？走，赶紧去门口迎接。顾姐姐，那我们改日再约。好的。长公主跟你一路？是在城隍庙遇见的，就一起回来了。你们瑞王府就这样的家教？客人到了家门口都不请进去坐坐？母亲，我是国公府的人，母亲还有事吗？若是没有，莫言还有学业没完成，我便带他进去了。去吧。沈夏跟着顾惜一起回到公主府。渊儿，我们回家了。恭迎传听郡主回家，恭迎依依小姐、依依少爷、依凡少爷回家。以后公主府的主子不只是只有本公主一个，还有安平郡主，还有依依小姐、依言和依凡少爷，大家对他们要像对我一样尊重。渊儿，要说两句吗？娘，不用了。大家都下去吧。渊儿啊，你还记得吗？这就是你小时候住的院子。有点记忆，不过都挺模糊的。没事，人回来就好。渊儿啊，你就先住你小时候那间屋子，先跟着娘住一段时间，后面如果你想单独住一个院子也是可以的，反正公主府的院子很多。好，听娘安排。娘，怎么有这么多盒子啊？那是你爹爹给你准备的生辰礼，每年都有一份。他在你12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去世前把你的生辰礼都准备到了20岁。外祖母不哭，一凡会伤心的。饭后，春华、秋实还有于嬷嬷带着3个孩子下去休息了。渊儿啊，你那几个相公，如果不行就扔了，到时候娘亲再重新给你安排更好的男子。娘，我这几个相公都挺好的，可是他们配不上你。娘，当年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就在一起了，不管未来我是什么身份，都一定是相配的。渊儿，如果你觉得你那几个相公长得俊俏，你放不下，那没事儿，他们就当侧夫，我再给你找一个主君。果然是我的娘亲呢，这想法真是前卫啊。娘，这样不太好吧？其实我那几个相公还不错的。不错什么呀？看他们几个孩子的长相就知道长得挺不错的，但也只是长相而已。你肯定是贪图人家的美貌，才把他们留在身边的。渊儿啊，长得好看的男人可以放在院子里当个花瓶欣赏一下，要找着当家做主的正式夫君，还得是门当户对。娘，这家世相等的人家怎么会愿意接受我这种后院养着一堆的人的情况呢？况且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根本就配不上那些高门大户的公子哥，咱就别去祸害人家的儿郎了。我顾惜的女儿可是最优秀的，想当年先皇的妹妹瑶光公主也是娶了一个主君，同时还纳了几个侧夫呢。娘，那可是公主啊，瑶光公主本来就出身高贵，自然能够做到这些事情。娘，感情这种事情吧，她真的不能强求。我都已经有5个相公了，实在是不需要再找其他人了。而且他们因此而打架怎么办啊？别怕，娘会给你安排200名护卫，有他们在，我看谁敢造次。我了个豆，这份迟来的母爱真的是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娘，咱们还是悄悄进行吧，不然会惹人非议的。谁敢在我面前乱嚼舌根啊？娘，这件事儿总得考虑一下我的喜好吧。也是，那好吧。渊儿，
其实你小时候娘就已经替你定下婚约了。难道是瑞王府的顾老三？那个孩子长得倒是不错，只是比你年长了不少。如果你不喜欢，娘可以帮你退掉这门亲事，再替你找一个年纪小点的夫婿。娘，关于婚事你就不必为我费心了。我现在觉得这样陪着孩子，陪着您就很好了。后院人多了反而会闹腾得很厉害的。如果我整日陪着那些人，哪还有时间来陪您呢？所以还是算了吧。好吧，反正顾家那小子也不在京城，等他回来了再说吧。最后他永远也别回来，否则一定会掀起波澜的。公主，门口有一个公子，说是郡主的未婚夫，过来拜访。这就是你那个还在读书的未婚夫？沈夏点点头，让他进来吧。没过一会儿，就见宋允跟着管家进来了。长公主安康。见到本公主不下跪吗？宋允没有犹豫，直接跪下了。长公主安康。你觉得你配得上我们家渊儿吗？能不能配上安平郡主，要看郡主怎么说。郡主说配得上，便是配得上。沈夏听到这句话，向宋允眨眨眼，表示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一旁的顾惜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以你现在的身份，即便将来高中，也不可能成为渊儿的正室。做侧就是了。不是很应激的吗？怎么说做侧的却不纠结了？我怎么排都是侧的，只要能过长公主这一关就好。如果你的科举进不了前3甲，这侧的都不行。娘，这被美色迷惑的不轻啊。好，下次放心，没问题的。这万一出意外呢？娘，您先让他起来吧。心疼啦？地上凉嘛，3月啊，地上凉，这简直没眼看了。起来吧。谢长公主。宋云起身，就在旁边站着。见也见过了，没中举之前就别再来公主府了。好，我只是来看看夏夏怎么样，她安好就好。那晚辈告辞。哎，娘，我去送一下。四哥，对不起啊。沈夏拉着宋允的手，眼中闪烁着歉意。没什么对不起的，是我占了便宜，在你还未恢复身份之前就拥有了你。你真的不生气吗？当然不会生气，现在有更多的人爱你，保护你，我怎么会生气呢？而且以长公主的身份，你在这京城几乎可以横着走了。太好了，我还担心你会因为他那份过分的话生气呢。要是真生气了怎么办？我就哄你啊，哄到你开心为止。是吗？那我生气了。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不生气的吗？长公主不允许我来公主府看望你。那还不容易，她不让你来看我，那我就去看你。好。四哥，你放心，我肯定是要回家的，只是现在刚认亲，所以就先陪陪他吧。听你的，以后可能不会像之前那样安静了。没事，有强大的后盾，不安静也不怕。好，晚上照顾好自己，要记得想我。回去时看到娘还坐在那里。舍得回来啦？娘还说不是被外貌给迷住了，人家也有内在的好不好？还有几天就科举了，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内在。四哥绝对没问题的。你先回去睡会儿午觉，娘下午安排了人来做量衣服，你和孩子们的衣服都重新做。娘，我们衣服还有很多呢，不用再做了。要做，怎么能不做呢？公主真的回来了，不是冒充的。应该不会，就以长公主的智慧，安平郡主可不能随便冒充的。陛下，要不要传长公主进宫问问？好。所以沈夏午休的时候，顾惜便被皇上召进宫详谈了。御书房里，听说姑姑找到女儿了啊！陛下，你这消息还是蛮灵通的。还不是因为姑姑太高兴了，所以路边人都听见那声恭迎安平郡主回来。是渊儿。姑姑确定是表妹就好。多谢陛下关心。姑姑，没有当年您为晋元王朝殚精竭力的付出，哪有今天？姑姑换我一臣便可。陛下礼不可废，天地君亲时，再怎么亲也得排到君后。那一臣就不强求姑姑了。表妹好不容易回来了，朕在宫中为表妹举办一场认亲宴。不用，渊儿是从小地方回来的，她对宫中不熟，而且还不是很懂这宫中的规矩，冲撞了陛下也不好。我就给她在府里面举办一场认亲宴就好。顾惜回到公主府，娘，你回来啦。等所有人都量好尺寸后，管事便上前。郡主，这个纱是目前市场上最高档的，郡主皮肤白皙，
穿这个对郡主的颜值定是锦上添花。不用，果然是从乡下来的，即使现在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也依然缺乏品味和眼光。七彩琉璃纱平常都是供不应求的，真是不识货呀。没事，娘不缺钱。外祖母，这个纱我们家里有很多呢，我娘从来都不穿的。爹爹还给娘做了好几件衣服，但娘一次都没有穿过的。怎么可能？这个纱我们店里今年只进了2批而已，而且还是因为去年拿货超过了20万两，才有资格拿到2批。这怎么不可能啊？七彩琉璃纱是我们家的。陈管事心中不满，奴才失语，请公主恕罪。外祖母，依依不会说谎的。都起来吧，下去。半个月后让人把成品送来。谢长公主。娘，依依没有说谎，盛世繁花就是咱们家的。真的？真的，那个东西只是外面卖的贵，真的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我这次来京城也是因为北方这边客户觉得去老家那边拿货太远了，所以我和三哥便商量，一南一北建2个分厂，方便大家。那你大相公做什么？他哥在萧北将军手里是一个正4品的将军。萧北手里就是娘当年的部下。那我跟萧北说一下，4品还是太低了。娘，不用，让大哥自己发展。那老二呢？二哥在家里种地呢。啊，这老二差了一点。二哥是正3品的司农。公主，前几年南边出了一个神医，对农业发展做出巨大的改变，陛下特封为正3品司农。不愧是我顾惜的女儿，就算在泥泞之地也能打出一片蓝天啊。那这老五呢？阿玉啊，他还小，刚考过秀才，还在读书。还小是多小啊？17岁啊。好吧，这个差一点，不过反正是小的，能讨你欢心就好。这几个相公只能作为侧室，而顾家的那位才适合成为主君。但问题在于，不知顾子战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安排啊？公主，瑞王妃上门拜访。渊儿要一起去吗？娘亲去吧，我就不见外人了。好，渊儿啊，娘亲打算看好日期给你办一个认亲宴。好，听娘的。顾惜来到前院正厅。长公主近来可好啊？还好。嫂子怎么有空来看我了？我早就想来看您了，可是这些年您也不出门，便没有来打扰。听说安平郡主找回来啦？回来了。这是给安平郡主准备的礼物。好，长公主，你我两家的婚事啊，婚事啊，我当然是很看好你们家的子战的。不过渊儿她在之前成亲了，那这婚事，其实我更看好你们家子战，只不过不知道嫂子你怎么想啊？这是让我们家子战娶个2婚的呀。我呀倒是没什么意见，子战的事情一向是他自己做主，等子战回来了，让2个孩子见见，这样也可以，他自己见见也好。瑞王妃马车刚到瑞王府门口，就看见有陌生人。这是三少爷回来了。什么？三少爷回来了？真的？人呢？少爷的部下回来了，少爷入宫去了。好，让厨房晚上啊多准备一点战儿爱吃的菜。晚上睡觉时啊，谁啊？是我。大半夜的，你这吓死人了。李姨沉默了。李姨从来不会晚上出现的，难道是有什么事儿吗？你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有事要出一趟远门，你在公主府，我也放心了。啊，危险吗？不危险。哦，那就好。那这个是软甲，你穿在里面可以保护你的。好，我会很快回来的。好，晚了就扣你工钱。离千余远一点。啊？为什么？啊！结果李姨已经跑了。第2天一大早，沈夏起床跟长公主说要出门买东西。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是了。那你让明管家给你点钱。娘，你相信我，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缺钱，我未来还要给您养老呢，麻烦娘亲帮我看孩子。好吧。沈夏带吉祥如意回到宋允这边。这么早就来找我，肯定还没吃早餐吧？我想你想的整晚都睡不着觉，你倒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先好好吃饭，别饿着自己，先吃东西，等填饱了肚子，我再告诉你
我有没有想你？你不看书吗？看书哪有你重要？你不是说昨晚没有睡好吗？等会儿我陪你再睡一会儿。半晌之后，吃饱了吗？吃饱了，不过还能再吃一个你。沈夏坐在宋勇怀里，困得很，再补一个觉好不好？好。两人还是第一次白天坦诚相见。好看吗？夏夏，矜持一点，我怕我疯狂起来会伤到你。怎么个疯狂法？都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后来哭唧唧的呻吟求饶声就没有断过，最后是怎么累晕的他都不知道了。这一觉就睡到下午，轻轻抬起手在宋勇的脸上抚摸着。还没吃饱啊？吃饱了，都撑了，最近半个月都不想加餐了。那可不行啊，四哥，我们起床吧，起床。好。看着时间差不多了，自己还得出去逛一会儿，随后就约千羽姐姐看她有没有空。千羽一出来就上了马车。姐姐，你有喜欢吃的东西吗？我们选一家姐姐喜欢吃的东西。我对京城不熟。那好，我来安排。姐姐安排的需要提前去定位置吗？不用，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逛街，晚点吃饭的时候直接过去就是了。喂，小姐夫人需要看见什么？你好，我想看一下镯子。好，夫人。我看一下这个。别白费力气介绍了，你说再多他也买不起。你千里眼吗？妹妹口袋里有多少钱你都知道。哟，我一开始以为你是乡下来的而已，现在看来你不只是乡下来的，恐怕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吧？居然和花楼这种低贱之人走得这么近。我品质好不好不是你说了算的，我至少不会像你一样就跟一条疯狗一样出来就乱咬人。这女人胆子也太大了吧，那可是户部尚书的女儿呀。人家没有偷窃，没有抢劫，是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的，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凭什么认为她身份比你低就是低贱之人？你身份高贵不过是因为你投胎好，但是抛开身份，你又比谁更高贵呢？你可别忘了，你那个当官的父母每月的俸禄来自何处？正是你口中这些所谓低贱之人缴纳的税款。你有什么资格贬低别人？我今天就告诉你，身份有多重要。上去给我掌嘴！对不起啊，让你跟着一起惹麻烦了。没事的，朋友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让开！结果两个人不让，看着那个男子越走越近，这千羽一脚就把人给踢飞了。来人，都给我上前打，让他们看看是道理有用还是拳头有用。你等一会儿，趁机回去喊人。那小姐你呢？我会点功夫，没事的。千羽，这次本小姐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了。不过如果你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最好还是马上离开这里。不好意思，我还真没自知之明。老子就不离开，你能把我怎么着？那可别怪我，让你在这妙玉阁待不下去。待不下去，这正是我所期望的结果。不行啊，我和沈妹妹是一起来的，怎么能把她一个人丢下不管呢？千羽姐姐，这都是因为我不想连累无辜的你，你还是先走吧。既然我们是一起出来的，自然要一起回去。好啊，你们两个都别走了。哎呀，这京城如此黑暗吗？一个高官的女儿想揍人就揍了，这可是天子脚下，没有王法吗？等你去牢里就知道有没有王法了。这青天白日的就这么打人，还有没有王法了？看着里面人打起来，吉祥趁机离开。妹妹，住手！简直胆大包天了，敢当街行凶！来人，给我抓进大牢！请问你是？本官乃武承司统领庞贤。如果当街行凶，应该进大牢。那你把这些人抓进去吧。这庞大人可是徐小姐的亲舅舅，这女子可怜喽。沈夏听着旁边的话，难怪能这么嚣张了。原来城中的守卫居然是他舅舅。本大人一来就看见你在这里伤人，所以大人的意思是，事实是怎么样的不重要，金元王朝这法律在你眼里也是没用的，对吧？当然是以事实为准，但是你有人证明不是你先动手的吗？我可以证明是徐小姐先打的人。你们一伙的当然不能作为证人。大家可以选择在角落沉默，但是不能嘲笑甚至诋毁比你更勇敢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明也会照耀你。今日你们若是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就无人为你摇旗呐喊了。好一个今日你们若是冷眼旁观，
他日祸临己身，则无人为你们摇旗呐喊。身为大晋子民，就应该勇敢有担当，为正义说实话。我为这位小姐证明，是这徐小姐先动手欺人在先的。我也为这位小姐证明。我也可以。事实究竟如何，还需带回衙门仔细调查，将他们全部带走。原告、被告、人证物证都在，还需要如何带回去？难道你觉得只要将我们带回衙门，那些百姓反正不会跟过去，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审问了吗？给本官带走！就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飞出了一根红缨枪，一下将他打倒在地上。我顾惜的女儿，谁敢欺负？只见长公主骑着一匹高大的骏马，率领着一群威风凛凛的护卫。有没有受伤啊？长公主吉祥。长公主吉祥。完蛋了，长公主的女儿，那不就是安平郡主吗？娘的错，让你委屈了。马上去把户部尚书那老匹夫给本公主喊来。又看向自己的护卫，去把大理寺严大人喊来。长公主，小事不用叫大理寺吧？听说你喜欢仗势欺人，你也感受一下这种感觉。长公主误会了，我只是跟安平郡主开玩笑而已。我认识你吗？都能到开玩笑的地步了。娘，您先坐着，我给千羽姐姐看下伤，她刚才为我挡了一板凳。好。这是板凳拍一下能伤得这么重吗？脉象怎么乱成这样了？姐姐，你身体有重伤？陈年老伤了，妹妹不用担心，姐姐有药，吃2颗就好。那姐姐先吃药吧，我让人送你回去。也不知道东家还要不要我。你这不是碰瓷儿吗？这那姐姐先跟着我，我明天再跟你一块回去，好不好？好。徐大人一来，爹，婢女怎么如此冲撞安平郡主？爹，我不知道对方是安平郡主，只是随便说了2句，他就生气了。臣给长公主道歉了，逆女有眼不识泰山，还请长公主高抬贵手啊！这父女俩简直就是演员，谁不会啊？娘，我还是回乡下吧，这京城太恐怖了。我们那个县，老百姓只要奉公守法，根本就不用担心受怕的活着，也不会担心有钱有权的人恃强凌弱。我们县令大人从来都是依法治县，公正严明的。像京城这样随便出个门，别说遇到达官贵人了，就算遇到个官家小姐，这想打你就打了，太可怕了。京城一点都不好。他说你是低贱之人。我还想着回来没给娘买礼物呢，就想着出来把自己之前存的钱给娘买点东西，结果他上来就说我们这些低贱之人买不起这里面的东西。这逆女怎么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长公主，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没事，庞统领不会判案，就让大理寺卿来审，看一下这当街行凶应该怎么判。本公主也不仗势欺人，就按大晋的刑法来。渊儿放心，娘一定给你讨回公道。这个时候，臣大理寺卿郑锦书拜见长公主。大理寺卿换人了，罗大人今天退休了，微臣是陛下刚提拔上来的。你起来吧，你就正常审案吧。沈依依你怎么了？郑锦书本来想问沈妹妹怎么了，直接说了经过。沈夏说完之后，这位姑娘说的，当时在现场的人听过的，事实是不是这样？是事实，一开始我就在门口路边听着。是事实，安平郡主说，做人只要不偷不抢，自食其力就不低贱。然后徐小姐就说，让她知道到底是身份有用，还是自食其力有用。就是这样，徐小姐就让家丁打安平郡主。徐小姐，还有什么补充的吗？爹爹，我知道错了，我不知道她是郡主。长公主，我让心儿给安平郡主道歉，长公主能不能网开一面呢？本公主就想问，如果今天不是因为渊儿是安平郡主，就是一般的百姓，能不能全身而退？郑大人，就按大晋的律法来吧。安平郡主，沈夏是失踪的安平郡主，那和子战？郑大人，根据我朝律法，当街纵凶伤人，按照你这种情况，着实得赔偿对方医药费用，另外关押15天。郡主大人有大量，小女知错了，赔偿我们愿意，就请安平郡主宽宏大量，免了牢狱之灾呀。幸儿是女子，如果牢中待了一段时间，有损名声啊。刚才庞大人要我去衙门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是女子呢？这不是你们咎由自取吗？我跟你讲道理，你跟我讲身份；我跟你讲身份，你又跟我讲人情。怎么，这大晋都是你的，什么都围着你转？郡主慎言。
你留着对你女儿说吧。安平郡主，你看伤情，赔偿1000两如何？沈夏点头。徐大人有意见吗？没有。爹爹，我不要去做了，爹爹。本官亲自把人送去，就这么一个小事，长公主居然如此计较。至于赔偿的钱，等会儿我就让下人送到长公主府。回到长公主府，娘，千羽姐姐因为我受伤了，我能给她安排到我隔壁吗？顾惜看到沈夏衣领处有一点红红的痕迹，这是去找宋云去了。看来还是跟女儿安排一个通房在旁边，不然老是想着往外跑啊。好，在这公主府，渊儿，你可以直接做主。娘，有您可真好啊。你身边不是有一个护卫吗？今天怎么不在？娘，你怎么知道的？你忘了，娘也是习武之人，娘一开始就知道你身边隐藏着护卫。李姨这几天有事儿，她出去了。娘是知道你身边有护卫，不然一开始就得给你安排。让娘操心了，只是这事儿闹得这么大，对娘你有影响吗？不会，大不了就是结仇而已，没事。有娘在，谁也不能伤你半分。娘，这个给你。这是崔神医的养心丹。娘，你认识崔大夫啊？京城就没有不认识他的。哦，渊儿花了不少钱吧？没有花钱，他送的。哦，渊儿和崔神医很熟。娘，这个每个月吃1粒，可以延年益寿的。好。没过多久，门口小厮送来一张帖子，是瑞王妃送来的。渊儿，这上面说顾子战回来了。哦，娘，上面还说了什么？上面说约你明天中午去鸿运楼的云上雅间见一面。这是什么意思啊？渊儿，你就先见一面吧，先看看喜不喜欢。如果是不喜欢，到时候娘再去找瑞王妃退了亲事就是了。那好，麻烦娘亲了。进到自己房间，关上门。隔壁千羽听见尖叫声，赶紧过来。妹妹怎么了？就扑进千羽怀里。床上有个人。公主府的护卫可以说是铜墙铁壁，不可能进外人。我陪你进去。哦，好。只见被子里有一个清秀的男孩子。你是哪里来的？奴才是长公主安排来伺候郡主的。娘给我安排了一个通房，这电视剧都不看这么演。你起来吧。郡主是嫌弃奴才，郡主就成全奴才吧，奴才是自愿的。停，你别说了，哪来的回哪儿去。奴才被退回去，日子惨不忍睹，郡主饶命啊。你几岁了？奴才16岁。作孽呀！你今天睡隔壁，明天我自己给娘说，放心，不会卖了你的。那我呢？只能委屈姐姐跟我挤一个晚上了。好。这一刻看眼前的男孩顺眼多了，简直是我的贵人。长公主卧室那边怎么样了？郡主好像被吓了一跳。公主啊，这样会不会不好啊？有什么不好的？免得渊儿一直想着外面呢。当年渊儿一出生，这元医大师就说过，渊儿的命格是男子命格，注定无法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而沈夏这边，姐姐挨着别人睡过吗？没有，这是第一次和别人睡。那姐姐在妙语阁是卖艺不卖身了。两人侧着睡，眼神对视着聊天。因为侧睡，里面的春光一览无遗。输了，刚才还觉得高兴的事，现在看来简直是煎熬。啊，千羽姐姐，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你的额头怎么这么烫啊？没事，可能有点发烧。呀，肯定是刚才着凉了。姐姐，我一直特别好奇个事儿。什么事啊？就是你的胸怎么这么小啊？可能是小时候营养不好吧。好吧，那姐姐还冷吗？还有一点。那你抱着我吧，我虎气旺，这些年家里补得好，一点都不怕冷。想抱，但是折磨人。还是忍不住把人揽到怀里。千羽看着在自己怀里昏迷的沈夏，低头轻轻吻上自己心心念念的小嘴儿。他感觉到身体里像火烧一样，虽然吃不了肉，喝点汤也是好的。次日清晨，郡主，雨禾能留在你身边吗？就是当个打杂的下人都可以。不好意思啊，我身边都没有男仆，都是小丫鬟。你是哪里来的？清风楼。郡主不要误会，奴才从来没有接过客。我知道，我相信你的。郡主，你就收下奴才好不好？奴才就在院子里打扫，或者照顾小少爷都可以。好，我们去前院。刚到前院，渊儿起来了。
娘亲抱抱，一凡不笨，一凡只是还小。就是啊，我们一凡还好。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小哥哥，以后他也会照顾你们的。雨禾，过来。雨禾见过长公主，见过3位小主子。渊儿不喜欢。不是娘，我突然觉得一言一凡都懂事了，身边还全是小丫头，应该配点小厮了。男孩子嘛，还是得和男孩子一起玩，长大才有气概。可以，那渊儿安排就是。云嬷嬷，你带孩子先下去吧，我和娘有些话说。是。娘，这些年让你担心了，但是我不喜欢小官儿。娘，你下次就不要为我安排这些了好吗？娘是想着你在公主府也没有一个贴心照顾的人，只要能和娘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了。好吧，那娘就不干涉你的私事了，但是你有什么需要要跟娘说。好，对了，娘，我是女子，这个后院人多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得低调一点？渊儿，你这一出身，元一大师就说过了，你这命格本就是男子命格，根本不可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上次我们在城隍庙圆寂的那个大师吗？你见过？是啊，他当时让我抽签，居然刚好摆到元一大师姐签。大师说了什么？我记得当时抽的签是命里有时终须有，他说属于我的，最后兜兜转转都属于我，还说忍一时风起云涌，退一步家破人亡。当年元一对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结果他又对渊儿说，难道当年真是自己做错了？娘，你这是怎么了？没事，中午渊儿你记得去鸿运酒楼啊。好，娘，那我就先出去了。顾惜看沈夏离开的背影，看着手指上的扳指，陷入沉思。千羽姐姐，你要赎身吗？别人恐怕不行，但是妹妹只要用郡主的身份，就很好赎身。好，妙语阁，见过安平郡主，你认识我？昨天郡主冲冠一怒为红颜，替千羽出头，这京城谁不知道呀？我有意为千女姑娘赎身。好，郡主既然与千羽是好朋友，那自然不成问题。那千羽赎身需要多少银两啊？妈妈微微一愣，目光下意识地扫向千羽，看到千羽伸出一根手指之后，1万两，这简直就是奢侈品，非一般人能承受得起呀！千羽听到1万两，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了。妈妈注意到千羽的脸色，是不是自己爆低了？不对，是10万两。这个身吧，也不是非赎不可。这个姐姐，其实我觉得吧，这妙玉阁也挺好的，我以后就是你的靠山，没有人会欺负你的啊！郡主，等等，老奴口快，说错了，是1000两。我都有900两私房钱了，相当于你出100两就能买到我。那就麻烦妈妈把千羽姐姐的卖身契拿给我吧。啊，卖身契有问题吗？没有，老身这就去拿。妹妹，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上去收拾一下行李。好，主子，这卖身契，马上新写一张，还要本公子教你吗？好，老奴这就去。没有多一会儿，妈妈双手递上卖身契，谢谢妈妈，割爱了啊。那我就带千羽姐姐走了。郡主慢走，有空来玩啊。我来玩，这对吗？鸿运酒楼，姐姐，你等会儿在车里等我一下，我上去有点事儿，处理完之后再下来，我们再一起去吃饭。好。沈夏走到门口，自己如果压着嗓子说话，他应该认不出来吧？进来，见过安平郡主。安平见过顾将军。郡主请坐。听闻母亲说，我们2个小时后有定过亲事，可是事不遂人愿，我早已在乡下成亲了，所以还是劳烦顾将军，让你母妃同我母亲商量一下退亲吧。我也同意退婚，本将军已有心爱之人。他的心爱之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过现在也挺好的，他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这才是最重要的。那麻烦顾将军给你母妃说一下就好了，双方看过时间，把定亲的东西退一下。那本郡主就告辞了。夏夏啊，他只感觉自己头上的帷帽被掀开了。沈夏定定地站在原处，不敢转身。他都有心爱之人了，不会再执着我了，所以我就更不用遮遮掩掩了。于是直接爽快地转身。好久不见。夏夏竟然是安平郡主，也就是我姑子站的未婚妻，直接将她揽入怀中。真好，现在也不晚。我此次归来后，立即向圣上请求，另外开设一座将军府。从此以后，我们将独自生活，不会再发生你曾担忧的那些事情。这是什么意思？我这次回来，完全是因为你。即使你不再是安平郡主，我也绝不打算放弃。
我爱你并非一时冲动，时间再长都无法冲淡这份感情，我此生都不会放手。可是我已经成亲了。不，成亲的仅仅是沈夏这个身份，而你永远都是我顾子瞻的未婚妻，安平郡主顾渊。你是怎么认出我的？你的这个跟别人的不一样。当沈夏看着自己手中戒指时，以你现在的地位，找一个清白的姑娘并不难吧？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而奋斗来的，除了你我谁也不要。可是我已经成亲了。衙门里有顾渊的婚书吗？自然是没有的，但渊儿不必为此纠结，若能与你名正言顺的在一起，那自然是最好，但即使不能，我也无所谓，无论是强求还是好夺，我都不在乎，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沈夏还想说什么，但是被顾子瞻打断了，他的吻是那么强势。别，子瞻，别这样，流氓！我顶天算一个登徒子，可不算流氓，没房没地的才是流氓。渊儿，我有放过手，但放不下。这个你容我想想可好？好，想来你也饿了，我们先吃午饭好吗？我楼下还有个朋友，可以一起吗？可以啊。对着门口的如意说道：“你下去，请千羽姐姐上来一起用饭。”这是命带桃花吗？怎么哪里都有桃花？这桃花太多也不是个事儿了。没过一会儿，千羽姐姐坐，这位是我朋友千羽，这位是瑞王家的三公子顾子瞻，你叫他顾将军就好了。千羽刚进来，顾将军好。两人都在暗中不停地打量对方，这要是真能看对眼也好。我是渊儿的未婚夫，渊儿把你当朋友就不是外人，你不用客气。这是几个意思？沈夏不是有相公吗？这怎么还跑出来个未婚夫？啊，这个是安平郡主的未婚夫。原来如此。这未婚夫妻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热烈的吗？三人一起非常和谐地用完午餐。子瞻，我们就先回去了。我送你。不用，我们自己回去就是了。没事，正好这么多年来没有见过姑姑，正好去拜访一下。好吧，姐姐，你坐那辆马车吧。好。月儿，你不知道，这些年我时常因为梦见你，半夜醒来，还经常梦见我俩琴瑟和鸣，我都不想醒来。我知道醒来又是一场梦，直到你来京城了，我便马上上书回京述职。到了公主府，姐姐，你先回院子吧，我带子瞻去见见娘。好。月儿，我求陛下把我的将军府赐在隔壁吧，到时候你回公主府也近一些。怎么办？对他不心动是不可能的，毕竟当年是真的喜欢。见过姑姑。不错，依旧俊朗非凡。坐吧。贤侄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我是来向姑姑表达我的心意。我与渊儿早在几年前便已经互生情愫，我对渊儿一往情深，并不打算退婚。几年前？顾子瞻详细讲述了他们二人之间过往的点点滴滴。可是渊儿已经有了相公和孩子了。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能和渊儿在一起就好。可是你的母亲会同意吗？我已经向陛下申请另立将军府了。好，那本公主跟渊儿商量一下，你先回去吧。好。顾子瞻离开。如果当年不是瑞王妃阻拦，你们会在一起吗？是的。那就是喜欢的。可是现在我都已经成亲了，大哥他们对我很好，我也不想后院人太多了，麻烦。你是怕宋允他们难受对吗？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好吧，那你顺其自然着来看，这些事情不急，娘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以你的心思为主。谢谢娘。对了，渊儿，我让人算了几个时间，为了避免那天那种事情所以娘打算为你办一个认亲宴。好，回到瑞王府后，子瞻回来了，你们见面的情况如何？我去了长公主府上，跟姑姑说了，我不会退亲。儿子原本好好的婚事，硬生生的让我给作没了。我已经向陛下请求旨意，将在别处设立将军府，至于瑞王府，有二哥在就足够了。为什么？我不希望渊儿住在这个院子里，因为她在这里感到不舒服。难道王府就容不下你们两个吗？为何会觉得住得不舒服呢？我为何如此决定，您心中应该清楚。树大分枝，人大分家，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你可曾听闻过哪家的父母健在时便分家的？当然有，母妃，请您冷静一些。子瞻出去当过也是好事，哪有儿子带着媳妇儿出去当过的道理？简直就是让世人看笑话。不看笑话的时候，您不是不同意吗？你是我母妃，我伺候你没话说，但是渊儿没有义务伺候你。反正我不同意。母妃，
陛下的圣旨不日就会下来，我肯定会出府令过的。这一生我非他不可，如果不能和他在一起，我就孤独到老。长公主府，我一个人睡害怕。那你一个人在庙宇阁是咋过的？可能这边还不习惯吧。我能挨着妹妹睡吗？好吧，姐姐，你睡哪边啊？妹妹昨天不是右手疼吗？要不妹妹睡左边吧。好吧，姐姐，这是你的卖身契，你给她收起来吧。既然妹妹已经买了我就是妹妹的人。姐姐不是给了我900两吗？这100两而已，就当我送姐姐吧。我总觉得千羽的身份并不简单。妹妹是贤妻姐姐吗？没有啊。那妹妹就把卖身契给放好。好吧，两人一起回到床上躺下。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呢？有啊。那你追到他了吗？喜欢一个人就要主动追求吗？为什么要追呢？不能直接在一起吗？姐姐真是太厉害了，这么直接啊！先吃到嘴里再说，不管它甜不甜，至少能解解渴嘛。天真无邪的沈夏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不知不觉便迷迷糊糊睡着了。梦中世界五彩斑斓，让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一日一早，昨天只是手有些酸痛，今天却感觉整个身体都充满了异样。他回忆起昨晚的梦境，这个梦境怎么会这么逼真啊？夫人，起来啦！我全身没力气，给我打一下洗澡水，我泡个澡。好。没过一会儿，千羽进来了。姐姐，我昨天晚上没做什么不好的行为吧？没有，只是死死抱着我睡觉而已。没有别的行为了吧？没有啊。妹妹是想做什么吗？姐姐，我要洗澡了。妹妹洗澡，我帮你按按，一会儿你的身体就不酸了。那好吧。千羽在沈夏泡入水中才进来。哎，姐姐，你这是什么按摩手法？为什么我感觉这么有劲儿？这是我们家族特有的按摩技巧。喜欢就要去争取，当然我也不会在意沈夏是否有其他项目。昨天晚上那令人陶醉的鱼水之欢就已经让人难以忘怀了。妹妹看什么呢？没有，就是觉得姐姐的腿好长啊。还有更长的，妹妹想看吗？什么？没什么，以后给你看。两人从屏风后出来，嬷嬷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是的，郡主，昨天您受到了恩赐，今天自然是需要进宫谢恩的。现在去还来得及吗？陛下还要上朝呢，这个时间啊，刚刚好。那好，到了前院，娘，让你久等了。只要是你，娘等多久都愿意。有娘的孩子真是个宝。御书房，奴才参见长公主和安平郡主。赵公公有礼了。这万恶的奴隶制度！表妹赶紧起来，不必多礼。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副贤君的模样。如果事情真的像表面那么简单，那么范子夫又怎么会因为蚊子入狱而被抄家呢？长公主轻轻拉了一下他。陛下恕罪，安平实在是好奇，我们大晋的圣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表妹真的一点儿都没有遗传到姑姑和姑父的沉稳呢。不过这活泼的性格真喜欢，让陛下见笑了。你直接唤我奕晨哥哥便好。小时候你不也是这样叫我的吗？那都已经是小时候了，现在您是陛下，怎可如此不分尊卑呢？表妹是与朕生疏了吗？称呼不过是一种叫法嘛，这无论怎么称呼都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对吧？好吧，那表哥也不再强求你了。感谢陛下昨日的赏赐，安平非常喜欢。表妹喜欢就好。表妹初来乍到，却在京城遭遇惊吓，看来京城的治安还有些疏漏。陛下日理万机，处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京城这点小事不值得惊动陛下，让姑姑失望了。这大晋日益发展，都是陛下的管理有方。表妹不介意跟朕一起用午膳吧？恭敬不如从命，多谢陛下。你是万人之上的皇上，还有人敢不从你的命令吗？这桌子比我命还长，我就请问你对面的菜我怎么夹？元儿表妹是不喜欢这些菜吗？没有，就是觉得这些菜都好漂亮，吃漂亮的我都不好意思破坏它的美感。元儿喜欢就好。听说元儿成亲了，5年前就在乡下成亲了。你小时候软软糯糯，很是可爱呢。朕还跟姑姑开玩笑，让你做朕的正妃。后来姑姑说担心渊儿不喜欢皇宫，才和子战定了亲。啊，可能是娘觉得渊儿太小，怕耽搁陛下。你这年龄最少比我大10岁了，你老牛想吃嫩草啊你！那时候太后已经为陛下选好了正妃，不好驳了太后的好意。姑姑说的是，
哦，表妹相公叫什么名字？哪个相公？陛下，你还好吧？渊儿真爱开玩笑啊。当年在农村长大，养母一家很穷，所以就把安平卖到一家有5兄弟的人家里面去当供妻了。哦，所以表妹有5个乡下相公。这些年委屈渊儿了，表妹要不要和离呢？朕可以为你做主。谢谢陛下好意，我觉得他们挺好的。你和子战的亲事儿真是可惜了。缘分吧。渊儿如果有什么可以找朕啊。谢谢陛下。饭后，沈夏跟着长公主一起出了皇宫。娘，这宫中有没有走失的孩子啊？没有啊，你怎么突然这么问？那小天的玉佩和小天的长相怎么说得通呢？那有没有夭折的孩子？那就多了，这皇宫中的孩子不好长大的。小天的身世肯定还是有故事的。长公主府，公主，郡主回来了，有位叫宋景的公子拜访。真的？沈夏赶紧往正厅跑去。想我没呀？草民宋锦拜见长公主殿下。起来吧，听说你们年前3个是成亲了的。是的，婚书是沈夏的名字，可不是顾渊，所以我们家渊儿相配的肯定是世家贵族才行。我懂长公主的一片爱女之心，但是不管夏夏是不是安平郡主，她都是最好的，她配得上世上最好的，只要她喜欢的，我们都接受。你们有自知之明就好。安平郡主这种身份，要不是早丢了，以我的身份，这辈子都接触不了的存在。只要自己手段好，是不是主君又如何？夏夏喜欢就行。自己5个兄弟呢，还干不过一个外人吗？三哥，你就一个人过来的吗？2个跟着一起过来的，还带了许多人。那二哥怎么没过来？2个带了许多植物，要先种下。娘，我带3哥去看孩子了，他这么久没看孩子，肯定想了。好，你们去吧。后院啊，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我请回来教孩子们学琴的。女的？不像吗？哼，不男不女。哎呀，你小声一点。山爹爹你来啦！你们3个小调皮，有没有让娘亲累着呀？没有，爹爹们不在，我们都要保护娘亲。那你们3个有没有想爹爹呀？这3个可爱的小家伙，要是有一个属于我，该有多好啊！想的都吞不下筷子，吃不下碗了。那确实有点想啊。3哥就在公主府住，好不好？好啊，只不过公主她……没关系的，我跟娘说就是了。好，那你在这里陪孩子，我去找娘说。千羽姐姐，这是我3相公宋锦。见过3公子。3哥，这位是我的朋友千羽。好，那你们在院子里面玩，我去前院找娘。来到前院，娘，我想让3个跟我住在一块儿。可以呀，有一个人照顾你，没问题。谢谢娘亲。犹豫了半晌，渊儿有心事了，是不好跟娘说吗？不是，娘，这5年来我在宋家过得很好，不管是几个哥哥还是婆母，都非常的呵护我，我爱他们。我在宋家没有看过谁的脸色，所以我也不希望哥哥们因为我受委屈。我希望娘亲能接纳他们，他们真的很好的。当年如果不是我婆母，我那个养母就要把我卖给一个都能当我爹的屠夫做续弦了。我其实特别庆幸买我的是婆母。我到宋家后，家里大事小事，婆母什么都不让我干。好，娘明白了。只不过子战那边……那个呀，他娘不会同意的。你这婚事的由来，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啊。晚上，这狗男人之前的温柔去哪儿了？难道是饿死鬼投胎转世不成？2人就像干柴烈火，燃烧的无比炽热，终于休息了。哎，夏夏的毛发好像比较少。哟，3哥是见识了多少啊，才能对比出我毛发少？说什么胡话呢？不是有画册吗？感觉夏夏和画册上不一样。那误会3哥了。没事，等会儿再弥补我一次就是。过来了，你太折磨人了。夏夏最近是清闲久了，体能都下降了。一日一早，3哥，这是……庄子才开始运作，我肯定是要煮庄子的。好吧，没事，后面我一个人骑马回来也快。看到2人如此亲密和谐的相处模式，这宋家的男人在听话方面，一直以来都是以沈夏的意愿为主，但并不是毫无主见。明管家，这院子大门离得这么远，真的是和公主府挨着吗？郡主放心，这点事啊，老奴还是能办好的。好吧，见明管家开了钥匙，就想推开。哎，等一下！沈夏上前，重重在门上拍了3下。好了，许久没有住的宅子，这进门前
都得先敲3下门的。这是哪儿来的说法？世间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说不定就借住在这种空房子里面。我们进来的时候肯定会被惊扰到，所以啊，先敲3下门，提醒一下。原来如此啊！可千万别碰上那种发生过灭族惨案的院子。住在这样的地方，我心里会不踏实的。万一午夜梦回时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可怎么办呀？郡主放心吧，这可是公主亲自为您挑选的房子，怎么可能会是那种不祥之地呢？宁管家，这个房子可以的。公主已经交代了，钱呢，公主府出。这个不行，如果是娘出，那我跟住公主府没有区别的。三哥他们也不会有归属感。宋家真的不缺钱。对，这钱肯定是在宋家出的。好吧。回到长公主府，渊儿什么时候有空？我让明管家把建造司的袁大人请过来谈谈，那院子要怎么修？建造司就是皇家负责修缮房子的。明天吧，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了。可以，到时候你让明管家去请人就是。好，娘，这隔壁院子修好，我就想搬过去。但是我看了一眼，两边院子就1墙之隔，我们可以在中间修一个拱门，这样两边来往方便，和住一个院子没有区别的。本来让你看隔壁那个院子，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娘亲也觉得这个主意特别好了。渊儿现在成亲了，想跟相公住一起也很正常。等隔壁的宅子修好了，你们就再搬过去。谢谢娘，娘真是太好了。只要你开心啊，其他的都是小事。回到宋颖的院子，嫂子好。你们好。明天就要考试了，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过来与行军交流一些看法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二哥，夏夏来了。二哥有没有想我？夏夏，先让一让。二哥不想我吗？没有，我身上有些脏，别把你的衣服弄脏了。我不嫌弃的。乖，听说夏夏现在是安平郡主了。是啊，娘说4月16号要为我举办认亲宴呢。那到时候我把这些送到公主府去。好，二哥来京城去觐见圣上了吗？我是来陪夏夏的，不是来述职的。二哥，你要记得，你不管是来干嘛的，都要去见一下陛下。我下午问一下郑大人有没有空，让他和你一起去。好，听夏夏的。二哥，你到时候去宫中时，把这些特别的花卉要带一份去宫里。所有珍贵的东西都要以皇家先有，如果长公主那里有的，陛下那里也得有。好，我懂夏夏的意思了。二哥，以后我们可能要在京城定居了。可以，夏夏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呀，自己走路啊！看着3个脏兮兮的小家伙，哇，被嫌弃了。哼，这就是错付了呀！你还错付啊？可不是嘛。人家满心欢喜的向你奔赴而来，结果你嫌弃人家。我们喜喜还是将就能要的。那喜喜再说吧。走吧，我们回去吧。二爹爹抱。宋明弯腰把依依抱起来。还是二爹爹是真爱，我们2个是意外。他看着不远处站着的2个护卫，沈夏朝他们招招手，示意他们过来。郡主有何吩咐？今天天色已经很晚了，你们之中谁会去跟娘说一声，就告诉她我今天晚上不回家了。是。娘说让我们先住在公主府就是了。4哥和2哥要和我一起过去吗？可以。什么？我原以为4哥不会同意呢。为什么？我以为你不喜欢住在别人的地方。是，可那不是因为你和孩子都在那里吗？好吧，不过4哥放心，我们只是暂住而已的，那个房子不需要太多改动，大概半个左右吧，应该就能完成了。好。明天早上几点出发？公园距离这里有点远，所以我们必须早起。记得喊我起床，我要和2哥一起去送你。你起得来吗？这么重要的时刻，一定能起来。好吧。回到自己房间。夏夏，你怎么过来了？二哥，你怎么这么惊讶啊？我以为你去了老四那儿呢。谁说的？你这么晚没回来，一定是去陪老四了。2哥刚刚到来，我当然要陪着2哥了。夏夏睡这边，这暖和。2哥，今天好累啊，全身都酸酸的。夏夏，你躺着吧，我来帮你按。2哥还挺上道的。2哥，你喜欢吗？喜欢。他已经完全明白沈夏的意图了。他尽情享受着这一刻的甜蜜与温暖，感受着彼此之间深深的爱意。2人一起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都心满意足，相拥而眠了。翌日天微亮，4哥，学习用具带了吗？还有户籍和考试证明那些的。都带了，你放心吧。好，你别那么紧张，相信4哥。将近半个时辰，才到贡院的不远处。沈夏没有看到韩毅和邱子阳，却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他们怎么会在京城呢？怎么了？我看见四房那家子了，
都在京城。没事，反正我们俩在井水不犯河水的。是这样没错的，但是如果宋毅在这边没什么，毕竟他要考试，就必须来。还是四房一家都在，你说你爹？管他在不在，我们都是两家人。好吧，四哥，祝你考试成功。必须的，我还要和你成亲呢。四哥，怎么还分几次检查呀？脱衣服检查。什么？脱衣服？这么严啊？沈夏看了一下左右的人，四哥，底裤脱不脱？宋允一噎，不会。那还好。怎么？你要是光溜溜的给别人看了，那我还不得酸死啊？他低头在他耳边说：“一生只给你一人看。”大哥，你看什么？宋飞这句话把几个人都引过去了。儿子，你一定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宋允之上。只要你考上了功名，到时候你大伯定会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你的身上。娘，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我只有超过宋允，大伯才会一直帮助我。放心，我没问题的。好，直到看不见宋允的身影，他们才离开。正巧不巧碰到了四房人。宋明，这是看到长辈也不叫了吗？原来是四叔四婶，有什么事吗？哟，这是做点生意，有2个臭钱连亲人都不认了吗？别以为你们跟着来了京城，大伯就会收留你们。安伯母早就又生了一个儿子，大伯一心扶持我大哥，就算宋允考上了功名也没用。你算什么东西啊？你不过是个已经出嫁的隔房亲戚吧？是不是因为在夫家过得不好呀，所以想回娘家来掺和一脚？我哪里过得不好？我现在可是嫁到京城来了，岂是你这种下等之人能够相提并论的？你们不必在我面前如此张狂，我们根本就不屑于多看你们一眼。每个人只需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即可，无需理会他人闲事。至于你们所追求的那些所谓的机遇，我们并不在意，也希望你们将来不会后悔今日的选择。你们还是去好好巴结你们的大房吧。我们是巴结谁都不可能巴结你。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吗？等我儿子当了官了，别妄想让我儿子替你做主。既然觉得钱不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做生意呢？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巴结别人吗？现在又来指责我有钱，真是可笑至极。指望你儿子，你是多没人指望了呀。二哥，我们还有事儿，不要为了这种人耽搁时间。宋四婶看他们离开的身影，哼，有2个臭钱，以为买2个护卫就了不起了？还皇家人，我还是皇亲国戚呢。春花，以后他们不主动招惹，你就当没看见就是。马车上，二哥，人这辈子吧，很难样样都如意的，有所得就有所失嘛。你看啊，虽然我是郡主，可是我从小走失了呀，过得那么苦。可是又正因为我走失了，才能遇到几个哥哥呀。夏夏真的觉得遇到我们是好事吗？当然了。可如果你不走失，你从小锦衣玉食，嫁的也是世家贵公子。世家贵公子哪有你们几个好呀？世家贵公子哪个不纳妾呀？我恐怕就只能在后宅里，天天就被小妾给气死了。是啊，如果不是父亲失踪，大房经济肯定不错，根本不会娶公妻，还不一定会遇到夏夏。我现在有妻子儿子，还有不错的官位，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已经很好了。把沈夏拥入怀里。夏夏，有你真好。有二哥也很好。等他们马车到了院子，二哥快点，郑大人好像已经来了。别急，你慢慢来。二哥，我没事的，让人久等了可不好。进入正厅后，让您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无妨，宋大人从未进宫，难免有些生疏，有个熟人带路自然会更好一些。那就麻烦郑大人了。夏夏在此等候，我先进去装车。子战来找过你吧？那你是怎么考虑的？我考虑的重要吗？是啊，子战好像这次是铁了心了。找一个未婚的小姑娘成亲不好吗？这成亲的姑娘有什么好的？成亲的怎么就不好了呀？成过亲的就等着和离，等不到和离呢，就等着丧偶，总有一天会成功的。这死嘴呀，怎么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啊！你！我不是喜欢你啊！还好，吓了我一跳啊你！难怪你这么多年没成亲啊！哦，原来你在等人呢。跟我说说呗，我主意多，我帮帮你。你的婚事都过得乱七八糟的，算了吧。看不起谁呢？顾姐姐原本过得不如意，心情也不好。我给她分析之后，她现在过得很随性了，也不淤堵了。不过最近怎么不见她找我来玩呢？子妍过得不好吗？你们这么熟，你不知道子妍姐姐过得不好？之前也没听子战说过她过得不好啊。还不是因为你们粗心大意啊！后宅中的弯弯绕绕，你们前院男子怎么会明白呢？子妍姐怎么了？
不对呀，原来你喜欢紫妍姐。休要胡说，辱没紫妍姐的名声。不是，你脸红什么呀？你好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种事儿我不会乱说的。知道你们世家贵族重体面。你别跟他说哈。那这不是承认了？虽然我没有见过顾姐姐的相公，但是怎么感觉都没有郑锦书好。不过郑锦书的父母会同意吗？时间不早了，你们快去吧。随后郑锦书和宋明登上马车，缓缓地离去了。沈夏转身正打算进去好巧啊，专门过来找你的。有什么事儿吗？想你。御书房，微臣郑锦书，微臣宋明，参见陛下。快，爱卿赶紧起来，两位爱卿赐座。谢谢陛下。宋爱卿怎么突然想到来京城了？回陛下，臣的夫人来京城了，所以臣也就跟着一起来了。那宋爱卿此次是打算暂时逗留在京城，还是想要长期居住呢？回陛下，臣应该会选择长期居住。今日进宫拜见陛下，是臣家中培养出一些稀有品种，而臣的夫人建议将其献给陛下。宋大人性格直爽，不阿谀奉承，深得朕心。谢陛下体恤微臣。宋大人既然进京了，是不是以后就要上宫了？可以不上宫吗？在哪里培养都是一样吧。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话虽如此，但你总不能不领俸禄吧？没关系，我可以不领，只要有新品推出时，陛下能给予适当奖励就好。这宋明究竟是真老实还是装老实啊？他竟然清楚地知道俸禄远远比不上奖励。这样，以宋爱卿的能力去管理农业司肯定没有问题，以后农业司就交给你了。未来大宋农业的发展能走到哪里，还仰仗宋爱卿了。陛下，管理这个方面是需要管理人才，臣是乡下出身，学识真的有限，管理肯定不行的。陛下在农业司专门划一块地给臣，臣自己研究，上工自由怎么样？好吧。那臣还需要早朝吗？这是早朝都不想上啊！天下有这种不想找机会亲近皇上的臣子吗？清官，你是正三品，得上早朝的。那站什么位置啊？农业司呢，是户部下面的部门，就站在户部尚书徐大人旁边就是了。你不用担心被影响，你可以一心做好自己的研究，有什么需要直接提就是。多谢陛下。到了公主府，二哥回来了啊！这些是为了夏夏嫁接的特殊品种，夏夏说让送来给公主府。好看。这个呀，是二哥送给娘您的。是吗？是的。5个兄弟已经看过了3个了，看得出来这个最笨，不过很听话。子瞻，你可以忘记过去吗？试过了，忘不了。我不可能抛弃大哥他们的。没有让你抛弃他们。他居然可以退到这一步，这是在女尊国吗？你这样让别人怎么看呢？别人的看法与我何干？你可以找一个一心一意眼里只有你的人。我眼里只有你。可是我有几个夫君了，再加上你，几天能轮到1天呢？几天也轮到1天了，总比现在1天都没有好吧？根本拒绝不了啊。瑟瑟，我不重于的，只想能站在你的身边。如果你担心宋明他们，我自己去解决。你能怎么解决呀？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你把你娘解决好就行了。放心吧，我会的。陛下赐给我的院子就在长公主府的不远处，我先派人去修缮。好，那我先走了。长公主在正厅看着这一切，心中又想起当年先皇的话。这世人都以为安平郡主和顾子瞻的婚事是因为我和瑞王妃的关系好才定下的，其实根本不是啊，是先皇属意的。娘，你在想什么呢？这么出事啊？渊儿对子瞻还有情。我是喜欢顾子瞻的，从一开始就是最喜欢的。如果他能解决他娘，我就为了他和几个哥哥谈谈吧。挺好的，你们本就是天生一对。天生一对锁吗？一个锁配好几把钥匙的那种。几天后，千羽，你是否知晓有一种东西啊？什么东西？就是有没有一种药品能够使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又不会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任何的损害的？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我恰好拥有一样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香料，被吸入者便会一直沉睡不醒。如果有外人进入这个房间，他们是不是也会很快入睡呢？
不会的，只有在这个环境里持续吸食香料超过1个时辰以上的人，才会受到影响而昏迷。那有一点呗，多少钱啊？我都是你的，我的不就是你的吗？天哪，你确定你是喜欢异性吗？不行，这种东西一看就很贵的，妹妹怎么能白拿姐姐的呢？不白拿呀，妹妹把姐姐从那个污秽的地方带出来，对姐姐来说就是天大的恩情。晚间，二哥，这些都是你爱吃的，我让厨房做的。谢谢夏夏。哎呦，二哥，你是跟我见外吗？没有，只是觉得夏夏心里有我，觉得好幸福。往后任何情况，夏夏心里一直有二哥的。我相信有夏夏这句话，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男人会喜新厌旧，但是我不会啊，我会雨露均沾。二哥，安平郡主的身份和顾子战从小就婚约，不过这个事儿我拒绝过，好像没什么用。顾子战那边不愿意退，我反正也不是正的，倒是无所谓。但大哥呢？那大哥夏夏怎么安排？现在还早，就是顾子战不同意退亲，他娘那边也不会同意结亲的，所以他先把他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吧。二哥，你会因为我接受顾子战这边的亲事而离开我吗？不会，能有你一点点爱都心满意足。我这个想法是不是很自私啊？而且夏夏还为我们生了孩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感觉这些都是上天的眷顾。没有，能遇见几个哥哥也是我的幸福。盯着他的唇轻轻覆盖上去。这个时候千羽说过来找沈夏，可是看着关好的门，还有门口守着的丫鬟，听到里面若隐若现的声音，事情就只有我们2人该多好。千羽姑娘，夫人有事，你如果有事的话，明天再来找夫人吧。好，因为第2天没有事儿，所以沈夏磨蹭了宋明许久，当然宋明也是心满意足的。第2天，夫人，千羽找你。好，让姐姐进来吧。夏夏这是练瑜伽，就是一种运动，它可以强身健体，然后增加柔韧性。姐姐，要不要一起练啊？天哪，这个动作，如果是不是很美好？哎呀，姐姐，你怎么流鼻血了你？该死，是没吃过肉吗？这么沉不住气。姐姐，你鼻子上扬一点，我用水给你拍拍后脑勺，一会儿就好了。好。姐姐，你怎么了？没事的，天气热了，有点上火。哦，好吧，我得先去隔壁看看。夏夏为何要去隔壁呢？我在隔壁买下了一个院子，如今需要进行修缮，等完工之后，我打算搬过去住。原来是这样，那我陪你一起去。好吧，不到半个时辰的样子，建造司的方大人过来了。参见安平郡主。方大人好，这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方大人操心了。小事一桩，能为安平郡主效力是卑职的荣幸。麻烦方大人按照郡主的意思改变这个院子，然后最后的开销报给我就是。是。这些地方怎么留，怎么改，改成什么样子，从前到后，沈夏都一一说明白了。这院子还破破烂烂的，也没有茶水招待方大人，就麻烦方大人和干活的工人们自己备点茶水了。方大人感受着手里的重量。哪里，郡主客气了，微臣就替下面的人感谢郡主的体谅。好，那本郡主就先回去了。好。时间过得飞快，沈夏每天的工作就是按部就班。哎，姐姐，我给你安排一个丫鬟好不好？千羽偶尔还是会教孩子弹琴，一凡喜欢听，当陶冶情操了。就当千羽是一凡的夫子，也应该有一个好一点的待遇。好吧，那麻烦夏夏了。没一会儿，哎，三哥，你怎么回来了？你忘记了，今天是依依的生日啊！天哪，最近真是忙了，一起去了长公主的院子。娘亲，三爹爹。宋锦把手里玩具拿出来，祝依依生日快乐！谢谢三爹爹。宝宝，你想什么生日礼物呀？娘亲现在还没准备呢，可以按你的来。真的吗？那我想要烧烤、蛋糕、奶茶。行，你生日你说了算。哇，又可以吃生日蛋糕了！回到房间的2个人，肯定是小别胜新婚了。宋锦拉着沈夏的小手，想我没有？你猜？我猜就是没有。你身边有2个陪，哪里会想我呀？三哥，你这可是冤枉我了，人家最喜欢三哥了，怎么可能不想呢？是吗？那我试试看，是心里想还是身体想？光天化日的，房间里一片的春色。晚上，
祝依依小朋友4岁生日快乐！谢谢。依依啊，这条粉宝石项链啊，可是外祖母当年特意为你娘亲收集的珍贵礼物。如今女臣母夜，我就将它送给你啦。谢谢外祖母，我可太喜欢了。看来只有我没记得今天是依依生日啊！我真是一个只会手不带管的娘啊！现做的。这是什么？看起来很特别啊。这是番邦乐器，叫做钢琴。哦，原来是这样。我曾四处征战，见识过不少奇珍异宝，但这种乐器还是第一次见到。是啊，三哥出去做生意的时候，偶然间发现这个乐器了，并把它带回来了。那渊儿会弹奏这种乐器吗？会啊，不过今天并不是由我来表演的，而是由我们的小寿星依依亲自为大家演奏一曲。宋依依的演奏变得越发流畅自然了。看看女儿，怎么就这么可爱呢？这2个小儿子真是狗都嫌了。依言，你学了没有？依言一板一眼看着宋明说道：没有。爹爹，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下个月才3岁啊！一凡看着自家爹爹羡慕的眼神。爹爹，你也别看我，我要下个月才2岁。好啦好啦，二哥三哥，依言和一凡还小呢，再等1-2年再学。结束之后，依依弹的可真是好啊！谢谢外祖母夸奖，不过还是娘会教。娘亲会教，也得依依认真学才行啊。娘亲，你们2个是在商业互捧吗？二哥，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老师给他们启蒙了？一天到晚乱用词语的。好啊。会不会太小了？娘，没事的，就让孩子们去上1-2节课，只要能识些字就行了。依依现在已经认识不少字了。啊，好吧，那就只能上一会儿哦。宋依依吹掉蜡烛，依依许的什么愿望啊？祝外祖母、娘亲、爹爹们都长命百岁。外祖母长命百岁，就天天陪陪你们。抬头仰望天空，阿姨，你是否在天堂看到了这一切呢？渊儿回来了。结束之后，沈夏挨着宋锦一起休息。庄子那边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已经开始正常开工了，所有的供货商都已经安排妥当。只要能供货了，那就让北方这边代理商直接在这边拿货吧。我已经写信告诉老家那边，让他们减少出货量。对了，老家那边你交给谁负责了？赵雪和莫依。好，等隔壁院子修好了，我们就把娘接过来一起住。我写信问问娘的意见吧，看她是否愿意过来。好。夏夏，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值一。宋景握着沈夏的手往下走去。几天后，依依那边找夫子找好了吗？吉祥一脸无奈，摇摇头。怎么回事啊？长公主已经换了好几个。啊？什么情况？我们过去看看。来到前院，娘，刚才那个是？那是给孩子们找的夫子。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宫院大门缓缓打开。喜爹爹，你出来啦！出来了。还好吧？站这么高，万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为了让你一眼就能看到我呀。看到了，一眼就看到你了，就像一束光一样。走吧，回去了。行军。宋允听到声音转头。嫂子好，我是带妹妹过来道歉的。下了马车，有什么事吗？刚才妹妹告诉我，之前的事情都是她做错了，特意过来向你道歉。沈姐姐，上次的事情是我一时冲动，请姐姐千万不要与我计较。想必姐姐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应该不会和我一般见识吧？还来上道德绑架啊！都是千年狐狸派，什么聊斋？韩妹妹啊，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这个人啊，不仅不大度，我还小心眼，而且还特别记仇，这可如何是好啊？可怜巴巴地看着宋允。宋允哥哥，我真的知道错了，只是没想到姐姐是这样的人。我也没有想到，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这样不会轻易被人欺负了。既然夏夏不喜欢你，那你以后不要出现在她面前吧。行军，嫂子，你们怎么能这样？韩一，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直爽，不会拐弯抹角的，更不会阳奉阴违。可能就是因为我这直性子吧，有时候说话不太好听，但是还请两位多多包涵啊。我相信妹妹也是个大度的人，不会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的。嫂子，你这叫性子直吗？哟，韩妹妹怎么哭了？是不是不够大度？
介意我说的话呀？嫂子，你年长一些，我妹妹还小，你就不能让着我妹妹一点吗？人这一生有很多朋友，合则多聚，不合就少聚。你们觉得我做的不好，可以和我少来往，别一见面就往前凑，看见了也可以当没看见呢。况且我做事一向是礼尚往来的，别人敬我1尺，我便还他1丈，反之也是一样，有什么错吗？星君，我妹妹对你是真心喜爱的，你可以不喜欢她，可你也不能践踏她的喜欢呢。她喜欢我，并不代表我一定要喜欢她。他将目光投向左侧角落里的那位乞丐。如果她喜欢你，你愿意娶她吗？我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在我眼中，你们并没有任何区别。哎，妹妹，你等等我呀！星君，你太过分了！便急忙追赶上去。邱子阳缓缓走了过来。星君，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大事。你这次考试感觉如何？还不错，多亏你之前给我的建议，如果不是你的提醒，我可能很难在这次考试中做完所有题目。多谢你了，星君。都是朋友，这点小事不足挂齿。祝你能够高中。借嫂子吉言。你住哪里啊？我们送你回去吧。那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3人一起上了马车。子阳叔叔好。几天不见，怎么又变得更可爱了？嘿，遗传好。那以后叔叔也要找一个漂亮的夫人。世间没有比我娘亲还漂亮的。那就找第2漂亮的，可以不？可以。送邱子阳到门口之后，沈夏他们就回公主府了。四哥，成绩什么时候出来啊？压了多少？你怎么知道的？你一挑眉毛，我就知道你在干什么。是吗？猜对了有奖吗？你想要什么奖励啊？一个吻。好啊，你说结果吧。你不想吻我？哎呀，你老奸巨猾，这个老字儿怎么就这么难听呢？我让吉祥压力1万两，什么时候出结果呀？5天后出成绩，前200名是共识，成绩出的2天后参加殿试，殿试录取前100名。那殿试结果呢？2天后出结果。好吧，还要再等10天。你买了什么？我买了你是状元。大手笔啊，怎么没有买前3啊？买你中前3随便中的，其中1个都能1赔3，但是买你中状元是1赔10啊。四哥，我能不能有这泼天的富贵，全看你的了。四哥，这烛光这么暗，晚上就不要看书了，伤眼睛。好。然后抱着宋颖的腰。四哥，你都瘦了，好心疼啊。要不要你给我补补啊？好，那我明天让厨房多炖点补品。夏夏平时不也会开玩笑吗？居然没听出我的话外之意。四哥，想来你最近也没休息好，我们早点睡了吧。夏夏累了？没有啊，但是四哥身体肯定是累得不行了，早点休息补一补。夏夏，你可以说你累了想休息，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行。四哥，我是担心你。你担心你自己吧。说完便俯身而上。我行不行啊？狗男人，刚才他各种求饶，宋颖都没放过他。夏夏对于我的服务不满意？不满意。好啊，那重新来过，一定要让夏夏满意。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啊？刚才你无视我的求饶。夏夏，你是不知道你软弱无骨的求饶声音有多么的诱人，只会让我更激动，怎么停得下来？哎我去，我学乖了，下次不求饶了，免得受罪的还是我自己。四哥，为什么都是你动，我还这么累啊？因为你用力享受了。我要是敢说我没享受，宋颖这老男人一定会说再来一次，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激动。最后2个人相拥而眠。就这样，时间过得很快，终于到了万众瞩目的一天。渊儿，你认亲宴的请帖我都发出去了，你有要请的朋友吗？我荆州没有什么朋友，娘安排就好了。好。娘，那个裴国公府你送了请帖吗？世家排得上号的贵族都请了的，裴家也请了的。好，四哥，表弟他们要请吗？不用了，到时候我们宴子修好，搬家请他们过来就是了。这都大半晌了，叶姨还没回来。渊儿，看时间，差不多出了结果了，不出小半个时辰，燕一就能回来了。好吧。怕你那1万2银子打水漂。四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明明就是担心你嘛。那你放心好了。这么自信？这松云要是能中前3就好，前3甲可不是一般人能中的。没过一会儿，公子大喜！注意形象，长公主在这里。是长公主，请恕罪，奴才有失礼仪。起来吧，没事。你先说你第几名？会员。会员呐，共试第1名啊！太好了，恭喜四哥！恭喜夏夏，离破天富贵又进一步。你报考信息填的哪里？等会儿有衙差上门报喜的。填的之前住的那个地方。依依，你去安排人去庄子里面报喜。好的，夫人。那我去了。
好，他看着明管家，这个月府里的所有人阅历翻倍。渊儿，宋允能考到会员，他殿试不出意外，应该都是前3甲。我相信4个。晏一和宋允回到之前的宅子。四少爷，我看见宋玉的名字了，第4。好，星君，恭喜了啊！子阳的成绩也可以啊。恭喜。你那个成绩多数只能外放了。不过98名而已，已经很满意了。谢谢行军给的提议。不用谢我啊，曾经你也帮过我。星君，我们俩可能都无法留京了，不过你肯定是前3甲，你要留京了。不过子阳你努力一下还是有可能的。那你以后会回繁华镇吗？不知道，不过家里重新在东城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院子，以后家里人可能都会在京中生活了。那祝行军在京城前程似锦，我也努力。这殿试后恐怕就很难再聚了。谈谈，这事是你做的吧？没想到被他查出了这件事儿。顾将军有证据吗？没有。不过那件事情的最后受益人是你们宋家，你们5兄弟，你是心眼最多的一个。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怎么能做得出来这种事？我也好奇，你没有出过五阳县，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想我直接跟夏夏说，他肯定知道原因。说吧，既然你选择找我，而不是直接跟夏夏说，条件是什么？夏夏的真实身份是安平郡主顾渊。然后呢？夏夏这里，我是势在必得。我想我们没有必要互撕，我能容你们，你们也容得下我，不能让夏夏难做。当然，长公主是同意我们的婚事，与其让长公主另外安排一个正夫，还不如是顾子瞻。当年你本就不是最好的选择，我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出手干预了，那就不一样了。夏夏再喜欢你，如果知道当年的算计，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之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想夺我大哥的正夫之位，夏夏给我什么位置，我就占什么位置。宋允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茶楼出来，我不敢赌夏夏知道真相的态度。一路浑浑噩噩，突然马车侧翻。公子，前面4公子的马车被撞翻了。文竹，你去把壮士的马车扣下来。公子，你没事吧？晏一关切地望着宋允。别动我。公子，你的手。公子，你过2天就要参加殿试了呀。还好吧，没事，手没问题吧？应该没大事吧？公子，就是他撞的，还想跑，我抓回来了。马车里有没有人？没有，就一个空马车。公子，饶命啊！我不是故意的，家中有病人，所以着急回家接人。是吗？押去大理寺。公子饶命啊！奴才撞伤你可以赔钱，真的不是故意的。就你赔得起吗？还是你身后的人帮你赔？有人不希望我参加科举，麻烦顾将军帮我把这人送到大理寺。发生何事了？此人是故意驾马车，中新科考试会员。胆子大了啊！居然敢来东城驾这么快！公子放心，我把人抓回去，一定好好拷问，给你一个满意答复。你马车也坏了，我送你回去吧。好。两人上了马车。看着我干嘛？跟我没有关系。我知道，那你看我做事。没事，你这个情况多数跟科考有关，还有2天就殿试了，这2天就不要出来了。你担心我？以后都是一个府的人，当然希望府里的人都好。这都当起了主君的样子了。长公主府，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被一辆马车撞到了。马车撞到你了？是马车撞到了我的马车。马车相撞，这是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把人伤到如此程度？夏夏，先帮他处理伤口吧，我们稍后再详谈。是你撞的？顾子瞻一时语塞了。可能吗？到底发生了何事？顾子瞻缓缓将事情的经过讲述了。顾将军与老四所谓何事？这是私事，宋云有空自会与你们详谈。每年殿试或会试前都会有学子遭遇不幸，虽然都是意外，但全是成绩优异的寒门弟子。子瞻，那车夫现今身在何处？原本我打算将其移交至大理寺，但没有想到刚出事不到1盏茶的功夫，武承寺的人来得迅速，直接将车夫带走了。如此一来，恐怕难以得到真实的结果了。确实如此，姑姑请放心，我会安排人手去调查此事。很好，今晚我们将一同庆祝宋云考取会员，你也一同留在公主府用膳吧。那就多谢姑姑款待了。不必客气。沈夏仔细为宋云检查身体状况，发现他左手有些轻微骨折，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夏夏，别担心，我没有事的。四哥，你不是会点武功的吗？想你了，没注意。那我就更内疚了。你要不弥补我一下？怎么弥补啊？亲我一口，我就好了。你当我的亲亲就是神药啊？当然是。好了吧？瞬间就不疼了。好了，我们去前院吧，差不多要吃饭了，别让娘他们担心。
接下来2天就不要出门了。好，我就在院子里多看书。吃饭的时候，这里突然多了一个顾子瞻。哎呀，这都凑到一起了吗？这美男呢，还是分开了比较好。这本来高兴的日子，却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大哥和顾子瞻的头衔问题，真是愁死了。6个够了，6个够了，不能再加了，不然我以后可真的照顾不过来了。撑的撑死，饿的饿死。饭后，今天你们2个怎么会一路呢？就是约他谈一谈。谈什么呀？谈我们俩的事。4哥在考试呢，你这个时候约他谈？谈成了，宋宇说他们不干预我们俩的事。这，你使用了什么阴谋手段？阴谋倒是没有用上，阳谋用了一点。我怎么那么不信呢？拉住沈夏的手。真的，你别不信啊。阴谋我会，但定不会用在和你有关的事情上。好吧。明天我不当值，我们去踏青好不好？好。那明天早上我来接你。我想约着顾姐姐一起去，行吗？好啊。宋允、宋明、宋锦3个人离开前院。宋允看着2个哥哥，犹豫半晌，还是把当年的事情说了一下。没想到这些年的幸福，居然是老四当年谋划出来的。顾子瞻找你，就是说这些？那他有没有说会跟夏夏说呀？他说不会告诉他。条件呢？让我们不要干预他和夏夏之间的事。这要求不过分，重点是我们也干预不了。二哥，你都看得这么清了。以后我们在京中生活，长公主当然希望夏夏的主君是世家贵族，更看重顾子瞻作为夏夏的主君。老四，这件事我也说不出怪你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你，恐怕也没有今天幸福的日子。可是当年夏夏受了很重的伤，却和这事有关联，你说一直瞒着好吗？我知道纸包不住火，顾子瞻虽然不会说，但是万一呢？所以我想着哪天找个好一点的时机，跟夏夏如实交代。主动跟夏夏说，总比他在别人那里知道的好。等科举之后再说吧。那顾子瞻的事，能怎么办啊？只能这样啊。不过顾子瞻当年毕竟是夏夏最先喜欢的，夏夏会不会独宠他呀？应该不会吧。你们倒是都有孩子了，我连孩子还没有呢。倒也是啊，四弟帮我们谋算半天，自己啥也没有。放心，我们手足情深，如果你坦白之日，夏夏生你的气，我让一言去帮你求情。我让一凡去给你求情。2个没良心的哥哥。一进府，他径直走向书房。主子，怎么样了？我跟着那个头领，他去了那个平安赌坊后院。平安赌坊，秦家的。然后呢？在里面待了很久，不敢靠得太近，因为周围都是人。平安赌坊的背后是秦家，秦府的主人是秦将军，京城中的一品大将军，手握重兵。他还有一个女儿秦荣，如今已是当今的荣贵妃。秦家可谓是权势滔天。秦家今年有没有子女参加殿试？没有，世家子弟即使不通过科举，也能找到其他出路，因此他们很少会选择参加科举。我明白了，那么赌场之所以动手，可能是因为购买宋允的人太多，而且他并不出名，赔付金额较高，所以赌坊才会插手干预。极有可能是这样的。你去安排人手，保护好那个马舍夫和那个小头领，必要时全力保护他们一下，也许将来会派上用场。是，主子。长公主府内，今晚我们3人谁去夏夏的房间呢？老四，你身手有伤，还是让老三老五去吧，他们心眼多，可以去打听一下情况。进来吧，门没关。三哥，夏夏在等我啊。三哥，明天要去庄子吗？如果不去庄子，正好我和顾子瞻、顾姐姐要去踏青，她也可以一起去。明天还要去庄子处理事务呢。好吧，三哥要多多培养一些下面的人，适当把手里工作分配给其他人，这样你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把事情都交给别人去做，那我会不会显得很没出息啊？三哥，你在想什么呢？你可是东家呀，三哥只需要做好管理工作就行了。好，听夏夏的，以后我会多发展一些能干的人，让他们来分担我的事务，这样一来，我就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你了。是啊，像旨意就很不错啊。三哥，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我感觉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夏夏，顾子瞻进门，你还要像以前那样对我们吗？都有先来后到之分的，我曾经怎么对你，以后都是一样的。况且三哥一直就是长在我心尖尖上的人呢。我相信夏夏，我们都不会阻拦顾子瞻进门。沈夏轻轻抱住宋锦的腰，三哥，你们已经很优秀了，不用跟别人比的。顾子瞻进门不会影响到你们半点地位的，京中的权势我
我根本就不是那么看重的。我有一个长公主的娘亲就已经够了。顾子战那里吧，只是因为喜欢，而不是需要什么权贵来立门户。权贵我是可以培养的，大哥、二哥、四哥，未来前程都很不错的。但是最辛苦的还是三哥你了。我喜欢顾子战，和喜欢你是一样的喜欢。如果2选1的话，我当然还是选择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我割舍不了的好相公。那顾子战进门，他娘那里就不好过关，他进门还早呢。我们不谈别人行不行啊？别的男人再好，也没有怀里的好啊。好。那一夜，房内烛火通明，人影交点。清晨，夏夏，你这是要出门吗？是啊。千羽姐姐，要不要一起啊？好呀，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出去过了。来到前院，起来了，吃早餐了吗？吃了，让你久等了。娘，要不要一起出去踏青啊？你们年轻人的活动，我一个老婆子就不凑热闹了。千羽要出去吗？千羽正好想说是的。一帆昨晚还说今天想学琴，千羽今天有空吗？哎，计划落空。有空？那好，我们去教他们练琴。那我改天带你一起出去玩。好啊。沈夏便和顾子战一起出了门，陪国公府。三郎来了，这位是国公夫人好，我是顾渊。原来是安平郡主啊，你能平安归来，长公主恐怕非常高兴了。是的，我与子战相约去踏青，准备喊上姐姐一同出去游玩的。这也太不巧了，子言她生病了，恐怕无法出门，等过2天她好了，我让她约你们。姐姐生病了，是什么病？没什么病，只是受了点风寒而已。那正好，我会医术啊，我可以去帮子言姐姐看看。那就不用了，已经让府医看过了，只要吃几天药就好。没事，想来就算生病，姐姐还是想看我们的，就不劳安平郡主费心了。那我们看看莫言吧。不会，莫言也生病了吧？怎么会呢？莫言啊，去读书了。不会啊，我们去莫言学院了。夫子说莫言没有上课啊，看这个样子，顾姐姐肯定是有事儿的。怎么，我们家孩子干什么都得向安平郡主你汇报才行？那倒不用，只是这紫妍姐姐嫁进国公府之后，连亲姐弟都不能相见了。还是说紫妍姐姐出了什么事儿？你们国公府想瞒着我们？我好心好意的担心你们被传染，你们却不领情。今天我必须见到我姐姐，如果国夫人非要拦着，那就只能得罪了。今天没有我的允许，我看谁敢擅闯我国公府。莫非顾姐姐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哎，你知道顾姐姐在哪个院子吗？顾子战点点头。那我们直接过去吧。给我站住！我国公府岂是你能随意擅闯的地方？我从未想过要闯进国公府，我只是想要见一见我姐姐。说罢，拉着沈夏就往国公府的后院走。反了，反了！来人，快去喊袁熙回来！顾子战打上门来了。是夫人。来到顾子言的院子，求求你了，让我进去看看我母亲好不好？你娘亲啊，正在关禁闭，谁都不能见的。现在这个院子里都是我说了算，你最好是乖乖听话，不然我让袁琪撵你出去。裴莫言一个国公府的嫡子，竟然会给一个小妾下跪。那女子还竟然脚踩着莫言的手，女子被踢倒在地上。谁啊？竟然敢对本夫人动手！本夫人？一个小妾也敢自称本夫人？就是你这个小贱人，居然敢来国公府撒野，你是不要命了？天哪，这脸皮真厚，手都疼死了。哼，你给我等着！转身就离开了。舅舅，沈姨，求求您终于来了！他们不让我出门，还罚母亲禁闭，我母亲快病死了。你娘呢？在里面，但她已经病了很久了。为什么没有请府医过来看看呢？他们不让请。没事的，没事的，你舅舅过来了，一定会保护好你和你娘的。打开。没有，老夫人的命令不能打开。顾子战毫不犹豫的一脚踹在了门上。三少爷，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夫人恐怕都要熬不过去了。看着床上毫无血气的顾子言，娘，你醒醒啊！沈夏先是给他把脉，顾子言慢慢睁开眼睛。你们来了，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子战，不过我走了，你把莫言带去你那里，好不好？妹妹，希望你不要介意，莫言很听话的。我介意，我才不要跟别人养孩子呢。子战也不行，你必须好起来，你坚持住，相信我的医术，自己的孩子自己带。莫言跟着我，我就天天打他，你也不放心吧？妹妹这样说，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你们在外面等着吧，姐姐，相信我，我能医的。你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好。子言姐姐，疼一下就好了，打针还是有点疼的。姐姐，
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不愿意再用自己的钱贴补国公府，裴元琪就关我禁闭，结果我生病了，还不让我请府医，病情一天比一天重，他这是要逼死我呀！姐姐放心，你的身体啊，养养就养回来了，只是你要赶紧做决定，要不要离开国公府。如果要离开，今天就让子战带你走，你余生还好，幸福的日子还在后面呢。夏夏，我要离开，时间不多了，离开也需要计谋。沈夏看着顾子言一张憔悴的脸，还不够吓人，他很快就从小包里拿出化妆工具。妹妹这是离开，肯定是要惨不忍睹的离开啊！姐姐现在虽然一脸的病容，但是还不够惨，既然都要离开了，肯定得让国公府背上骂名。然后呢，你是迫不得已离开的，这不离开，命恐怕都没了。好，子战、莫言，你们过来。这是娘，你也过来，别害怕，你娘脸上是画的。莫言，娘要离开国公府，你要跟我一起离开吗？我要跟娘一起，娘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放心，以后舅舅护着你们娘俩。来，你过来，我给你也画一点。好。你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一起带着走。小桃带妹妹去看。夫人，跟我到隔壁的房间去。小桃打开房间。夫人，这些都是我家夫人的陪嫁，虽然这些年用了不少，但还有很多，可不能便宜了别人。你出去吧，我来看看。好，带他出去。沈夏直接把东西全部收进了空间里，这一下得在顾子战面前暴露。啊，这东西呢？这是一种西方法术，大变东西，能把东西放到瑞王府里。哇，太好了，沈夫人，你简直是我们夫人的好帮手。嘘，这个外人知道就不灵了，还得变回去的。好，我不说。回到主卧室里，搞定。我也得刮点彩，不然说不过去啊。我也刮彩了啊！子战，你抱着。好，我们走吧。给我拦住！小桃、小燕，你们去开门。那些小厮上前阻拦，又害怕沈夏手里的东西。啊，郡主，他们国公府的人也太大胆了吧，居然敢打你！他们国公府要逼他们少夫人，我看见了，他们连我也一起动手。他的声音正好让旁边人都能听到。太恐怖了！这国公府的少夫人不是瑞王府的嫡女吗？听说那个小妾是国公夫人家侄女儿。虽说是妾，但是那待遇啊，跟嫡母一样。少夫人也是个郡主啊，就算不喜欢，也该给点体面啊。旁边聚集了很多百姓。焦姨娘看着裴元琪回来了。元琪哥哥，他们太过分了，不仅擅闯国公府，还打人呢。子战，你想看你姐姐可以，没必要直接打进我国公府啊。你可真是眼盲心瞎你！就是这个小贱人，他打我！放肆！侮辱皇室乃是死罪，一听就是乡下人，还皇室呢。这就是你们国公府的教养。就算是乡下人，我也是你们少夫人的朋友，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客人的？还是说平时少夫人在府里什么都不算？就算娇儿嘴上无理，你也不能动手打人吧？不好意思啊，我能动手的时候基本不动口。怎么着？无知妇人！国公夫人，他骂本郡主小贱人，本郡主应该怎么处理呢？完了，刚才忘了跟他说是女子的身份了，还不快滚回你的院子！老夫人这是想保护她，这是姨娘，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嫡母呢。这从头到脚的东西都比嫡母的身份还贵重。你看看我的脸，你那嚣张跋扈的小妾打的。你们国公府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我就回去跟我娘说。元琪哥哥，我没有打他。住口！郡主，还请见谅，娇儿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这也不是你们擅闯我国公府的理由啊！我可是先礼后闯的，老夫人不让我见我姐，还好我进去了，不然我姐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言儿就是风寒，过2天就好了。风寒？你们有请府医看吗？你们不仅没有，还关他禁闭，让他自生自灭。你们国公府好狠的心啊！他生病了，你去看过吗？这段时间不是你在管家吗？夫人病得这么严重，你怎么也不说啊？大家听听啊，这国公府居然是小妾管家。爹爹，求你了，你就让娘离开吧，这样才能更快的请大夫看，你给娘一条活路吧。裴元琪看着儿子手上的伤，怎么回事？莫言恐惧的看脸乔姨娘。我自己摔的。你把子言带回去吧，等他气过了，我再上门道歉。莫言，你也先回家去。爹，我想和娘一起走。怎么回事？难道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爹，我只想要活下去。你是国公府的嫡子，怎么会活不下去呢？他为什么活不下去？还不是因为你眼盲心瞎的。莫言，你很好，
不要为了这种狼心狗肺的爹难过。裴莫言，你今天要是敢离开，就不再是国公府的嫡子了。莫言转头看着裴元琪，裴大人，我只想活下去。你国公府欺辱我瑞王府嫡女，这事我瑞王府记住了。说完就抱着顾子言离开。裴元琪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们离开，心好像被针扎了一样。在瑞王府门口，沈夏犹豫了一下，放心，有我呢。我倒是不怕。有什么直接说，就像对裴元琪那样。会不会很无理啊？不会。好，顾子言的院子里，子战，我要和离。好，姐姐放心，我会让你和离的。哎呦，我的天哪！外祖母的乖孙啊，你这是怎么了？我没有大事，娘严重一点。子言，你怎么了？子言怎么了？国公府干的。什么？来人，赶紧请府医过来。不请府医，文主，你去跟父亲说，让他请御医过来。御医要什么时候才能到啊？没事，夏夏刚才已经给姐姐诊过脉了，这事必须让国公府给个说法，只能请御医。好。莫言看到太医来了，御医大人，求求您救救我娘吧！放心吧，孩子，我会尽全力救治你母亲的。哎呀，闺女啊，爹爹一定要为你讨回一个公道。这是瑞王，是一个大老爷们，哭成这样。父王，不要难过，言儿没事。父王，你让华太医先跟姐姐看一下吧。华太医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啊！华太医把完脉，裴夫人身体亏空严重，常年的郁结于心，再加上高热，恐怕今天要是再没有及时医治，那就得命丧黄泉了。我马上开药，让人熬制给她服下去。亏空的身体恐怕也得养好些年才行啊！唉，太惨了，这国公府太不是人了。还好及时，生命没有问题。燕儿，父王一定给你出气，以后就在王府了。裴元琪那个王八蛋，看我不打死他！吃饭的时候，莫非姐姐要和离？这次的事情是铲除那个小妾的大好机会啊！把那个小妾处置了就可以了。这瑞王妃还不如瑞王，居然还想让顾子言回国公府。那裴元琪就不是值得托付之人，和离对姐姐来说就是一种摆脱。一个和离的女人，未来要遭多少白眼，你知道吗？我王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莫言以后可怎么办呢？怎么抬得起头来呀？外祖母，我只要娘过得好，再苦都不怕。哎呀，莫言呐，你只是不明白世人对女人的偏见有多大呀！要是你娘和离了，你也抬不起头来的。莫言和瑞王妃和两个舅舅，怎么就抬不起头来？这就是三弟死活都要娶的安平郡主吗？哼，你们爷个个是不是都想跟我对着干呢？莫非，您讲讲道理好不好？我们现在谈论的可是姐姐的事情。瑞王妃转头看着沈夏，只知道吃。公主府难道是少了你一顿饭吃不成啊？倒也不少，只是如果瑞王府连这点伙食费都负担不起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一点补贴。他便随手抛出2两银子，落在了瑞王妃的面前。这是在羞辱谁呢？这人敬我，则我敬之。相反也是，我管你是谁，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就把你儿子拐跑，气死！方华一是目瞪口呆呀，霸气！只要看见你啊，就没好事。子言之前一直都是好好的，可是自从最近跟你在一起之后，他的生活才变得如此的糟糕。莫非，您这是什么话？今天要不是夏夏及时出手相助，姐姐恐怕连性命都会有危险。做人可以不懂得感恩戴德，但至少不应该忘恩负义。你自己的女儿从头到尾过得怎么样？难道你作为母亲一点都不清楚吗？我这个朋友都知道她处境艰难，可是你却一无所知。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结果你不但没有帮着她，反而因为那可笑的名声，竟然还打算把她送回那个充满痛苦的地方。请问你真的配当一个合格的母亲吗？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她好，日子是她自己在过，她到底好不好，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她好，实际上只是满足你自己内心的虚荣心和名声罢了。你根本就不在乎女儿幸福是否重要。哪个女人不是像这样熬过来的呀？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不给瑞王纳妾呢？你休想进我瑞王府的门！你的门我还不稀罕呢，我只要顾子战，他进我的门也一样。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夏夏，别超常发挥了。你是在怪我？别把母亲气死了，到时候要守孝。
瑞王妃一听，那口气差点没喘上来，直接晕倒了。不是，这麻烦夏夏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大碍。沈夏上前把脉，没事，睡一会儿就好了。麻烦二嫂把母妃扶回她的院子。好。莫言，怎么了？你这么看着沈姨？娘要是能有沈姨这个口才，是不是就不会受委屈了？我们不主动欺负别人，但是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一定要勇于反抗，因为人都是欺软怕硬的。当然，你的实力不容许你反抗的时候，就铭记在心，君子报仇，10年不晚。好。而这边，瑞王气势汹汹，带着一群人，先将裴国公府砸了个底朝天，打得裴元琪四处躲藏，就带着华太医一路就往皇宫走。陛下呀，这刚才那种威风荡然无存，就是一个为女儿讨公道的老父亲啊。此时此刻，顾逸晨正在御书房里享用午餐。赵平啊，发生什么事了？是谁竟敢在宫中喧闹？陛下，是瑞王来了，让他进来吧。宣瑞王觐见。陛下呀，您可要为老臣做主啊！那国公府简直不是人，他们一家都是狼心狗肺之人呐！王叔先起来吧，究竟发生了何事啊？你且将事情说清楚。倘若你真的受到了委屈，朕自然会为你主持公道的。顾逸晨看了看旁边的华太医，你也起来吧。陛下呀，您不知道呀，还好今天安平郡主和子战去找子言一起踏青，不然我家言儿怎么死的我都不知道啊。因为言儿不拿钱补贴家用，和北启元吵架了，他就关我们家言儿禁闭，还让他吃馊菜馊饭。我女儿病了，还不让请大夫，只能高烧在床上熬着。再怎么说，我家子言也是一个郡主啊，虽然没有封号，但也是皇家人呐。求陛下为我言儿做主啊，下旨让他们和离。这国公府真的是太过分了，但是要和离也得2个当事人在吧？我家言儿啊，都下不了床了，华太医可以证明。怎么回事？惨不忍睹，就剩一口气儿了。要是今天没有用药，恐怕就回天法术都救不了。虽然今天救回来了，恐怕要静养几年才能把底子给养回来。还有那孩子，也是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说不出来的惨。安平郡主脸上都还有手指印，就是不知道是国公府谁打的，简直太不像话。王叔，你放心，朕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的。关于和离一事，还是需要询问一下当事人的意见。现在子言表姐身体还很虚弱，等她伤养好了，到时候再让双方当事人都在场，朕一定会为她主持公道。国公府是宜妃的娘家，陛下自然不能只听信他们一方的言辞。谢陛下明察。没关系的，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顾子言缓缓睁开眼，妹妹，我这样选择和离，会不会让娘家因此而被人轻视？你被欺负成这样了都不合理，那才丢脸呢。下次他们只会变本加厉。人这一辈子总要为自己活一次的。姐，我支持你和离。如果你不在瑞王府住，那你就和莫言去我那里住，正好和夏夏有个伴。子言姐，你相信我，你的幸福还在后面。人这一辈子难免走错路，及时回头就是了。好，我听妹妹的。对了，姐姐，你的嫁妆放在哪儿啊？唉，这些嫁妆只能等和离之后再去取回来了，还不知道能取回多少呢。姐姐，我会变戏法，可以将那些东西全都变回来。到时候你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拿到，让他们赔偿损失。当时有那么多人在场呢，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是空手离开的啊！真的吗？只见沈夏轻轻一挥手，原本放在顾子言卧室的2个大箱子瞬间出现在了床边。看，这就是你那2个箱子。不过关于你的嫁妆，得找个空房间才能放下呢。怎么可能？妹妹，你真是太厉害了！这戏法也太神奇了。夏夏，这事你可不能跟别人说。虽然你今天的身份没人敢对你做什么，但是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除了我几个相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今天要不是为了给子言姐帮忙，我也不会用的。妹妹，让你为我操心了，我母妃还那么对你。没事儿，我也没吵输，不服再战。母妃从小就被外祖母们和父皇宠坏了，终于有一个人能收拾她了也不错。吵架我帮你，那你母妃呢？也帮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哎呀，全部东西都放这里了，全部都是箱子。要是能藏这么多东西，做什么都方便。顾子战带沈夏出了房门，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恐怕最近只有今天有空陪你。现在的时间虽然不早了，但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个地方。好，顾子战跟他说院子分下来了，想必是想带他去看院子吧。长公主府的右边有人住着，本来我想要左边的，结果听说前段时间被人买了，我就只能要隔壁了。虽然隔壁的那个院子不大，不过也还好，离公主府近，以后你回公主府也方便。到了，这就是陛下赏给我的院子。这以前是公侯府吗？夏夏怎么知道？看大门看出来的。这是老侯爷的，他一生就一个人，所以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本来我不喜欢这个院子的，因为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可是这个院子离你那边近，我就只能留下了。你还迷信上了？不过你答应我了，我才让人开始打理的。我可不敢先住进来，怕影响我们的感情。有一个好消息，你要不要听？什么好消息啊？这里可以开一个拱门。隔壁的院子你卖下来的？好，你就跟下面的人说一下。好。每个公子都对夫人是言听计从，我都不要多的。要是有一个公子对我追啊，我都要幸福死了。比一对我也不错，也不知道夫人什么时候能够成全我们两个。天天看着夫人甜蜜蜜的，我原本对亲事都不及的，现在都突然好想要成亲啊！原来爱是会感染，这边的前面还和那边一样，前院不动，然后后院打通就行了，来往也更方便。隔壁公主府也是在后院打通的。好，都听夏夏的。这个院子虽然不大，但是设计却很别致。从今天起，这个院子就是你的住所了，我会让人为你改成你喜欢的样子。一定很辛苦吧？不辛苦，只要你喜欢就值得。顾子战一边吻着沈夏，一边抱她进了房间。顾子战的吻慢慢从温柔变得霸道强势，慢慢的抚上了沈夏的小蛮腰，慢慢向上摸索着，感受着山峰的柔软。他轻轻拉着沈夏的小手，让她明白他此时此刻有多么的难受。夏夏，我想要你，可是第一次不能在这么仓促的地方。你吃不了你还到处骗我，真缺德。好，我们什么时候成亲？这个啊，要不我们就办个婚书就在一起吧。那怎么行呢？太委屈夏夏了。啊，不委屈，成亲实在是太累人了。没事，不委屈的。不行，我还是要走一个程序，可不能委屈了夏夏。毕竟走了程序，大家都知道了。那好吧，他还没成过亲呢，肯定对亲事很是期待。好，该有的一点都不少，但是时间可以走得近一点。好。怎么了？我后悔了，后悔当年放手了。当年是怕你因为我受委屈，所以才放手。早知道你有这个战斗力，再加上有我护着，根本不担心你受委屈。不，现在挺好的。我当年不会去赌你能一直护着我，而且现在我也是郡主的身份，有一个长公主的娘亲，再加上有你护着，才能有和你母亲抗衡的本事。当年的我，就算不在乎自己，也得在乎宋家哥哥们呢。这贵族的手段，谁说得定呢？还好还能在你身边。两人在房间聊了许久，便出去了。院子里有一地的桃花，这里很漂亮，我们拍张照片吧。拍照？你等一下就知道了。沈夏神秘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机和自拍架。夏夏真是个充满惊喜的女子，她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沈夏熟练将手机固定在自拍架上，调好角度和时间。他兴奋地拉起顾子战的手，跑到桃花树下站好。顾子战虽然不明白沈夏在做什么，但是只要是他想做的事儿，他都会全力的配合。只听见咔嚓一声，他拿给顾子战看。哇，子战，你好上相啊！夏夏肯定是在夸我好看，只是这个东西是什么，居然能把人一模一样的印下来。这个照片挺漂亮的，能拿出来吗？他想起空间里备用的有打印照片的机器。好，我们进房间一下，他要找一个地方躺着，你看一下哪些照片你要打印出来。可以都打出来吗？哎呀，不行，你这都几十张太多了。那夏夏你看你喜欢哪些就打哪些，但是不能低于10张。好吧，你在旁边守着，不要打扰我。好。沈夏缓缓躺在软榻上，然后闭上双眼。进。顾子战一脸疑惑，也不知道沈夏这到底是在做什么，他只能默默守在一旁，目光始终停留在沈夏沉睡的容颜上。何时才能在早上醒来时就能看到他这般沉静的容颜呢？
等沈夏睁开眼睛的时候，哎呦，大哥，你这样直直盯着我，把我吓了一跳。我的错。这个你拿去吧。顾子战看着沈夏递过来的照片，这是怎么做到的？刚才那个是手机，是一种机器，可以把人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都照进去，然后再通过另一个机器打出来。这东西太神奇了。我有一个空间，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东西都很神奇，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拿出很多特别的东西。我也想到了，不过夏夏，这些事你一定不能在外面用，怀璧其罪的道理你懂的。好，顾子战将沈夏送回长公主府就离开了。顾子战回到家中，简叔今天怎么有空来？没事儿，就是来看看你。你去哪儿了呀？我去送夏夏了。哦，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那个，你姐姐还好吧？你这样盯着我干什么呀？你这么多年没有成亲，是不是因为我姐？不是，现在子言还没有和离，如果传出任何有损他名誉的消息，都会对他造成极大的伤害。据说子言姐姐和莫言都受了伤，所以他才急匆匆的过来探望。顾子战看着郑锦书焦急的样子，夏夏的医术很好，姐姐她虽然情况不是很好，但只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不会有什么大碍的。啊，那就好，那就好。把郑锦书送走后，莫非醒了没有？王妃醒来后和王爷吵了一架，就回娘家了。好吧。外祖母是个明辨是非的，有外祖母说说她也挺好的。晚上，三弟在这边。大姐怎么样？还好吧？说着，两人就走到顾子言床边。国公府太不是人了，姐，你别多想，你想做什么事，我都支持你。虽然我没有太大成就，但以后我依旧是你的依靠。你不用在乎母妃的说法，瑞王府那么大的院子，还容不下姐姐两人吗？好，姐姐以后就靠你了。放心，在府里住着，这以后就是你们的家了。好，谢谢二舅。方华一看着大姑姐，女子的命运真的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大姐，你安心养身体，好日子都在后面呢。顾子恒和方华一离开了。妍儿，如果你娘亲真的和你父亲和离，你未来也会面临很多的闲言碎语，你怕吗？不怕，我是男子汉，一点闲言碎语都接受不了，何以成大事？我未来定会努力考取功名，好好报答母亲。母亲如果要和离，他是非常支持的。顾子战送莫言回顾子言的院子，看到莫言进了院子，他才离开。结果路过主院，就看见父王一个人在院子里喝酒。瑞王看着来人，老三回来了。听说母妃又和您吵架了。没事儿，你母妃呀，就这个性格。子珍啊，你姐姐落到这般田地，都是本王没本事啊。不是这样的，姐姐的事情与您无关。如果我手握实权，国公府又怎会如此对待你姐姐呢？不，如果父王您也有野心，恐怕就不会有今日的瑞王府了。父王，您没有做错什么。那你姐姐她会不会怪罪于我？不会的，正因为父王您这些年来大智若愚，才使得瑞王府得以保全至今。当年那些居心叵测的皇叔们都没有好下场。父王，您做得非常正确，而且姐姐出事的第一时间，您就已经为姐姐出气了。父王，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姐姐想要和离，我们全力支持便是了。如果不是我一直以来的隐忍和退让，瑞王府恐怕早已不复存在。终于有一个人是懂我的处境的，不愧是我最聪明的儿子。可是你母亲总是觉得本王没有出息。莫非是女子可能不懂得朝政局势？是啊，还说如果要忌惮，为什么长公主要跟我们结亲？这个，你和安平郡主的亲事是长公主提起的，你们俩的年龄相差较大，本王都没有想过这门亲事。按常理来说，安平郡主作为陛下的亲表妹，俩人联姻是最为合适的选择。然而长公主却将安平郡主许配给了自己的儿子，这其中的缘由实在令人费解。而且安平郡主和子战定亲才不到1年，郡主就突然失踪了。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郡主的失踪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父王，我这辈子非夏夏不娶。人这一辈子有一个深爱的人挺好的，父王支持你。好，谢谢父王。莫非和郡主不和，我以后会搬出来说。好，有空记得回来看看就好。顾子战起身扶着瑞王，送他回了房间。第二天早朝，因为顾逸晨已经将整个事情的真相调查得清清楚楚，皇上直接下了一道和离圣旨，还有返还顾子言所有嫁妆。裴元琪原本是个正四品的官员，
如今却被贬值正五品。早朝之后，王爷，等等，你消消气儿。瑞王看着拉在前面的裴国公和裴元启，别，本王可不高攀国公。你们国公府不是觉得那小妾不错吗？正好我们家子言让位，你把小妾扶正吧。王爷说笑了，那小妾怎么能和子言比呢？这件事儿的确是我们家元齐做的不对，你要打要骂都没问题，但是小两口吵个架很正常的。但是元齐大意，对于子言生病了都不知道，的确是他的错。你放心，只要子言回来，元齐一定好好对他。别了，你们家我们瑞王府高攀不起。岳父，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和顾子言不和好，这官职恐怕是很难恢复了。理都没理他，就这么绕过去了。你回去后赶紧去选一点好的营养品送去瑞王府，求他原谅。玉子本就心软，你们还有孩子，多说两句好话。是，孩儿听父亲的。以后少听你母亲的怂恿，她眼皮子浅。好。瑞王拿着圣旨回到王府，第一件事就是把圣旨拿给顾子言看。顾子言看着圣旨的时候，完全不敢相信这个和离居然这么顺利。子言，你自由了，以后你就和莫言在瑞王府住着就是了。好，谢谢父王，您把我和他的名字填上去，马上去办理和离文书，我一刻都不想等。好。说完便马上去办。等回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裴元齐在瑞王府门口，后面下人提着大包小包。岳父，我送点营养品过来。你让我进去看看子言好不好？我去跟子言道歉呢。我可不是你岳父。说着就把怀里刚在衙门口办的和离文书拿了出来。这么快，居然真的和离了。他以为顾子言顶天就在气头上，会留着圣旨当成他的底牌，结果他丝毫不念旧情。他怎么这么绝情啊？这不是你们先做的绝情吗？你们国公府的豺狼野兽，本王还把女儿留在国公府吗？另外，你们已经和离了，麻烦把子言的陪嫁退回来。说完，头也不回进了王府。瑞王第一时间就去了顾子言的院子里，把圣旨和和离文书交给他。以后就只是父王的乖乖女了。恭喜大小姐重获自由。好。第二天一大早，沈夏带着吉祥如意和千羽出发去城隍庙。长公主给他派了2个武功高强的护卫。到了城隍庙，都快中午了。这马车一斜，还好千羽及时抱住沈夏。你们2个没事吧？奴婢皮糙肉厚，不疼。郡主，赶紧下来，这马车轴断了。你们2个谁骑马回去？今天太晚了，就不用来了。明天把配件拿过来换上。姐姐，这马车坏了，我们今天晚上恐怕只能在这里住一宿了。行啊，和妹妹在一起，哪里都行。好。风雨，你把马卸下来，骑回去拿配件，我在这里保护郡主。好。晚上2人进了房间，就一起睡了。不知过了多久，沈夏感觉有点不舒服，有人在亲吻她的耳垂。沈夏还以为是哪个哥哥半夜想吃肉呢，迷迷糊糊睁开眼，眼前一片的漆黑。沈夏想用手揉揉眼睛，结果感觉手是被绑着的。不对啊，我今天晚上是在城隍庙住的，哥哥们根本就不在。那我身上的是谁啊？房间是亮着的，可是我的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蒙住了。醒了。你是谁啊？你怎么不叫呢？你都能不封我的嘴，想来我叫破喉咙也没用啊。男子轻轻挑起沈夏的下巴。我就喜欢你这聪明的样子。你等一下，我先团团。流氓，你们数风来了你！帅哥，我已经是个已婚妇女了，真的没有什么吸引力。那怎么样？我偏偏就喜欢你。你有没有病啊？放心，我洁身自好。好，最后再问一个问题，你长得怎么样？此刻他不害怕，反而开始关心起我的长相了。不过他喜欢英俊的男子，这点我还是清楚的。这有什么说法？如果长得丑，一死不丑；如果长得俊俏，那就当享受了。哼，我长得还算俊俏，不会让你感到舒适和满足。不是，你抓我的时候就没发现我旁边有个更好看的吗？要抓应该也是抓千羽姐姐，这次采花菜你看眼一件都没。没有，就你最好看。想起之前曾因用药与沈夏有过淫女之事，但那时他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
那种感觉虽然愉悦，但哪有清醒的来得更美好？这次，我想让你保持清醒。小哥哥，你看这样绑着多没意思呀！那你想怎样？这样，你把我的手松开，好不好？男子听到这声音，不行，我实在忍不住了，还是先享用了再说。便直接开始行动起来。等等，小哥哥，我保证不会去扯眼睛上的布条的。毕竟这种事情嘛，只有两厢情愿才能让人愉悦，对吧？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我对于自己还是非常自信，绝对让你吃日似就流连忘返，只要不让你看到我的模样就行了。真的，我保证，绝对不摘眼睛上的布条。我要摸摸你的长相，感觉一下是不是真的绝技。好。这是谁砍碎的驴吗？这跟大哥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这要是个小姑娘，怎么样，还满意吧？你是不是？就是点合欢散而已，调节气氛而已。沈夏没有说话，抬头吻到男子的脖颈，双方都吻得难受。沈夏双手抱着男子的腰身，然后在后面快速拿出一个小电棒，对着他的身体就是一下。他赶紧拉下自己眼前的布条。怎么是你啊，千羽啊？沈夏之前就想，千羽是不是个男子？但是上次遇到马，他为我挡下本洞的时候，我为他打灯了，完全显示不出是男子的嘛。看着沈夏手里的暗器，这是什么暗器？从哪里变出来的？你别过来，我这个暗器可厉害的。妹妹，反正相公也比较多，要不加我一个吧？不是，你以为成绩是过家家呀？你刚才不是感觉大吗？我并不比你的那些相公差。你到底是谁啊？我就是千羽啊。你是个男子。我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女子吧。他试着一步步走上前。你别过来，让我离开。好。沈夏赶紧下床往门口退，眼看就要到门口，可是身体就跟着火一样。你有没有合欢散的解药？没有，妹妹，反正你身体的不舒服，不如及时行乐，你也不吃亏啊。你想得美！一不注意，手中电棒就掉了。千羽快速上前，抓住了沈夏两只手，到了床边，就把他的手又给绑上。还跑吗？我保证不跑了。你这样绑着我不太舒服。小宝，你猜我还信你吗？大哥，重吗？习惯就好。千羽，我们好好聊聊呗。这强扭的瓜不甜呢。解渴就行。不是，我紧张。你经验比我还多，紧张什么？说的这么直白。我从第一次见你就觉得有趣，然后慢慢就喜欢上你了。放心，我会很温柔的。反正我并不是第一次。什么？那我怎么没感觉啊？喜欢的人在身边，怎么会忍得住？你太不识人了，禽兽啊你！最近你房间天天都在走动，我实在忍不住了。你得不找我。便开始脱他衣服。我发誓，绝对不是我想，是身体重要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支箭从窗外射了进来，直逼千羽的身体而去。该死，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林一，你终于来了！他骗我。哼，你以为就我骗你吗？哼，不错啊，这么快就处理完了。看来下次得给你多制造点麻烦。休想！两人刀光剑影，不分上下。而千羽手中没有顺手的兵器，慢慢落了下层。离开之前，还看了沈夏一眼。我还会回来的。被他解开。对不起。没事没事，我们赶紧走吧。啊，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离低头看着怀里的沈夏。我快马送你回府，让他们对你解开药性。如果我没猜错，这是顶级妩媚，对身体没有害，但是任何药都抑制不了。啊？那你把我打晕吧。这样身体会出问题的。什么问题啊？对男人都提不起兴趣。啊，这肯定不行啊！我后院的花如此好看，我怎么能失去兴趣呢？那你赶紧把我送回去吧。好，你坐后面，能坐稳吗？我抱着你呢。好。最后，沈夏就坐在了后面，可是就坚持了半个小时，就坚持不住了，伸进了离异的衣领里。离异，我受不了了，好难受。离异停住你。沈夏，我跟你解药性，你会后悔吗？后悔什么？不后悔。沈夏完全没有意识，除了身体上的，然后他便勾着离异的脖子，直
主动献上了热吻，快速找了一个杂草比较多的地方，沈夏便已缠上去，而且相当主动，带领着离依探讨人生的真谛。两人就这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疯狂一整。原本打算事后再去找千羽算账，但我从内心自私的想法来说，还得感谢他。千羽是不知道给离依做了嫁衣，不然可不得吐血3斤呢。天色微亮，这是哪里啊？醒了啊，离依，你回来了！天哪，这怎么回事啊？千羽那个王八蛋，我下次见了一定要剁了他！现在天还未亮，我们是向前走回城，还是回城隍庙和他们一起走？回城隍庙吧。完了，又祸害了一个亲娘。跟离依一起快马加鞭回到城隍庙，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沈夏送回房间了。离依啊，昨天晚上谢谢，那个能不能保密啊？昨天晚上只是意外，不能影响他的未来，更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把离依套在我身边，这对他来说不公平。他肯定是嫌弃我，满身伤痕。好，要不要给他一笔钱呢？沈夏犹豫再三，从怀里拿出了1万两的银票。离依，这个你拿着，对你昨天晚上的弥补。昨晚是我自愿的，你不用放在心上，你安心休息，我在门口不会让人打搅你。然后转身就出去。他的确不喜欢我，能和他心灵契合一晚就应该很满足了。我的身份怎么配得上他呢？他是那么特别，我怎么可能不向往呢？连依依都能看得出来。沈夏睡了半天，下午才回城的，便去东门接4个。沈夏看门口陆陆续续有学子出来，沈夏居然看到了一个熟人宋承修，还有4房那些人。夫人，4公子在那边出来了。好。宋允见沈夏来接他，快步走过来。怎么样？放心吧，没大问题。大伯。宋义先是尊敬地向宋承修行礼。考得怎么样？还行。小雨，宋承修见他停住脚步，你们2兄弟今天考试都辛苦了，我做东在鸿运酒楼庆祝一下怎么样？不用，既然我们都断绝关系了，所以以后就当不认识吧。小雨啊，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父亲？你怎么样对我母亲，我便怎样对你，不是很公平吗？4堂弟啊，这些年大伯其实很想你们的。是吗？怎么个想法？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父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况且你如果是前3家肯定是留京的，你可以过来跟着我，毕竟我在京城多年，还是有点关系的，毕竟是亲生的，未来还是可以依靠的。就我儿子这长相，娶个贵女还是没问题的。他这是想连花带盆的端走啊，太不识人了。既然你以前把我们抛弃了，就别再来打扰我们了。说完便拉着沈夏离开了。大哥，这老四读那么多书都白读了，再怎么说你也是他亲爹呀。走吧，回去了，你嫂子也准备好了菜。没事，他的事我没有放在心上，只有在想娘过来后他会不会打扰到娘而已。对了，这段时间真的是忙忘记了，隔壁院子差不多再有10来天就修缮好了，你给娘写信没有？放心，这些事都不用你操心，你现在只要每天开心就好了。好，那4哥，这殿试什么时候出结果呀？3天。好，晚上你想吃什么？我去做。等会儿长公主知道了，可得心疼坏了。那等我们以后搬家了再做。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到了公主府，晚上担心洗澡被他们看见，早早就把澡给洗了，毕竟身上还有一些离依留下的记号。晚上睡觉，二哥，你上职了那么久，还习惯吗？没有，上职还习惯，同僚们相处也愉快。夏夏，你不用担心。好，二哥，你要是不开心就得给我说，如果上职不高兴，我们就辞职，你天天跟我研究果树也好。好啊，睡吧。好。怎么今天这么早就睡了？难道今天回来了呀？第2天一大早，打算回空间里看看，还是没有人，爷爷也不在，重点是家里居然落灰了，是怎么回事啊？以我妈妈爱干净的程度，再忙都不会这样。难道这个房子和大靖有空间漏洞？如果他们真的来了，大靖会在哪儿呢？我该怎么才能找到他们呢？爷爷那么一大把年纪了，他们3个是同时不见的吗？他越想越担心，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想了多久才出了空间。他睁开眼睛，眼泪不自然地掉下来。吉祥，夫人，您怎么啦？你赶紧套上马车，我要去找3个。如意赶紧去书房找4少爷。4少爷不好了。怎么了？
不知道夫人怎么了，哭着要去找三少爷。宋允便马上起身，向沈夏的房间走去。思思，你怎么了？不见，他们不见了，我找不到他们，怎么办呀？宋允大概是明白了。你找三哥是有事商量吧？你现在坐马车去也耽搁时间，我让下人快马加鞭，让三哥回来好不好？好，去安排吧。是你那个时间发现爹娘和爷爷都不在的吗？是，前几天就感觉家里脏了一点，进去也没人，但是我想他们或许有事。可是我今天进去的时候，家里都有灰了，他们肯定是不见了。四哥，我该怎么办呀？放心，既然你想着找三哥，想来也是打算我们的产业整个大晋都是，我们出一个只有爹娘懂的暗号，找他们就容易了。那如果他们不在大晋呢？放心吧，就算是天涯海角，都得想办法找到。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是只有他们知道的吗？有，我可以出一个题，只有他们3个人会的。宋锦回到长公主府，就赶紧向沈夏的院子过去。夏夏，你怎么了？沈夏才把事情来龙去脉又说了一遍。这个事就难办了，希望简直渺茫。如果在别的国家怎么办？夏夏，你们之间有什么暗号没有？我马上发出去。有，再写个赏金，多写一点，不然别人不会上心的。好，不行，夏夏，这个不是钱的问题，钱太多了容易出事。你通告时提问题，就是答出来的人奖励1万两银子，护送答题人进京的给2万两银子就可以了。前提是进京还要回答3个问题，都答对了才能领钱。对，爹娘带有人护着，只能给足够的银子，他们才愿意安全的护着他们。如果钱太多，别人就会有想法。他把问题全部写好，最后求 AE 等于多少。如果是父母看见，那他们肯定会。两人便马上离开了。他们会不会在吃苦啊？会不会像我当初那样在别人的身体里？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下来，直到眼眶里闯进了一双靴子。你怎么了？李姨，你怎么进来了？看你难过。没事，我可以像他们一样帮你。你是想找人吗？这些年从没见他哭过，能哭得如此伤心，肯定是很重要的人。很亲的人。有外貌特征吗？没有，只有我们之间懂的暗号。你给我一份，我让人帮你找。大晋以外的国家也可以找吗？可以。啊，真的吗？真的。真是太好了，谢谢你，李姨。你高兴就好。这是一道题，只要能做出来这道题的人，就有9成机会是我要找的人。如果有人出来这道题，我看看正确答案，再带来见我。好。对了，你让谁找？中间是不是还需要什么费用？我给你，我先给你5万两。不用，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是慕云阁的，那个门派专门负责找人的，我把东西给他们，让他们找。拿着，不给钱我不放心，况且要找的地方这么大。好。李姨打算离开。等等，我前天在城隍庙里面给几个哥哥和你都求了平安符，那给你。我没在，他都为我求了一个平安符吗？接下来就只能等消息了。晚上宋锦没有去庄子，3人都在房间里看着他。夏夏，你放心，不管有多难，都会把岳父岳母找到。我要不继续在外走动，万一遇到呢？不行，你遇到几率还没有发传单的几率大，而且我跟他们说过我在哪，如果他们真的在这里，就会往这边找过来了，一定会找到的。我没事了，你们早点回去睡吧。晚上我陪你吧。好。两人洗好澡就上床了。三哥，你不想吃肉吗？不吃，就陪你，怕你难受。哦。如果夏夏想吃，我还是可以配合的。不吃，和三哥聊聊。我都来京城2个月了，大哥怎么没给我写信呢？听说边境有战乱，一旦有战乱，军营除了战报是不允许向外传书信的。好吧，真是担不完的心呢。第2天早上，这难是熬得过晚上，也熬不过早上了。感觉怎么样？我感觉要死了。难怪上辈子阿瑶说，这通往女人内心深处的通道是外道，真的是经历过才明白。事后，服务到位不？满意，相当满意。你今天不去庄子吗？不去，今天陪你。我来京城这么久了，还没陪你逛街呢。好。饭后，沈夏和宋锦去找宋允。四哥，你要不要一起去啊？三哥要陪你去吗？是啊。那你们去吧，我还有事要处理。好吧。沈夏就和宋锦一起出门，带上吉祥如意。两人先是去了一趟瑞王府，看一下顾姐姐的伤。瑞王府门口就看见跪着的裴元琪。嘿，这是找高手出谋划策了呀！裴大人好一招以退为进啊！这出可真是好手段啊！这紫妍姐姐都病危在床上下不了床了，根本无法前来让你起来，你正好趁机一直跪着，跪得越久对你越有利，让不懂起因经过的百姓可怜你，然后你再给瑞王府施压，让他们母子活在流言蜚语中，最后没办法受不了流言蜚语，又重新回到国公府，你再慢慢收拾他。
他看着一旁看热闹的人。你们家里如果还有未成亲的小姑娘，一定要看人谨慎一点。这但凡是没有嫁好，就是赔上一条命啊！女子啊，一定要对家暴勇敢说不。安平郡主，你作为子妍的朋友，难道不应该劝和不劝分吗？我是真心悔过的，真心求子妍原谅，给莫言一个圆满的家。你但凡对他有那么一点好，本郡主都不带劝分的。凭什么你们男子想作践女子就作践呀？你想回头，女子就得同意，旁边也有女子附和道。对啊，凭什么样样都按你们男子的来？你在这里是真的求原谅，还是不想还陪嫁吧你？绝对没有，我国公府不是这种人。那你要是真心求原谅，就先把陪嫁还回来，再谈原谅之事。我马上回去把子妍的陪嫁退回来，让你们明白我是真的求原谅的。那你倒是去啊！裴元气气得起身就走。世间女子本就不易，我们属于弱势群体，感谢大家帮我维护女子自己的权益。那三哥在这里等我一会儿。你去吧，我等你。进到院子里，沈夏看着世子妃也在这里陪着她。世子妃好。方华一起身问候。安平郡主，你来看姐姐了。门口的事多谢妹妹解围，要是真让他们在门口跪天，对王府是一点都不利。举手之劳，我看看你的病怎么样了。好。沈夏安静的候了一会儿，没有大问题了，不过底子倒是亏空了许久，好好养2年就好了。好。这个呀，是前几天我去城隍庙还愿的时候求的平安符，姐姐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听说能安神，我便给你和莫言求了2个。谢谢妹妹，这次合离如果不是有妹妹在中间周旋，恐怕没有这么顺利。不用谢，我们本来就是朋友不是吗？再说了，你是子战的亲姐姐，那也是我的亲姐姐，帮你是应该的。抛开这些吧，那你也是我表姐啊。那姐姐就不跟你见外了。子妍姐，子战的院子再过不久就修好了，你要不要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啊？方华一听着啊，安平妹妹，姐姐其实住瑞王府也挺不错的。母妃还没有回来，我出去住会以为是娘家容不下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世子妃，你别见外啊，我只是觉得子妍姐过去跟我有个伴。安平妹妹，不用叫我世子妃的，这就太见外了，可以叫我华一姐就好。以后你和老三成亲了，叫我嫂子就是了。好，我只是担心，如果大姐去老三那边住的话，会让外人觉得是不是瑞王府容不下大姐。也是啊，那就看子妍姐你的了。娘把认亲宴办了，我就搬回自己府里了，你可以经常来找我玩。好。子妍姐，裴家再来打扰你，你就让他们推嫁妆，他们没有证据说你把嫁妆拿走了。妹妹真的是会变戏法呀，真的就帮我把所有嫁妆变回来了。好，妹妹在这里吃了午饭再走啊。我三哥在门口等我呢，改日再来看姐姐。好，还有几天就是我的认亲宴了，姐姐记得要过来啊。我一个合离的女人去认亲宴会不会不吉利？沈夏看懂了她的犹豫，拉着她的手。子妍姐，如果你不想去，是因为你根本不想去，而不是因为所谓的那些合离不吉利的说法。你没有错，所以不用为别人的错买单。该抬不起头的是做错事的人。好啊，到时候我和华姨一起来。那我走了，我送你。姐姐，你先把身体养好，我们有的是时间。好。三哥，让你久等了。这不是我的荣幸吗？别人想等还等不到呢。三哥嘴真甜。结果出了瑞王府，还能看见几个熟悉的百姓。你们还没有走？看那虚伪的结果。好了，快别等了，都回去吃饭吧，别把自己饿着了。郡主嫁妆有几十台，如果真的还回来，路上百姓都能看得见的，大家都会听说的。也是啊。沈夏看大家都走了，便和宋锦一起上了马车。三哥，你这照顾得太心细了吧？必须宠好点，怕你喜新厌旧。当然不会了，在我眼里，虽然几个哥哥各有千秋，但是三哥的长相才是长在我心巴上的样子呢。沈夏看着盛世繁华京城殿，三哥，我们进去看看。好。公子夫人，你们看想选点什么？先看看。夫人，我看你面生，可能对我们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要不要我先为您解释一下？好啊。夫人要不要试一下？我们这里面的东西都可以体验的。夫人这么精致的五官，虽然已经非常漂亮了，如果再化一点妆，绝对是锦上添花。你很优秀，解说的也非常不错，让人很有购买欲望。这个店京城只有一家吗？只有一家。彩妆我就不要了。没事，如果下次有需要也可以找我，我是05号销售员小菊。护肤品可以给我来2套。夫人真有眼光。哎呦，这是谁啊？不在那乡下，怎么跑来京城了呀？安敏华。沈夏瞥了他一眼，理都没理。这种乡下来的没教养的小妇人，何必跟他一般见识，有辱自己的身份。就在这个时候，夫人倒是好教养，不知道在哪里学的。谁啊？
宋锦，怎么说我也是你继母，你怎么有些无礼呀？哼，父亲都和我们断绝关系了，你算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不用跟他们计较。倒也是，你不会觉得家里有一个读书的就能做官家吧？你这种人品差成这样的都能走到今天，还有什么不可能呢？安敏英看着旁边人都看着他，我们走着瞧，看你能猖狂到什么时候。比你久是肯定的。两人气冲冲就走了。怎么回事？看来是有人报告下面有事儿，这是把东家给惊下来了。啊，沈妹妹，你怎么来京城了？是夏舒然。哎，舒然姐，你怎么在这里啊？看着宋锦手里提着的东西，自家的东西还花什么钱啊？小菊，把钱退给沈妹妹，你的提成不变。哈，舒然姐，不用，我要的也不多。不行，哪能还挣你的钱？我不也挣你钱了吗？是你让我们挣钱，可不是挣了我的钱。这两位便是盛世繁花所有东西的生产东家。刚才让夫人见笑了。没有，你做的非常好。舒然姐这里人培养的不错呀。妹妹谬赞了，姐姐拿下了2个区的经营权，自己做呀。是啊，做工货商哪有自己开店挣得多？我们都2年没见过了吧？今天啊，一定要给我机会，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好啊，我也很久没见到舒然姐了。你这次来京是游玩吗？是常住。真的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可以一起玩了。你住哪里啊？我有空了还来找你玩。我暂时住在长公主府。你怎么住那里啊？沈夏便把自己是长公主失踪的女儿这件事儿说了一遍。没想到妹妹居然是安平郡主，最近老是听说关于你的事啊，没想到居然是妹妹。妹妹是不是过几天有认亲宴啊？到时候我去为妹妹祝贺一下。姐姐住哪儿？我让人送请帖过来。好，饭后。那今天就晚了，先回去了。好，晚上。夏夏，怎么了？没事，二哥睡吧。第二天一大早，沈夏看着宋允平静的脸，四哥不紧张吗？你猜？夏夏，老四怎么可能不紧张？可是再紧张也没用啊，是不是老四啊？听说你考不上状元，就没有成亲礼啊？没良心的人，就不能换四弟吗？老子那么难听，很紧张，要不你安慰我一下？他说他紧张，我怎么不信呢？看来我还是得多待在夏夏身边，不然我那第一的位置完全有可能被替代呀。四哥，这个皇榜什么时候出来啊？4时张贴皇榜，前10进宫面圣谢恩，前3名最后出来游街。好吧，四哥，如果到时候你游街，这得迷死多少少女的芳心呢？此时太极殿上正因为谁是探花而在争论，因为前3名是宋允、唐维、穆一凡。探花是要求长得最好看，状元是要求学识最好。顾逸晨看了眼3人画像，互不徐大人出列。陛下，众所周知，探花定是相貌最出众的。这个徐大人就是徐杏儿的爹，他当然知道宋允是谁了。他女儿被关了半个月，他可是把安平郡主调查的是清清楚楚，心想能把他从状元里夺掉，才能解他心中之怒。大理寺卿郑锦书出列。陛下，这科举虽然不是我在行的范围，但是臣觉得科举当以学识为主。郑锦书他爹也出列了。臣觉得也是应该以学习为主，总不能因为别人长得好还掉名次吧。太傅和丞相觉得呢？太傅看了一眼丞相，陛下听说这个宋允乡试和会试都是第1名，看着旁边的赵总管，出榜吧。前3甲，状元宋允，榜眼唐维、探花、穆一帆。宋明在下面担心的要死，这差点老四的状元就没了。老四终于心想事成，没想到朕在位期间终于出了一个大3元呐，简直是可喜可贺呀！哈哈哈哈哈哈！沈夏和宋锦一起坐在窗台边看着，宋允在里面静静的喝茶。终于有一个领头太监拿着告示出来了。沈夏在人群中看到了宋义那家人，还有邱子阳他们。看到榜单上那醒目的第1名宋允，邱子阳笑了，真好，宋允是状元。然后再去找他的名字，第10名。我第10，仙人保佑，刚好在门槛上。今年殿试结果，第1名状元宋允，大3元；第2名榜眼唐维；第3名探花穆一帆。沈夏听见状元是宋允的时候，中了！拉着宋锦进去。状元哥哥，小女子这厢有礼了。在家等我。好，恭喜四哥。说完便下楼离开了。
前10名在宫门口集合，一起进宫谢恩。沈夏继续在窗边看着，他看见了邱子阳，还有宋毅。没想到啊，他都进了前10。三哥，我们先回来等着吧，游街恐怕还得一会儿呢。好。沈夏突然想起他压的注啊，三哥，我发了。你发什么了？我压了4个是状元，1赔10。压了多少钱？沈夏笑眯眯的比了一个手指，1000两。不，1万两。老四那个意外真不是白来的。为什么？你呀，这个简直让赌房今年白干。哎，对了，那个撞了四哥的人，结果怎么处理了？听老四说赔了1000两，那马夫在监牢发病死了。哎呀，我怎么感觉是个阴谋啊？这可怎么办？能在京城开赌房的都是背后有人的，肯定是发现老四是长公主府的人，所以才要杀人灭口。我差点害死四哥，京城真是鱼龙混杂。哎，三哥，我们是不是应该养点护卫啊？在京城，护卫相当于府兵，有标准的，超过了就要以谋反定罪。他的府里还是得配护卫的，他身边有个离衣，倒是没什么问题。那天我看过叶离和千羽过招，那手剑法，要不是跑得快，定让他脱层皮。我怎么忘了问问离衣千羽的来历了？居然之前在他身边装女子，还被他睡过，后槽牙都要咬碎。夏夏在想什么啊？没想什么，只是在想护卫的事情，可能得回去问问娘。可以从小培养一些人，方便以后用。终于等了快1个时辰，三哥，你快看，四哥出来了。他身上一袭鲜艳夺目的大红色状元服，他身后紧跟着榜眼和探花，3人并列而行。男子簪花，在他眼里，此时的宋允真的是鲜衣怒马少年郎，秀色可餐呢，看着就让人蠢蠢欲动。而簪花的不只是状元，还有探花，但是榜眼不用簪花。哇，这位状元郎长得好俊俏啊！不是都说探花郎是最俊俏的吗？怎么今年所有的美貌都集中在状元身上了？宋允出了东门，就一直看着沈夏所在的2楼的窗户，满是深情地看着他，可把旁边窗户的人激动坏了。天哪，状元郎看着我们呢！是啊，他一直这样看着我，是不是喜欢我啊？万一是喜欢我呢？那我们扔香囊，看他接谁的。扔就扔，谁怕谁啊？夏夏，队伍要走过了，你要不要也扔一个？沈夏搜罗了一下自己身上，他没有带香囊的习惯。哎呀，这怎么办啊？香囊一般都是女子为男子做，我从来也没有啊。哎，吉祥，拿点银子过来。他直接拿了一个10两的银垫子。夏夏，你扔准一点哈。老四啊，你就自求多福吧，谁让你自己不提前为夏夏准备好香囊的？宋云脸上刚刚扬起的笑容瞬间凝固，迎面飞过来，不是香囊，而是一大垫的银子。这位状元郎不会被砸坏了吧？只见宋云反应迅速，挡住了砸向脸部的银子。只有他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啊，原来状元喜欢银子啊！大家纷纷改变策略，改为扔银垫子。完蛋了，这些该如何传老四啊？堂堂状元郎竟然因为区区10两银子而折腰。这沈夏尴尬地看着这一幕，这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状元游街的时候被银子打伤的状元吧。等会儿回去你自己跟老四解释吧。我也不知道有扔香囊的环节啊。对，谁让老四不给你准备好，他活该。是这样吗？怎么感觉你在忽悠我？走吧，我们回公主府吧。他们前3甲绕一圈后，队伍就会分成3队往家走。好吧。沈夏跟着宋锦下了楼，喧闹的人群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月公主，怎么样？我没骗您吧？这新科状元是不是长得一表人才，风度翩翩呀？她约公主来这里看状元游街，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公主能看上宋允。徐心儿想到自己曾经在武承寺大牢里度过的那漫长的半个月时光，既然我无法得到的东西，那么沈夏也休想得到。贵为安平郡主又如何呢？如今的长公主已不再拥有昔日的权势，又岂能争得过公主呢？我就是要让她痛失所爱，才能解我心中怨恨。她成亲了吗？徐心儿摇了摇头，没有呢。别担心了，今晚不是还有琼丽宴吗？你贵为公主，能看上她是她的福气，到时候你可以让宜妃帮你去打探一下呀。她知道你喜欢她，
恐怕都得烧香拜佛，是祖坟冒青烟了。沈夏和宋锦回到长公主府，不得不说，他的学识真的好啊！这状元简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啊！听到外面的声音，是不是爹爹回来啦？走吧，我们去迎接你们的状元爹爹。3个小家伙就朝门口跑去。哇，四爹爹读书真厉害！看着前面的3个可爱的小宝宝，宋允嘴角微扬，下了马。恭喜四爹爹中状元！爹爹真棒！这状元和长公主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回的是长公主府？是爹爹，你真帅！那和爹爹比呢？爹爹在就是爹爹最帅，爹爹不在就是您最帅。小机灵鬼！明管家，发点喜气。儿明家早就准备好了。明管家向旁边百姓撒了很多钱，晏一则是拿出一个超厚实的钱袋子。一点小意思，辛苦官爷了。不用了，这一路都沾状元的光，已经收获不少了。拿着吧，我们郡主的一点心意。多谢安平郡主。沈夏和众人告别，这才进了公主府。宋允一进正厅，就先给长公主行礼。不错，恭喜你。谢谢长公主。看了一眼宋允和宋锦，都是一家人，以后就喊母亲吧。是母亲。这是长公主终于完全认可了他们。你们还没有用膳吧？先吃东西去，我带小宝们回院子午休。好，没过一会儿，饭菜就端上来了。老四啊，被银子砸的感觉怎么样？看了一眼沈夏，等会儿帮我擦一下药。啊，真砸伤了？哎呦，夏夏，别听他胡说，他皮糙肉厚的，没事儿。早知道这样嘲笑他，会让他趁机在谢安面前装可怜，就不需要他了。两人心眼子真是不相上下。没事，都是轻伤。沈夏更心疼了。夏夏，我回庄子上了，明天再回来。好，那3个慢一点啊。好。宋锦出门第一时间就安排人去买了一个院子，然后收京中不要的孤儿，来到自己房间里。那10两银子呢？你还想要回来？哎呦，这说的什么话？送都送了，我是那种人吗？让晏一放我书房了。好吧，好吧，你把衣服脱了，我看看砸伤了没有。这么着急啊？不然呢？宋允看了一下门口，不得先关门吗？哎呦，还能把你看得少一块肉啊？不行，除了你，谁也不能看。那晏一平时不伺候你吗？他也不行。哟，这副得手的不错啊。那是。看着宋允的左手，早知道就少买一点了，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意外。京城的水可真深呢。四哥，还疼吗？宋允一把将沈夏拉进自己怀里坐下。疼呀，但要是夏夏能给我一些安慰，那就不会再疼了。四哥，白日宣淫着不太好吧？你得弥补我。他们尽情享受着彼此的温暖和爱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午休时光。宋允看着怀中宁静的人，它就像是美味的点心，让我怎么吃都不腻。我感觉得到夏夏更喜欢3哥，我可不想夏夏心里只有3哥。因为晚上有琼林宴，所以他悄悄爬起来，出了门，看着门口守着的吉祥如意。别吵到你们夫人，等她睡得自然醒。哎，好。离开公主府时，长公主正在前厅，看着宋允，就把她招过去，跟她说了一下宫中的各种情况和要注意什么。听长公主说完，便跟长公主告辞，出了门。因为有机会参加琼林宴的只有前10名，所以邱子阳当然也是可以参加的。宋允让邱子阳等着他去接他，马车停在邱子阳他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门口。韩毅和韩双儿看着院子里的邱子阳已经穿得整整齐齐，在院门口等着。韩毅看着这一切，我们3人同窗那么多年，可是这次科举，我将和他们划成2个区域的人。哥哥，你说邱大哥都能进步那么多，是不是他们有什么没跟你说啊？太过分了。其实韩毅心中也是这么想的。我们3人怎么就走到今天了？肯定是沈夏不喜欢我妹妹，所以行军才不跟我多走动了。心中顿时觉得不公平。来到宫门口，2人拿出身份帖检查了之后便一起进去了。宋允并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在门口等着。让你久等了。没有，也才到一会儿。郑县令，怎么是你啊？已经不是郑县令了，是郑大人，现在是大理寺卿。郑大人，学生冒犯了。没有，以后都是同僚。
行军什么时候跟郑大人关系这么好？这郑大人是什么来头啊？之前才是个县令，这才2年不到，就是大理寺卿。你不等等你二哥吗？二哥不喜欢这种宴会，他下旨就回家了。于是3人便一起进去了。宫宴多数都是歌舞升平的，前3家坐在最前面，太监喊道：“皇上驾到！皇后娘娘、荣贵妃娘娘、宜妃娘娘驾到！”众人一听，便一起起身行礼。待皇上和众嫔妃坐下之后，众位爱卿平身。宜妃下午就被自己女儿缠得受不了了，说新科状元是如何的气宇轩昂，让他晚上一定要好好打听打听。好多人都在想，这如果能把宋允招来做女婿，前途不可限量啊！皇上说了一番此次科举的事儿，对着宋允打趣儿的：“听说宋状元今天游街被惊到了啊？”便站身行礼道：“让陛下见笑了。听说你接一个小娘子的银子了？”那是学生的未婚妻，他不知道状元游街会扔香囊这个习俗，又好奇，所以就扔了银子。你家未婚妻倒是有趣啊！与其让别人打听，还不如我先如实告知，免了一些人的想法。而宜妃听了，看着西月对她的喜欢，陛下，西月上午也去看了状元游街，下午便回来跟臣妾说，今年的科举状元是一表人才呀。没想到臣妾这一看，的确。说完还不忘了看他一眼。一边是乡下未婚妻，一边是公主，怎么选你自己心里也有数吧。宋允还是有才能的，不能娶公主为妻，如果娶了公主，一般就只能做闲职了。西月这快及笄了，到时候朕再让皇后好好跟他看一门亲事。听说宋状元当年娶的是共妻，徐大人开口了，想着现在条件不一样了，也没有必要一起。我当然也知道他未婚妻是安平郡主，但是只要他娶了公主，就断了前程。家里有共妻本来就是一个笑话，接下来不管他是继续共妻还是另娶，名声都会受损。顾逸晨也惊讶了。宋允看脸徐大人，轻轻扬起嘴角。徐大人不愧是重臣，线人就是多，什么都查得清清楚楚。宋允这话也是处处有陷阱的。徐大人看陛下脸色不是很好，赶紧上前跪下。陛下，老臣只是欣赏新科状元，所以才了解一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呀。徐大人太紧张了，朕不是还没说什么吗？起来吧。这个时候，宜妃打破沉默的气氛。陛下，是这样的，徐小姐和西月关系好，所以帮西月打听了一下。顾逸晨看着众位学子，每年朝廷都会入一点年轻有为的学子，大家家中都有合适的儿女，对这方面有所了解到也正常。宋爱卿未来的前程不可限量，就一位共妻，会不会太委屈你了？何况你们还没成亲呢，让你哥哥照顾也挺好的。于是他拱拱手，神情诚恳地说道：陛下，微臣当年家境贫寒，一无所有，只有母亲含辛茹苦地将我们5个孩子抚养长大，后来家中又连连遭遇不幸，微臣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在微臣家乡那里，许多人家都娶不到媳妇，因此共妻现象十分常见。对于这样的事情，微臣并不觉得难为情，或者是难以启齿。相反，自从未婚妻来到家中之后，她并没有嫌弃我们的贫困潦倒，反而不辞辛劳，尽心尽力地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渐渐的，兄长们的病情转好，微臣自己的身体也逐渐康复，家里才有如今的光景。微臣能够继续求学读书，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未婚妻对这个家的操劳。微臣怎么能因为今日高中就忘却恩情，背信弃义呢？微臣认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是没有资格担任官员的。正是因为微臣曾经经历过这些，才更应该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解决民生问题上，让百姓能够吃饱穿暖，娶妻生子。以你的学识，未来前途无量啊！但你难道不担心别人会在背后嘲笑你这段黑历史吗？不，那并不是我的黑历史，那只是我的来时路，也是我的荣幸。而且微臣的未婚妻，陛下你也认识。哦，她是谁？微臣的未婚妻是安平郡主。最为震惊的当属是宋义了。沈夏居然是安平郡主，陛下的亲表妹。那宋允岂不是背靠长公主这座大山了？本以为我能靠上曹大人，已经是天大的福气。我的成绩虽然不是前3名，但是第4也很厉害的。毕竟他女儿长得也不算太好，而我能娶曹大人的嫡女，也是最好的打算了。毕竟曹大人可是正4品，可是没想到，真是上天不公。
看来我还得再谋划一番。安平郡主，长公主的女儿顾源。是，所以如果不是郡主意外走失，就微臣这草民的身份，根本没有站在郡主身边的资格。所以是微臣高攀郡主，这一生非她不娶。学识好，长得俊美，还专一，如此良人呢。之前就听姑姑说过表妹在乡下的事儿，被卖给别人当供妻，当时还想着要不要为表妹摆脱那家人，没想到那家人中居然有这种人中龙凤。看来我们状元是名花有主了，你们就不要打状元的主意了，其他的学子也有不错的啊。大家一听说宋允是安平郡主的未婚夫，就都没有再打主意了。不过宜妃快气死了，又是安平郡主，我国公府跟安平郡主八字不合吗？我弟弟和离的事也有他插手，现在女儿喜欢的人也是他的未婚夫，他怎么就那么水性杨花，非要个个都要吗？接下来就是太岳署安排的歌舞表演。那个徐大人一看就是不待见宋允，想把宋允拉下长公主那条船，让她去娶公主。宴会结束之后，天早就漆黑一片了。一路上两人沉默不语，直到快到院子了，邱子阳才像是终于鼓足勇气开口问道：沈夏她其实是安平郡主。宋允，你这运气可真好。邱子阳为宋允感到高兴。我运气也好，能遇到你，如果没有你的提点和帮助，我很难升到前10的位置。没什么，我们是朋友嘛，而且官场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大家相互扶持才能走得更远。两人说了几句，邱子阳便高兴地下了马车。宋允扒上了长公主，我扒上了宋允，相当于我扒上了长公主。这些天经历这些，真是知道京城生活不易。进了大院子，他抬头看了一眼韩毅房间的窗户，这个时辰了，他怎么还没睡？韩毅这次考了90多米，只能去地方上任。到底要不要把沈夏是平安郡主的事告诉韩毅？算了算了，这件事跟我没有太大关系，还是别说的好。可是邱子阳根本就没想到，就因为这么一件小小的事情没说，导致他们关系就这么决裂了。第二天一大早，内务府就把沈夏的郡主冠服送来了。好精致的图啊，这绣工不愧是宫中织造署啊，外面还真拿不出这手艺。哎呦，郡主妙赞啦！是陛下想着郡主啊，还有3天就到了认亲宴了，陛下提前啊就选了织造署的人加工加点做的呢。那真是谢谢陛下了，辛苦织造署了。郡主啊，要不要先试试啊？看哪里不合适的，奴才好抓紧时间改一下。好，没过多久，沈夏就换好衣服出来。好看，做得非常好，有赏。这衣服合身吗？要是觉得哪里不合适，就让他们再改一改。沈夏按照现代人试衣服的方式抬起手臂，然后转了一圈，很合适。哟，原来合不合身是要这样看的呀。你们以后试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试试，如果这样活动一下也不感觉紧绷，那就是合身的。哎呀，郡主真是有趣啊，能想出如此奇妙的办法。还是姑姑们手艺好，一次性就把衣服做得合合适适的，都不用改。看着没有问题，织造署的人就高兴地离开了。渊儿啊，你真的是穿什么都好看。哎呀，这还不是遗传了娘的美貌？不过这小嘴倒是遗传了你爹爹。我这不是挑着你们的优点遗传吗？娘，我能麻烦明管家一件事吗？可以啊，直接让他去办就是。是这样的，四哥之前考试我也买了一注压4个。压了多少？肯定是不少，不然不会让明管家去对。1万两。难怪宋女能出意外，一下就想到原因了。赔了多少钱？10万两。能干，一下子能挣到公主府1年的收入啊！那就麻烦娘亲了。你让人把器具给明管家就是。好。沈夏就带吉祥如意出门了，看着沈夏离开。桂枝，隔壁修缮的差不多了吧？你到时候安排100护卫过去。桂枝便是桂嬷嬷，接着看向一旁的许苏。许苏，你找人去查一下宋允上一次出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是有人故意为之，你去好好警告一番，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公主。待沈夏离开长公主府后，便马不停蹄前往夏淑然的店里去。沈夏先去夏淑然店里接她，然后再一同前往瑞王府。很快，马车便来到瑞王府门口。沈夏带着夏淑然直接去了顾子言的院子。你们王妃回来了没有？回郡主的话还没回来呢。看吧，还在季家呢。那好吧，不在家也好，不用去请安了。
听说这位姑奶奶也不是个好说话的主。顾子言遭受这么大的委屈，竟然是用瑞王亲自出面告状，他本人至今都未曾露面，好像儿女的幸福没有他的脸面重要，让我真是实在难以对瑞王妃产生什么好感。而继父这边，墨云，你也回来好多天了，差不多就得了。母亲，我一年也很少回来陪陪您，多陪您几天怎么了？还嫌弃了？差不多就得了，瑞王都过来接你一次了。季老夫人一脸慈眉善目，看着就是很明事理的样子。母亲，子言和离这事儿都不和我商量，就直接和离了。你说他们还把我放在眼里吗？这女子和离的有什么好结果呀？墨云呐，如果今天是你被这样对待，老生我就豁出一条命，都得给你谈一个说法。我是不想吗？我是担心女儿的未来啊。你是不是还在怪你父亲把你许给瑞王？回想当年3皇子、4皇子、5皇子争权夺位，只有现在的瑞王是安全的，因为瑞王是2皇子的孩子。当时季墨云根本就不愿意。季老夫人见季墨云没有回答，瑞王本来就那个性格，但凡有点上进心或者脾气，都容忍不了你。没出息就没出息吧，你就别想那么多，每天养养花，晒晒太阳，约着2个朋友喝喝下午茶就行，别的就不用管太多。瑞王府这边，夏夏，你来了。是舒然姐姐说要来看看你，我就跟她一起过来了。表姐好，这是我准备的一点小礼物，还有一点保养品。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真是太客气了。子妍姐，是这样的，我和舒然姐想和你一起，咱们3个人在京城开一个最大的美容院。美容院是什么呀？沈夏非常有耐心跟2人细说。意思就是抵挡不了变年轻的诱惑，还可以防衰老。天哪，谁听了不心动啊？沈夏看着夏舒然那冒星星的眼睛，别着急嘛，我才说完脸部而已。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爱打扮的懒女人。盛世繁花化妆品，子妍姐姐你用了没有？在用。是不是化了妆和没化妆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是不化妆呢，又打回原形。不过这个美容院就是能把你原本的皮肤变好。夏舒然没有怀疑，她深信。然后沈夏开始说身体，结果方华一过来了。顾子言站起来对夏舒然说道：舒然妹妹，这是你二表嫂方华一。二表嫂好。顾子言又对方华一介绍：这是3舅家季怀仁表弟的妻子夏舒然。舒然妹妹好，你们在这里商量什么啊？大老远的就看到你们有说有笑的。没什么，就是我和舒然姐姐打算约子妍姐一起开个店。可以啊，正好可以打发时间呢。对嘛，女子也可以有一番事业啊。其实她开店根本不需要我，但是她觉得我忙起来就不会想不开心的事。方华一在旁边坐着，沈夏接着说着做身体、做全身按摩，还有排湿那些对身体好的各种项目。什么经常按肩颈就不是虎背熊腰，什么背脖3寸年轻10岁，就是现代那套对付女人的说辞，一套接着一套的。真羡慕大姐能和安平郡主关系这么好，什么都想着她。 3人今天就只是先说到找门面这个事儿。沈夏看了眼天色，今天就到这儿吧。沈夏离开的时候跟2人约好，明天一起去看铺面。顾子言送沈夏出院子，刚到前院就见瑞王妃回来了。母妃，你回来了。姑母好，母亲回来了。沈夏本来就和他不和，于是就没有开口，看着顾子言和夏舒然。这么晚了，怎么不吃了饭再回去啊？家里有事。啊，好吧。说着就离开了。夏夏，以后你有什么事情找我，给我写信就是，我来找你。好，我当然知道顾子言担心我和瑞王妃再起冲突。瑞王妃在家，我也不想来，我们真是谁也看不上谁。刚出院子，就见顾子丈回来了。赛赛这是要回去了吗？那我送你。好啊，你让我们的马车把舒然姐姐送回去，我坐子战的马车。好呢，夫人。那姐姐我就先回去了。好，姐姐慢走了。沈夏跟顾子言告辞之后就离开了。这个时间送我回去，就在公主府用餐吧。好。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听见沈夏的邀约，顾子战还是不自觉地扬起嘴角。回到公主府的时候，宋明也下旨了，晚上就一起
在前面正听用了餐。娘亲回来了，顾叔叔你也过来啦。是啊，我送你娘亲回来，就一起进来了。顾叔叔也是想当我的爹爹吗？是啊。娘亲，你是不要爹爹了吗？当然没有了，只是会多一个爹爹疼你们嘛。哦，要是沈夏能给我生一个女儿，那多好，就像依依这样。沈夏看顾子瞻一脸稀罕的样子，可怕！最近我可不想生孩子，再玩2年，我都吃了避孕药了。饭后，子瞻啊，今天也晚了，你先回去吧，有空多来坐坐啊。好，不值班时我就来府上，到时候姑姑可别嫌弃我经常打扰。怎么会呢？顾子言看沈夏和顾子瞻离开，看脸方华一，因为瑞王妃回来了，所以肯定是要一起用膳的。真的和离了？是。你不能这么自私，想想以后孩子怎么办呢？孩子跟着我不会吃苦的。改天跟着我一起去国公府谈谈，夫妻哪有隔夜仇啊？有什么好离的？你觉得那小妾不行，就直接打发去庄子上就是了。这个时候和离，不是给别人做嫁衣吗？莫非是想让我死在国公府吗？你和离了，你以为还能嫁比国公府更高的门楣吗？我为什么还要嫁？我守着莫言过日子不好吗？一个人带着孩子，有一家人团圆的日子好吗？在国公府也不能团圆，只会死在那里。母亲，大姐就算在府里住一辈子，也比在国公府过得好。怎么，我不在家这才几天呢，你都敢跟我叫板了？儿媳不敢。在母妃眼里，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您是真的担心我和离后过得不好，还是觉得我丢了您的脸面？在您眼里，似乎只有那虚伪的脸面最为重要，而我和子瞻的幸福根本就不……我一直以为您会由衷的希望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事实并非如此。你真的一点也不在意吗？就如同当年子瞻与沈夏那般，如果不是您蛮横无理的从中作梗，他们俩或许早已结为夫妻。那本该是一段美好的姻缘，却硬生生的被您给拆散了。您这一生总是看不到父王对您的爱，满心满眼只有荣华富贵。在您的眼里，虚渺的荣华就那么重要吗？既然您容不下我，我带着莫言搬走便是。言罢，他毅然决然转身离去，只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方华一定定地站着，话都不敢说。哎呀，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呀？还不赶紧去劝一下？好，儿媳马上去。赶紧小跑去追顾子言。此刻偌大的正厅里只有瑞王妃一个人，她孤零零坐在椅子上，口中呢喃着：荣华富贵怎会不好啊？说你父王手握实权，那国公府又岂敢欺辱于你呀？她满心懊悔，自责不已。普天之下，哪个母亲不盼望着自家的孩子过得幸福美满呢？他都已经成亲了，为什么子瞻还不放手啊？就那么好吗？如今子言都30出头了，若是真的和离，怕是再难寻得比国公府更为显赫的夫家了。我实在是不忍心让他们母子2人从此就过上孤苦伶仃的日子。沈夏送顾子瞻到门口，便打算回后院，结果就看到宋允正在正院等着他。四哥，你怎么还没回去休息啊？是在这里等我啊？是的。月光如水洒向大地，沈夏与宋允并肩漫步于这静谧的夜色之中。哎，四哥，你被任命到哪个部门啊？翰林院。你们前3甲都在翰林院吗？哦，那翰林院具体是干嘛的？翰林院乃是皇帝的重要秘书机构，负责起草机密文件，详细记录皇帝的言行举止，进宫为皇上讲解经史典籍等工作，相当于现代的中央办公厅。你会担任什么样的官职呢？根据以往的惯例来看，状元通常会被任命为翰林院的修撰，属于正6品官员，而榜眼和探花则会担任翰林院的编修，官职为正7品。原来是这样啊！宋允突然停下脚步。瑟瑟，你会不会觉得我的官位太低了？当然不会了。对于我来说，宋允上班其实为了混一个编制吧，官职大小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事。翰林院呢，那可是得到消息最快的部门了。两人走到自己住的小院子，那边快要修好了，我们什么时候搬过去啊？我想想吧。那母亲什么时候到呢？他们到了，咱们再搬过去吧。好，还没有收到来信，到时候就知道了。沈夏突然想起父母的事儿，那个告示都发出去了没？整个大晋的书肆我都让人贴上了。
这么多数字，你都熟啊？之前在写画本子还算热销，所以很多数字都会销售。没想到4个还有这么一手呢，叫什么名字？改天我去买来看看。不好看你就别看了。哎呦，你不让我看，我偏要看。宋允看沈夏今天心情不错，犹豫了半晌，才缓缓开口：夏夏，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什么事儿啊？这一脸紧张的样子。我当初……你说吧，什么事能让你吞吞吐吐的？当年瑞王妃之所以能来到武阳县，其实是因为我写信告诉她顾子战在这里的事。难怪当年瑞王妃会突然来武阳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难道不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吗？我受伤没什么，毕竟是我惹出来的事儿。但是大哥和三哥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我心中充满了愧疚和痛苦，你知道吗？对不起。沈夏冷漠地立刻甩开他的手。当时我看大哥他们那么爱你，不想你另许他人，但后来我才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只是自私的不想看到你和其他人在一起罢了，因为我也在不知不觉时对你动了心了。沈夏紧紧盯着宋宇，那你为什么要瞒我这么久？不对，肯定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儿吧？以你的性格，与其让别人告诉我，倒不如自己亲口承认来的痛快，对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被发现，他或许永远都不会告诉他真相。是。沈夏转过身，不想再多看他一眼，也不想听他解释任何一句话，他只想快点离开这里，冷静冷静。宋允的心猛地一紧，他急忙拉住沈夏的手。夏夏，你听我说，我知道我这样做是错的，只要你愿意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放手！宋允看着沈夏那超乎寻常的冷静模样，心中不由涌起了一种强烈的担忧。他害怕，如果沈夏就这样不理他了，他该如何是好啊？夏夏，放手！别让我重复第2遍。这些年，除了看他偶尔凶孩子以外，真的从来没有凶过家里人，连下人也没有。他真的生气了。但是为了不让他更生气，他还是放手了。沈夏直接大步流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门口站着吉祥和如意，看沈夏气冲冲的回来，两人相视了一眼。怎么气冲冲的回来了？看着后面跟着的4少爷，只能停在院子中间，不敢上前。夫人，这是怎么啦？我也不知道啊。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难道是4少爷惹夫人不高兴了？不可能吧，4少爷对夫人可好了。算了，先别管那么多，等会儿问问夫人就知道了。沈夏回到房间后，坐在床上生闷气。夫人，您怎么啦？谁惹您不高兴啦？没事，您别生气了，气坏了身子可不好。没什么事，你们去打水吧，我先洗漱睡了。他泡了一个澡，打算睡觉。就在这个时候，然而沈夏却没有回应。夏夏，是二哥，我能进来吗？二哥，你早点去睡吧，我想休息了。好，那夏夏早点休息，有事喊我。好。宋明望着那扇紧闭的房门，转身走到宋宇身旁。先睡吧，明天再谈。夏夏现在正在气头上，等她气消了就没事了。宋宇摇了摇头。二哥，你别管我，你先回去睡吧。我陪着你，当年你也是为了我们。心就像是被揪住一样，疼痛难忍。然而他并不后悔将此事说出来。回想当年种种，唯一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瑞王妃会动手。他以为只要有顾子战在，夏夏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因为他也看得出来，顾子战真的很爱他。沈夏收拾好，轻轻吹灭蜡烛，他静静坐在床边，目光凝视着远方无尽的黑暗，思绪渐渐飘到了过去。当年的事情，如今想来，即便知道其中有宋允的手笔，我到现在也能理解。那个时候，我确实是被情爱冲昏了头脑，忘却这个时代对于门当户对的重视。所以，后来我选择接受宋家的安排，与其被其他人轻视，倒不如依靠自己努力，去打造一个辉煌的家族。只有亲手创造的辉煌，才会让我拥有足够的底气。这3夫4世的生活，就像是打开了世界大门一样，这生活久了，也被同化了呀。所以去过之后，他也不存在后悔。毕竟当初嫁给他们几个，是因为他们是亲兄弟，但是后来加上顾子战，又是因为婚约。可是离异那里真的是意外啊。不过还是得要冷他几天，让他难受难受。想明白后，沈夏进空间看看，房间里没有什么变化，看来父母的确是不在这边了。正当沈夏要出去的时候，就看见餐桌上他之前那个笔记本是打开的，上面写着：表姐，你能看见这字吗？我是华宇，姑姑和姑父和沈爷爷都不见了。之前姑姑跟我说过你家的密码，如果哪天他们不见了，让我进来，在桌子上留下纸条就好。表姐，你去哪里了？现在姑姑姑父也不见了。
我看了上面的聊天记录，你真的去另一个世界了吗？那姑姑他们呢？姑姑给我留了一把钥匙，是对面房子的。姑姑说买下来了，如果她不在了，让我住对面，有时间常过来看看。表姐，你找到姑姑他们没有？沈夏看着这纸上的字儿，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花语是我舅舅的儿子，爸爸妈妈时时刻刻都在为我着想，看来他们是有预感了。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跟我说呢？如果我知道，我应该会让父母在对面买下一套房子的，然后住到对面去，偶尔回来看看就好了。沈夏也拿起了笔。花语，我是沈夏，我也发现爸妈他们不见了，但是我在这个时刻，我还没有找到他们。你那边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我留言。记住，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你的父母也不行。华语从小就和他关系很好，就像他的小跟班一样。看来这个房子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他们有所防备，提前跟华语说了这个事儿。沈夏出了空间之后，眼前便是无尽的黑暗。离也离开了，也不知道是否回来。平时也没见他的人，换他的时候他才会出现。脑袋里全是事儿，好像是失眠了，最后又好像实在太困，终于睡着了。整整一个夜晚，噩梦如影随形，直到他被吓得猛然惊醒，就听见门口传来一阵着急的声音：“夫人，夫人，您起来了吗？难道是发生什么大事了？毕竟我睡觉的时候从来没人打扰过我，向来都是睡到自然醒的呀。”想到这里，迅速走到门口，打开门。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您快去看看四少爷吧，他昨晚在您的院子门口站了一整晚呢。生病了？沈夏看吉祥如此着急的模样，便也不再继续追问下去了，只穿了一个里衣，就去了宋允的房间。当他匆匆刚跑到门口的时候，只见宋明手持长鞭，正狠狠地抽打着宋允。住手！看着沈夏着急的样子，又看看老四，真的是那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快去我房间取药箱过来！你究竟在干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当年你所受的伤痛，我愿意加倍承受，只希望夏夏能够原谅我。那如果我仍然无法原谅你呢？宋允听完之后，他低下头，眼中的悲凉仿佛就要溢出眼眶了。沈夏见状，心中不禁又涌起了一丝心疼，下不为例。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生气，只是想冷落他一段时间罢了。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宋允竟然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让我消气，真是个狠人呐！真的是男人不好，地位不稳，看见这一身伤，再大的气也消了。二哥，我们一起赶紧把他扶到床上去。宋颖见沈夏气消了，悬着的心终于还是放了下来。旧事重提，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不愿意未来夏夏的心里还有一个疙瘩。二哥，你怎么下手这么重啊？宋明一噎。老四，你倒是让夏夏消气了，这是祸及我了呀。夏夏，没事的，是我让二哥下重点的，我也要切身体会一下你当年的疼。我当年也没这么重啊。你一个读书人怎么受得了这么大呀？又不是大哥的身体那么扎实。宋江远在边疆，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将军感冒了？没事，想来定是夏夏想我了，也不知道他在京城好吗？虽然我没有给他写信，但是之前收到过他的信，知道他去陪老四去科举了，也不知道老四出结果了没有。宋允听着沈夏的关心，只要能让夏夏解气，这点小伤算什么？下次不许再这样伤害自己了。真他奶奶，这得用我多少荨麻膏啊！沈夏小心翼翼地给他处理伤口，给他处理完之后，夏夏，我会留疤吗？不会，你别乱吃东西，会和以前一样的。那好，我还担心我要是留疤了，你不喜欢怎么办？沈夏翻了个白眼，你呀，现在想起留疤这个事儿，你就放心吧，今天不要下床了，好好在床上休息着。然后看着旁边的燕衣，这2天给四爷做的饮食清淡一些。是夫人。那四哥，你在家里休息啊，我今天出门有事。好，夏夏，去忙吧，晚上回来了，如果能来看看我，那就太好了。宋允说的极为可怜。老四，你这心眼子，还好是亲兄弟，不然抢不过，真抢不过。二哥，今天没上职？今天休息啊。哦，好，那二哥，你在家里陪四哥吧，我约了紫妍姐他们。你能有几个朋友也好，你们可以买买东西，聊聊天。我和顾姐姐还有夏姐姐打算合作开一个铺子。他们是？顾姐姐，顾子瞻的姐姐，夏姐姐就是季怀仁的妻子夏淑然，之前在老家你们都见过的。好，但是你怎么想做生意了？会不会很累啊？做生意人还是累人的。
我不想让夏夏太累，夏夏完全可以吃吃喝喝玩玩，不用那么累的。二哥放心，我不累的，就是前期需要做些事情，店铺开起来了，我就不管了，交给他们管。好，但是你别太累啊，你不是说过吗？老板只需要培养人干活就是了，而不是自己干。好，你放心吧，我不累的。沈夏在院子里吹了一下哨子，结果就看见一个陌生男子闪现在他面前。这是从哪儿跑出来的？武功这么牛吗？你是？夫人有什么吩咐？哦，没事，我就是想问问黎一呢。主子去办事了，夫人有事可以跟我说。主子？黎一是什么身份？看来在我身边当护卫，大材小用啊。那你是？我是主子安排在夫人身边保护你的。啊，好，他回来了，你让他过来见我。是。带着吉祥如意，还有门口的风起和风雨，在夏舒然的店里碰面。沈夏来的时候，顾子言和夏舒然早就到了。子言姐姐，你怎么了？没事。昨天是不是瑞王妃说你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夏夏，恐怕真的要打扰你了，我可能要搬去子瞻的院子里住一段时间。好啊，反正子瞻那个院子也挺大的，让你去外面住，带着孩子，我们也不放心呢。有你们真好。子言姐姐，你只要好好做自己的事情，把莫言抚养长大，然后让自己貌美如花，让年龄只长在户籍上，而不是长在脸上，就让别人后悔去吧。就是啊，我们女子啊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三人在这里聊了一下规划，还有铺子的大小。三人一起从繁花盛世出了门，压根儿没注意到店里另外一个角落还有一个人，韩双儿。他们三人是谁啊？怎么你们掌柜如此的尊敬？右边那个是我们东家，左边那个是瑞王的女儿，中间那个是安平郡主。你说中间的那个是谁？安平郡主啊，长公主失散多年的女儿才找到呢。简直不敢相信眼前之人说的话，失魂落魄的离开了。我一直觉得宋允哥哥眼光不好，不然怎么会看上一个早就成亲生子的女人呢？他未来可是要走仕途的呀。结果没想到，原来沈夏有这一层关系。宋允哥哥会选他，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双儿，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京城这个地方向来都是依靠家世背景说话的。如果宋允真的有长公主做靠山，再加上她自身的才华和学识，那可真是如鱼得水。我即便外放做官，最多也只能当个七品芝麻官。相比之下，留在京城发展显然更为有利。只要我紧紧抱住宋允这条大腿，将来必定是能沾不少光的。看来我得去找宋允谈谈，让他帮帮忙。这点小事，我们的关系这么好，不至于不帮吧？这个时候，邱子阳刚好出来打水。你们也没出去啊？子阳哥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沈夏是安平郡主之事？心中顿时涌起了一丝不悦，但还是尽量保持平静。怎么突然这么问啊？我只是好奇而已啊。子阳哥哥，你别多想，没事，今天在大街上看见的。韩毅听后，立刻向邱子阳质问道：“那你怎么没和我说呢？她是不是安平郡主，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怎么能随便把别人的事情到处乱说呢？难道这也能成为被指责的理由？”子阳哥哥，你不能因为你留在京城，觉得我哥哥下放地方了，就一别两宽了呀。你和宋允哥哥都巴结上了长公主，你们三个关系那么好，怎么能不管我哥哥呢？之前我还无法理解为何沈夏总是不喜欢韩双儿，而如今这样的话语落在我身上，我总算明白他说话多让人无语，怎么合着啥都指望别人？子阳，我妹妹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们三个一向无话不说的，怎么科举之后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说了？那我也在那晚的琼林宴上才知道。再说了，沈夏是不是安平郡主又跟我没关系，那是宋允的事啊。话是这么说，但宋允靠上这么大的背景，也没跟我们说说，是不是太不把我们当朋友了？只管自己不管我们呢？你不会觉得宋允的学识需要长公主铺路吧？你觉得她需要吗？她是不需要，但是别人知道她是长公主的女婿，难道不会高看2分吗？邱子阳是真无语了。算了，多说无益。他扭头就回去。子阳，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一起去看看行军吧。再过几天任直书下来，我就要离开了。行吧，下午吧。那行军在哪里？他在长公主府。行，那我们下午买点东西去看看他。好。沈夏和顾子言、夏舒然一上午看了几个店，顾子言看沈夏看了一圈都不满意。夏夏，我们要不要先开一间小的，后期做大了再换大的？不行，这个装修也费钱的，一次性就要装到位的。我赞成夏夏说的，实在不行，我们再看别家的铺子有没有合适要卖的。只有这样了。好吧，
你们两个做主，做生意这方面你们肯定要比我懂得多。快中午了，我们找一个酒楼用餐吧。好啊，看到旁边有一个酒楼，这大中午的时间里面都没什么人，是不是生意不好啊？生意不好。正合我意，走吧。菜很快就上齐了，三人吃完之后，终于是明白了，这生意不好，它都是有原因的。这是什么黑暗料理？做的这么难吃，掌柜他不知道吗？看着两个姐姐，脸色也不是很好。多喝水啊！这是什么厨子？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难吃的菜啊！什么味啊？没吃过。沈夏实在是忍不住了，让小儿把掌柜叫过来。没过一会儿，掌柜一脸窘迫的进来了。他简直是不希望有客人来啊，因为来一桌客人就要被骂一次，没有哪桌客人不是骂骂咧咧的走的。夫人有何指教啊？你这厨子后台挺硬啊。我们东家热爱厨艺，所以我只是想说，这个孜然放多了，还有这个胡椒也放多了，下次少放一点。夫人认识这些番邦调料？是啊，这些调料其实都很好，但是你们这个厨子是不是不懂控制这个量啊？夫人可会用？当然会了。那真是太好了，夫人能不能教教我们东家？这什么意思啊？终于找到一个会用这种东西的了，可不能再让少爷一个人琢磨了。我是真的不想再天天给客人赔罪了。不让夫人白教。你去把你们东家叫上来吧。好。没过一会儿，这就是热爱厨艺的少年啊，这看样子就10几岁。听掌柜说，你们之中谁会使用这个来自番邦的调料啊？我会。他颇有些质疑。你可别骗我啊，这东西可是来自番邦，咱们中原地区压根儿就没见过，你怎么可能会用呢？你都能把它弄来，我为何就不能知晓如何使用呢？告诉你吧，我不仅清楚该怎么用，还明白它能用在哪些菜肴里。光凭嘴上说说吗？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个会做饭的人。怎么，你觉得我看起来不像是会做饭的人吗？那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家伙一看就是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公子哥。那我凭什么相信你真的会用这些调料呢？我从小就喜欢研究知识，但是父母根本不能理解我，还觉得我不务正业，不能成大事。家里的哥哥姐姐也看不上我，这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也不用我子承父业，我怎么就不能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啊？我为什么要你相信我？少年一噎。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能满足你的绝对满足。如果我教你怎么用这些调料，那你就把这个酒楼卖给我。不行，卖给你了，我去哪里发挥我的厨艺？你拿着卖的钱再买一个就是了。那你怎么不留我买一个？我给你学费。我就是看中你这个了，至于你愿不愿意，看你。这女人怎么这么霸道？没看见我年龄小吗？也不知道让让。见对方实在不让步。买来做什么？做美容院啊，就是女子养生会所。这是什么地方？有要做吃的吗？那我把酒楼卖给你，我还在这里做吃的，怎么样？少年，你什么爱好？就这么喜欢给别人打工啊？少年看沈夏表情怪异。我就是想做点事而已，我又不喜欢读书。好吧，就当后厨养了个人吧。你什么时候露手看看？择日不如撞日，看着顾子言和夏舒然，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去给你们做几道能吃的菜来。沈夏跟少年下去。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秦少元。我叫沈夏。两人来到楼下的厨房里，东西倒是挺齐的。哎，你一个月亏多少钱啊？怎么这样问呢？你不是得问我一个月赚多少钱吗？沈夏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几百两，就菜钱和工钱。沈夏四处看了看，旁边都有些什么东西，系好판帛带，然后开始安排事情。你给我打下手。好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过了半个多时辰，两人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这里有2份，你是跟我们一起上去吃，还是在下面吃？我上去和你们一起吃吧。当沈夏做的美食上桌，大家都饿了，那就别客气，开吃吧。沈夏夹起一块，轻轻咀嚼之后，口感确实不错。怎么样，味道还行吗？挺不错的，你在烹饪方面确实很有天赋，这款点心做得很好吃。那是自然，也不想想本少爷做了多少年了。夏夏，咱们养生馆的1楼不如就用来经营餐饮吧，你做的美食啊，实在是太美味了。没错，我从小到大品尝过无数的佳肴，但你用番邦材料烹饪出来的菜肴，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确实如此啊，这么精湛的厨艺，如果不加以推广，那可真的太遗憾了。可是没有厨师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呢？沈夏目光直直看着他。你吃饱了吗？秦少元微微颔首，表示已经吃饱了。那你说说看，这个酒楼你准备卖多少钱？之前说好的，卖给你之后，我还需要在这里继续工作。你可是一尊大佛呀，我哪里请得起啊？虽然不知道他家势力如何，但就看他这身打扮，
就知道他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孩子，这气场都不一样。不如你收我为徒吧，这样一来，这酒楼就当做礼物送给你了。究竟是谁家的孩子如此败家？这么大一栋楼，竟然随口就说着要送人。我可以教你，可是我可不收什么徒弟。如果你想工作，那就过来吧；如果不想来也没关系，反正工钱是没有。等你学会了，再谈其他事情。好，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诚意，让你明白我对待此事非常认真。这座酒楼当初是以12000两银子买下的，你只需支付1万两银子即可。现在我就让小厮把契书拿过来，我们可以立刻办理过户手续。行，这2天家里有事儿，过2天我再来教你。那我要怎么找你啊？这里一直有人做活，想找我跟这里的人说就是。秦少元便离开了。我预计了一下这个店需要多少银子，虽然秦少元说可以1万两卖给我们，不过里面很多东西我们都用不了，我们先每人出1万两银子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占1/3的份额。我没有问题，只是夏夏，这个技术什么都是你提供，钱可以出一样的，但是份额你要多占一点，不然对你不公平。是啊，我也是跟紫妍姐一样的想法，前期啊还得你督促着，你应该多拿一点。我和舒然占一半，你占一半。我也赞同。这样不行，太多了，干脆这样吧，我占4成，你们各3成。2人还想再说些什么？好了，这个就听我的，现在先装修，等我有空了，我把设计图纸画好，咱们就开始动工。以后营业了，因为舒然姐是有经商经验的人，管理就由舒然姐来管理。紫妍姐，你出一个人管钱，而我出一个人做账。夏夏，我对这个一窍不通，你们2人懂，你们安排就是。那可不行，有你一份你也得参与。姐姐，你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就是了。我没有什么人，到时候让子瞻那边给我一个人。可以，我安排一个人管理啊，一时还想不到谁呢。上次接待我的那个就不错。然后店铺装修的话，也得把店里面的人召齐，提前培训，等开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上岗了。好啊，3人就这样商量了一个大概。没过多久，秦少元就把契约书拿过来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契书过到沈夏名下。你不是说你叫沈夏吗？这上面怎么又写顾渊？顾字可是黄姓。2个名字嘛，你没听2个姐姐都喊我夏夏，没骗你。那好吧，你记得以后来教我厨艺。不过你把你的人带走啊。可以。和秦少元分开之后，沈夏对夏舒然说道：对了，姐姐，到时候把厨房的人也得招好了，我就一起教，因为我们不仅有员工，还有客人，还得保留厨房。3人说的差不多了，夏舒然就回店里安排沈夏交给他的事儿。沈夏看着顾子言，姐姐回哪里啊？我送你。今天子瞻没有当值，去给我要嫁妆去了，我的东西都搬到了子瞻的院子。不过这个时间莫言差不多放学了，先去接莫言，再回子瞻的宅子。我跟姐姐一起吧，反正我也没事。2人坐着马车向学院走去。顾子言看到莫言正想叫他，结果就看到国公府下人去拉他。风起风雨，拦住他们！遵命，郡主。2人迅速上前阻拦。与此同时，方管事，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少夫人，老爷想念小少爷了，只是希望奴才将小少爷接回府里去看看罢了。回忆起国公的交代，如果少夫人没有回头之意，那么只需要将小少爷带回去即可。毕竟只有小少爷回去了，少夫人不回到府中那是不可能的。莫言现在已经跟着我了，你们想见他，怎么也得先跟我说一声。这私自来抢人是几个意思？这不是怕少夫人气儿还没消吗？少夫人，少爷已经知道错了，焦姨娘、少爷都把他关起来了。本郡主可不是你们家少夫人，以后要么喊我郡主，要么喊我顾大小姐。就算大小姐你和离了，那孩子始终是裴家的，回去看看也是应该的呀。这个当然，等孩子休沐时，我会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老国公。说完就看着莫言，走，我们回去。好的，娘亲。看来莫言身边得安排2个护卫了。看来这裴家看顾子言说不通，又开始打孩子主意了。方管事回去，老爷，小少爷被夫人接走了。不是让你早点去吗？一定要把人接回来。老爷，看见小少爷出来，我们就打算把人拉回来，结果今天是少夫人亲自去接孩子，还和郡主在一块儿，他们也带了侍卫，强行拉不走。下去吧，看你一天到晚干的好事。老夫人小心翼翼，低垂着脑袋，把那个姨娘送到庄子里，眼不见心不烦。裴元琪心急如焚，连忙跪倒在地。父亲不可呀，娇儿有孕在身，那边的环境恶劣，哪有国公府这般舒适安逸、衣食无忧啊？娇儿腹中胎儿要紧，若是受到半点惊吓，这可如何是好啊？哼，我早就说过，妾是妾，妾就是妾，别本末倒置了。郡主、少爷、大小姐、郑大人，前院摆好了晚膳。文竹过来说道。
走吧。晚餐就4个大人，还有1个孩子，大家吃得很高兴。沈夏就把他和顾子言、夏舒然一起做生意的事情给他们讲了讲。夏夏，你这看不上男子啊？怎么能只让女子进呢？你要知道，这京城啊，能花钱的男子居多呀。好好，等等，我以后再专门研究一个让男子花钱的地方。子战，夏夏妹妹让我出一个人管钱，我没有人用。我明天安排一个管事给你。好。顾子战看着沈夏，有别的需要帮忙的吗？你把安排的人送去夏淑然那里学做账就行了。好，要男的还是女的？最好是女的，因为是女子会所嘛，所以还是女孩子比较好一点。好，几人一起有说有笑，吃完了晚饭。郑锦书看时间有点晚了，不太适合再待在这里，便起身告辞。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不急于一时。沈夏就没有走外面，因为里面都是通的。2人在小路上走着，从那幽静的后院之中缓缓走出。夏夏，你什么时候搬到这中间来呢？等母亲他们来京城之后，我就搬过来。好，突然舍不得你回去了，怎么办呢？那就不回去了。沈夏是故意这么说的，就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再等等吧，我一定要让你风光下披，风光无限的嫁给我。顾子战送着沈夏到了他住的那个院子。我到。许久之后，你进去吧。好，你回去也早点休息。沈夏离开，先去宋允的院子里看看宋允的伤怎么样。四哥，你好点没有？不好。啊？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下午和晚上都没上药？没人给我抹。沈夏看着旁边的燕一，燕一是一脸尴尬。四少爷不让我们碰啊！出去，我的身体只能夏夏碰，怎么能给别人碰呢？哎呀，大哥，你这难得也不用守得这么好啊！燕一也是男子啊，这个有什么呀？那也不行，夏夏在我旁边也能想别人啊？没有，你好好趴着，我给你上药。夏夏，有没有吓到你？唉，没有，但是下一次，就算我再怎么生气，你也不能这样。不会再做让你生气的事了。等药上好了，沈夏就打算回房间洗漱。夏夏，今晚在这陪我好吗？好吧，我回房间洗漱一下就过来。沈夏回到自己房间，洗漱之后进空间看了一下，桌上纸条还真的有回复。表姐，你在那边一定要找到姑姑啊，你需要什么就跟我留言。沈夏回到房间后，挑了2个翡翠玉镯放到空间的桌子上。也许我以后真的需要他帮我买东西，但是表弟肯定没钱呢，先给他2个翡翠卖成钱存着吧。接着沈夏留下了一行字：华宇，你现在是不是大学快毕业了？姐这里给你留2个镯子，你拿去卖了换成钱。姐姐暂时不需要你买什么东西，如果需要了，到时候再给你说。我们家里的事一定不要给任何人说，这个房子除了你，也不能让任何人进来，知道吗？回到房间里，穿上外衣，去了宋允的房间。四哥，今天有人来看你吗？今天子阳和韩季他们来过。那夜举行的琼林宴，在场众人皆对我的婚事充满了好奇，于是乎，我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已有未婚妻。由此想来，宋允为了能够拒绝众人的美意，必定声称自己已经有未婚妻了。而邱子阳当时与他一同参加琼林宴，自然也就知晓了。至于韩毅得知此事，倒也在情理之中了。哦，原来如此啊，他们是你的朋友，来找你很正常的。韩毅的妹妹，我没让她进来。好啦，我知道了，你先休息一会儿，我用下你的书桌。那么晚了，你想做什么？时间还早啊，我写点东西。好吧，你用吧，不过烛光你多点2个，别伤到眼睛。你要是无聊，要不要我给你拿本书过来？沈夏说完，就打算在他书架上帮他找点书看。宋允看到这架势，着急阻止。夏夏，不。结果还没说完呢，就看见沈夏看到了几本画本子。霸道世子爱上我，高中状元后娶豪门贵女，公主爱上穷书生。不可置信地看着宋允，你还看这些书啊？我怎么可能看这么无知的书？那这是……我写的。四哥，你哪来的灵感？居然还有这种脑回路！你不看这种无知的，只是写这种无知的。然后看看书下面的笔名夏允。夏允，为什么不是允夏呢？你的
笔名叫夏雨。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初我成亲那会儿，你就开始鼓捣这些画本子啦。难不成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对我起歹心了？话语中还带着些许调侃。你多读点书吧。什么叫起了歹心？这明明是爱意。这老男人还挺会装模作样的，原来早在很久之前就对我存了别样的念头。这些书呢，我就先收下了。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可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别看这些啊？那不行，我可是要做你最忠实的粉丝呢。粉丝？就是你的书粉嘛，就是特别喜欢你的作品，对你写的东西情有独钟。其实这些真没什么好看的，你要是喜欢看画本子，我下次给你买些别的。不，我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要看你亲自写的。算了，让我社死。接着沈夏就开始着手写自己的策划书。宋允看他认真写字儿的样子，他没有问韩毅他们来找我做什么，我也不打算说，因为不想有烦心事出现在他面前，他只要开开心心就好。下午韩毅来看他，话里话外都是让他请长公主出手，把他留在京城里。我前世能一个人走到那个位置，这一世对我来说就更简单了。沈夏写了1个小时的策划书，便起身打算睡了。你起来干嘛？别扯到伤口了。过来。接着就见宋允缓缓地低下头。许久之后，你的伤……你别乱动就行。说完就把沈夏放倒了。大哥，你这是精虫上脑，我还不敢动他，生怕碰到他的伤口。两人就体会了一把人类的大和谐。夏夏，给我生一个孩子吧。不行，我还想再玩2年。好，等你想的时候就生。美男多，享受的时候倒是挺好的，这怎么就不是女尊呢？要是女尊就好，男人也可以生孩子，我就不用受生孩子的罪了。认亲宴，三哥吃早餐了没有？吃了，过来看看。从今天起，我们夏夏就是安平郡主了。沈夏上前拉着宋锦的手，不管我未来是谁，永远都是你心中的那个夏夏。我来给你化妆，化成仙女的样子。你见过仙女啊？没见过，不过想来仙女就应该是你这样的。三少爷真的是最会哄夫人开心的。这些年，宋锦学会了化妆，甚至比沈夏化的还好。交代好了，就往外面走。宋大人，你本不过是一介草根出身，平日里又未曾读上几日书，这般来到此地，可真是有些格格不入啊。这里面的人可都是一些饱读诗书之人和世家贵族，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吗？两位前来自是客居之身，至于我嘛，你们无需太过挂在心上。今天是夏夏的认亲宴，可不能让这些外人瞧了笑话。能有2分用也好。这是明目张胆的内涵我呀，仿佛半点用处都没有似的。二哥，怎么了？老四，没事，这里不过是有2位同僚在询问一些事情罢了。是吗？是啊，确实只是在询问事情而已。你们继续忙你们的。我刚才应该就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做多过分的事吧？哎呀，这宋明也是，明明是长公主的乘龙快婿，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二哥，在农业司有人欺负你？没事，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自己能够妥善解决。但是二哥，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懂得借助外力，学会借势，这样往往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好，我会记住的。你去外面接待吧。好。眼看快到中午了，图二少爷，三小姐。四公子好。这图三小姐还是坐着轮椅啊。听说这安平郡主医术了得，这图三小姐就是她救回来的。这有什么呀？也就救回来的，腿还是没有保住吗？安平郡主说的能保她的腿，结果呢，还是没有保住。玉儿，你不用担心，二哥一定会给你找最好的大夫。不是还有崔神医吗？二哥一定会找到神医让你站起来的。二哥，对不起啊，我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伤势，因为最终的真相还没有出来。二哥，你放心，我没事，我也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妹妹，怎么没有等我？还好路上正好遇见了柏林哥哥。是刚好，还是早有图谋啊？妹妹怎么这么说呢？楚言一脸受伤的样子，看着涂晨宇。妹妹怎么这么说呢？我想着妹妹车来肯定是需要照顾的，我才跟着一起来。柏林哥哥也是觉得我可以照顾你，才带我来的。徐柏林，礼部尚书的嫡长子，两家从小就是定了亲的。可当涂晨宇的伤听说好不了以后，这身边人的真实嘴脸通通都露出来了。
徐家虽然没有退婚，但却要求将楚妍一起嫁过来。两个人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雨儿，你在女眷这边，我在那边有时候不方便照顾你，楚妍在这里也方便。不需要，表姐自己找地方坐吧。陈宇，妍儿也是好心帮你，你怎么这么不领情呢？是好心照顾，还是另有所图？柏林哥哥，妹妹这是腿站不起来了，所以心情不好，是正常的。妹妹不化妆都是沉鱼落雁之姿，这化好妆，简直是迷倒众人啊！姐姐，你这是在取笑我了？就是啊，妹妹保养的真好，看来美容这方面啊，还得跟妹妹取经啊。好了，我们俩也不打扰你们了，我们先出去坐着。两人离开，宋锦目不转睛凝视着那璀璨夺目的沈夏。夏夏，我爱你。我也爱你。真不想让别人也看见你的美。然后在他唇上轻轻印下一吻。哎呀，就你最会了。殿下，时辰已至。夫人，时间到了，长公主唤您前去呢。宋锦搀扶着沈夏，一步步向前院走去。两人相携而行。感激诸位在这繁忙之际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前来参加我们安平郡主的回归盛宴。接下来有请我们安平郡主。沈夏原本已经做好抬脚出去的准备了。皇上驾到，宜妃娘娘驾到，熹月公主驾到。这陛下怎么会亲自前来呢？啊，参见。姑姑啊，不用如此见外，别怪一臣不请自来就好啊。哈哈哈哈。怎么会？陛下亲自前来是对安平的看重，姑姑高兴还来不及呢。安平郡主见过陛下，见过宜妃娘娘，见过熹月公主。草民宋锦参见皇上，见过宜妃娘娘，见过公主。表妹真是遗传姑姑的好容颜啊。旁边这位是宋家三哥宋锦。都起来吧。宋锦连忙扶沈夏站起来，顾逸晨看着两个人示意，两边工人纷纷端着盘子缓缓走进来。安平，这是送你的认亲宴礼物。多谢陛下。哎，都说了我们是一家人，安平唤朕表哥便是。啊，多谢表哥。接着长公主上前牵着沈夏转身走到正厅门口。这位便是我苦寻多年的女儿古渊。如果当年我没有去武阳县，或许……长公主正想说开席呢，结果又见一群人挑着聘礼来了。这安平郡主不是在乡下成亲了吗？怎么还有人下聘啊？哎呀，你下聘的时候能不能找个没人的时候啊？都往热闹的地方凑，几个意思啊？宋允看顾子瞻这一出，忍不住蹙眉了。他走到宋锦那边，宋明也往前走，站在沈夏旁边。瑞王妃看着这一切，他居然真的来下聘了，还是在这种情况，简直不敢想象我未来会被京中贵妇怎么笑话，儿女都不听话。我以为安平都在乡下成亲了，他就算了，没想到居然挑今天来下聘了。他一步步走到沈夏面前。我来下聘了，这些年所有的家当都在这里了。你可真是会挑时间的，生怕我不出名啊。那是，我要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顾子瞻是你的。拿过来。沈夏这才看见文竹手里的一对大雁，很是漂亮，装在一个漂亮的篮子里。京城下聘一般会以大雁作为定情信物，这是我自己去打的。好看。子瞻，莫要再这般胡闹了。母妃，您放心吧，我的事我心中自有分寸。婚姻乃是人生大事，向来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怎么你自己做主啊？我们本来就有婚约在身，这难道不是父母之命？当初定下这门亲事时，也是经过长辈们同意的呀。可他如今都已经成亲了，这婚约早已作废。我只是认定他就是顾渊，衙门之中并未有他的婚书，我们的婚约理应继续有效。瑞王妃，你这是几个意思？顾惜，首先我不是说你女儿不好，主要是她都成亲了，如果我们两家的婚事要再继续，除非她和离。好了，都别说了，孩子自己的事，他们自己做主。真是深情啊，这安平郡主会怎么选啊？什么叫做他自己选呢？我含辛茹苦地将他生下养育成人，难不成连这点权利都没有吗？沈夏则是静静站在一旁，仿佛这些破事儿都和他没关系。你们还不知足，我还觉得你们顾家的顾子瞻年纪太大了呢。姑姑，
您是了解我的，我对渊儿那可是真心实意的，从小事到现在，这份心意从未改变过。除非安平能够和离，否则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们之间的婚事，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莫非，倘若您能答应，这些便是聘礼；倘若您不同意，那他们就会变成嫁妆。顾子瞻为了安平郡主是真的豁出去了。逆子，你难道真的就不顾及母妃的生死了吗？若你当真如此绝情，死在你的眼前。好，倘若母妃执意要以死相逼，那我也无话可说。父王，到那时还望您能备好2口棺材。母妃若是先行离去，我定会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陪她一同前往那个未知的世界。好了，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宋明也一脸的担心，他真的怕沈夏为了顾子瞻会放弃他们几个兄弟。毕竟当年他有多喜欢顾子瞻，大家都是知道的。安平郡主，你说你已经有几个相公了？女子不是应该从一而终吗？女子从不从一而终，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难道还要雨露均沾吗？那倒也不是不行。瑞王妃简直快被沈夏给气死了。不知何时，宜妃已经起身走到这边来了。好了，家事就不要耽搁大家时间了，陛下也在里面，我们进去谈。长公主看着院里一众人，耽搁大家用膳了，大家先吃饭吧。然后也转身进了正厅里。都坐吧。啊，陛下坐便是，摆碗筷。是，殿下。宋爱卿和宋壮是什么关系？臣是宋宇那哥。你们宋家真的是人才辈出啊！啊，哈哈哈哈哈！都是夏夏会教。先用膳，有事等会儿再说。好。终于吃完了饭，大家都在正厅喝着茶。子瞻知道安平成亲了吧？知道。那你还是想娶安平？是。安平愿意为了子瞻放弃宋家吗？陛下这种问法，让旁边宋家3兄弟心头都是一颤。这几年我孩子都生了3个了，不可能和他们分开。那你的打算是？当年我和子瞻本来就是两情相悦的，是瑞王妃自己来武阳县把我们拆散的，所以现在是子瞻非我不可，不是我非要跟瑞王妃抢孩子。安平郡主这是都要了？有何不可能？哼，这安平郡主这是不顾礼仪廉耻了。西月，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本来就是，女子不是就该从一而终一人吗？安平郡主你说呢？公主觉得女子比男子低贱吗？女子怎么就比男子低贱了？对啊，既然没有男子低贱，那为什么男子有3妻4妾，女子就不能3夫4室呢？这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你这样，万一他们未来不喜欢你了呢？这重要吗？沈夏嘴角轻扬，看着宋允他们。他若真心爱我，我就真心相待；他若有新欢，我就放他自由。得到时我珍惜，失去时我也坦然面对。世间不是很多事都有一个美好结果的，我相信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能得到我喜欢的，必定是很优秀的，所以难免有人想挖墙脚，我不阻拦。但若真有那个心，也阻拦不了啊。能挖到的话，那就是你们的本事了。西月满脸尴尬。谁要挖你的墙角了？我又没说你，你这么着急反驳做什么？优秀的人谁不喜欢啊？多正常啊。是啊，他说的也对。凭什么这男子就能3妻4妾，女子就不能3夫4室呢？那你觉得什么是感情好？哎呀，甘蔗没有2头甜，各有各的好。你应该问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情，而不是看别人。然后看了眼宋允，他的眼里好像从始至终就只有安平郡主。我是公主，没有必要去苦追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吧？表妹想法真的不同于常人呐，这把西月都说得哑口无言呐。陛下不怪罪就是了。感情嘛，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何必在乎旁人感受呢？再说了，别人的生活也没在乎我的感受啊，我的生活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感受？陛下，您觉得呢？我又不是金子，做不到人人喜欢。你不担心他们只是喜欢你郡主的身份？郡主身份能有多大呀？如果是，那就只能庆幸他们喜欢的我正好有。的确与众不同啊，不在乎世间流言蜚语吗？哎呀，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呢？只要没在我面前说，我就听不见。只要把日子过滋润了，别人只有嫉妒我的份儿。好一个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人说。然后看着顾子瞻，非他不可。是。顾逸晨看了眼瑞王妃和瑞王，家和万事兴啊，这子瞻都27了，如果愿意成亲，最少也能有孩子。难道瑞王妃真不担心他未来无后吗？顾惜啊，你别介意。
墨云他只是因为这几天子妍的事情心情不好而已。虽然子战也喜欢安平，我见安平也是个好孩子，他们的事自己做主就是。瑞王还是挺喜欢沈夏的，一眼就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儿子非他不可。为了儿子的幸福，直接支持才是最好的方式。好了，大家说开就好了，朕就先回去了。父皇，我可以在这里玩玩吗？晚上再回宫。没问题吧？我说有问题有用吗？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公主愿意多待就多待吧。好。终于将皇上和宜妃送走了。沈夏看着旁边的西月公主，公主又怎么啦？嘿，客随主便啊，这不就好办了吗？萱儿，你快去后宅换身衣裳吧，这身着装实在是有些沉闷了，可别把自己憋坏了。母亲，那我先回去了。公主，你在前院稍作等候，我去后宅换身衣服就过来。好啊，你快去吧。顾逸晨那原本看似平静的脸庞，实则隐藏着无尽的思绪与波澜。不多时，一抹黑影悄然出现在他身旁，正是他最为信任的暗卫。参见陛下。你立刻派人去，给朕细致入微地调查一下安平近10年来的所有事情，无论是与他相关的人，还是与他有关的事，都要查得清清楚楚。是，陛下。随后，并如鬼魅一般闪身迅速离去，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当年在御书房偷偷听到的那些话语。那些话如同尖锐的刺，扎痛了他的心。长公主府，许久之后，三哥，你是想吻死我，然后继承我那3瓜2枣吗？夏夏，这般迷人，我就是忍不住，时时刻刻都想和你在一起。男人呢，一定得有自己的事情，不然这夫君太多了，天天在家，我都不用下床了。这僧多肉少，还好大哥不在家。三哥，我先把衣服换了，好不好？好。宋锦抱过来一个盒子，放在沈夏梳妆台上。打开看看。沈夏打开，这是我们厂里出的新品。孤品，目前只有这一件。这布料织了多久？2年。这么久？对，支费了很多，才出了1批成品。因为第一次没有经验，不过现在要不了这么久了。但是这个花纹只织了这1批，这是我送你独一无二的礼物。真漂亮，我很喜欢。沈夏穿好，还转了一圈，真好看。两人并排往前院走，结果刚到正院，就听见有人吵起来。如意看见沈夏，就过来说了一下是怎么回事。陈宇，这是怎么回事？安平郡主给您添麻烦了。原本围着看热闹的众人看着沈夏，哎，这是什么面料？怎么在阳光下是那么的夺目？这是哪家的新品？怎么没有听说过呢？郡主，你这身上的衣服是哪家的新品啊？怎么从来没见过？夏舒然想，肯定是盛世繁华的新品，所以他故意这么问。这是盛世繁华的新品，这个面料2年才研究出来的，只织了这1匹，独一无二。接下来他们会出别的花纹新品，不过因为工艺繁琐，需要等些时日的。能来公主府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听到繁华盛世的东西，他们家的东西出来就是精品，真是漂亮啊！什么时候出来新品，一定要去预约。就是啊，这面料太漂亮了。其实这个面料，不管哪个年龄段的女子穿，都会让人眼前一亮的。看着涂晨宇，你是我请来的客人，怎么能在我的地盘让你不高兴呢？郡主，没事，就是老是有讨厌的人在身边，赶都赶不走。陈宇，这是长公主府，你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你以为还是你那边疆的野蛮之地吗？野蛮之地？没有他们在野蛮之地维护国家和平，有你今天的安居乐业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边疆是野蛮之地？你说这话对得起边疆守卫疆土的士兵吗？安平郡主所言极是，是在下言辞不当，冒犯之处，还望郡主切勿怪罪。楚姑娘，这位便是你的未婚夫？安平郡主并非如此。哦，我瞧着他那般尽心尽力帮你说话，我还以为他真的就是你的未婚夫呢。安平郡主，您真是误会了，我乃是涂三小姐的未婚夫徐柏林。很快就不会是了。涂晨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早已定下婚约，下个月就要成亲了，你可别在这里耍什么小性子。玉儿，切不可这般任性胡闹。妹妹万一真的惹怒徐柏林，真的退婚了怎么办？妹妹可别意气用事，未来后悔怎么办？就是，现在是你任性的时候吗？我都不嫌弃你了，你还做上了。你要是有楚言的半点温柔，都不会发生这些意外了。你既然喜欢我表姐，那就
去娶她好了，我可不想再受这份窝囊气，更不会委屈了你这位徐大公子。妹妹，姐姐怎么会做出这种抢夺妹夫的事情来呢？你一定要嫁给柏林哥哥呀，否则妹妹以后的日子该如何过活？别碰我！整个人直直向后倒去，摔在地上。我靠，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白莲花现世啊！这徐柏林见到楚言摔倒，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里？没事了，妹妹可能只是心情不大好而已，你千万不要责怪她。然而这番话却如同一把利剑似的，直直戳进了涂晨宇的心窝里。沈夏见状，轻轻拉住涂晨宇的手，别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小心气坏身子。这俗话说得好啊，小气容易导致乳腺增生，大气则会引发子宫肌瘤。简单来说，就是经常生气就让人寿命变短的。徐柏林快速上前，咱们成亲的时候，之所以让楚言一同入门，其实完完全全都是为你着想啊。你如今身体不便，将来家中必然需要有一个能够操持家务、打理内外事务的人，而楚言作为你表姐，她对你自然是一片真心。原来如此啊！涂晨宇出事的背后真正原因，竟然是楚原深爱着徐柏林。这般心思缜密，涂晨宇目光紧紧盯着徐柏林。倘若我坚决不同意他跟随我一同迈进这道门，你是否依然愿意迎娶我？即便如此，我仍旧会娶你，但日后家中必定需要再纳入一人来掌管事务。于你而言，究竟是接纳一个外姓之人更为妥当，还是由你的亲信入府更佳呢？既然如此，那我们之间的婚约就此作罢好了。这门亲事已经定下多年，又岂是你一言便可轻易取消的？妹妹莫要担忧，姐姐随你一同入府，只为护你周全，绝无僭越之意。你这般的关怀备至，身为妹妹的我，又怎能忍心让你受此委屈呢？倒不如让徐大公子直接将你娶进家门算了。反正如今我已成残废之身，实在不该横亘在你们二人中间。雨儿，难道你当真做此想法不成？是的。好，只要你是真的愿意，将来就是一辈子在屠府都可以。涂晨宇，你不要后悔。绝对不后悔。做得对，不中意自己的东西咱们就不要。妹妹放心，我一定帮你把柏林哥哥劝回来。说完就去追徐柏林了。自己想去就去，别拿我当借口。好了，这天儿啊，着实是有些炎热了，烤得大家似乎都有些上火呢。我那后院啊，二哥精心栽培了不少珍稀品种的花卉，要不咱们一同过去坐坐，一边品品茶，一边欣赏欣赏那些美丽的花如何？公主殿下，意下如何呀？啊，莫非就是前些日子宋大人送进御花园的那个品种吗？正是，不妨过来，一同坐下喝杯茶。喂，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好奇本公主为何会选择留在这里吗？这重要吗？难道这不重要吗？倘若我说我此番留下就是为了挖你的墙角呢？哦，是吗？怎么，你生气了？你不是说谁能挖到你的墙角是别人的本事？现在怕了？加油，我看好你哦。切，我这都说在挖他墙角了，还是面不改色的。他这是看不起谁呢？你看不上我啊？不，你作为公主呢，肯定是人中龙凤，但是爱一个人呢，这些东西也不重要。你难道希望一个人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是公主吗？不希望。是啊，我们都希望自己被爱，是因为对方是爱我们自己这个人，而不是爱我们的身份。可是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你也很漂亮，只是现在还小，再过2年也是一个家人。但是有时候漂亮是有用的，有时候没用。这样劝我，难道不是怕我挖你墙角吗？我刚才说了，你能挖你就放心去挖，能挖走就说明他不爱我。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有什么好怕的？可是我喜欢他呀。那你觉得是找一个爱你的人幸福，还是找一个你爱的人幸福？就不能找一个相爱的人吗？沈夏看着花园里的所有人，你问问他们几个，找到的是相爱的人吗？那你呢？他们都是爱我的，所以我也爱他们，但是前提是他们爱我。所以前提是对方爱自己吗？对，他一点都不爱我，从始至终他都没有看过我一眼。我那不解风情的四哥怎么吸引你了？你又喜欢他什么呢？就是那天徐心儿跟我说新科状元很俊俏，让我们一起去看，结果就一见钟情了。又是他，今天没有看见他过来，想来是有别的打算。有别人喜欢宋云，你不会生气吗？为什么要生气啊？有人喜欢他，说明他优秀啊。不优秀，我也不喜欢啊。这太不可思议了吧？他的想法总是这么跳脱的吗？西月看着旁边的舅母顾子言，裴元琪是他舅舅。听说舅舅钟爱一个小妾，不顾舅母的死活，现在离了。谁是不想有一个一心一意爱自己的人呢？安平郡主倒是说的对，我应该找一个爱自己的人。顾子言看着西月，公主在看什么？没事儿，
就是想问舅母。你唤我表姑便是。好，表姑真的和舅舅和离吗？真的呀。那你以后怎么办呀？我好好带着莫言生活就是了。好吧。晚饭吃完之后，大家就各回各家。顾子言离开的时候，刚打算上马车，就被裴元琪给拦住了。言儿，我们谈谈。顾子言直截了当，咱们之间呀，确实应该是没什么值得好好谈的。言儿，我真的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哦，是这样吗？千真万确，只要言儿你能够回心转意，你哪怕让我去做任何事情都完全没问题的。是吗？绝对是真的，只要你提出来的要求，我必定全力满足。那你便把那个焦姨娘打发到庄子里去吧。即使裴元琪真的把乔姨娘给打发到庄子上，他也不可能回去了。夏夏说的对，女子就应该为自己而活，别人的眼光根本不是最重要的。这个要求怎么可能啊？子言，这怎么可能啊？再说娇儿都有孕在身，庄子上不适合她养胎的。这一刻言儿也不喊了，男人的嘴脸怎么变得那么快？养胎，居然又怀孕了，是吗？那就没有办法了，反正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子言，你怎么是这么小心眼的人？我就是小心眼的人，你喜欢心眼大的，就去找心眼大的吧。说完也不理他，便上了马车离开了。唉，他肯定气还没有完全消，等他气完全消了的时候，他就会明白，他一个人孤儿寡母的，怎么可能有好日子过，就知道回来了。晚间，这招待人的事儿真不是我能干，实在是太累。结果刚想回院子，就见黎依回来了，身后还带着一个女孩子。黎依，你终于回来了。这个女子会做你出的题。看来出题的就是眼前的女子了。于是便率先开口：生理生化必有一卦，这是他们医学生的口号。我叫苏瑶，我叫沈夏。两人紧盯着对方。华科大307，华科医大，现代顶尖的医学院，307是他们宿舍的编号。苏瑶突然眼眶瞬间就红了，这遭罪的日子呀，在这一刻终于是破防了。苏瑶哭着抱着沈夏，终于有一个熟人了。父母虽然没找到，不过阴差阳错找到了闺蜜，真是太好了。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来了1个月了。走，我们进去里面慢慢说。好。李依看着两人相拥的画面，嘴角忍不住微扬。是他要找的人就好。回到沈夏房间，沈夏让黎依和苏瑶坐下。吉祥，送点饭到我房间里面来。好的，夫人。先吃饭。见苏瑶开始动筷子，沈夏看着黎依，坐呀，你怎么不坐啊？黎依挑了一个对面的位置坐下。这男人咋回事啊？用得着离我那么远吗？这是你像过啊？黎依便直接被那突如其来的话语给呛到了，剧烈的咳嗽起来。怎么样，没事吧？这有什么值得惊讶的？瞧他那副清纯的模样，真不知道装给谁看的。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净瞎嚷嚷。切，你这么护着他干嘛？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只是我的护卫而已。是吗？可他看你的眼神可一点都不清白呢，难不成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吧。便快步转身离开了餐桌。我还有话要跟他说呢，这家伙怎么跑得这么快？宝啊，这个时候的男子经不起你调戏啊！你看，人都被你吓跑了。哦，被我说中了呗？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就是当年我救过他而已。是吗？你是怎么来的？别提了，倒霉死了，出了个车祸，醒来就在这个身体里了。你呢？我是直接醒过来就在这个身体里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当年傅成跟我分手，我喝酒喝得不省人事，就来这里了，这都5年了。难怪啊，当年我联系不到你，就找叔叔阿姨，结果他们说你去国外深造了，我就奇怪了，出国也得跟我联系啊，原来你是这儿啊。不过你这张脸还真不错啊。你这张也不错啊，还比我年轻。你这身体多少岁了？17岁。哦，比我小3岁。你成亲了没有？没有啊，这是你家？沈夏就细细把这几年在这边发生的事情都一一跟他说了。苏瑶听完，一脸震惊的看着沈夏。爸，你的生活我的梦啊，完全想不到你这个守旧派居然吃得这么好，我未来的生活就靠你了。我闺蜜成富婆后，我躺赢了。没问题，姐有的你都有。可把你美的，终于比我大了。那是当然了，被你压榨了这么多年，我终有机会当你的姐了。瞧把你美的，
两人在房间里有说有笑。没过一会儿，宋锦便带着三小只进来了，两只小狗在后面跟着，简直是人在哪儿狗在哪儿。苏瑶那花痴的眼眸紧紧盯着宋锦。哇，这也太俊俏了吧，这个我喜欢。听到这句话，这到底是谁呀？如此肤浅，怎么和现在的关系这般亲密？别误会啊，这只是我一个朋友，刚才是开玩笑罢了。哎呦，含蓄一点，这里可不流行这样满嘴跑火车的。切，小气。这仨儿都你的？是啊。哇，好可爱啊！孩子们，这是娘亲的好朋友，你们叫瑶姨。叫什么瑶姨？叫干娘。三个小家伙有些懵懂地看着沈夏，沈夏眼中闪过一抹回忆的光芒。叫干娘，当年我们就说好了，我们的孩子以后都叫对方干娘。干娘好。哎呀，好可爱哟！完了，干娘还没有身家呢，给不了你们礼物。等着啊，等干娘以后有钱了，全部给你们。好，你可要努力挣钱啊！以后我儿子讨媳妇儿，一一的嫁妆，全看你了。干娘努力。宋锦看两人有说有笑的，还是第一次见他眼里笑容，直达眼里深处。看来是他前世的朋友吗？于是走到宋锦跟前。这可真是巧了，李毅出去帮我寻找父母的时候，恰好就碰到我的好朋友苏瑶了。既然是你的朋友，那自然是好的。不过你这位朋友看起来似乎不太正经啊。三哥啊，你别误会啊，他就是嘴上爱说笑罢了，当不得真的，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能不当真吗？什么样的女子能当着自己好朋友的面说喜欢人家相公？你得防着点哈，让他离我们远点。三哥，你可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怕被他吃了不成？话虽如此，可毕竟我这副长相摆在这儿呢，谁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另有企图？三哥，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就算他真有那个心思，只要你不愿意，那不就什么事都没有吗？那他要是暗地里耍些阴险手段怎么办？三哥，你就放心吧，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要相信我，像我这么优秀的人，结交的朋友，这能差到哪里去呢？可你都已经离开这么多年了，保不齐你的朋友早就变了性子呢。三哥，就算他喜欢你，我也绝对不能让他打你主意。那更不行。逗你的，三哥，我今天和朋友睡，这才见面，我们有很多话想说。不行，那他盖过的被子，改天我们又睡。这我这么貌美如花的，你还嫌弃啊？除了夏夏以外的人都不行。我让下人在旁边给你安排一个房，你想跟他睡，可以过去陪他一晚。一晚怎么能够啊？我想好多晚。好吧，谢谢三哥。宋锦点头离开。你这相公占有欲这么强啊？之前不是这样的，还不是怪你乱说话。以后有什么，你悄悄跟我说。夫管严？那倒不是，主要是怕他们啰嗦。晚上这2身衣服都是新的，还没穿过呢，你先穿，我明天带你去做点衣服。好啊，以后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好，晚上两人一起聊天，聊了许久。沈夏得知前世他不在的那5年里，谭韵第2年生了个孩子，结果结了2年就离婚了，因为孩子生病了要输血，结果发生了狗血的剧情，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他的。沈夏听着这狗血的剧情，好像在听着一个不熟悉的人一样，心中没有半点波澜。哎呀，你这个身体是谁的呀？不知道，没有半点以前的记忆。那你是怎么遇到李毅的？哦，做你出的题遇见的。你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我醒来就看见旁边有个帅哥，然后我的身体好像中药了，不过对方长得还不错，就勉为其难的吃了。你这吃的太急了，一点也不含蓄啊。没办法呀，应该是原主身体中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然后吃干抹净当然是跑啊，不过那男子的身体好像也不好。哇，你可真虎啊！然后我就一路被追杀，那个狗男人便宜他了，还一路追杀我，还好我隐藏的好，不然呐，宝贝，我就见不到你了。你胆子可真肥啊你在哪儿碰到李毅的？我不是躲那个狗男人吗？东躲西藏的，然后看见你出的题，那个人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就带我见了一下李一，但是李一肯定是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我就说我保证是他要找的人，可以跟他一起去见出题人，结果他说去大晋这边来，我一听可以离开东离国，哎，那可真是太好了，
在那边都不能以真面目示人，而且我还身无分文的。夏夏，你不知道我有多可怜，还好看见你出的题，哎呀，不然那叫一个可怜呐！终于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了。我以为遇到了一个时代的人，没想到居然是你，上天真是对我不薄啊！我以后一定多多少想。放心，以后有我母亲是长公主，还是有地位的那种，不会让你被欺负的。我正打算开个美容院，让全京城的小姐姐都变成小仙女，那个真是太好了。唉，这个时代没有现代的东西，不然我那个整形技术拿出来用用，简直可以轰动整个京城。我们一起挣大钱。两人虽然是同学，我走医学行业，阿瑶走美容行业，而且是业内顶尖的整容医生，她那挣钱能力啊，简直是我的10倍100倍啊！阿瑶，你放心，以后你还是可以从事你的整容行业。怎么可能？我有一个空间，可以到我现在的房子，房子有我表弟在，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让他帮忙买。真的？哇塞，那简直是太好了！高兴过后，沈夏很敏感，感觉到苏瑶一瞬间的伤神，因为他父母离异，已经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了。以后你还有我，还有3个孩子，你可得努力赚钱的你啊！没问题。两人就这样天南海北一直聊，都忘记聊了多久，最后慢慢进入梦乡里。御书房内，陛下，此次科举的任命文书，礼部已送来了。发吧。等等，朕要再仔细看一看。赵平还在心中各种猜测时，顾逸晨已经把翰林院试读这几个字儿划掉了，然后写上翰林院修纂。陛下，这是什么意思？宋允是姑姑的女婿，想来这才上任，要是就破例，恐怕对姑姑的名声不太好啊。想来宋允自身学识也可以，定是不想让人觉得他靠裙带关系，还是正常的任命吧。让吏部就按这个写任命书吧。而另外一边，安敏英便将昨日发生于长公府上之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安敏华。姐，你确定没有看走眼吗？你觉得呢？你这个人做事怎么这么莽撞？事先连情况都未曾打探清楚，险些害我冲撞大人物。倘若宋承修得知自己的儿媳妇儿是安平郡主，恐怕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与我和离，而后回归故里啊。你且放宽心，他也回不了那边。你们都有一儿一女了，不管怎样，那终归是他的亲生骨肉。只要宋承修能够与其亲子妥善相处，建立良好的关系，那就够了。日后亦可为你家儿子铺平道路，此等好事又何乐而不为呢？你呀，莫要目光短浅，只见到眼前的利益得失。安敏华听后，的确，就算宋承修和离，赵嫣也不一定能够接受他。宋承修如果能够维护好那边的关系，若是能够借此机缘攀附上长公主这棵大树，无疑对家族未来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助益呀。晚上饭桌上只有他们夫妻俩和一双儿女。娘，今天是过生辰吗？怎么做这么一大桌子菜呀？不是生辰就不能吃好一点了吗？你爹爹最近做生意也是辛苦了，给他补补。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贤惠？夫人今天是有什么好事情？没有事儿，就是觉得你最近瘦了，肯定是没有吃好，所以啊，做点好吃的让你补补。那辛苦夫人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吃完饭。承修啊，我觉得做生意啊还是你在行，北安街那边的银楼还是你打理吧。北安街的银楼可是现在嘉里京城最大的产业了，他怎么突然让我管理？夫人这是相信为夫了。这是哪里的话呀？人家一直都是信任相公的。经过相公这几年的表现，相公啊真的是一心为我们这个小家，当然还是愿意把生意大权交给相公的呀。说的是那个真情意切，只要他信任我就好。长公主府，公主啊，老奴刚刚得到宫中传来的消息，听闻陛下原本打算任命宋允少爷为5品官员，但就在今朝却突然改旨，将其改为了正6品了。如此说来，他心中还是有所顾忌。恕老奴愚钝，陛下究竟是有何顾忌呢？这些年来，您可是毫不犹豫地交出了手中的兵权，而且也退出朝廷了。按理来说，或许他所顾忌的并非是我，难道说他知道了什么？第二天，
沈夏。哎呀，你先起来一下。哦，四哥，你怎么来了？你们在干什么？练身体啊。夏夏这些相公，简直一个比一个爱吃醋啊！四哥，你怎么了？他还问我怎么了，然后看了眼旁边的苏瑶。他虽然是你的朋友，也不能如此亲密。四哥吃醋了？没有。沈夏担心宋允多想，非常有耐心的解释，因为他在乎，为了让他放心，还有不必要的误会。苏瑶不是别人，他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割舍不掉的那种。一个来自异世的朋友，不用想夏夏有多珍惜，看来阻拦不了了。只要不是那方面的关系就好。四哥，你任命书都下来了，怎么还没有上职啊？明天再上职。上职好啊，上职好。男人嘛，一定得有自己的事业呀。夏夏很喜欢我上职。当然了，你的才能放在家里可惜了。是吗？宋云怎么那么不信呢？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前院传过来，打破沈夏院子里原本的宁静。吉祥姐姐，小的奉前院管事之命前来传话，说是有人在前院求见四少爷。吉祥听完之后，转身进屋向沈夏禀报：夫人，前院的小厮过来的，说有人找四少爷呢。究竟是什么人啊？会跑到公主府来找宋允啊？一旁宋允则点点头，表示已经知晓此事。我姐先去前院看看情况。好，你快去快回吧。宝啊，你瞧瞧你这身材，凹凸有致，玲珑曲线，光是这么看着都恨不得伸手上去摸两把。你这家伙净胡说八道，给我正经一点，不许再这样嘴瓢了。要是被其他人听到，又该吃醋闹别扭，说不定真会把你赶出公主府呢。哼，他们若是敢把本小姐赶出去，那我就直接把你给拐跑了。沈夏看苏瑶低头看她的身材，全是婀娜多姿的大美人变成豆芽菜了，感觉怎么样？我这个身体年龄还小，再给我2年的时间，到时候保证跟你有的一拼。这么自信啊？那是当然，想当年姐姐那个战绩，池塘里的鱼多的都可以缺氧了。是，瑶姐威武。哎呀，你在孩子那边等我一下，我去全院看看谁找四哥。好啊，你去吧。此时正厅中的众人也注意到沈夏到来，邱子阳最先反应过来。安平郡主，你和四哥是朋友，有空可以多找四哥，他在京城也没有什么朋友。邱子阳连忙点头称是，表示一定会常来找四哥叙旧。然而这一切在韩毅眼中却是另外一番滋味。平日里看似清高的邱子阳，竟然也是个趋炎附势之徒，而且在我未曾留意的时候，他跟沈夏的关系已经走得这么近了。是不是现在我未留京，他们就不把我当朋友了？沈夏走过去，坐在宋允旁边。四哥，没事。阿姨，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我实在无能为力。就这点小事儿，他都不愿意帮忙，他居然真的袖手旁观。行君啊，你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对这件如此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肯施以援手吗？你竟然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没错啊，当然是小事了。我根本不在意自己在京城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只要能够留在京城就行。听到这里，沈夏心中恍然大悟了。原来韩毅是想借助宋允的力量，让他得以留在京城。宋允不过是初来乍到的新人，哪里会有这么大权力呢？果不其然，两人打起他母亲的主意了。别说是帮助他人了，即便宋允自己遇到事情，他也从未向我母亲开过一次口。阿姨，你觉得以我的能力有可能办到吗？你办不到，但是我们那么好的关系，你让长公主帮一下忙就可以了呀。一个手承重权的公主，陛下真的一点都不防备吗？陛下虽然嘴上尊重，但内心还是有所防范。韩毅，你真是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别说是你，就算四哥自己，从来都没让娘帮过，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我们3个可是这么多年的好友，我心里一直琢磨着，如果我能够留在京城，那咱们3个以后也好互相作伴呢。宋允哥哥，我哥哥真的只是单纯的想要留在京城而已，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了。你就算去了地方任职，日后也是有机会进京的，而且在地方为官，少了许多京中的纷争，说不定反倒是件好事呢。瞧这情形，宋云显然是不愿意帮忙了。行君啊，既然你觉得此事颇为棘手，我也就不再提了。只是此次我的任命之地与我想的方向完全相反啊。双儿可是从小就被你看着长大的，他对你的喜爱你也心知肚明，而他呢，对于名分什么的也不在意，要不就让他留在你身边，照料你的饮食起居，如何？
毕竟我实在放心不下他一个人返回五阳县啊。这韩家兄妹怎么拎不清呢？说的好像自己多委屈似的。看来还是没有放下宋云，连做妾都愿意，真爱无敌啊。他如何归去，那是你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纳妾，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凭什么他就能够纳夫，而你却不能纳妾呢？这是什么道理啊？送客。韩义，我看行军恐怕还有要事，咱们还是先行离去吧。邱子阳，难道你就只会一味偏袒宋允不成吗？是不是他如今攀上了长公主这根高枝，所以如今你眼中便只剩下他一人了？韩义，你可清楚自己究竟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怎么会不知道？难道仅仅因为我即将前往地方，你们便觉得我不再是同路人了吗？既然你这样认为，那便是如此吧。说罢，伸手紧紧拉住身旁的沈夏，毅然决然地离去了，遥想起往昔岁月。当年宋家尚未发迹之时，我对宋允也是诸多帮扶，然而如今，即便我的妹妹甘愿为妾，宋允居然也不肯给予哪怕一点点关照。宋允和沈夏一起回到后院。四哥，你别生气了。四哥，我知道，其实地方真的要比京城安全很多。在京城，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背景，很有可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这种性格，让他在地方，其实你也是为他好。他想不明白就算了，两个不愧是亲兄妹，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他懂就懂，不懂就算了。人这一生身边会来很多人，会走很多人，这些都不重要，只要你一直在我身边就好。四哥不难过就好了。对了，隔壁院子修缮完整了，我们过去看看。正好娘他们在路上了，要不了几天就能到了。好，那我把东西备好。没事，你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这些事让三哥安排就是了。四哥，人吧总得有点事儿做，不然太闲了，对身体不是很好。好。沈夏带着宋允一起去了长公主的院子，苏瑶正在陪3个孩子玩。忙完啦？走吧，往隔壁走去，直接从后面的花园穿过拱门，到了隔壁。安阳，你先选，你看你喜欢哪个院子？我要给你住一个院子。不行，这个女子都霸占夏夏2天了，还想和夏夏一个院子，肯定不行。我是不是太招人喜欢了？怎么这男男女女都喜欢黏着我？你选一个院子，我住你隔壁，我经常过来陪你。夫人居然不先选，而是让苏小姐先选，看来苏小姐在夫人心中的地位不可小觑啊。夏夏，左边那个院子比较大。苏小姐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儿，住别人家还挑大院子？是不是主院？宝贝，你是不是住那里？那我住你隔壁。这个院子只有我一个人，小一点适合我，但是你得经常过来陪我哦。好。夫人太好，真的是男女都要来抢。郁闷，看这女子年龄也差不多了，把她嫁出去就好了。娘亲，那我住哪个院子呢？外祖母一个人孤单，你们还是和外祖母一起住，可以天天过来玩，反正中间也是通的。依依开口道。必须娘亲，我也会想你呀。那这边也给你们备一个院子，你们两边住好不好？这样好呢。在这边也安排一个院子给他们，有时候过来住也方便。是夫人。再安排2个小厮，2个丫鬟，在阿瑶的房间里伺候。阿瑶，你的贴身丫鬟，你要不要自己选一下？夏夏，你安排就是了，我不挑的。结果转头时看到云嬷嬷一动不动的，眼中全是沧桑。嬷嬷，你这是怎么了？没有什么事儿，夫人，只是老身万万没有想到啊，在有生之年竟然还有机会回到这个宅子里来。沈夏更是满心疑惑，回这个宅子，这其中究竟有何缘由啊？夫人，你有所不知啊，这个院子乃是老奴之前所侍奉的主家的，想当年那家也是曾风光一时，只可惜后来遭逢变故，被朝廷抄了家，老身也就因此而离开了此地。既然被抄家了，那他们是不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并非如此，他们并没有死去，而是被发配到了偏远之地。那嬷嬷您又是如何得以脱身的呢？老身原本是与老夫人一同长大的，但后来只留在少爷身边悉心照料着。谁曾想老爷突然出了事儿，而少爷和夫人为了保全自身，毅然决然地与老爷断绝了关系。老身因为在少爷身边伺候的，这才侥幸未被牵连进去。那你怎么在那里呢？沈夏想起当初在奴室上看到云嬷嬷的时候，我跟在少爷身边，少夫人好像不怎么乐意，给老奴安了一个名声，就把我发卖了。也庆幸他把老身卖了，不然也遇不上郡主。云嬷嬷，你放心，你前主人家的老夫人
是好人就一定会有好报的。但愿啊！只要你们认真为我做事，未来我都会给你们一个好的去处。如果没有子女的，府里养老啊，这里怎么会有大雁呢？顾公子下聘的大雁呢？那他们怎么没有飞走啊？顾公子把飞鱼给剪了，就飞不起来了，放在这院子里养着。好吧，那记得喂东西吃啊。夫人放心吧，每天都有人喂食的。好好的一对大雁，居然变成走地鸭了。中午，沈夏带苏瑶和一家人都在前院和长公主一起用膳。沈夏也和长公主介绍了一下苏瑶的来历。知道最近渊儿在找人，至于渊儿的事情，我并不会多管。当母亲的，护好她的自由，给她需要的一切就可以了。现在我也有了3个孩子陪着，已经很幸福了。只是不知道这种幸福能坚持多久啊。渊儿出手救了屠晨宇，虽然现在屠晨宇还没有人知道他的伤会好，还有盛世繁华是宋家的，这1年的收入能到达国库1半的收入。宋江又在边疆，我当年一点点丢出去的东西，渊儿在不知不觉时又拾了回来。如果陛下知道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我不得不提前做规划呀。娘，你在想什么呢？没事，就是在想宋玉明天就要上职了，等会儿饭后啊，留下来我跟他说一下朝中之事。谢谢母亲。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谢的？饭后，沈夏带着苏瑶去了店里。小正太这么努力啊！秦少元看脸苏瑶，然后对沈夏说：师傅啊，你这是哪里找的这么不正经的朋友啊？你才不正经，姐姐是看你长得可爱，关心你2句。可别，师傅你尝尝，你说的薯条我做的对不？夏夏，你这个徒弟还不错。谁说给你吃的？这是我做给师傅吃的。我跟你师傅不分彼此。哎呦，这2人有仇吗？这才见了2面，天天都得吵2句。夏夏这个朋友也太有趣了。突然，一对人影映入眼帘。夏夏，怎么了？认识徐星儿，他旁边的那个公子是谁？不熟。徐星儿就是之前冒犯夏夏的那个，然后被关进大牢15天的那个。是啊，他的名声都没有了，还有哪家公子会跟他结亲啊？那是宋一，科举第4。宋一熟人？沈夏点头，然后把宋韵和宋允的关系说了一遍。这个宋一倒是个聪明人啊。是啊，就这徐星儿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宋4审的日子恐怕憋屈啊。4个人也不再谈徐星儿的事儿了。沈夏跟夏淑然和顾子言介绍了一下苏瑶的能力。夏淑然看着苏瑶：苏瑶妹妹，你看我需要哪里整一下不？你长得还可以，不用动，整容后期的维护也不少，所以啊，能不动就不动，好吧？我们4个都长得貌美如花，天生丽质，倒也不用怎么动，而且那个只要一动就要一直保养，还是挺麻烦的。既然苏瑶妹妹说不用动，就不用动吧。等菜齐了，4人就打算开始用餐，结果没想到，这么巧，安平郡主也在这里用膳。巧吗？不是你看见我以后故意蹭过来的吗？这人说话永远这么直白吗？这不是看到熟人吗？自然是要过来打声招呼，客气一番了。哎呀，郡主，你可不是在京城长大的呀，想必对于咱们这些世家大族之间的那些规矩，定然不是太清楚了。京城的规矩如何呀？本郡主确实不甚了解，但我娘曾教导过我，不要随意去打扰别人，这可是做人最起码的教养。如今看来，倒也并非人人都有娘的。不愧是乡下来的小蹄子，说话就是没有教养。瞪大眼睛瞧个啥呢？咋地啊？莫非你家是穷的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不成？还居然眼巴巴的指望我们大发慈悲赏赐一点给你们呢？你算哪根葱啊？这里哪里轮得到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开口说话？你早上出门没漱口吗？口气这么大，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啊！别人都不想搭理你，你还非得往前冲？怎么，你往这边来是想展示一下你丑的有多突出吗？怎么就敢往漂亮的人身边站呢？怎么，你家很穷吗？连个铜镜都买不起？没有铜镜你总有尿吧？这嘴有时候能不能借给我用用呀？这也太能骂了吧！这贱人怎么这么能骂？你怎么能如此这般毫无修养可言？哎呦呵，您倒是有教养啊！
那麻烦您先把您家的狗给拴好，免得它四处乱咬人。我可不像某些人，什么事情都要忍着，我又不是他娘。宋义闻言，气的是脸色发青，简直就是不可理喻。我们女人之间吵架，你一个大男人插什么嘴啊？哪凉快哪待着去。哼，果真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随即转头看向一旁的徐星儿。哎呀呀呀呀呀！哎，你听听看，你听听看，他竟然说你很难教养呢。没有，我不是说你啊，我说的是他。安平那个贱人也就罢了，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女人算什么东西？居然敢这般对待我！朝着苏瑶的脸颊扇了过去。苏瑶根本来不及察觉，一脚踩空。啊！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个身材高大、衣着锦衣华服的男子顺势一把抓住苏瑶手臂。哎呀，你没事吧？我没事。沈夏早已被怒火填满胸膛，径直朝着徐星儿大步走过去，死死掐住了她纤细的脖颈。从今往后，你给我离得远远的！我压根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少在我面前刷什么存在感。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今天阿瑶算是幸运的，没有出事儿。但凡你要伤到她半分，我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不死不休。沈夏，你快松手啊！再这样下去，星儿就要喘不过气来了。沈夏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松开手。滚！徐杏儿还想再说些什么，被宋义拉着离开了。真的闹过分了，长公主一出面，徐家还不是得低头赔罪？苏瑶站在原地，目光始终落在那个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男子身上。身材魁梧，身姿挺拔，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军人气质。哎呀，这五官犹如雕刻一般精致。英雄救美这种戏码呢，自古以来便有之。听闻啊，若是长得丑的人出手相救，那便是要许下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这份恩情。可是要遇上相貌俊朗之人出手相助，那便是小女子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了。不知道公子觉得我说哪一句比较合适呀？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生猛了吗？不愧是安平郡主的朋友，就是这么的与众不同。郡主的朋友真的跟郡主一样特殊？哎，不，我们不一样好吗？至少我没有这么梦浪吧？你认识啊？啊，之前他妹妹受伤，我救过。哦，你的菜？不是他的菜，苏瑶就要下手了啊！我朋友苏瑶，这位是涂晨渊。涂公子好啊，苏小姐好，就不打扰安平郡主用膳了。好，涂晨渊便转身离开。哎，还没回答我呢。我的个宝啊！这是封建社会，我们稳住好不好？别浪！你喜欢这个，我可以带你去找他，你们私下交流。这旁边这么多人看着呢。哦，好，两人坐下来。苏瑶妹妹啊，你当真好气魄啊！那骂人的功夫堪称一绝，实在是厉害至极啊！可不是嘛，苏瑶妹妹这口才着实令人惊叹不已。看来日后咱们得多跟苏瑶妹妹待在一块儿，也好跟着学些骂人的新词儿。二位姐姐皆是这般温柔善良之人，可千万别被我带坏了。若是姐姐们有想骂的人，只管叫上我便是，我来负责开口大骂。大骂完之后，记得把工钱结算一下。照你这么一说，难不成以后还要靠骂人发家致富啊？给我干儿子干女儿挣钱包红包呀！当然没问题。没错，只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啊，那都不叫事儿。哎，对了，刚刚那个男的究竟有没有成亲啊？这家伙怎么还惦记着呢？沈夏对涂晨渊不是很了解，只能看向顾子言。并没有，据我所知，他今年似乎刚好20岁，以前倒是曾经定下过一门亲事，但后来由于他的未婚妻不幸意外离世，便传出了他有克妻之命的流言蜚语。如此说来，那岂不是正好便宜了本姑娘？阿瑶啊，这对待感情之事呢，可一定要慎重，说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切不可随意与人勾勾搭搭，毕竟这儿可不比咱们乡下地方那样随意啊。这里可不是前世啊，这夏淑然和顾子言在这儿又不适合说前世，说乡下会好一点。徐杏儿一把甩开宋怡，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杏儿，膈应人不用直接自己上，安平郡主仗着有长公主的母亲，这样下去我们很吃亏的。那你说该怎么办？这事急不得，得一步一步的谋划，保证让事情万无一失。宋义读书多，学识好，于是就听他的了。沈夏几人一起吃完饭就回宅子了。
顾子言刚下马车，就看到门口的裴元琪。子言，你回来了，跟我回去好不好啊？我们已经和离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只是一时生气，我保证以后会好好对你。我的陪嫁呢？什么时候还我？子言啊，你的陪嫁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你相信我，我真不是不还你啊。是吗？那还了再说。哼，差不多得了。你以为你和离了能有什么好日子过？还不是只能守着莫言过。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到时候我找一个续弦，你就是想回头都晚了。那你倒是找啊！就你现在的条件，你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大家谁心里没有数？我就直说了，我就是孤寡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和你在一起。那你把莫言还给我，那是我国公府的种。说完还想动手，裴大人这是要在门口动手吗？我和顾子言的事儿跟你无关。苏瑶直接上前就是一脚，我呸！裴元琪疼得直不起身子。你我什么我啊？对待你这种渣男就不能太手软。一个老男人还这么丑，怎么好意思啊？还想三妻四妾，谁给你的脸啊？你就看着他这样对我。大门打开，就看见顾子战和郑锦书一起出来。夏夏，没事吧？子言姐，没事吧？顾子言和沈夏都摇摇头，没事。单身狗的悲哀啊！怎么就没有人问我有没有事？裴元琪，要不把嫁妆还回来，就别来打扰我姐，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好像我和顾子言真的回不去了，怎么会这样？那小厮见顾家少爷这么凶，他家少爷就只带了他一个人，干不赢啊！赶紧扶着他家公子离开。锦书怎么在这里？啊，没事儿，就是想子战了，过来看一看。哦，你们吃晚饭了吗？在这吃了。好吧，我和夏夏他们也在外面吃了。郑锦书看着顾子言，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他其实有很多话想说的。我也不知道顾子言有没有真的放下，而且我更在乎顾子言的名声。就看郑锦书这呆头呆脑的样子，都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成好事。郑锦书对于沈夏的眼神有点疑惑。沈妹妹，这是几个意思啊？没事。裴元琪被小厮拉回去后，虽然很疼，但是真的说不出口。怎么样？不回来？看来他是认真的了。你去找过瑞王妃没有？找过，人家直接都没有见我。不愿意回来就算了，实在不行，我将娇儿扶成正妻就是。正好被过来的乔姨娘在门口听到，这是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胡闹！就算要有正妻，也得再娶一个续弦妻来，对家族有利的。那父亲觉得怎么做？国公府花销大，得找一个有家底儿的。国公府的家当并不厚，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每年给姨儿的银子也不少，你去相看一个家底厚的，给元启做续弦。家底厚了，商人嘛，那怎么能行啊？那低贱的人家怎么配得上我的儿子呀？你以为你儿子还和之前一样吗？看来我得把心思放在庶子身上了，这完全跟他娘一样的目光短浅，扶不起来的阿斗啊！门口乔姨娘一听，我的嫡母墨又落空了。算了，只要元琪的心在我那里就好了。我有3个孩子，谁也撼动不了我的位置。沈夏这边，你在宫中当值，每天都会回来吗？不会，有时候晚上也要当值。那会不会很累啊？不会，白天可以休息的。夏夏，我看了2个日期，一个是年尾的，一个是明年年初的，你觉得哪个时间成亲好？明年年初吧，这都4月下旬了，主要是年底也冷。顾子战将沈夏揽入怀里。好，听夏夏的。阿扎，我有几个相公，感觉对你们很不公平。怎么会？这份感情本就是当年我自己错过的，现在在你身边有我一席之地，我已经很幸福了。阿扎，你倾心于我的时候，我也会用真心回应你的爱意。但是，倘若有朝一日，你不爱我，没等沈夏把话说完，顾子战便如疾风骤雨般封住他的嘴唇。良久之后，夏夏刚才想要说什么？没什么，珍惜当下就好。未来是什么样的，那是未来的事。顾子战牵着沈夏回到长公主府，路过中间院子，二哥，夏夏回来了。阿扎，那我就跟二哥一起回去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啊。好。轻轻挽起他的手臂。此刻夜色已深，宋明和沈夏就这样肩并着肩，缓缓朝院子里走。当他们踏进院子的时候，你们怎么都没有睡啊？几乎同时，宋允和苏瑶同时回答：当年这苏瑶也真是的，夏夏都陪着你睡了2个晚上了，居然还不满足，还要在这里等。看来得抓紧时间，然后把他嫁出去。
这是在等我翻牌子啊？爸，我明天陪你。有人性没义性的家伙，明天弥补你，我带你去屠府看帅哥。这还差不多，那就原谅你了。苏瑶转身就回去睡了。四哥，今天我就陪二哥了，明天陪你，好不好？行吧，那现在早点睡了。四哥也早点睡。宋宇失笑，回到自己房间里。二哥什么时候也有心眼了？刚才明明两个人都在院子里等着，结果二哥突然出去了，看来二哥也变聪明了。沈夏带宋明一起回到他的房间，两人也许久没有一起洗鸳鸯浴了。两人从浴头折腾到床上，二哥精神不少啊。夏夏，你喜欢吗？喜欢啊，怎么不喜欢？就喜欢二哥这样像小媳妇儿害羞的很。说完便翻身而上。二哥，我伺候你好不好？夏夏，你下来好不好？二哥，你不满意我的服务啊？没，夏夏，一直是我的命啊！二哥胡说，这个待遇只有你有。原来我在沈夏那是特别的。这一夜，不知两人是许久未开荤了，还是怎么胡闹的很久。一日一早，怎么了，老四？昨晚没睡好？宋允心中翻了个白眼。他的房间和沈夏房间挨着，但是他能怎么说呢？什么都说不了啊。没有，昨天做了噩梦，没睡好。哦，那今晚早点睡啊？怎么可能早点睡？今晚我不得折腾回来。好。两人默契地吃着早餐，然后一起出公主府。阿瑶呢？苏小姐去陪小少爷他们了。好，沈夏吃完早餐，就见黎依在院子里站着。黎依起来了。是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平时黎依没事儿是不会出现的。啊，这个给你。啊，什么东西啊？你打开看看吧。只见里面是一个镯子，这个是一个暗器，我专门为你做的。想着上次他差点被千羽给欺负了，所以他专门花时间做了这个暗器，完全看不出来。这个花心是可以按下去的，里面装了好几根针。但是这个暗器需要2只手，如果只有1只手还不行啊。谢谢黎依。这里面的针上有迷药，会让人短暂昏迷。谢谢你。这个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你上次给的还剩。再说，我不是你的人吗？为你做事不是应该的吗？你是不是不喜欢我送的东西？没有啊，很好，我一定每天带着。好。黎依，就是你找人的渠道还能再用吗？可以啊，苏瑶不是你想要找的人吗？还有人，必须要会做那道题，然后他们叫沈振国、华美云、沈清平这3个人。好，我让下面的人再留意这3人。好，那就麻烦你了。为你做事，什么都可以。沈夏看着黎依离开的背影，看着手上的镯子，我是不是也得礼尚往来啊？送一个什么东西答谢他？想完，沈夏就去找苏瑶了。哎呦，昨天吃的好啊！你羡慕啦？老娘上辈子可是吃够了，暂时还不饿，让你这种没想过的人再享受享受。沈夏和苏瑶去了屠府。郡主姐姐，你来看我啦。过来看看你。上门怎么能空手呢？肯定得送点东西。涂晨宇看着吉祥递过来的东西，让郡主姐姐破费了。没事，一点心意而已。还是谢谢郡主姐姐。沈夏为涂晨宇和苏瑶互相介绍了一下。郡主，我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练练？再过个8月吧。好，要你按时吃啊。你的婚事怎么打算的？他早就和我表姐搞上了，这种男人我才不要。我已经让我大哥去退婚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那你表姐呢？我大哥在找证据，要是我的腿跟他有关系，大哥就让母亲和楚家断了关系。你哥哥不在家吗？郡主说的是大哥还是二哥？你大哥。大哥白天要当值，晚上才回来。沈夏撇嘴，看脸苏瑶，那就没办法了，人家没在家呀。但是我二哥在家。刚说完，就听见涂晨安的声音：“安平郡主好，这是我朋友苏瑶。”苏小姐好，我是雨儿的二哥涂晨安。你好啊。等到晚饭时间，沈夏看了眼苏瑶，知道苏瑶的想法。这涂晨渊上班了，下班总要回来吃饭的吧？吃饭的时候，涂晨宇看沈夏忍俊不禁的样子。郡主，怎么了？没事。两人一起用了饭，结果正准备走，正好看到涂晨渊回来。苏瑶看着涂晨渊，两眼冒光。
原来这位苏小姐喜欢大哥呀。大哥，你终于回来了。今天郡主姐姐专门来陪我。安平郡主有心了。哦，苏小姐好。涂大公子好。这姑娘怎么说呢？这看我的眼神也太虎了。你把人陪好，我还有事就回书房了。他这是怕谁呢？我都跟你说了，你别太那个。你看，你又把人吓跑了。涂晨宇赶紧向旁边解释：“苏姐姐，别生气，我哥就是不好意思啊。”苏瑶一脸的郁闷：“哎，我这颗燥热的心啊，这算是胎死腹中了。算了，喜欢一个人，不得多追2天吗？我们一家人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大哥的婚事，平时也冷冰冰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喜欢他的，这还吓跑了。苏姐姐，后天我大哥不当值，我们约着一起去看戏，好不好？好吧，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啊，就回长公主府了。宝儿啊，今天你就一个人睡了？该你去加餐。四哥在看什么呢？翰林院晚年登记的册子，我看一下。哦，好吧。宋颖从怀里拿出一封信。大哥的信。夏夏，听老三说你找到了亲生母亲的事儿，大哥恭喜你。大哥给你寄了一箱首饰回来，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呢，大哥下次再给你掏别的。另外，这次和东离国的战争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和东离国的使臣一起来京。勿念，宋江。大哥也要回来了。宋颖一把将沈夏拉来坐在自己怀里。大哥给我们的信里也说了。然后看着桌子旁边的箱子，那是大哥给你寄回来的东西，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首饰。四哥，你洗漱了没？没有，一起。好啊。听说夏夏觉得我不解风情。哪个胡说八道的？四哥这么温柔体贴的一个人，怎么会不解风情呢？这宋云的眼线可真是不少。继续胡扯。抱起沈夏，起身就去到沐浴间。四哥，我可以解释的。待会儿再慢慢解释。然后就是一顿的惩罚。四哥，你也太过分了。是吗？夏夏不是很满意？满意，相当满意。既然满意，再来一次。不，一场翻云覆雨后，看着怀里柔弱无骨的人，夏夏，娘到了，我们就在宅子里一家人办一场亲事，好不好？好。谢谢夏夏。在沈夏额头上轻轻留下一吻。夜深人静，两人相拥而眠。这几天，沈夏就在家里和店里两边跑。终于，涂晨宇邀约的帖子来了。沈夏知道涂晨宇家只有他们三兄妹，而沈夏这边带了宋明、宋允、苏瑶和三小只。宝，简直是我的最爱。你不是最爱高大威猛的帅哥吗？那是在外面，家里我只爱你。切，渣女！大家收拾好，就准备开始出发了。今日天气格外宜人，大约过了1个半时辰吧。京城外居然有这么一个地方，太适合野炊了。这环境简直让人心旷神怡啊！郡主姐姐，你这个哪里来的呀？好实用啊，太适合出门在外啦。这个三哥在外地带回来的。一旁依依看着桌子上的吃的，娘亲，我馋了。娘亲，一凡也饿呢。拿出筷子，然后把很多东西分成2份。吉祥他们在隔壁吃，桌子凳子都是有的，你们过去吃吧，不用管这边。好呢，谢谢夫人。是啊，差不多中午了，我们先吃东西。这公主府的伙食也太好了吧！开吃。苏瑶看涂晨渊在愣神。涂大公子在想哪位家人啊？想得这么入神。没有啊，我哥哥心里可没有人。第一次见哥被这么吓着了。在我心里，大哥一向是成熟稳重，任何事情都面不改色的。开个玩笑，至于吗？谢谢。都是一家人。宋宇和宋明在旁边看着。最好快一点，然后成亲，嫁到涂家，完美。不然夏夏老是陪他，酸死人了。干娘，你喜欢涂伯伯啊？人嘛，都喜欢看美好的事物，喜欢也很正常啊。这是沈夏的朋友，如果拒绝了，他会不会觉得我不给他面子？我喜欢温柔的女子，这个太糊了，吃不消。涂晨渊看大家都看着他，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都看着我干嘛？看一下大哥有多俊。小安，别说胡话，苏小姐就是开玩笑。真的，我就喜欢你。她这个性格应该不会因为被拒绝而难过吧？感谢苏小姐的厚爱，
你人很好，但是我名声不是很好，我们不是很合适。苏小姐肯定能找到更合适的。没事儿，你的事我都知道，我不介意的。我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都没有关系。这是脸皮太厚，还是格局太大呢？苏瑶也有被拒绝的一天，魅力不比当年呢。本来我是最喜欢郡主姐姐的，结果这苏姐姐这格局简直是无法小视啊！冤种哥哥居然拒绝了，要笑就笑，憋坏了我可不管。我看好你，越挫越有。苏小姐，我们一般大，大哥不喜欢你，你考虑考虑我呗。你选大哥以后要承担许多，我就不用，我们只需要吃喝玩乐。切，我才不喜欢小屁孩呢。我怎么就小了？涂真渊瞥了一下自家弟弟，这家伙没睡醒吧？这个时候有他什么事儿啊？还来横插一脚。涂晨宇笑着，好啦，再聊下去我都要饿死了。唱歌，让你听听姐的歌喉怎么样？我唱一首《踏山河》。好。秋风落日如长河，江南烟雨行舟。乱世春空卷起多少的烽火，万里山河都踏过，天下又如谁手？分分合合不过几时在春秋。苏姐姐，你刚才唱的可真的是太好听了，怪不得沈夏会这么喜欢这个小姑娘。比起他那个哥哥涂承安来说，确实要有眼力劲儿的多。谢谢你啊，雨妹妹。这是什么地方的曲调呀？听起来好像讲述的是将军的豪情壮志以及英雄气概之类的故事。这是我家乡那边的曲子。只听涂晨渊对涂承安轻声呵斥道：“哪有像你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和沈夏一个地方的。”难怪啊，感觉你们俩就是与众不同。突然就见到春华一个人。着急忙慌跑过来，怎么了？夫人，在那边遇见一个胡搅蛮缠的女子，她家小孩想抢依依手上的东西，结果依依不给，她抢不到摔倒了，还让我们赔钱。你们先在这里坐着，我过去看一下。论吵架，沈夏肯定没我厉害。苏瑶也跟着，沈夏过去，就看到一个女子在那儿大声对孩子吼道：“我不管，你把我儿子推倒了，必须赔钱！”居然是宋飞。我就说，谁家的孩子这么没有教养，居然是你的！不会说话就闭嘴。四哥，你来了正好评评理，沈夏的孩子推了我家的孩子。嫂子，这宋状元也是你哥？沈夏轻瞥了眼宋飞，然后看着依依，这是怎么回事？娘亲，他看着我这个玩具就过来拿我的，结果我不给他，抢不赢自己就摔倒了。你没有错，东西是你的，你给不给别人玩，你自己做主。沈夏，你怎么教育你家孩子的？一点教养都没有。怎么说，我家小程也是他弟弟，作为姐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苏瑶直接上前：“哎，你谁啊？你家孩子抢东西还有理了是吧？你这倒是好教养啊！小时候就知道抢东西，长大了还不知道是不是个抢劫犯呢？你这是哪门子的弟弟啊？人家依依有自己的弟弟，需要认什么弟弟啊？哼，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我算什么不重要啊？但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上梁不正下梁歪。宋飞被苏瑶这种咄咄逼人的骂法，瞬间就给激怒了，抬手就想扇过来。沈夏左手拦着宋飞打过来的右手，然后抬起自己的右手，顺手就是一耳光。天哪，我的宝生上了这么一面啊！你这个贱人，居然敢打我！你再敢出口恶语，我打得你爹娘都不认识。哎呀，宝贝，手打疼了没有？这种事情你让我来就是了。他那脸皮那么厚，别伤到手了啊！沈夏，你别欺人太甚，我要告你！欢迎去告，你骂我，我就打你2巴掌。你去告吧，你会发现这2巴掌还便宜你了。宋飞旁边的芒云也是满脸愤怒。你们简直是太无王法了，怎么随便打人呢？哎，郡主说的对，但是错了还是要道个歉证明我们有改正的决心，不是吗？那是你帮你嫂子道歉吗？王云见沈夏有妥协，便轻轻拉了一下宋飞。凭什么？我被打了我还要道歉？那个，对不起，先前我不会说话冒犯了您，还请您原谅。道歉我收到了，
原谅就算。你什么意思？耍着我玩呢？你道歉是你的事儿，原不原谅是我的事儿，不是所有对不起就一定能换来没关系的。我再警告你一次，别在我面前蹦跶，我根本不屑多看你。下次再敢在我面前胡言乱语，你信不信我告诉王家，你得罪了我，你猜王家会不会把你丢出来？宋飞父母是做生意的，最会权衡利弊。别说他哥还未娶到徐家小姐，就是娶到了，恐怕也会考虑一二。郡主大人有大量，我嫂子知道错了。怎么说都是姓宋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自己问一下宋飞，还是一家人吗？来，爹爹抱抱。然后看着沈夏，走，我们过去了。为这种人浪费时间不值得。周围这么多人看着，谁先动手的？需要我提醒你吗？还是说你动手，我们就得站着让你打？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要不然你站着不动，让我打打。四哥，你就看着见，他这般在外仗势欺人，恐怕有辱你的名声。仗势欺人？仗谁的势？仗我的吗？我倒是想啊，你哥没告诉你沈夏的身份吗？他还能有什么身份？这种没眼力劲的苍蝇，还是说清楚。毕竟看着偶尔上赶着找骂，也怪烦的。沈夏是长公主失散多年的独女，安平郡主，当今陛下的亲表妹。上一个这么骂她的徐家大小姐，还被武承司关了半个月。她这个身份，需要仗谁的势？宋飞听完，怎么可能？原本以为她跟我一样出身乡下，身份低微。王云看着沈夏，安平郡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嫂子刚才多有冒犯，她是昨晚没睡好，糊涂了。道歉有用，要捕快干嘛？宋明抱过伊凡，吓到没有？没有。那就好。宝，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战斗力了？一直都有这个战斗力，这不是之前有你在吗？我都没有发挥的余地。行，看来以前是我影响你发挥了。倒也不是，在你身后挺好的。沈夏一群人回来，京城就这么小点地方，去哪里都能碰到讨厌的人。我听说妹妹来京郊散心了，就过来看看。想着妹妹肯定是误会姐姐了，所以就请柏林哥哥一起送了来。涂晨宇看着楚言和徐柏林，你们两个想出来散步就明说，能不能别老是拿我当借口啊？涂晨宇，你可别不识好人心了。雨儿家里只有一个女孩子，家里宠着一点很正常的，相信以后成亲的就不一样了。柏林哥哥，你别生雨儿妹妹的气。恐怕不行哦，成亲后我只会变本加厉。还有那天我说的退亲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我大哥已经写信给我父母了。亲事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涂晨渊上前打断，这个事你可以先跟你父母说一下，我把当初你们家下的聘礼东西全部清理好，择日给你们送回去。涂大少爷就这般纵容你妹妹任性妄为，况且现在她都残了，除了我能娶她，还有谁会娶她？涂晨渊脸沉得快滴出血来了，当着我的面都能这样说我妹妹，以后要是真的嫁过去，妹妹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想来我妹妹现在也配不上徐大公子。徐大公子喜欢这温温柔柔的，那就去娶这温温柔柔的去吧。当初谈好妍儿和涂晨宇一起嫁过来，不是你们家也同意的吗？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况且那条件可是你提的。是我提的，但是楚言是你们家的人，我还不是为了涂晨宇好啊。雨儿是我妹妹，就算以后一辈子嫁不出去，都是我涂家的事儿，那就不劳徐大公子操心了。涂晨渊都这样说了，那怎么行？涂晨宇必须嫁给徐柏林，不然我的计划怎么办？徐柏林答应我的事又怎么办？大表哥，柏林哥哥是真的喜欢雨儿妹妹的，可不能因为雨儿妹妹一时任性，毁了这么好的婚事啊！苏瑶上下打量着楚言，在沈夏耳边低声细语。沈夏听着苏瑶的话，视线惊讶地落在楚言的肚子上。不会吧？沈夏四处张望，结果就见不远处保和堂的周老大夫，他们一家人应该也是出来散心的。看见了周大夫，沈夏心里有数了，这简直是瞌睡来了就有人送枕头。如果你愣是要退亲，就随便你吧。毕竟就算涂晨宇没有受伤时，我都不怎么喜欢涂晨宇这种耍刀弄枪的，这受伤了我就更不愿意。告辞。楚言赶紧拉住徐柏林，结果徐柏林因为太生气了，把楚言给拉倒。你没事吧？我只是不希望你和雨儿妹妹有什么误会，所以想拉着你别那么冲动。楚小姐，听你的声音肯定是受伤了。楚小姐，我就是大夫，我帮你看看吧，万一伤到筋骨可就不好了。没事，不用劳烦郡主。对，我就是心胸狭隘了，你不狭隘，你去吧。妹妹，
你不要生一时之气毁了自己的一生。你为什么那么希望我嫁过去？因为我嫁过去，一个行动不便的主母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威胁，只是摆设而已。我若是退亲，徐家随便进一个主母，你都别想有好日子过。玉儿妹妹，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然后就晕了。徐柏林着急地接住人，看着倒在怀里的人，赶紧就把人抱回去。照这么看来，表面说是他为了雨儿好，实际都是他的预谋，真是好算计。雨儿，没事，哥哥一定会为你出气的。哥哥，没事，我未来还能站起来的，不怕。雨儿，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这还多亏了郡主姐姐呢。涂真安看着沈夏，以后郡主有什么事说一声，我们3兄弟妹一定肝脑涂地也为郡主做到。不用，你哥哥是给了钱的，我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他们涂家人会记在心里的。涂晨渊起身看着沈夏，这次又要感谢你了。举手之劳。涂晨渊又继续看着旁边的苏瑶，谢谢苏小姐。那你要不要以身相许来报答感谢之情啊？这……好了，别让外人破坏我们的心情，继续吃东西。郡主姐姐，你怎么知道楚言有孕的？我是大夫，再加上我生过孩子，所以我知道女子有孕会自然而然把手放在肚子的地方。原来如此，今日真的是感谢郡主姐姐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这么不知廉耻呢。你不难过就好了。不难过，为这种人不值得。几人就在这里又坐了1个时辰，一起回到城中。直到4月底，宋母带着一众人进京了，沈夏就带着孩子和几个下人一起到城门口等待宋母他们。哎，二哥四哥，你们怎么来了？回了宅子发现你不在，我们就和二哥一起过来了。好吧，只是娘他们怎么还没到啊？我派了人去看的，差不多要到了。话音刚落，哎，三哥，是娘他们吗？宋景看了一眼旁边的燕衣，你骑马去看一下。好。因为前面队伍是马车，等得比较慢，燕衣很快就回来了。夫人，少爷，是老夫人。宋明、宋允、宋锦一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看着远处。娘亲，是祖母来了吗？是啊，你想祖母了没有？想。一旁的一凡也说道。我也想啊。依依也接嘴。是爹爹，小天哥哥来了吗？都说了小天要叫叔叔，我才不要呢。简直就是沈夏的翻版。算了，小天都来了的。哇哦，真好，我好想小天哥哥呢。你这么喜欢小天，你当初怎么悄悄跑出来了，就舍得你小天哥哥了？那不一样。几人说话的时候，马车就到了面前。夏夏，你在京城还习惯不？习惯。娘，你这一路上辛苦了。想着能见到你们就不辛苦。哎呀，祖母的小孙孙啊，你们怎么自己跑了？哎呦，简直吓死祖母了。祖母，我知道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哇哦，小天哥哥。小天和宋玉上前。姐姐。宋玉直接往前面挤。姐姐，我可想你了。妈呀，好了，我们先回去再说。这就是传说中的小奶狗。看着后面还有范子夫一家3口。少夫人好，少爷们好。管家不用客气，都是一家人。正好你们来了，以后还有很多事要指望你呢。就这样，范家一家人是坐了一个马车，马车里只有他们3个人。莫婆婆看着外面，离开了这么多年，这京城呀还是熟悉的样子。范玉看着外面，我今年14岁了，离开京城时才6岁多，要不是庆幸被沈夏姐买回来，我们早就死了。能有今天，全是沈姐姐给的，沈姐姐的恩，我忘不了。平郡主府。沈夏还没从外面回过宅子，都是从里面过的，所以根本不知道宅子的门匾上写的是什么字儿。三哥，这谁做的？这是？我和二哥老四商量过，就写这个名字。沈夏觉得写宋府就挺好啊，可是宋允不这么觉得，因为他父亲也在京城，万一哪一天宋承修知道，死皮赖脸来扒着，还说不过去。但是以沈夏名义立府就完全不一样了，就算老宋家人想扒着，也得考虑3分。这个牌匾啊，挺好的，不要改了。好吧。他们边走边说。莫婆婆惊讶地看着自己相公，没想到居然是少夫人买到了这个院子，
就是我们当年的宅子。难怪有些熟悉，只是这上面怎么写的是平安郡主府呢？我是知道当年长公主的独女安平郡主走失的，难道沈夏是长公主走失的安平郡主？赵林两口子还有赵鑫也在旁边等着。赵鑫看着宋母，姑姑，你终于来了，我和表嫂可想你了。杏儿在京城还习惯吗？非常习惯。赵鑫来到京城就一直在庄子那边。啊，老爷，老夫人。范子夫和莫婆婆也看着于嬷嬷。于嬷嬷，你怎么在这儿啊？于嬷嬷眼眶微红。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老夫人和老爷。沈夏和宋母听到后面的谈论声，转头，怎么了？夫人，老奴看见了之前的主人，一下太激动了，惊扰了夫人。于嬷嬷的意思是，这就是他当年的主人？那这宅子以前主人可不就是范子夫他们？这个世界简直是太小了。你带范管家他们去他们的院子，看着旁边的吉祥，然后看着于嬷嬷。于嬷嬷，你也跟着去吧。想来你们是熟人，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说。谢谢夫人。去吧。刚才走到后花园，就碰到长公主往这边走。长公主看到范子夫，疑惑了。范大人，罪臣参见长公主殿下。旁边莫婆婆和范玉也跟着下跪行礼。起来吧，范大人怎么会在这里？长公主并没有因为范子夫被贬值而看不起他。当年范子夫就因为觉得长公主上位比当今陛下更好，才被贬值的。当年罪臣流放到武阳县，结果阴差阳错下被君主买到，在宋家做管家。挺好的，回来就好。说完，顾惜便往前院走。沈夏看着长公主，娘，您怎么过来了？听说亲家来了，所以过来看看。娘，这都喊娘，还不好分辨呢。这是二哥他们的母亲，这是二哥他们的表弟、表弟媳和表妹。先吃晚饭吧，亲家可能饿了。好啊，阿瑶呢？夫人，苏小姐出去了，还没有回来。行，不算三小只，正好10个人坐一张桌子。沈夏让春华秋实把孩子带下去用饭了。晚上用完饭，长公主就离开了。晚上，姐姐，今晚你陪我好不好？在宋玉腰间捏了一下。你又欺负夏夏？四哥，你是听不见我的尖叫吗？听不见。回到院子里，宋玉紧紧地跟着沈夏。宋锦、宋明、宋允当然知道宋玉是什么意思。沈夏见大家都没有意见，宋玉从背后将沈夏揽入怀里，在他耳边轻喃：姐姐，你这说话归说话，能不能别在我耳边吹气啊？姐姐，你不喜欢吗？你小弟弟实在是太会撩了。在想什么坏事呢？想姐姐怎么能是坏事呢？宋玉刚才还是温柔的小奶狗，瞬间就化身为恶狼，好像要把沈夏生吞活剥了一样。姐姐，我好难受，好想你。有多想？宋玉把沈夏往怀里按了按。姐姐感受不到吗？沈夏看宋玉那幽怨的眼神，轻轻吻上他的薄唇。宋玉嘴角轻扬，热烈的回应着，手也在沈夏身上到处游走。姐姐，最近又长了。沈夏感觉到身体感觉要化成一滩水了。这个时候，砰砰砰砰砰砰的响起敲门声。谁啊？我。四哥，什么事儿啊？四哥，你有事不能明天再说吗？好了，乖啊，不气啊？不气？怎能不气啊？四哥肯定是故意的，怎么这么小心眼？这个时候过来打扰我，四哥太不是人了。打开房门，四哥，有什么事儿吗？你要找的人已经有消息了，到我房间来看吧。真的吗？太好了。真的。沈夏抬脚就想跟出去。姐姐，那副委屈的模样哦。沈夏转头望向宋宇，乖啊，等我回来再陪你啊。哦，好吧。沈夏跟着宋允刚进房间，就被宋允拉进怀里，铺天盖地的吻就落了下来。你骗我？怎么可能？抽屉里面拿出一张纸，把那张纸微笑地递给沈夏。他微微低下头，目光落在纸上。这答案既然是对的，
那姓名呢？能对上吗？这个倒是不好说。这封信是从遥远的东离边境那边传过来的。关于核对名字这件事，虽然已经提了几天，但由于路途遥远，消息传递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目前应该还会传到那边去。不过别担心，这信上留有寄件人的地址，所以我在刚收到信的时候，马上就派人前去核对名字了。那就好。夏夏，你就放心吧。如果名字真能对得上，那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了。啊，晚点回去啊。你呀，真是小心眼。宋玉因为年龄小，不收拾他一次，万一以后都这么肆无忌惮的，沈夏便在宋颖这边洗了澡。宋颖也没有碰他，也不是真的想劫宋玉的壶，只是想让他知道谁大谁小而已。两人一起在桌边坐着。夏夏，娘他们也来了，我看了几个好的日期，你选一个。拿出一个红色的纸张，然后推到沈夏面前。哼，你什么时候去算的？在确定娘他们要来的时候。沈夏看完之后，那4个觉得哪个时间好一点？下个月初8怎么样？就10来天的样子。东西都准备好了吗？这些东西我早就准备了，夏夏不用操心，就安心当一个漂亮的新娘就是了。好，那就辛苦4哥了。不过嘛，那个象征我们成亲的戒指，夏夏可别忘了，也要给我精心准备一枚。好啊。夏夏，今晚是不想回去了。4哥，那我还是先回去了。阿玉，你怎么哭了？我以为姐姐不过来了，他就一直在门口等。阿玉，你是不相信我吗？既然我说了会过来，就一定会过来的。可是我听见你在隔壁洗澡了。不是，你这家伙偷听墙角。如果我真的没过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呢？谁叫我年龄最小，只能等着姐姐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宠幸我了。宋玉直接弯腰把沈夏抱起来。姐姐，你喜欢点灯还是不点灯啊？不点灯了吧？姐姐是害羞吗？我一个老司机，还被你个小菜鸟给将军。姐姐是怕你不好意思。是吗？最后沈夏都忘了多少次了。阿玉，你年龄小，不可重欲啊。姐姐，我忍不住，谁让姐姐让人看着就欲罢不能呢？哥哥都像你这样，那我不得死在床上？你猜了，今天就纵容你一次。姐姐不喜欢吗？不是，是姐姐身体吃不消，累，非常累了。看姐姐精神还不错，看来我没把姐姐服侍好。次日清晨，阿玉也没起来。舍不得起来，姐姐这样睡在我怀里，我可喜欢了。好了，不早了，我们赶紧起来吧。姐姐，我还想再要一次。早上的男人不能碰啊，尤其是这种年轻小伙。姐姐，你感受到了吗？感觉不到。姐姐要不要深入感受一下？阿玉啊，时间不早了，我们先起来，反正以后都要在一起的，有的是时间，好不好？可是下次轮到我又是好几天了，姐姐再来一次嘛。不行。姐姐，就一会儿嘛。还没等他回答呢。那个小混蛋。许久之后，终于结束了。小骗子，说好的一次呢？一会儿呢？骗子。姐姐，时间短了，你不会幸福的。这些你都是哪儿学的？看小人书啊。下次不许了，这种书看多了对身体不好。姐姐，我看那个书还不是想着你好好的体验感，我以后不看了。那姐姐你来教我。哎呀，我都得拜你为师，我还教你啊。姐姐，你在想什么？在想我昨天哪些地方做的不好吗？姐姐，是对我昨天不满吗？不是，阿玉已经非常好了，不用学了。那姐姐是满意了吗？很满意。你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好吧，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姐姐，你不要生我的气嘛，好不好？这次就原谅你一次。我就知道姐姐最好了。对了，阿玉，你和小天、范玉他们还一起读书吧？姐姐，这一路舟车劳顿的，能不能先休息几天呢？好，沈夏和宋玉就往前院走。夏夏起来了。哎呀，我的亲娘啊！娘，我和小五早就起来了，只是房间里整东西。沈夏看莫婆婆也在。莫婆婆，小玉呢？小玉在院子里看书呢。哦，是这样的，这不是来京城了吗？我就想小天、小五和小玉读书的事儿，如果没有要求，我想让他们在一个书院，也好有个伴。婆婆不用担心费用，他们3个读书费都从公账上面走就行了，你不用担心。小玉如果未来能当官最好，
如果不能，就去帮三哥做事，就当培养一个人才。那真的是感谢少夫人了，我回去啊跟子夫说说。好，莫婆婆离开了。小天，读书你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姐姐做主就好，我听姐姐的。好的。中午刚吃完饭不久，就见长公主身边的桂嬷嬷过来了。郡主，桂嬷嬷，你怎么过来了？是娘有什么事儿吗？殿下让宋家人晚上过去用膳。好好好，宋母作为我的婆婆，娘请客也是正常的。桂嬷嬷看旁边的赵林笑道：赵公子、赵夫人、赵小姐也一起吧。好，谢谢殿下邀请。谢谢长公主的邀请。郡主，那老奴就回去了。桂嬷嬷走后，哥，你怎么了？长公主请吃饭，我们送什么才好啊？原来你就担心这个啊？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不管你送什么，长公主都不缺，只要有心就可以了。是啊，仙儿说的对，真的不用担心这些，娘她肯定什么都不缺的。沈夏休息了一会儿，就带宋母一家往长公主府走。长公主看他们从前面进来，长公主起身看着宋母：来，这边坐。宋母看了一眼，她觉得自己身份是没有资格和长公主一起做主位的。我们都是当父母一样的。娘，你就坐吧。长公主看着小天，这长相怎么这么熟悉？是哪里见过吗？这小孩怎么和陛下有那么几分相似？这位是……啊，这是娘人的干儿子，我们一个村的，他家人出了事儿，所以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长公主好。坐下说话。多少岁了？今年13岁了。看你这般年纪，应当还在读书吧？回长公主，正是如此。此次来京城，可有想好要进哪一所学院读书吗？姐姐说让我去博览书院。这个安排还比较合理，还不错。宋月也在读书。宋玉打算起身回答：哎，坐着说就是。是的，长公主。你想参加科举？不是，只是想让自己有点知识就好。这么没上进心，这是说错话了吗？赶紧用求救的眼神看着沈夏。我的性格根本不适合官场，而且我也不喜欢在朝中当职。我可没有四哥那心眼，什么事情都提前计划好的。也挺好的。你们几兄弟都有3个在朝了，人多了也不好。你小，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长公主府的桌子比较大，所以大家只能夹自己面前的菜。晚上喝茶，大家又聊了一会儿。女儿能安排在家里的人，肯定是她觉得不错的人。既然是女儿都觉得可以的人，我肯定也不会苛待别人。渊儿，你留下来一下，我有事跟你说。好。宋景看着沈夏：那你在这边陪陪母亲，我带娘他们先回去。好。等所有人离开之后，长公主微微侧头，目光轻轻扫过站在一侧的桂嬷嬷。桂嬷嬷就心神领会，快步走出正厅，笔直立在门口守卫着。渊儿啊，关于那个小天，你可曾听闻他是否有父母呢？娘，我从未听人说过小天的父母之事，只知道当年是他爷爷奶奶带着他在繁华镇安家下来的。那你可有觉得这个小天的长相有些眼熟吗？毕竟渊儿也曾有幸见过当今圣上2面了。如果连他都觉得小天的眼神似曾相识，那么小天的长相恐怕极易引起他人的注意啊。只见他缓缓伸出手入怀，掏出2块玉佩，他轻柔将玉佩推到长公主面前。所以上次你问我宫里有没有走丢的孩子是吗？有玉佩在，很好调查。当年皇后有一个孩子1岁多就早夭了，那是陛下的第1个孩子。当时陛下还非常疼惜，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把这个玉佩给那个孩子陪葬了。娘，那怎么办呢？夏夏觉得呢？我也不知道。陛下有几个孩子呢？陛下现在有4个孩子，最大的就是宜妃的熹月公主，今年14岁了。然后皇后早夭了1个孩子，后面又生了1个儿子，今年10岁。荣贵妃没有孩子，但是过继了别人的1个儿子，7岁。安平有1个女儿。如果小天真的是陛下的孩子，那还是嫡长子呢，就算回宫了，应该也不会被欺负吧？那皇后是哪家人呢？皇后叫傅玉柔，是太傅家的女儿。
那皇后地位还是稳的？还可以的，毕竟太傅是陛下的老师，她和傅玉柔也算是一起长大的。看时候差不多，沈夏送长公主回了后院。娘，你今晚要陪我们睡吗？不是哦，娘亲送你们外祖母回来。可是娘亲，你都许久没有挨着我们睡了。一凡也走过来。娘亲，你不爱我们了吗？就只陪爹爹，不陪我们了。长公主在旁边看着三小只，这熟悉的场景让她想起渊儿当年小时候也喜欢这么磨着自己陪她睡。你回去跟他们说一下，我今天晚上陪孩子们睡。好。长公主回到自己的院子，一回到院子，她就拿出一个信物交给了桂嬷嬷。难道那个组织又要再次启用？大家回到自己房间，赶紧把自己礼物打开看了一下。大小居然刚好，好漂亮啊！嫂子，快打开看一下，你的是什么东西啊？打开一看，林哥，这公主送了一只，那我们下午买的那只退了好不好？哎呀，媳妇儿，你再会过日子也不能这样啊！这个比较精致，你来表嫂这身戴。下午买的那只只要简单点，你就平时戴呀。女人肯定是要买点首饰的，况且你也没多少。上天待我不薄，能让我嫁到一个如此爱我的相公。林哥，谢谢你。一家人说什么谢呀？没眼看了，这里容不下我，我还是赶紧回去吧。杏儿，你年龄也不小了，遇到合适的也可以成亲了。表嫂说的，亲事是一辈子的事，不能将就。我不急，等遇到有缘人再说。哼，等你熬成老姑娘了，二伯娘还不狠狠地念叨你啊？等他念，天高皇帝远的，我听不见。清晨，渊儿也起来了，本还担心你这小懒虫啊，今日会睡过头起不来呢。许久没和娘亲一起吃早餐了，想着能来和娘亲一起吃早餐。渊儿能时常记挂着为娘，抽空多陪陪我这老太婆，为娘也就心满意足了。娘亲怎么会是老太婆呢？你一点都不老。你这丫头啊，就知道哄为娘开心。娘亲，你脸上还没有多少皱纹呢，哪有半分老去的痕迹啊？娘亲，我还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美容院。美容院就是能让女子保持年轻漂亮的，到时候我带您去体验一下。如果太过于挣钱了，上面的人会不会嫉妒啊？我可以不在乎权势，但是谁要是动了我女儿，那是不行的。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娘亲都支持你。都说娘的孩子是个宝啊，娘你真好。说到这里，沈夏又想他爸妈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哪，过得怎么样。这就好了呀，以后长公主府都是你的。那娘亲可得长命百岁，不然长公主府家大业大，我可管不过来。好，我还要看着几个小孙孙成家立业呢。娘，我去隔壁了，有点事儿。去吧。苏小姐，吃早餐了，就这么一点啊？苏小姐，你只是寄住在这里，有的吃就不错了。本想着我姿色还不错，能被安排在一个大一点的主子身边，不说在安平郡主身边，就算在几位爷身边也好啊。谁知道府里还有一个借住的小姐，毫无身份。苏瑶听到这话，你在我身边伺候不是很满意？要是不满意就离开啊！我离开？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怎么说也是郡王府的下人，你只是一个外人，要离开也是你离开。你还知道你是个下人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主子呢。沈夏毫不犹豫迈步走进房间里。郡主，您怎么来了呀？受委屈了。苏小姐嫌弃咱们府上准备的早餐不好呢。沈夏注意到桌上摆着的食物，几个馒头，还有一碗稀粥，确实是有点差呀。难道厨房里已经没有其他食材了吗？回郡主，苏小姐今天起床起得太晚了，所以厨房那边剩下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你去厨房看一下。是。沈夏看着如意，你去跟娘亲说一下，我需要一个管家。是，夫人。哎呀，委屈你了。不委屈，我能让自己吃亏吗？别吃了，我等会儿让人重新拿点过来。苏瑶坐下就开始喝那稀粥。没事儿，这纯天然的口感还是不错的，就是没有你做的好吃。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虽然还是不明白这个借住的小姐是谁，但是能让郡主亲自下厨做东西给她吃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完了，福利这么好，还可以点菜啊？这个就要看对方是谁了。是你的话，那肯定没问题啊。那我就点水煮牛肉片、江仔兔、姜丝美蛙、跳水鱼片。好啊，不过不确定今天能吃到，今天材料不够，明天做。好。正好
吉祥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些精美点心。但凡家里亲近的人都知道，苏小姐虽然没有什么身份，但是夫人是相当尊重的，都可以陪苏小姐不陪几位爷，那关系好到四爷都吃酸的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小丫鬟赶紧跪下。郡主，这跟奴婢没有关系，我去厨房拿早餐，是厨房的人就只给我这些的。那边怎么说？夫人，早上和小华接触过的厨娘是方妈妈，跟着奴婢一起来了。喊进来。完了，说不过去了。自己做错了事儿，还想往厨房推。方妈妈进来之后，桌子上馒头和一碗稀粥，这是阿瑶的早餐。夫人，府里的主子于嬷嬷都交代过，早上小华来的时候，我给她的根本就不是这些。阿瑶这个早餐，要么是这个小丫鬟换了，要么是厨房整错了。这是谁的早餐？白粥和馒头是下人的早餐。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郡主息怒，奴婢知道错了。你让府里所有下人去前院集合，我有事要说。是，夫人。都带去前院。好。沈夏看了眼苏瑶，一脸好奇，这2天你到哪儿去了？去钓小哥哥去了？哎，这话说的好像我心里只有男人一样，男人只是消遣物，当然还是事业更重要，还不是为了帮你盯着店里。阿瑶，真的是辛苦你了。哎，对了，你让你那个表弟买东西买齐没有？就是你上次写的那些都买了。前院，林管家，怎么您还亲自过来了？殿下说郡主你需要一位管家，老奴便把人给郡主带了过来。小人明夜拜见郡主。郡主，这位便是明夜，他在老奴手底下已经效力10余年之久了，郡主尽可放心任用。好，林管家回去帮我跟娘亲说一声谢谢。郡主这就见外了，公主说了，以后公主府都是你的，说谢谢不是太见外了吗？哈哈哈。那2个男子呢？明夜向前走了2步。郡主，这2人是奴才带过来的，方便管理的。好，你的人你自己安排好就行了。娘，你怎么也过来了？听吉祥说你让所有下人都到正院集合，我就想着过来看看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没有大事，这不是搬新宅子吗？家里又增了很多下人，跟大家说说府里的规矩也好。沈夏看着苏瑶，这是我的好朋友苏瑶，是依依他们的干娘，以后都和我们住在一起，在娘隔壁的那个院子。苏瑶看着宋母和小五他们。伯母好，你们好。苏小姐，以后安心在府里住下就是。府里人都在这儿了，这里没有新人也有老人。那么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郡主府的主人有哪些。首先是老夫人，其次是我，再者是大爷宋江，他不在京城，然后是2爷宋明，大家都认识，3爷宋锦在郊外加工坊，4哥宋宇，5爷宋玉，然后是6爷小天是娘的干儿子，最后就是大家好奇的苏瑶，这是我的生死之交，小小姐小少爷他们的干娘。刚才我说的这些都是府里的主子，吃穿用度全部都是一样的标准。大家进了郡主府就守好自己的本分，不该做的事情别做。郡主府的福利绝对是你们见过中最好的，但是我这个人呢，眼中容不得半点沙子。明夜看着大家，我叫明夜，在长公主府做管事的，以后我就是郡主府的管家。府里的所有待遇都是好的，但是好的待遇对应的就是专心严谨做事，那种欺上瞒下的就别怪郡主府不容你。明管家直接把卖身契拿过来给拿下去，罚卖了。哎呀，你现在院子里人太少了，再选几个吧。好吧。你自己选还是让明管家给你挑一下？我自己选吧。苏小姐，您能不能选我呀？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叫红瑶。你很紧张？是。既然紧张，为什么要站出来？因为我需要这份差事。你觉得你能做好这份差事吗？能。行，就你了。好的，郡主放心，我一定会妥善处理的。随后，只见明夜带着那些人有序地离开了。下午，沈妹妹，听说宋老夫人来京城了。这2天辛苦你们了。哪里的话，这个还是辛苦苏妹妹，感觉我都不用操心了，让大家只管听苏妹妹的安排就是。术业有专攻，在美容这行我还是比较懂的。2位姐姐，之前也跟你们浅浅的说了一下阿瑶会干什么，把人变漂亮是她最拿手的，以后她就在这里上班了。只是上班会不会不太好？没事，上班也是有工钱的。再说了，舒然姐你也知道，我那套营销模式，上班的工钱也不少。没事儿，你们别觉得有什么，我只要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就好。
上辈子太累了，这辈子啊，我就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打发时间。师傅，几个姐姐，我给你们做了点吃的来。沈夏看着秦少元，脸上还有一点青紫。你的脸怎么了？这是出去调戏谁？被人打了？没事，就自己摔了一跤。是吗？真的。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师傅，我是这里的员工，怎么能不在这里呢？这里以后都是女子聚集的地方，你在这儿不太好吧？没事，我又不去前厅。我教了你那么多菜系，你不去开一家店挣大钱吗？秦少元轻瞄了一眼苏瑶，挣钱不重要，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哦，这是喜欢上阿瑶了。好了，你出去吧，我们还有事商量。好，你们聊。哎，我这几天没来，是错过什么天大的八卦了吗？夏夏，你是不是还不知道秦少元的身份？一看就是你家少爷，但是我刚来京城不久，也不是很熟。哪家的？他是秦大将军家的三儿子。秦汉？他有一个大哥秦少川，他还有一个二姐秦荣，是陛下的荣贵妃。这身世在京城就是横着走的存在。那他脸上的伤你打的？我要知道他有这么强的后台，我就不打了。不是，你是怎么把他给打征服了？这是一个误会。后来听苏瑶说了一下经过，苏瑶看沈夏那不可描绘的眼神，你这是几个意思？我在想，你对人家做了什么呀？我对这种小屁孩能有什么想法？我还没禽兽到这个地步呢。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心虚呢？这秦少元好像对苏瑶是动心了，但这秦母可不是好相处的。秦夫人和我母妃不相上下，早知道秦少元那么另类，当时就不动手。他们秦家就秦少元是一个另类，不管是秦少川还是荣贵妃，可都不是省油的灯。而且荣贵妃在后宫的位置不可小觑。其实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店名叫什么？这个名字啊，还是你们两个人取吧。苏瑶和沈夏对视了一眼。美人制造。阿瑶，在美容方面啊，你是专业的，听你的就好。夏夏，我什么都不会，我退点股份出来好不好？我没别的意思啊，减股不用减出资，就是觉得我一点用都没有，股份太多了。苏妹妹忙前忙后，我心里过不去。其实我有40%的股份，打算转20%给阿瑶的，你们不用担心这个事儿，阿瑶以后也会有股份的。沈妹妹，我和自言姐姐的意思，你看这个股份重新调一下如何？夏夏，你看这样如何？我和舒然占40%，你和苏妹妹占60%。我没有任何意见，看你们，我1成不占都行。好吧，那我把之前你们多入的股份退给你们。不用退。就是啊，这么好的店子啊，我们才出1万两就能占2成，恐怕别人就是出5万两，妹妹你都不可能让别人占1成的。夏舒然说这句话倒是真的。师傅，你要回去吗？我送你吧。嘿，我来店里多少次了，也都没见你这么好心想送我。你是没被打够是不是啊？阿瑶，你别这样凶嘛。秦少元，我朋友是你师傅，所以呢，你得喊我师姨。那我喊你师姨，你就能让我送你回去吗？沈夏直接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实在是没脸看。哎，阿瑶，你还没回我呢。哎呀，公子，这不是无人区啊，脸还是重要啊。要是被夫人知道了，那还得了？秦少元见沈夏马车离开，放手！你不帮我把人拦着，还拉着我。公子，我是为了你好。你倒是说说，你是怎么为了我好啊？我担心你被打，罚你月银1两。我已经被夫人罚死1两了，公子再罚1两，我1个月才3两，就只有1两了。阿瑶，你带秀娘进去，我过去看看。好吧。顾子言，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嫁妆明明都自己拿走了，还逼着裴府赔嫁妆，你太不要脸了！你这个贱人，要不是你，我的孩子也不会掉。我的嫁妆拿走了，那请问这个簪子你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你当年自己给我的。是吗？我怎么不记得这个事？你们一家都是蛀虫，吸着我的血，还想作践我？怎么，我离开了，吸不到我的血，生活混不走了？我不管，我孩子掉了，那都是因为你，你这个狠毒的女人。我狠毒？我若狠毒，你还能儿女双全？你是好日子过够了吧？你孩子掉了也是活该。你以为别人都跟我一样好说话？我不
管！如果不是你离开府里，袁琪也不会新娶一个女人进来，我的孩子也不会掉。你得陪我，陪，必须陪。如意，你去找一个男子过来，他孩子掉了，再陪他一个孩子。这人也太不要脸了！光天化日之下，怎么说出如此污言秽语？姨娘，这是安平郡主。安平郡主怎么说话如此的粗俗不堪呢？你只配粗俗，我的好教养你不配看见。他深吸口气，转头就走。怎么回事？也没什么大事，听说裴元琪又重新娶了一个继室，还是商贾之家。周娇燕觉得商贾之家低贱，以为可以像我这样好拿捏，结果人家从小精通算计，她自己没占到好处，还把孩子给作掉了。现在府里都指望着继室的嫁妆呢，当然就让周娇燕小事化了了。这不跑到我这里找存在感，觉得如果不是我和离，她的孩子也不会掉。他脑子有病吧？就见顾子战和郑锦书回来了。郑锦书经常来吗？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只要你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啊。夏夏这是什么意思？锦书和子战是好朋友，他们从小就经常在一起，之前也经常来王府的。哎呦，之前就经常来府里，居然还让紫妍姐姐嫁给了裴元琪，活该单身这么多年。妍儿，你是过来陪我一起游瓦山的吗？啊，今晚不行，家里还有些事儿，改天陪你好不好？好吧。沈夏说完便往自己那边宅子走。宋允在翰林院当值，是在宫里，而宋明所在的农业司是在户部，户部也在宫里，所以每天两人下职都在一起。结果两人刚出宫门，老二也当官了，这难道老二如今的官位比曹大人还要高不成？你有什么事情吗？事情是这样的，这些年呢，你娘一个人孤苦无人，棉花说了，这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他同意你们娘进门，这我们以后呢也可以团团圆圆的过日子了。他同意？需要他同意什么？怎么，我娘进门他再做妾吗？你娘在农村长大，没有多少文化，这肯定管理不好家里。你们继母说了，让你们娘做平妻。我娘本来就是正妻，现在要为了我的仕途去当妾，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是平妻不是妾。平妻还不是妾？有正妻的文书吗？平妻不是好听一点吗？我们现在就很好，不需要。一家人团团圆圆不好吗？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没有我怎么能叫团圆？你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晚了一点？现在也不晚呢，这到时候我们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这个渣爹怎么突然醒悟了？是安家对他不好？回去告诉安敏华，让他的手离宋家远点，要是再敢伸过来，别怪我给他宰了。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回到郡主府，夏夏怎么从厨房出来了？做了几道新菜让你们尝尝。二哥，你怎么了？是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个呆子，这样不是让夏夏又担心了吗？没事，只是今天发现之前研究一个品种死了。没事，再培养就是了。二哥，别因为这点小事不开心啊。好。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没什么事。四哥，那边有消息吗？这个时候恐怕消息还只是到了那边，他们回来恐怕还需要10天半个月。但是我跟他们说了，如果确定姓名能对上，可以先传信回来。好，那四哥你早点休息。好。姐姐也早点睡，明天还要早起呢。你自己早点睡吧。说完就拉着二哥回房间了。二哥，这大哥有结实的腹肌很正常，毕竟大哥在军营嘛。我一直很好奇啊，你和三哥怎么也有啊？之前不是跟黎一一起练舞吗？然后呢？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时就练。夏夏，你再作乱就不用先洗澡了。最后也不知道是谁欺负了谁，总之两人都还没有上，就吃了酒足饭饱。现在不猖狂了？二哥，你变了。夏夏，你不知道我怎么能经历，更不喜欢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一人说一句，怎么又充满颜色了？清晨，沈夏带着宋玉、小天和范玉往博览书院而去。见过安平郡主，我们白院长有请。姐姐，你说我要是进不了这个书院怎么办呢？过不了，你就回繁花村种地。完了，必须过呀！沈夏跟着书童一路往书院里面走，突然听到前方传来一阵惊慌失措的呼喊声：“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哎呦我操，居然打死人了！同学别慌，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裴莫言他杀人了。莫言，他猛地转头看向身边的风奇和风雨，你们两个赶紧跟我过去看看。拉着莫言的手。莫言，沈姨，我没有杀人。放心，有沈姨在，别怕。只见众人交头接耳，这裴莫言的胆子可是真够大的呀，竟然敢杀人。
谁说不是呢？也难怪会被裴府赶出来。就凭他这凶狠的性子，留在府上也是个祸害。在这里安心等着，一切都交给我来处理。宋玉、小天以及范玉3个人静静站在旁边。沈夏赶紧低头看着地上躺着的男子，先是用手试了一下脉搏，非常的微弱。你们2个把这个人给我抬起来。你是谁啊？你不能动他，等院长过来处理。这个学生都要死了，你还拦着？你是不是就是故意想让他死啊？没有，他是我学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一看你就是和裴莫言一起的，我怎么能相信你啊？我不需要你的相信，反而是你各种阻拦，恐怕是另有所图吧。把人抬进去。风奇、风雨赶紧把人抬进去。我是安平郡主，我会医术，情况紧急，来不及在外面请大夫了，我先把血给他止住。然后对旁边的风奇、风雨说道，在门口去守着，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进来。小五，你进来。夫子问了一圈，便打算去问莫言是什么情况。现在莫言少爷不做任何回答，等我们郡主出来再说。这乡下回来的郡主这么嚣张，这安平郡主的医术到底行不行啊？如果真的在我的管理下闹出人命，就是我管教无方了。对于学院的名声，我愿意一人扛下。正当他万分焦急的时候，那禁闭的房门打开了。白院长心急如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您是白院长吧？正是老夫。里面那个人现在究竟如何了？伤者的伤口位于额头处，由于失血过多，不用说了，这下肯定必死无疑了。一旁有人叹息说道：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这人没救了，必死无疑啊！谁说没得救了？人还没死呢。这小贱人，不愧是从乡下认回来的，就是没教养。就算你是安平郡主，也不能随便诅咒我儿子死吧？不是你自己说的杀人犯吗？既然是杀人犯，那肯定是有人死了，才会有杀人犯啊。刘夫人撩了一眼沈夏。安平郡主既然那么护短，那我就只能报案了，让大理寺的来调查了。刘夫人说错了，我可不会护短，有理走遍天下。你愿意请大理寺更好，法律不会偏向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刘夫人，你稍安勿躁。刘泽峰的伤势本来很重的，还好郡主及时把人救了回来，不然恐怕都有性命。我儿子呢？我马上要见到我儿子。没有郡主的命令，谁都不能进郡。怎么，安平郡主想谋害我儿子？你儿子有什么值得我谋害的？不让你进去，无非是我特别的医术，不能让外人看见。如果你执意要进去，等我先把东西撤了，你想看看就是了嘛。不过如果你儿子因为你要看这一眼保不住性命，可不要怪我啊。如果我儿子保不住命，那打伤的人也别想活着。可以啊，说是打伤他的人和我们无关，你儿子也没保住命，你说是谁的损失啊？你能保护儿子的命？拿我的命担保，他死不了。刘夫人，你放心吧。那白院长，说说这学生伤人之事怎么处理？刘夫人怎么肯定是莫言伤的人呢？刘夫人一脸肯定看着四周的人。刚才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你们谁亲眼看见是莫言伤人了？我没有亲眼看见，但是堂下说是裴莫言推的。对，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刘泽峰已经躺在地上了，说是裴莫言推的。你们3个人亲眼看见裴莫言推的人吗？3人一起点头称是。郡主还有什么话说？当然是把事情理清楚啊。莫言，你说一下怎么回事？我本来在教室里做文章，突然想上厕，正打算回去时，堂下拦住我，不让我离开，说有事跟我说，便把我带到这里来。然后他们几个就说话羞辱我，但是我没有当一回事，就想着离开。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就听着后面一个撞击的声音，回头就看着刘泽峰倒地上了。刘夫人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3人都说是他做的，他一个人说不是，怎么证明他不是说谎呢？要证明这个事情谁说谎很简单，这个事交给我来处理。哟，你来审？你一个小妇人还有这能力？刘夫人自己也是女人，还要看不起女人吗？一个陌生的夫子也上前说道：的确呀，此事事关重大，怎么能交给你一个女子来审呢？夫子的意思也是女人不配审案吗？妇人就该在后院相夫教子，这种审案的事情还是得交给我们书院来处理。你瞧不起女子，为什么要从女子肚子里出来呢？你母亲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悲哀啊。郡主说话怎么如此咄咄逼人呢？不是你先看不起女子的吗？
不敬人者，不敬人者，不配被人敬之。这句话让我教你吗？主要不是想着你和嫌疑人有关系要避嫌吗？我们作为学院更加公正。心里无鬼，怕什么？白院长，你觉得呢？好，那老夫就信你。我再问一遍，刘同学是莫言推的吗？沈夏再次看向3个学生。对，就是裴莫言推的。好，此时此刻，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里。我不开口问，任何人都不许开口说话。如果不听的，就直接逐出书院。院长，可以吧？依郡主之言。沈夏看着旁边的风旗，你把他们其中2个人带出去，留下1个人，我一个一个问。是，郡主。沈夏看堂下一脸有恃无恐的样子。刘泽峰是莫言推的？是的。你亲眼所见？啊。他用哪只手推的？右手推的。那推刘泽峰的是哪个位置？从后面推的。好，小天，你去门口带另外1个人进来。好。你亲眼看见莫言推了刘同学？哦，是的。哪只手推的？右手。怎么会呢？唐同学说的是左手。对，是左手，因为我和他们是面对面的，所以误以为是右手。这下肯定了，是左手吗？当然，肯定是左手。把人带离开，去让风奇进来。一会儿，风奇就带着洛文进来了。洛同学，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亲眼看见莫言推的刘同学？是的。是哪只手推的？左手。可是侯同学说是右手。那是我记错了，的确是右手。是吗？是的。你说谎！他们明明说是你推的，你还不承认，想往莫言身上泼脏水。大家都看着沈夏。哎呦，这郡主也太会忽悠人了吧！什么？他们说是我推的？撒谎！我以为刘泽峰会推倒莫言，让他撞到石桌上，毁容就不用科举了。谁知道裴莫言突然让开了，这才让刘泽峰撞在石桌上。我这么信守诚意，没想到那2个狗东西居然还往我身上泼脏水。刘泽峰明明就是堂下用脚绊倒的，关我什么事啊？我可以当面对质，就是堂下用脚绊倒的，我和侯浩轩都看见了。是吗？洛文见大家都不相信他，我可以发誓，如果说谎，余生我就不得好死。你刚才已经说谎了，让他们2个人回来。风起点头。没过一会儿，堂下就和侯浩轩回来了。只见那刘夫人扬起手，朝着堂下的脸就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堂下，回我们家泽峰一直将你视作至交好友，对你信任有加，可你居然做出这般谋害他的事情来，你简直不是人！转头看向一旁的洛文，你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明明就是你故意绊倒了刘泽峰，如今你反倒还想把这罪名推卸到我身上，想的倒是挺美啊你。谁说我要把责任推给你了？是你故意糊弄我的，对吧？哼，只许你们肆意伤害无辜性命，诬陷好人，难道就不允许本郡主猎施小计，查明真相吗？沈夏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清脆的掌声传来。郡主这么直勾勾地看着在下，会让在下误会的。哎呦，你这病多久了？是吗？听说郡主医术不错，那要不要给在下瞧瞧？你这病啊，多照照铜镜就好了。恐怕多照铜镜会病得更厉害。白院长疑惑地看着这2个人。认识，不然以林恒的性格，可不是会多管闲事的人呢。林夫子没有课？刚下课，听说这边发生了事，所以过来看看。他是学院的夫子啊？正是，我们学院教音律的夫子林恒。教了多久了？4年有余了。哦，那就不是签约了。白院长看着3个人，你们3人还有什么话可说？白院长，人不是我绊倒的，是堂下绊倒的，我只是瞒着，不是主凶，求白院长网开一面，别开除我。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残害同门之事？堂下看了一眼沈夏，又看了一眼裴莫言。如果不是你突然让开，刘泽峰也不会撞到石桌上。我让不让开都不是故意绊倒刘同学的理由。怎么不是？如果不是为了陷害你，我也不会去绊倒刘泽峰。这些年在学院，我不记得我有半点得罪你之处。怎么没有啊？你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不起谁呀？你现在跟你母亲都被赶出了国公主府，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凭什么依旧不把人放在眼里？你把不善于表达当成高高在上，难道不是吗？白院长，处理吧。你们3人能做出如此之事，离开书院吧。刘夫人，你放心啊，
贵公子受伤的所有费用，我们唐家都会出，也会赔偿的。能不能请刘夫人网开一面呢？刘泽峰同学受伤的是额头，破了很大一个口子，就算好了也有疤。唐夏简直是太狠毒了，直接断了我儿子的科举之路啊！唐夫子觉得这种人能原谅吗？唐夏见他二叔都被他求情了，而且白院长也没说什么，全是安平郡主在说话。他突然拔出脚尖的匕首，满怀仇恨就向裴莫言刺了过去。沈夏心中大惊，用力将身旁的莫言朝一旁扯开。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唐夏的目标竟然瞬间转向了他。距离较近的林恒竟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只听扑哧一声闷响，那冰冷的刀刃无情刺穿了林恒的身体。好疼！这个时候风起已经把唐夏制服了。天哪，这个位置会不会伤到他的肾呢？哎呀，这又是欠债啊！林夫子在书院有宿舍吗？有的。夫人，我家公子怎么样了？你别担心，我的医术还可以。你出去吧。见他纹丝不动。你不信我？风雨，你在门口守着，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能进来。天哪，太险了，就差一点就伤到肾了。确保没事之后，才把所有东西都收回空间里。他看着床上静静躺着的人，沈夏靠近，看他脸上是不是有面具？一般易容的边界线都在耳朵处，居然没有痕迹，这难道是真脸？是我误会了？郡主怎么了？啊，没事。你怎么这么快就醒了？郡主垂涎我的美色。怎么可能呢？那你刚才在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想着你有点像我一个故人，靠近看一下而已。有那么像吗？都要摸摸才能确认。郡主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不是。那人是郡主什么人啊？让郡主如此挂念。一个我做梦都想宰了的人。那还好不是我，不然郡主刚才都不会救我了吧？怎么会呢？毕竟你也是救我受的伤，我可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我们并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救我？离得近，本能就救了。他的话，他是一个字儿都不信。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想要什么报答？不需要。那可不行。怎么，郡主怕我赖上你？你怎么知道？就算赖上你，也是你占便宜好吧？我还是个清纯小伙，你后院多少男子了？沈夏挑眉看着他，你那个伤口不是很大，6、7天就可以拆线了，到时候我再过来给你拆。至于恩情呢，你自己想想吧。说完没等林恒说什么就离开了。我又回来了，看你这次往哪里逃。今日之事真的让郡主受惊了。学生多了，难免会有一些纷争，这是很正常的。今天还得感谢林恒父子，不然受伤的就是我了。郡主不怪罪就好。这个唐同学的家教的确有所欠缺，只不过家里都是有夫子的，居然还能教出这种品质，着实是有些奇怪了。想来是没有教好，对于品性不好的夫子，我们学院是不能要的。白院长真是一个做事公正、怜悯之人呢。郡主旁边这几人是来求学的？之前在老家读书，这不是搬到京城了吗？所以打算在这边读书。没问题，陈夫子记一下他们的信息，到时候给他们分一个好班就是。不来个入学考试什么的？不用，想来郡主的家人学识都不差的。沈夏看着旁边的吉祥如意，两人把东西送上来，上门拜见，这是晚辈准备的一点心意。想来白院长平时为学生操碎了心，我拿了一瓶药王谷催神医的养生丸，望白院长能身体长寿。药王谷的养生丸？是。郡主认识催神医？都会医术，所以大家平时都有交流。郡主既然自称晚辈，如果不介意，叫我白伯伯就好，叫白院长太生疏了。白伯伯，今天就叨扰了。不再坐坐呀？啊不，家里还有事。好。带着小五他们离开。莫言一上马车就开始担心了。沈姨，下次有危险的时候，你能不能先顾及自己？我真的好怕你因为我受伤。今天的事情重新来一次，姨还是会救你，但是你也不用为此难受。如果我遇到危险，你会救我吗？会。对呀，所以姨会救你，那也是正常的呀，因为我们莫言是个好孩子，值得姨救你。姨说我值得，而不是看在娘或者舅舅面上，让沈姨看笑话了。没有，你还是小孩子，难过就哭，没事的。姨这么大了也会哭的，不是笑话。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哭并没有什么的。你就跟我一起回郡主府玩玩，晚上再回顾府，免得你娘担心。好呢，我听沈姨的。莫言，你那个刘同学额头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就算缝合好了也会有疤，除非再用祛疤膏，不然
他这辈子都无法科举了。我有去拔高，能保证他额头不会留一点伤，但是我没有说出去，因为他是欺负你的，所以我肯定是要维护你的。要怎么处理，还是得看你，你自己做决定。沈姨，如果我说不给，你会不会觉得心胸不够宽广？当然不会，因为被伤害的是你啊，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替你做决定。你今天是运气好，让开了，如果没让开，那么摔到桌子上的人就是你，脸上毁容的也是你，他们大不了就是赔点医药费，倒是在你脸上留疤了，前程尽毁的也是你，所以你不原谅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不是所有的对不起就一定能换来没关系的。沈姨，我知道了，我不想原谅他。好，这次我有去拔高的事情就不对外说。两人聊着聊着就到了郡主府里，门口的马车谁的？不认识，但他说是姨他们的父亲。宋承修，完了完了，我一个上午都不在家，娘不会被欺负吧？大步流星往正厅走。妍儿啊，当年那个萧北说愿意娶你，还不是骗你的，还不如我们一家团圆的好。跟你和好是不可能的，现在夏夏还没有回来，我劝你赶紧离开，不然等会儿没有好果子吃。他回来又怎么样？我怎么说也是他公爹，难道他不懂得尊老爱幼？你们来做什么？安米华赶紧上前安抚。哎呀，沈夏，你别生气，之前呢是我们做的不对，但是你公爹想着呀，姐姐一个人孤苦无依的，所以还是打算接姐姐一起住。是吗？以什么身份接回去啊？我和你们继母商量过了，赵嫣跟我们一起回去。她一直在乡下生活，管账肯定是不会的，所以她进府后和敏华一样的吃穿用度，以平妻的身份。娘亲现在怎么也是正妻的身份，跟你回去就成妾了，你这诚意不是很足啊？宋承修看脸安敏华，那你说怎么办？沈夏看脸安敏华，我三哥是正三品官员，四哥是新科状元，怎么可能有一个做妾的母亲？你既然想沾他们的光，就得拿出诚意来。怎么？难道你还想让我当妾？他娶你的时候就未和我娘和离，本来你就是妾啊，怎么不属于你的位置坐久了，还真以为自己是妻了？敏华，你看，你就委屈一下如何？你想都别想！本来这几天装温柔就已经装够了，他居然还为了赵嫣那个女人让我做妾！他越想越上火，也抬手反回去一个耳光。你居然敢打我！沈夏见这两个人水灵灵就打起来。娘，坐下看看热闹。宋承修实在忍不住，直接就给安敏华的肚子上踹了一脚。你个白眼狼啊你！他当初能因为你有钱就抛弃为他生了5个儿子的糟糠之妻，当然也可以为了荣华富贵抛弃你这个扶他起来的商贾之家。吉祥，送客，敢把手往郡主府伸，就给你斩了。娘，您放心，我怎么可能让你去跟那个白眼狼一起生活呀？以后我们在哪儿，您就在哪儿，他是他，您是您，永远都不会是一家人。哦，孩子们读书的事情办妥了吗？办好了。刚才那个孩子是莫言吗？是啊，现在小天他们正好和他一个学院，以后也有个伴儿。这样也好。沈夏在前院和宋母聊了一会儿，打算去找一凡。孩子们在哪儿呢？应该是在公主府那边。只见长公主慌慌张张往这边过来，就见长公主走到她跟前，拉着她的双臂左右打量起来。哎呦，真的没有受伤？娘，我没事，博览书院的一个夫子为我挡了一刀。娘，您快坐下，我真的没事。再说了，我也不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中的。娘，这是我自己做的花茶，美容养颜，1年4季都适合喝。我给你拿一罐来，您尝尝。女儿就是贴心，什么都想着娘。都是些小玩意儿，哪有娘亲送的东西值钱呢？娘，这个是药丸谷的养生丸，1个月吃1粒，您一定要记着吃。你这哪里买的？还是一瓶？机缘巧合下认识的崔晨一，所以成了朋友，他送的。那好吧，娘一定好好保养，看着依依他们长大。这还差不多。沈夏就往小天的院子里走，到了小天院子里，还挺热闹的。范玉也在这儿，依依、一凡、一言都在这边玩。同时，沈夏看到一凡还在玩着莫言腰间的玉佩，还好来得及时，不然莫言这玉佩恐怕也是保不住了。姐姐，你怎么过来了？沈姨，娘亲，你想我了吗？娘亲就不能是想我了吗？哼，娘亲肯定是想我了。沈夏轻笑着看着一凡，一凡还真说对了，娘亲就是想你了。你们几个聊，不用管我，我找一凡有点事儿，你们继续。姐姐，你找一凡干嘛？
他又干了坏事啊？没事啊，就是想和一凡联络一下母子感情。一言在旁边说道：“娘亲，我们就不用联络母子感情了吗？”娘亲是去收拾他，你也要一起过来吗？还是算了。一凡一脸呆萌，看着沈夏。娘亲，我最近可乖呢。做错事不可怕，只要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孩子。娘亲，我最近都很乖。沈夏弯腰把人抱起来，然后出去。娘亲，我才半天没有看到你，感觉娘亲又漂亮了几分。这小嘴就跟抹了蜜似的。沈夏伸手放在他面前，东西拿出来。娘亲，什么东西呀？你祖母手中的珠子呢？娘亲说的是那个啊。说着就从怀里拿出一串珠子。娘亲说的是这个吗？我想着娘亲平时不是很喜欢绿色的衣服吗？这个配娘亲的衣服正好，我就想着想送给娘亲的。你倒是会解他人之慷慨。主要是为了讨娘亲喜欢。我怎么那么不信呢？娘亲，我可是您的心肝小宝贝，你怎么能不信呢？你再干这种事儿，我才得小心肝呢。一凡，娘亲跟你说认真的，下次不许收刮别人身上的东西了，行吗？为什么？他们都是自愿给我的。也有可能别人不愿意呢，可是看你是小孩子，又不好意思跟你说。怎么会呢？我那么可爱的，大家都愿意嘛。娘亲说不许就是不许，强迫别人非君子所为。娘亲现在就是非君子所为，娘亲好不讲理。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娘亲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听娘亲的。对嘛，这才是娘亲的小宝贝。长公主回到公主府，就让人备了马车出去。桂嬷嬷知道长公主想去哪，对于长公主护短，她是很清楚的。就连当初郡主在国公府那个小妾那里受的那点儿委屈，都足以让她保不住孩子。长公主可不是那种心慈手软的人。马车最终朝着博览书院的方向驶去。白院长听说长公主来了，心里一咯噔，看着杜承泽。等会儿如果长公主发火，你帮着点儿。白院长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这么多年，顾惜都不带和我说一句话，我哪来的勇气能熄他的火？须臾间，长公主真是稀客呀。我来是什么事，院长应该知道吧？知道，当然知道。安平走的时候跟老夫交代清楚了。安平非常有礼，认我当伯伯，所以便以他的称号来称呼了。这门口说话也不是很方便，进去坐坐吧。三人一起进去，直接边喝茶边说出他的要求。今天有关系的4人全开了。这口气可不是在商量，而是直接命令了。还好没冲我发火，不然可能有些挂不住面子呀，毕竟还有别人在呢。白院长觉得为难。长公主，其他3人都好说，堂下已经送入刑部了，另钻具2个已经开除了，就连唐夫子也一起开了。但是刘同学也是受害者，不好开吧？刘泽峰不是和堂下他们一伙的吗？话虽是这么说，但是他也没做出伤害性的事啊。开了，刘大人如果问你，就说是本公主说的。可以。而旁边杜承泽却忍不住劝道：这顾惜啊，这事刚才我也听院长说了，其实呢，刘泽峰这事儿可以让一手，你这样做简直是跟自己树敌呀。杜丞相，顾惜是你喊的吗？臣节约了，长公主可以考虑一下臣说的话。杜承泽不由想起当年的事儿，真是一步错步步错。其实当年我也是真心喜欢她的，只是我从小就想立志走仕途，有朝能一日之上，万人之下。可是如果和长公主成亲，那肯定就无法施展我的抱负，所以我犹豫了。可是等我考虑清楚之后，抱负哪有她重要啊？结果就听到她和兰毅要成亲了，这一等就是20年呐。这是我公主府的事，丞相就不用过多的操心了。他还是在怪我当年的犹豫吗？我亲自来这博览书院，就是证明我对宋家有多在乎。事情说清楚了，长公主就打算走。杜承泽好像有些话要说，
他着急地追到门口。长公主请留步。可是宋允高中之后，原本是安排的从五品，后来在公主府的认亲宴之后，还是改成了标准来。这一点不用我说，你都应该明白是为什么吧？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好，这事我知道了。等等，有事就一次性说完。我什么事情让我们丞相大人都无法说出口啊？犹豫再三之后，我们还能再重来吗？他心中唯一期盼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得到顾惜的原谅。舍得你来之不易的丞相之位了。舍得。顾惜想起当年的事，我好像是很喜欢他的，但是又如何呢？时间是不等人的，你莫非天真认为只要你愿意回头，那个人就一定会在原地痴痴等待着你不成？这世界离了谁日子都照样过，没有人会站在原地等你。我真心希望用我的余生来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这样可以吗？错过的东西就如同路边的野草一般低贱，毫无价值可言。我们这辈子注定不会再有任何交集和可能。如今我的女儿依然被找到，她便是我生命中的全部光芒与温暖所在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此刻所拥有的幸福。至于你，当我决定接纳兰毅的时候，就已经将对你的感情彻底放下了。他都走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放不下吗？对，此生只有他，就算他不在了，也一直活在我的心里。顾惜潇洒转身离开。我以为还有机会。郡主府，风起风雨呢？回来就没看见他们俩，便拿出脖子上的哨子轻吹了一下，结果出来一个之前见过的黑衣人。怎么又是你啊？离依呢？主子去为夫人找人了。好吧，你下去吧。男子离开后，如意才回来，但脸色不是很好。怎么了？风奇和风鱼在后院休息呢。怎么了？好像是因为上午他们差点没有保护好夫人，所以被公主罚了，伤得有点重，恐怕要几天才能好。伤到哪里了？被打了20大板。便转身回了房间，拿出一些金创药。夫人，你要亲自去？我去看一下伤得重不重。今天本来就是意外，谁也没有想到的，这不能怪他们。见郡主过来。郡主，哎呀，快躺下吧，我看看你们伤得如何。因为我让你们2个被罚，心中有点愧疚。风瞿风雨一听，赶紧跪下。手下没有护好郡主，是我们的错。你们过来坐下，我给你们把个脉，我看一下有没有大事。说着，看他俩一脸的窘迫。我的错，你们伤在屁股不能坐，那你们躺着，我把个脉就离开。风邪和风鱼这才慢悠悠的上床趴着，沈夏直接坐在床边，先给风起把脉，然后再给风鱼把脉，2人脉搏都没有问题。沈夏把药留下，然后跟他们说了一下怎么用，这几天要注意什么，就离开了。沈妹妹，这当高下次我生日的时候你也送我一个吧。4月25，今天是一言的生日，这人还真是脸皮厚，你见过谁还点礼物呢？好，不过生日得提前说啊，因为很多东西需要提前准备的。好啊。大家都安静地看着一言许愿。我今年生日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的家人们能够一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都说孩子的生日是娘亲的苦难日，所以第2个愿望还希望我的娘亲可以永远幸福快乐，没有烦恼和忧愁。一言真是个乖巧懂事又贴心的好孩子，娘亲听你说的这些话心里特别感动。但对娘亲而言，生下你们3个可不是什么苦难日哦，你们可是娘辛辛苦苦怀胎10月，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祈求来的宝贝。第3个就要保密了。为什么第3个愿望要保密呢？一一抢先回答。因为娘亲说的可以许3个愿望，2个愿望可以说出来，第3个愿望放在心里。旁边一凡也点头。真的。祖母，外祖母，吃蛋糕。谢谢我们小一爷。就这样，一家人其乐融融。晚上回到房间里，宋锦就把沈夏抱进怀里。夏夏，想我没有？当然想啊，怎么会不想呢？3哥什么时候才能把厂里的事情忙完呢？就在家里住吗？快了，到时候我就在家天天陪你。好啊，求之不得。到时候夏夏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啊？怎么会呢？那就好。等吉祥他们把水打好之后，2人一起洗了个鸳鸯浴。对于很久没有吃肉的宋锦，一个鸳鸯浴怎么能满足呢？
房间里又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声音。除了生理期那几天，简直很少休息，比生产队的驴还累。最后沈夏累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翌日清晨，沈夏睁开朦胧的双眼，看到眼前的胸膛，手轻轻地探了上去。夏夏昨晚没有吃饱。死手，怎么这么贱呀？夏夏，还想吃个早餐？我就是看到三哥胸膛上有个脏东西，我给你擦干净，擦干净。夏夏不饿吗？不，我都快吃成了。是吗？三哥，你说话就说话，能不能别舔我耳朵？夏夏最会说谎了，还说吃饱了，你身体可比你的嘴诚实多了。三哥，那只是正常的身体反应。再说了，面对三哥这么俊俏的夫君，要是没有反应，那倒显得三哥没有魅力了。是吗？接下来就不用说了，又是一场晨起运动。吃早餐的时候，三哥，之前家里的钱财都放在哪儿了？放在京城的另一个地方了。夏夏有空没有？我等会儿带你去看。不用，三哥你安排就好了。你呀，就是懒。我还懒，昨天累到现在了，生产队的驴都没有我这么辛苦。夏夏今天没事，不想出门了。不，今天有事，刚吃完早餐。夫人，这是博览书院的林恒夫子给你的信。可以拆线了。现在都快中午了，我等下午再去吧。宋锦轻轻将人抱在怀里。夏夏，你不是一个人。我知道，那次真的是意外，没有下次了，让三哥担心了。三哥只想让我们夏夏健康快乐。我以后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和哥哥们一起白头到老。说话算话。那当然了，博览书院。之前明明说好只需6、7天就能拆线，可如今7日已过，他难道将此事抛诸脑后了？人呢？小厮连忙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回主子，郡主尚未起身。不过郡主若是看到您这边传过去的消息，定然会以最快速度赶来的，请公子稍安勿躁。林恒听着还没起来，这女人昨天晚上又折腾到多晚？郡主府找什么人？查清楚了没有？清风还没有回来，回来了第一时间禀报公子。不管找什么人都给我截住了。是公子。郡主府。郡主，您终于起来了。何事？郡主啊，您还记得前些日子您说过，我家孩子这头上的缝线大概6、7天就能拆除了吧？没想到居然是这般人间角色，难怪人人都想做这入幕之宾。你坐好，别动。好啊。沈夏拿出剪刀和夹子，把线剪了，然后用镊子把线拉出来就好。好香，真好啊！这要是能，那简直是别有一番滋味。看着刘泽峰这一脸别有深意的表情，沈夏故意不知轻重。郡主，你能不能轻一点儿？不能，拆线本来就会疼。看着一脸色相的刘泽峰，抽个时间好好打断，最好是能把他第3条腿给打断。终于线拆完了。郡主啊，这个疤能不能……不能，就这个样子了，除非有崔神医的祛疤膏。早知道这样，那天说话就该注意一点的。看这情况，完全是把人得罪死了。等人走了之后，夏夏，那旁边啊是刘夫人拿过来的谢礼。让明管家收起来就好了。我救了他们儿子，送点谢礼也是应该的。我听莫婆婆说，这刘夫人是吏部尚书家的，这样对他们好不好啊？